还被接回豪门的第一天，全家人都毕恭毕敬地伺候她，对女孩言听计从，生怕她受委屈当场哭出来。可女孩却知道他们并不是补偿她，而是他们发现只要女孩一哭，立即就会有人受伤。三哥阮秋开车去接女孩时，路上只是警告她不要和妹妹争宠，不料却吓到了女孩，她小嘴一撅，放声大哭，车子立马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车上在内的4个人，只有阮家老三一人受了伤。王管家见状，立马把女孩的危险性传回阮家别墅内，可偏偏就有不信邪的。饭桌上，女孩只不过是坐了阮思柔的位置，阮思柔眼中闪过丝委屈。老二阮真看不得妹妹受委屈，就狠狠地瞪了女孩一眼：“你才刚回来，就想抢思柔的位置吗？”阮思柔适时出声，声音温柔柔的：“姐姐才刚回来，坐在妈身边是应该的。二哥，你这样说，姐姐都不自在了。”2句话说完，阮家人更加心疼这个温柔体贴的妹妹。阮母心里对阮思柔也越发满意，不愧是她亲手教育出来的女儿，有大家风范。女孩才不管他们在说什么，看着眼前一桌从未见过的美食，她摸了摸小肚子，肚子咕咕的叫：“可以吃饭了吗？我好饿。”老四阮玉冷哼一声，就知道吃，果真是上不得台面。从乡下长大的，一点礼数都不懂。老五阮清满脸鄙夷，不屑地看了女孩一眼后，便移开了视线。老二看都懒得看女孩一眼，长得再美也没用，一看她这副样子就知道是个什么货色，不过是一个被豪门生活迷晕了眼的下等人。阮父冷冷回应道：“对这个亲生女儿难掩失望，我们阮家有阮家的规矩，以后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催，要等长辈先动筷才能吃，眼皮子别那么浅。爸，您差不多得了。”老三阮秋突然出声：“听晚才刚回来，就不能好好吃顿饭吗？”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在说什么？老三居然在帮女孩说话，谁不知道阮秋一向最护着阮思柔，他出去接个人，脑子撞坏了不成？老三，你确定你伤的是脖子不是脑子？老大阮琛率先开口，眼神锐利地审视着他。老二阮正立刻附和：“爸，要不我们还是安排个医生给老三好好检查一下吧，别是撞出什么后遗症了。”连阮思柔都担忧地看着阮秋，趁着他们争论的功夫，女孩实在忍不住了，偷偷伸手迅速抓了一只油亮亮的大虾塞进嘴里。天啊，真好吃！以前在村里只在电视上见过，你怎么能先吃？眼尖的老二第一个发现，指着女孩厉声质问：“为什么不能吃？菜摆出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女孩嘴里塞着虾肉，腮帮子鼓鼓的，大眼睛里全是困惑。阮清也跟着开口：“爸还没动筷，你凭什么先吃？当真是没点规矩。”他一开口就是教训，阮秋顿时慌了。听晚才刚回来，不懂这些规矩也正常，你们没必要上纲上线吧？说完，看见女孩停下吃饭的动作，一脸委屈的样子，心想完了。他本想提醒家人，可女孩就在这之前打电话想要说明她的危险性，不是被敷衍就是被挂断。大家吃饭吧，今天可是为了给姐姐办的接风宴，就不要扫兴了。老三阮秋用尽毕生的演技，拼命给家人使眼色，急得额头冒汗。可惜在阮家人看来，他像眼睛抽筋。阮父看他那副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老三，你才出去几天，就这么没规矩了？女孩扒拉着碗里的饭，眼睛瞄向桌子中央那只诱人的帝王蟹，太远了，她不得不站起来，伸长胳膊去够了。阮听完，阮母终于看不下去了，声音都尖利起来：“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哪个名门淑女会像你这样吃东西？丢尽了阮家的脸！”妈，阮思柔赶紧柔声劝解，眼底却闪过一丝快意：“就让姐姐先吃吧，她才刚回来，大不了我们以后慢慢教她就是。”够了，你们太坏了！女孩积攒的委屈瞬间爆发，她啪的放下碗，眼泪说来就来，接我回来又不让我吃饭，就你们一直在那说，坏人，不让人吃饭的坏人！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只有阮秋在女孩眼泪掉下来的瞬间，她像被针扎了一样，蹭的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迅速远离了餐桌，哭得真难听，还不闭嘴！老大阮琛不耐烦的呵斥，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女孩哭得更凶了。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餐桌上华丽的水晶吊灯毫无预兆的爆炸了，无数锋利的碎片像冰雹一样砸落，瞬间惨叫声响遍了整个大厅。厨房的佣人刘妈跑出来一看，吓得一个踉跄，差点一屁股摔到地上。先生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快叫司机送我们去医院！阮父忍受着脖子上的剧痛嘶吼道。很快阮家众人就被佣人搀扶着送了出去，只有提前跑开的老三阮秋逃过一劫，站在安全角落心有余悸地看着这一切。女孩像没事人一样坐回椅子上，看着瞬间安静下来的餐厅和满桌几乎没动过的佳肴，破涕为笑，终于可以吃饭了。更诡异的是，那些爆炸的碎片大部分精准地扎在了阮家人身上，小部分掉在地上，餐桌上干干净净的，连一点玻璃渣都没有，饭菜完好无损。老三阮秋看着空荡荡的餐厅和正开心大快朵颐的我，他重重叹了口气，早就警告过你们了，让你们别惹他，给你们使了眼色也不懂。傍晚别墅佣人休息区，天啊，你们是没看到老爷夫人他们被抬出去的样子，太惨了，身上全是玻璃碴子。一个女佣拍着胸口，是啊，车后座都染红了。阮听婉小姐一回来就出这么大的事。另一个女佣小声嘀咕，什么阮小姐，我看就是灾星。年轻的女佣周甜甜嗑着瓜子，语气刻薄，她是阮思柔介绍来的，如果阮思柔的地位要是不稳，她还能好吗？一位女佣有些不赞同地说道，别这么说，应该只是意外吧。阮听婉小姐看着挺单纯的吧，切，也就看着单纯，听说在乡下就不安分，就不是一个正经人。周甜甜恶意的编排着，距离阮家人出事进医院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此时女孩饿着肚子下楼找吃的，没想到刚走到厨房门口，就听到周甜甜最后那句充满恶意的话，女孩顿时觉得委屈极了。亲生父母家的人坏，连佣人也这样，
小嘴撅得老高，眼圈迅速红了。周甜甜发现女孩，先是一惊，随即想到女孩只是个不受待见的灾星，胆气又壮了。哟，灾星下来了，装什么委屈？识相的就赶紧滚出阮家，阮家千金的位置也是你能想的。丝柔小姐一根手指头都比你好，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女孩被他骂得更委屈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周甜甜叉着腰，气势汹汹：“我什么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死皮赖脸的呆着，脸皮真厚。其他几个女佣面面相觑，没人敢出声帮女孩。呜呜，巨大的委屈让女孩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哭哭，就知道哭，晦气。周甜甜的咒骂还没说完，砰一声，厨房的灯管猛地闪烁几下，接着整个厨房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火光和浓烟瞬间涌出，救命！厨房炸了，快救火！佣人的尖叫声四起。同一时间，医院的 VIP 病房，灾星，他就是灾星，爸妈赶紧把他送走，再留着他，我们阮家就完了。老二阮珍看着自己缠满纱布的手臂，又恨又怕。阮母淡淡瞥他一眼：“老二，你什么时候这么迷信了？”阮父脖子上也缠着纱布，脸色难看。老二阮珍激动地喊道：“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一回来我们就接二连三出事。”老大阮琛比较冷静：“妈，这次受伤确实太蹊跷了，那些碎片落下的角度和集中程度都不像意外。”阮父反复沉默着，他纵横商场多年，自然知道这世界有些无法解释的力量。老四阮玉目光锐利地看向唯一没受伤的阮秋：“三哥，你当时跑得最快，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老三阮秋身上，阮思柔脸上也缠着纱布，柔柔弱弱地靠在床头，眼神却紧紧盯着他。老三阮秋头皮发麻，知道瞒不住了，是我早就想告诉你们了。阮听婉他根本不能惹，他一哭就要出事。接他回来的路上，他哭了3次，第一次哭车子撞了，只有我受伤；第二次在医院他哭，我就莫名其妙摔了一大跤；第3次在停车场他又哭，我就被一辆自行车撞了，脚都扭了。今天饭桌上他再一哭，水晶灯就炸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他就是不能哭。王管家在一旁沉重的点头：“先生，三少爷说的没错，阮小姐她太邪性了。看吧，我就说她是灾星扫把星。”老五阮清仿佛找到了证据，觉得这是赶走他的好机会。姐姐她，阮思柔适时的露出惊恐又担忧的表情，声音发颤：“不会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吧？”一旁的老二阮征连忙点头：“爸妈，要不我们找个大师来看看吧？太邪门了。”阮母被这一连串的邪乎事吓得不轻，她看向阮父：“老公，要不我们……”阮父眉头紧锁，顾虑重重，这毕竟是刚接回来的亲生女儿，马上找大师驱邪，传出去名声不好。先生，太太，不好了！王管家突然接到电话，脸色瞬间煞白。别墅打来的，厨房爆炸了，5个女佣都受了伤，周甜甜伤得最重，送医院了。他们说爆炸前，阮小姐就在厨房门口，还哭了。什么？厨房怎么会爆炸？阮母惊得差点站起来。厨房怎么会炸？林曼不敢置信道：“家里的厨房去年才装修过，怎么可能会突然爆炸？这个事故原因还要调查。他一直在医院，哪知道厨房为什么会炸？不过我听其中一位受伤的女佣说，在厨房爆炸之前，阮欣小姐也在，阮欣也在。”阮家几兄弟交换了一个眼神：“爸，你就别犹豫了，再犹豫，我们一家人肯定都得让他克死。看吧，连家里的佣人都被他克了。”阮征立马抓住机会进言：“照他看，也别请什么大师了，直接把人赶走不是更好？”王管家打电话叫郑助理过来，郑助理是阮振兴的助理，也是阮振兴的亲信。好的，先生。王管家忙在一旁打电话摇人。阮欣还不知道，马上就有一位大师要来家里为他驱邪。自从厨房爆炸后，消防还有物业都来了，好不容易火灭了，1楼已经完全没法待了，因为全被水泡了。附近的邻居看热闹的有不少，有人已经事先得到消息，知道阮家的亲生女儿今天会回来。现在阮欣一回来，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整个别墅区今天可不缺聊天素材了。这阮家怎么回事？出了这么大的事，阮家人一个都不出现。你们还不知道吗？阮家人下午就进医院了，听说是在家里受的伤，下午就去了医院，直到现在还没回来。有那消息灵通的，已经知道了阮家人受伤进医院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有人好奇问。他们去的那家医院是我妹夫开的，我能不知道吗？附近住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能有这人脉还真不稀奇。那就不奇怪了。你妹夫有没有说他们是怎么受伤的？主要是好奇这好好的一家人在家里能受什么伤，还全家一起去医院。好像是被爆炸的水晶灯碎片割伤了，流了不少血呢。水晶灯还能爆炸，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谁说不是呢？我活了大半辈子，也是头一回见。别不是搞错了吧？那肯定不能啊！不要怀疑我打听消息的实力。一群中年人站在阮家别墅大门口，对着别墅指指点点。谁能想到，这些聚在一起八卦别人家私事家伙，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某某集团的董事。只能说国人爱凑热闹这一点，不管在哪个阶层都一样。外面发生的一切压根儿影响不到阮欣，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吃。因为厨房炸了，吃的也炸没了。阮欣现在很饿，非常饿。突然，他闻到了一股食物的香味，这是烤肉的香味。顺着香味，他一路走到了自家的院子里，然后爬上墙头。只见隔壁的院子里正摆放着一个烧烤架，架子上摆放着不少肉食，有牛排，有鸡翅，还有排骨和五花肉。好香，想吃，宿主别想着吃了，你别忘了你还有任务要做。
赶紧去医院照顾阮家那些人啊！你得去刷好感，让他们对你的好感度提升，你才能改变炮灰命运。系统叽叽喳喳的说了半天，可惜阮星压根儿不理他。他下午一出小黑屋就开始劝说阮星，阮星就是不听，嫌他烦人，又把他丢了一次小黑屋。这次还是他自己想办法逃出来的。一出来就看到宿主站在厨房门口，而且还被几个佣人在背后蛐蛐。本想让宿主直接大发神威，没想到宿主太没用，只会哭。更没想到的是，厨房炸了，把那几个说宿主坏话的人全都送进了医院。这下好了，阮家人进医院了，佣人也进医院了，就连家里的花匠、厨师和司机也陪着那几个女佣一起走了，全家就只剩下了阮星一人。他想让阮星也去医院，顺便还能刷刷好感。结果怎么样？大家也看到了，根本不理他。统生太难了，他一个刚刚出场的婴儿桶，还能不能让他好好长大？系统欲哭无泪，整个桶已经生无可恋。统统别吵，我真的好饿，让我先吃饭。阮星摸摸肚子，想了想，一个翻身越过这道墙，翻进了别人家的院子。一只萨摩见有人翻进自己家，一边汪汪叫着，一边摇着尾巴向着阮星跑去。阮星回头，用软软的眼神看着他，乖哦，不吵不吵。说着，还伸手要摸他。宿主，你是真虎啊，万一被咬了怎么办？系统又急又气，狗狗这么可爱，怎么会咬我？阮星继续摸狗头，把耶耶摸到翻在地上露肚皮，一张天使般可爱的笑脸，看得人超治愈。不过阮星可没有那闲工夫一直跟狗玩，他可没有忘记自己是来做什么的。搞定了狗狗，他用旁边的餐盘把烤架上的肉全装走了，然后带着餐盘翻墙回了自己家，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看着像是进行过无数次一样。耶耶可可爱爱的仰着狗头，看着他的动作，全程连叫都没有叫一声，一张大大的狗脸上全是笑容。2分钟后，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过来，一看烧烤架上的肉全没了，顿时面色一变。他刚烤好的肉呢？他不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他肉怎么全没了？不会是你吃的吧？长得俊美不凡的美男子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耶耶，耶耶冲着男子傻笑，那叫一个天真无邪。男子蹲下身，抱着耶耶的狗头闻了闻，没闻到烤肉的味道。不是你，难道家里遭贼了？可什么贼会专门偷烤肉？刘管家，调监控。阮星还不知道自己的作案过程马上就要被发现了，他已经端着盘子回了自己的房间，洗过手后美美的享用起了这顿晚餐。宿主，你这样偷吃人家东西不太好吧？系统弱弱开口，虽然他还是个婴儿童，但从其他童子前辈那里听说了不少他们宿主的故事，没有一个宿主会为了一口吃的翻到隔壁去偷吃人家东西。作为系统的宿主，这也太掉价了，会给钱的，等我亲生爸爸妈妈回来让他们给。阮星吃着烤肉，软软糯糯的开口，系统，你真的好有想法。隔壁少爷，监控已经调出来了，偷走您烤肉的是隔壁新找回来的女儿。刘管家拿出一个平板，将监控画面播放出来，然后阮星的一系列操作就这么被顾晨看在了眼里。她就是隔壁新找回来的女儿。顾晨打量着监控中的阮星，长得倒是比那个假千金更像阮家人。是他，刘管家肯定地说，他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我们家来偷肉吃？阮家饿着他了。阮家怎么说也是家大业大，至于把亲生女儿饿到跑隔壁偷东西吃吗？大概是因为阮家没人在吧。刘管家的脸色多了一丝古怪，怎么回事？展开说说。顾晨感兴趣地看着刘管家，看刘管家这表情，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啊。刘管家便将阮家今天发生的一系列倒霉事都告诉了自家少爷。顾晨听后啧啧两声，有意思，这个真千金不简单啊，刚一回来就把全家玩进了医院，看来接下来的日子有好戏看喽。等阮家人从医院回来，已经是第2天的事了。阮星本来还在房间里睡觉，门却突然被人敲开。阮星小姐，该起来了，先生太太在楼下等您下去。受伤不重的4名女佣已经出院，一回来就被派上楼带阮星下去。怕阮星不配合，阮振兴一次性把4名女佣都给派上来了。阮星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犯困的大眼睛。爸爸妈妈回来了。他摸摸肚子，是的，先生太太正在楼下等您。4名女佣站在床头看着他说道，早餐好了没有？我饿了。一面叫饿，一面掀开被子下了床。4名女佣差点没做好表情管理。这位阮星小姐还真是奇怪，先生太太还有少爷小姐在医院待了1晚上，听说她一次也没去看过，连通电话都没有。难怪阮家人都不喜欢她，她真是完全不会为人处事啊，连装一下都不装。比起面面俱到的阮思柔小姐，这位阮星小姐确实不太招人喜欢。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了，先把人骗下去再说。其实家里哪里还有什么早餐，厨房都炸了，上哪儿做早餐去？那我马上下去。阮星双眼一亮，听到有早餐吃，精神都好了。他蹦跳着拿着衣服去了卫生间换，小嘴里还哼着歌，完全不知道楼下有什么在等着他。1楼客厅，看着乱成一团的客厅，阮家人别提多心塞了。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赶紧处理阮星这个灾星才是最要紧的。
慧通大师，这次可就全靠您了，请大师务必赶走附身在我女儿身上的脏东西。林曼面前站着一位看上去仙风道骨的和尚，这和尚来自乌龙寺，在上流社会小有名气。这次阮振兴也是通过多年好友才联系上这位慧通大师。慧通是一名看上去60-70岁的老和尚，圆圆的光头上有着12个戒疤，一看就是得道高僧。在佛门之中，戒疤的数量与修行的高低挂钩，一般分为3个、6个、9个和12个，戒疤的数量最多不会超过12，而头顶能有12个戒疤的，都得尊称人家一声大师。施主请放心，老衲自当尽力。慧通念了声佛号，转动着手上的佛珠手串，这手串居然是玉做的，一看就价值不菲。正说着话呢，阮星下来了。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阮星蹦跳着下楼，一双眼睛看向餐桌，结果却看到餐桌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早餐呢？不是说有早餐的吗？没有早餐，不开心。你还好意思吃？你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连佣人你都不放过，你有什么资格吃东西？阮正一看到阮星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就来气，他们一家人可都进了医院，这个阮星一句关心没有，就只想着吃。阮振兴和林曼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也是同样不喜，他们好歹也是阮星的亲生父母。阮星明明知道他们受了伤，却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句关心的话，更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实在是让人心寒。这些人还真就误会阮星了，实在是他从小到大身边有太多人受伤，早就已经习惯了。在阮星的意识里，反正等他们伤好之后自己就会回来，根本不需要他专门去关心。至于打个电话关心，还有去医院慰问，阮星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养父母一家还有村里的大家受伤的时候，都是连哭带喊的不让他去看他们，理由是怕他辛苦。阮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再加上他本身也懒，既然大家都不想他去，他就不去了。而这些事阮家人完全不清楚，不是我害的，二哥不要冤枉人。阮星瞪着阮征，小嘴一瘪，生气道：行了，不要废话了，慧通大师，劳烦您老人家好好替他看看。老大阮琛可不想浪费时间和阮星争这些，这个阮星有没有问题，让慧通大师看看就知道了。慧通大师打从阮星下楼就一直在打量着他，以他的经验，这个名叫阮星的孩子还真没有被脏东西附身，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人家阮家既然出钱了，他怎么说也要出点力，否则这钱拿着也不安心。确实有问题，老衲这里有一根红绳，大家帮忙把这红绳绑在这位女施主身上，再将人带到后院去。这里地方太小了，不好施展。慧通一脸严肃地拿出一根红绳，阮家几兄弟接过红绳，立马冲过去把阮星绑了起来。你们干嘛绑我？阮星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不解地问。宿主，不好了，他们怀疑你被鬼附身，要做法帮你驱鬼呢。系统简直都无语了，这阮家人怎么回事？他家宿主有没有被鬼附身，他能不知道吗？呀！阮星歪了歪头，小表情无辜极了。被鬼附身？他的新家人真的好奇怪。虽然有点委屈，但阮星这回暂时忍着没哭，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阮征笑得一脸不怀好意，然后粗鲁地推着阮星去了后院。从来没被人这么粗鲁对待的阮星差点委屈哭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已经开始蓄满了泪水，差一点就要决堤了。让他站进这个圈里。不知什么时候，慧通在花园里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只有1米宽，装下一个人倒是够了。阮星被阮家4兄弟一起推进了这个1米来宽的圈圈里，至于他们4个则守在旁边防止他逃出来。5兄弟中唯一没有出手的阮秋则躲得在父母身后，说什么也不出来冒头。阮秋对阮星的心理阴影可是比阮家其他人要深得多，他可不敢对阮星动手。而一向表现的善良识大体的阮思柔同样藏在阮父阮母身后，这种事他可不能冒头，要是传出去对他的名声可不好。再说他也好奇这个阮星究竟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只是单纯的运气好。阮星站定，慧通大师开始绕着圈子做法，只听着大师口中不断念着咒语，就是这些咒语听着实在让人听不懂。俺班杂萨朵萨玛雅马努巴拉雅，班杂萨朵德诺巴蒂查治多美巴瓦苏多卡优美巴瓦苏波卡优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蒂美达雅杂萨瓦伽马苏杂美自当西利扬咕噜哦。阮星站在圈圈里，看着一个老和尚对着自己转着圈圈念经，肚子好饿，什么时候可以吃饭？阮星长这么大还真是头一回错过早餐饭点。在养父母家的时候，养父母可从未让他饿着过，更没有让他错过饭点。这亲生父母家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在村里呢。阮星委委屈屈地想着。此时隔壁别墅内，顾晨正站在2楼的阳台上看着隔壁阮家的动静。少爷，那阮家请了慧通大师请来，该不会真把亲生女儿当成妖魔鬼怪了吧？刘管家实在有些不理解阮家人的脑回路，亲生女儿刚回来1天就大张旗鼓地请来大师做法，这是真不怕人看笑话。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不过那阮家的女儿还真有点惨，回来第2天就被这么对待，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刘管家，去拿包薯片和可乐过来。少爷，我要看戏。刘管家，
他们家少爷果然没什么同情心，人家女孩正遭罪呢，他只想着看戏。就在刘管家转身打算去拿顾晨要的可乐和薯片的时候，突然天降一道惊雷，轰隆一声巨响，啊！随着一声惨叫，慧通大师倒下了。不错，他被雷劈了。空气瞬间安静了，随后所有人一拥而上。啊，大师，大师你没事吧？慧通大师，慧通大师，不会死了吧？阮家人大惊失色，全都围在了慧通大师身边，就怕他死在自己家里。可没事，老衲还活着。刚刚开口，一道黑烟就从慧通的嘴里冒出来。此时的慧通整个人被雷劈成了黑色，身上的僧衣也被劈得破破烂烂，一片焦黑。大师，您还好吧？阮思柔迟疑开口，还死不了，可以的话，请阮施主帮老衲叫一辆救护车，不胜感激。说完，脖子一歪，人晕了。大师，快叫救护车！哩，哩。1刻钟后，慧通大师被救护车拉走了。直到慧通大师被拉走，阮家人才注意到阮星不见了。阮星呢？他去哪了？林曼看着慧通大师画出的圈圈里已经空无一人，顿时一惊。那个，阮星小姐出门了，她说要去买早餐。一位佣人站了出来，说出了阮星的去向。你看到了，怎么不拦着？阮征大声质问。我不敢啊，连慧通大师都被雷劈了，谁敢拦他？他只是打工而已，犯不着玩命啊。阮家众人确实，现在谁敢拦阮星？刚才天雷劈向慧通大师的时候，他们可都看到了。至于慧通为什么会被劈，因为他想拿禅杖打阮星，说这样能把他体内的脏东西打出来，结果还不等他动手，阮星就吓哭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下没人再敢怀疑阮星一哭就有人要倒霉的事实。果然是谁害他哭谁倒霉啊！他们家这是来了个祖宗吧？爸，我们现在怎么办？阮家人吞了吞口水，不安地看向大家长。这种时候，当然是要让大家长拿主意。大家长阮振兴，他有个屁主意。要不我们搬去别的地方住吧，这里就让给阮星。阮秋小心翼翼地开口，他是真的怕了，巴不得能离阮星有多远就离多远。开什么玩笑，这里是我们家，凭什么我们走？要走也是他走。阮征第一个反对，这房子都这样了，要不还是让给姐姐吧。阮思柔搅动着手指，一副担心又不安的表情。林曼见他吓成这样，心疼地搂着女儿的小肩膀，就按阮思柔说的，把这房子留给阮星，我们去别的地方住。林曼一锤定音，阮秋，这不是他的主意吗？什么时候成阮思柔的主意了？不过能远离阮星就行了，他也不计较这些。一家人打算趁着阮星没回来赶紧溜。阮星还不知道他要被全家弃养了。此时的阮星在做什么呢？他正拿着自己从养父母家带来的小金库在附近觅食。阮家住的地方是高档别墅区，附近根本没什么能吃饭的地方，唯一的一家超市，里面的东西也是超级贵，一颗苹果就要10几块，一包泡面20-30，就连一瓶水也要几十块。看着这飞扬的物价，阮星扁扁小嘴，摸摸肚子，再看看自己手上的1000块小金库，心里不断计算着这1000块能在这家超市吃几顿。计算完成，省着吃维持个半饱状态，大概能吃个10天左右。他好穷，本来以为自己这1000块已经算是一笔巨款，村里小金库比他多的孩子基本没有，但到了外面才知道1000块根本不经花，所以我才叫你做任务啊！只要你完成了任务，就可以获得积分，积分什么都能换，还能换钱呢。系统趁机忽悠他做任务。这任宿主真是他见过最不积极的宿主，催了这么多天，完全没有要做任务的意思，也不去讨好阮家人，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到了现在，系统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这位宿主究竟是笨呢还是聪明。做任务有钱，那什么积分他没有听懂，但他听懂了做任务可以赚钱。那是见他终于来了兴趣，虽然一切都是因为钱，但只要宿主愿意做任务，统统他就已经高兴到要飞起了。他可是女配逆袭系统，女配要是啥也不干，那他这系统不是放在这里当摆设吗？这完全就是统生支持好吗？他可是有追求的童子，真的有钱，这很重要。阮星很认真的又问了一次，真的有？肯定句。那我要做任务。阮星元气满满，握紧小拳头，他要赚多多的钱，他要变身小富婆，他要买光超市里所有的零食。你这么想就对了，快把这个面包吃完，然后回家。等等，不如你再买几个三明治回去，刚好讨好一下你的家人。系统突然想到了什么，发了一个任务出来，叮，任务已发放，请宿主为家人购买早餐，并看着他们吃完，完成奖励3积分。PS 积分可在系统商城购买道具，也可兑换成现金，1积分可兑换10万现金，1积分可以兑换10万现金。那也就是说，要是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就能有30万现金。哇，他好有钱！阮星双眼放光，激动的拿面包的小手都在颤抖。系统，醒醒啊，宿主，这钱还不是你的呢！我回来了。阮星提着一包三明治，欢快地跑回了家。结果迎接他的只有一世的寂静，家里除了他之外，再见不到一个人。别说阮家人了，连佣人、管家
厨师、园丁、司机也通通不见了踪影。人呢？阮星疑惑的在屋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半个人影。大概出去了吧？要不你在家等等，等他们回来了再把三明治给他们。阮家人看到你特地买早餐给他们吃，一定会很感动。童子对这一家人的消失同样显得不解，不过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这里是阮家人的家，家还在这儿呢，能跑哪去？阮星听了童子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拎着三明治上了楼，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玩手机。阮星本来是没有手机的，但看到班里的同学大多都有，于是他也让养父母给他买了一台手机。养父母心疼他，知道他想要手机后，二话不说花了1000多块巨款，给他买了一台新手机。阮富贵、周秀咬牙切齿：去，谁疼你了？要不是你以眼泪相逼，我们哪会舍得花这钱？玩着手机，阮星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阮星见家人还没有回来，很想把自己买的三明治吃了，可是想想这些三明治价值30万，他到底忍住了，再次光顾了附近贵得要死的超市，给自己买了一些饭团和零食，身上就只剩下最后几十块了。想到自己马上要有30万入账，立马就不心疼了。钱该花还得花。吃完饭团和零食，阮星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一睁眼天都黑了，爸爸妈妈他们还没回来吗？我都等好久了。阮星掀开被子下了床，打算出去看看家里人回来了没有。他想吃饭，今天一天他都没有吃过一餐正经饭，还没回来呢，可能是工作太忙了吧。系统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能如此猜测。小说中可没有这一段，真是好奇怪。不过他是系统，可不能在宿主面前表现自己什么也不懂的样子，必须要把自己的逼格维持住了。阮星有些无聊，干脆跑去其他人房间看看。这一看不得了，家里的几个房间，他的房间居然是装修最简陋的。家里每个房间都比他的房间要大，尤其是阮思柔的房间，不但有他的房间2倍大，还有一间单独的衣帽间。不是说我才是亲生女儿吗？为什么我的房间这么小？阮星破防了，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熟悉阮星的都知道，他可是一点委屈也受不得的。一旦谁让他受了委屈，那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惹不起，阮星在阮富贵家的时候，被阮富贵家当祖宗供着。在阮富贵家，阮星房间要住最大的，吃要吃最好的。现在回了自己家，他房间变成了最小的。家里人还一整天不出现，让他连顿正经饭都吃不上。谁叫你是女配呢？所以我才叫你攻略阮家人，完成逆袭任务。只要你把阮家人攻略了，以后要什么没有。系统倒是并不意外，毕竟这一段小说里有写。你看看衣柜，阮思柔的衣服可全都是名牌，还有私人定制。你的衣柜里连件衣服都没有准备。不想过这种生活，你就得努力奋斗，好好完成我发布的任务，你才能过好日子。系统还在努力给阮星洗脑。阮星在看了阮思柔的衣柜后，越发的委屈了。他的衣柜里可是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太不公平了。阮星用力握紧小拳头，等他们回来，我要求换房间，我要住这个大房间。阮星理直气壮地嘟嚷着要霸占阮思柔的房间，这只怕不行。阮家人现在很疼阮思柔，他们8成不会答应。系统对此完全不抱什么希望，毕竟阮星现在对阮家人的攻略度是0，他在阮家人心里的位置只怕还比不上阮思柔的一根头发。阮星撅着小嘴，不听，他就是要换。咦？突然，系统发出一阵惊疑声。怎么了？阮星疑惑地问。你先带我去其他房间看看，好像有点不对劲儿。系统的声音带着几分迟疑。阮星立马和系统一起，又把其他房间逛了一圈。果然，他们居然跑了，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跑了。系统气得要死，这还是人吗？居然扔下刚刚认回的亲生女儿，自己一家人跑了。要走好歹也带上他家宿主一起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就是为了躲你家宿主才跑的？跑了？跑哪儿去了？阮星歪了歪小脑袋，眼神中透着清澈的愚蠢。家还在这儿呢，他们能跑哪儿去？完了，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阮星一怔，突然想到电视里有钱人被绑架的场景，他们家住的大别墅，家里还请了佣人，这不就是电视里的有钱人标配吗？家里人这么长时间不回家，肯定是遇上危险了。阮星的脑子里已经浮现了几个戴着奇怪面具的男人，用木仓指着阮家人的脑袋，逼问他们银行卡密码的画面。不可能了，系统想也不想的否定这个猜测，这怎么看都像是他们自己走的，哪里像被绑架的样子。可惜阮星压根儿没有听系统在说什么，已经拿起了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叔叔，我要报案，我的家人被绑架了。系统，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当阮家人接到警方的通知，前往警局接死赖在警局不走的阮星时，已经是2个小时后了。阮家人全员到齐，本来阮琛几兄弟是不想来的，无奈大家长以势相逼，他们不得不来。一看到家人出现，阮星的眼睛瞬间红了。爸爸妈妈，还好你们没事，我还以为你们被绑架了。看到家人好好的，阮星顿时委屈坏了。别哭，好孩子，千万别哭，
阮家人一看他要哭，吓得大惊失色。林曼赶忙把阮星搂在怀里，又哄又劝，好不容易把人哄好了。你们做家长的是怎么回事？怎么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呢？孩子都1天没吃饭了，打电话通知你们来，你们一个个的还都不乐意来。你们想过孩子一个人在警局有多害怕吗？负责这起事件的2名警察对阮家人不满极了，这都什么人啊？通知让他们来接人，结果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就是不来。这家人还真是奇怪，说他们关心孩子吧，电话都快打爆了也不见出现；说他们不关心孩子吧，最后一次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孩子都快委屈哭了，这家人又立马屁颠屁颠的来了。所以他们到底是爱孩子还是不爱孩子，还真是让人看不懂。抱歉，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工作都太忙了，一时抽不开时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有事儿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怎么就报警了呢？阮振兴当着警察的面，态度那叫一个和善，完全看不出是会弃养女儿的人。阮星委屈的眨巴2下大眼，可我没有爸爸妈妈的手机号。警察，你们是怎么做家长的？居然连手机号都没有给孩子留。警察不敢置信的看着阮家人，阮星同学真是太惨了，遇上这种偏心眼的父母。为什么会说阮家人偏心呢？这是以他们身为警察的观察力得出的结论。阮家一行中还有另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和阮星年纪差不多，但一身的名牌，身上背的包包还是爱马仕的。而阮星呢，身上穿的衣服虽然看着也不旧，但全是一些连杂牌都算不上的淘宝款，一件衣服最多也就几十块，身上只有一个几10块钱的背包和一台1000元左右的平价手机。再看看阮家人手上的手机，个个都是最新款万元机，这要不是被偏心父母区别对待，谁信啊？这是误会，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林曼看着周围警察鄙夷的视线，感觉自己这辈子没有这么丢人过。这阮星果然是专门克他的吧？行了，你们别说了，我们都懂，对孩子好点吧，瞧把孩子饿的。一名女警示意阮家人看一眼桌上的空饭盒，3个空了的饭盒还没收，全是阮星一个人吃的。再三向警察道歉，阮家人终于带着阮星回了已经被水淹没的家。一进家门，林曼就迫不及待对阮星说道：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大家暂时不会回来住，之后你就先一个人住在这儿。妈已经联系了装修公司，装修公司的人明天会过来重新装修厨房和客厅，你的学校也已经在联系了，这2天应该就会有消息。林曼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堆，阮星全程默默的听着。阮思柔看着刚刚回家就被全家人嫌弃的阮星，微微低下了头，低头的瞬间，唇角不着痕迹的勾起。阮思柔伸手抚摸着脸上的纱布，这个阮星一定有问题，不管他有什么问题，阮家的女儿只会有一个，那就是他阮思柔。阮思柔在想什么，阮家人不得而知。此时，这一家人的注意力都在阮星身上，他们都在紧张地盯着阮星的反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阮星一有哭苗头，就赶紧想办法忽悠他，一定不能让他哭出来，害到他们一家。妈妈，你们是不想养我了吗？听了林曼说了这一堆话，阮星得出了结论，他的这群新家人打算抛弃他自己跑掉。系统在阮星的脑子里上蹿下跳，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你才是阮家的亲生女儿，他们居然想抛下你，坚决不能同意。气狠了，系统直接水灵灵的忘记一开始他还说让阮星刷阮家人的好感度。来着，阮星的问题让林曼面色一僵，怎么会呢？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都很忙，平时不是要工作就是要上学，这才没有时间回家。正好星星你最近有空，不如就在家帮忙盯着装修，等房子装修好了，爸爸和妈妈会带着哥哥还有妹妹搬回来陪你的。林曼笑得十分虚假，对这个女儿她本来就不多的心疼还有内疚，在被折腾的够呛之后已经半点也不剩了。如果不是忌惮阮星，怕她哭起来伤到自家人，她怎么可能和阮星客气，早就把人赶走了。不行，一家人就该住在一起，要走我和你们一起走。阮星抿了抿小嘴，眼神坚定道：星星，爸爸妈妈真的很忙，你就不能懂点事吗？阮振兴有些不耐烦道：这个亲生女儿简直太麻烦了，说又说不通，她要是能像阮思柔一样听话该多好，就她这连累人的本事。阮振兴觉得自己还愿意留下她，已经很有良心了。听出阮振兴话中的不耐烦，阮星的眼泪唰的一下落了下来。你们都要丢下我跑了，还说我不懂事，你们太坏了，我不要你们做我的爸爸妈妈了。哇，这一哭那叫一个惊天动地，整个房子开始摇晃，地震说来就来。啊，地震了！不要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是无辜的。阮秋吓得尖叫，拔腿就往屋外跑。阮家兄弟见状也跟着往屋外跑去，只有阮振兴夫妻感觉自己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动不了。不，一声惨叫过后，天花板塌了，刚好砸在了阮振兴夫妻身上。而阮家几兄弟还有阮思柔因为跑得快倒是没受什么伤。看着被埋在废墟之中的阮振兴夫妻，阮家兄弟吓得拼命叫救命，快来人啊，快来人救命啊！保安听到动静吓得赶紧过来救人。阮家兄弟和一群保安忙着救人的时候，阮星还在哭。随着阮星的哭声不断，
天上居然下起了雨，而且这雨越下越大，很快就形成了暴雨，哗哗的雨声响成一片，瓢泼大雨径直落下。冒着大雨，保安还要把埋在废墟之中的阮家夫妻挖出来。阮家几个少爷还有贾千金，哪怕有了保安送来的雨伞，也被淋成了落汤鸡。没办法，这雨太大了，雨伞根本挡不住。只有阮星，他站的地方居然没有他，还有一片屋檐遮风挡雨。这么大的风雨，居然一点没有淋到他头上，连身上的衣服都还是干干净净的。随着阮星的哭声还在继续，天上已经开始打起了雷，闪电越来越密集，就像下一秒就要落到他们头上一样。不行，这天气情况太恶劣了，我们再在这里待下去，连我们也会有危险的。保安队长冒着大雨来到阮琛面前，对他沉声说道。风雨声很大，保安队长在阮琛面前大声喊了好几声，对方才听清他在说什么。继续，我爸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阮琛才不管什么天晴恶不恶劣，霸道的对保安队长说道。轰隆隆，一道惊雷划破天际，乌云密布的天空瞬间亮如白昼。大晚上的，阮家的房子倒塌了，如此大的动静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要不是这场暴雨，瞧热闹的人早就已经跑出来了。虽然人出不来，但各家别墅的2楼或是3楼的阳台上都站着人呢，全是想瞧热闹的。可惜雨实在太大，能见度太低，想站在阳台上瞧热闹都不行。看热闹的人中就有顾晨，这家伙站在2楼的阳台上，手上拿着一个高倍望远镜。因为雨太大，哪怕有望远镜在手，还是只能隐隐约约看到雨幕之后几个移动的影子，具体情况根本瞧不真切，这让他难免有些泄气。可惜，真是可惜，怎么突然就下雨了呢？好好的热闹瞧不上了。刘管家也觉得可惜，哎，真假千金的戏码，那可是小说里才有的，这热闹几十年难遇，瞧不着真是可惜了的。这头主仆2人在唉声叹气，哀悼自己运气不好，瞧热闹硬是赶不上。要不是雨实在太大，不方便出门，他们早就撑着伞出门了，反正就在隔壁，也不远。保安队长带着人又忙活了一会儿，因为雨太大的关系，好几名保安都摔伤了。实在没有办法，队长程国强只能再次找到了阮琛，说明了情况。此时阮琛等人已经在附近找了处地方避雨，看着一群保安冒着大雨救他们的父母。几位少爷，这雨真的太大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保安受了伤，不能再继续了。程国强一脸凝重地对阮家几位少爷说道。他们都只是保安，又不是专业搜救队的，手上也没有专业的救人工具，这么大的雨让他们冒雨救人，这不是要人命吗？程队长，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我爸妈还被埋在下面呢。现在雨这么大，要是再不把人救出来，他们哪怕不被压死，也会被水淹死了。你们再坚持坚持吧，我刚刚已经叫了消防，等消防队的人来了，你们再离开好了。阮思柔可怜兮兮地看着程国强，一张小脸上满是对父母的关心。阮小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虽然同情阮思柔，但她也不可能不管自己手下弟兄们的死活。这么大的雨，这不是要人命吗？程队长，你最好想清楚，今天你要是敢带人走了，以后你们这群保安永远都别想再在这行混下去。阮琛冷笑一声，一个小小保安队长，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成？不过只是几个保安受伤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别说受伤了，就是残了死了，也得先把他爸妈救出来。听出阮琛话中的威胁，陈国强气得面色铁青。他自己倒是不怕封杀，毕竟他也是有后台的，否则也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别墅区当上保安队长。但他有后台，手下的弟兄们没有啊，他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连累弟兄们。陈国强只能咬着牙再次冲进了大雨之中。陈国强一走，阮玉迫不及待地开口：消防队的人怎么还不来？不是已经报警了吗？阮玉焦急地在这里走来走去。可恶，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再这么下去，爸妈真的会……阮征这人一身少爷病，但对父母那也是有几分孝心的。现在自己的爸妈生死未卜，他这心里如何能好受？对了，阮星呢？阮清突然想到，从刚才开始他们就没有看到阮星，这么大的雨，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谁知道他去哪儿了？那个灾星最好被雷劈死！阮征话音刚落，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天际，随后一道天雷炸响，轰隆隆，吓得阮征一个机灵。让你乱说话！阮秋一脸无语的冲他翻了个白眼。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爸妈会没事的吧？阮思柔绞着手指，不安的咬着嘴唇，一张只能算清秀的小脸满是泪痕。没事，爸妈一定不会有事。阮琛说的肯定，但究竟父母能不能被平安救出，连他也没有把握。等等，这雨一直下，该不会和阮星有关吧？阮秋一惊，这怎么可能？他还能影响天气不成？阮征头一个表示不信，这还真不好说，毕竟他这个人怎么看都有几分邪门。阮玉已经完全相信了阮星是灾星的事实，这阮星都能招来天雷，劈得汇通大师进医院，他就算把房子哭塌了，招来一场大暴雨，又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行，我们去找阮星，现在只有他才能救爸妈。阮秋用力一捶掌心，撑着伞就出门找人去了。其他人面面相觑，咬咬牙紧随其后。不管是不是他，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同一时间，阮星还在哭。别哭了，宿主，你可是拥有系统的女人，你哭什么哭？系统已经劝了半天了，可惜怎么劝这个宿主都听不进去，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个不停。不过，他家宿主到底是什么人啊？难不成是哪位大能转世不成？之前几次在阮星哭的时候，有人出意外，他并没有想太多。可是这回实在太诡异了，阮星一哭，先是房子塌了，惹得阮星伤心的阮振兴夫妻被活埋在了别墅废墟里。整个别墅只有阮星站的地方还好好的，其他地方全塌了。如果这都是巧合的话，之后又因为他放声大哭，天上开始下起了暴雨。他可是系统在他的天气预报里面，今天根本不该下雨，更别说这种灾害级别的大暴雨了。几次发生天灾人祸都是在阮星哭的时候，他想不怀疑都难。这事儿这是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他绑定的宿主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怎么会拥有这种诡异的能力？宿主，求你别哭了，你要再这么哭下去，阮振兴夫妻真活不成了。这么大的雨，降水量是足够淹死人的。阮振兴夫妻可都是他家宿主的攻略目标，要是这两个人死了，对他这个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他在那儿正劝着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居然是阮家兄弟找来了。阮星一看到阮星，阮秋就冲了过来。好家伙，这阮星果真是不一样的烟火，全家就他占的这块地方好好的。阮星别哭了，三哥求你别哭了。见他还在哭不停，阮秋简直想给他跪下了。快，先把他带到保安室去。后面追上来的几人在后面大声喊道。这周围雨声太大了，连说话都不方便，还是先把人带走，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再说。阮星哭得正起劲儿，他好久没这样大哭过了，实在是他太委屈了。自从回到家后，他受的委屈就没有停过。现在爸妈还想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带着全家人搬去别的地方生活，就留他一个人下来，这让从小没有受过委屈的阮星破大防了。等到了保安室，阮家人齐上阵，开始忽悠他。星星，三哥求你别哭了，你要是不愿意留在家，那我们就一起走，我们一家人去哪儿都不分开。为了哄阮星开心，再恶心的话阮秋都说得出来。是啊，星星，刚才是你误会爸妈的意思了，他们没有想要抛弃你，你可是我们阮家的宝贝女儿，我们怎么会舍得不要你呢？阮琛也跟着开口。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下？阮星终于抬眼看他们了，虽然还在流泪，却已经从刚才的大哭变小声游气。保安室外，天上的瓢泼大雨居然在同时变成了小雨，这一异象让众人更加肯定这场大雨还有突如其来的别墅坍塌斗和阮星有关。哪怕是最讨厌阮星的阮征，也不敢再继续降下去。他虽然是降种，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阮星这家伙都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他都能引来暴雨，引来天雷，还能让房子说他救他，这还是人吗？这种非人类，他还真惹不起，顶多就在背后蛐蛐一下。谁说要把你一个人留下了？家里的管家佣人都在啊，我们只是忙过了这几天就回来，不是不要你。你要实在不想一个人，大不了我们一起搬到别的地方去，这处房子不要了。阮玉见阮星还是在抽泣，赶紧放话道。阮玉此言一出，所有人纷纷赞同，倒不是他们忽然良心发现，而是现在连房子都塌了，想把阮星一个人留下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他们还有父母要救，有什么事能比哄阮星不哭更重要？阮星继续抽泣，虽然哭声越来越小，但这眼泪还是没能完全停住。阮家兄弟都急了，怎么还哭呢？你到底要怎样才不哭？直接给个准话行不？星星，三哥求你了，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们，才能不哭？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们一定帮你办到。阮秋无奈，就差诅咒发誓了，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再丢下我一个人。阮星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看着紧张的阮家几兄弟，开始提出自己的条件。行，我们答应了。几兄弟完全没有犹豫的应了下来，阮思柔也不敢提反对意见。这时候救人要紧，哪怕再想把阮星踢出阮家，他也不敢在这时候作妖。还有，我要住大房间，你们以前给我安排的房间太小了，我要住最大的房间。阮星说的可认真了，还伸出小手比划了一下。行，最大的房间给你。众兄弟咬牙，没事没事，让他住，让他住。比起爸妈的安危，这些都不叫事儿。还有，阮星想了想，又说，我的零用钱不能比他少，他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还要比他多比他好。阮星指着阮思柔，不客气的道：“你。”阮征正想说让他不要太过分，但却被一旁的几兄弟联手按住。答应他，都答应他，大不了他们私底下补偿一下月月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这个灾星满意，只有他满意了，才能放过他们爸妈。所有的条件阮家几兄弟都答应了，这一下阮星开心了。其实阮星很好养，只要不让他不开心，一般情况下他还是很好说话的。自己提出的条件都被应下后，阮星高兴了，拿出自己一直拎在手上的袋子。我原谅你们了，请你们吃早餐。他大方的打开购物袋，分享早餐给家人。早餐？看看外面的天色，现在都已经快晚上10点了吧？这个点儿还吃早餐？我早上就买了，一直等着你们回来好请你们吃。快吃吧，这三明治可贵了，一个要好几10块，
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呢。这几个三明治都是在那家超贵的超市买的，虽然他已经选了最便宜的，但最便宜的也不便宜，一个就要将近70块。迎着阮星期待的眼神，阮家几兄弟脸上的笑容差点没挂住。大热的天，你把这几个三明治拎着到处跑，确定这东西还能吃？但阮星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看着，一副要亲眼看着他们吃下去的架势。你们不吃，是不喜欢我送的早餐吗？阮星瘪嘴，脸上的表情有些失落，眼瞅着又有要掉眼泪的苗头。几兄弟吓坏了，赶紧一人拿起一个三明治，3两下就把外包装拆掉。果然，包装一拆就闻到了一股酸臭味。这三明治已经坏了，要是吃了非闹肚子不可。阮思柔躲在阮家兄弟身后，脸上就差写着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妹妹，这个是你的。虽然这个妹妹好像不是很喜欢他，但阮星自认是个大方的好孩子，买早餐当然不会漏了他这份。我就不用了吧。阮思柔哭丧着脸，这变了质的三明治谁想吃谁吃，反正他不吃。快吃啊，你们一起吃，我看着你们吃。系统说了，要看着他们吃完才算完成任务。阮家人怕他哭，他们几个只能苦着脸吃下这变了质的三明治，差点就把自己吃吐了。几人脸上那副像是被逼吃屎的表情，阮星就像看不到一样，一张小脸全程笑盈盈的。自己送的礼物被家人喜欢，你确定？阮星觉得很满足。找到了，找到阮总和夫人了，他们都没事。保安队长陈国强在这时冲进了保安室，在他们身后的是消防队的人。原来就在他们在保安室说话的时候，消防队的已经到了。在向陈国强了解了情况后，就一直努力实施救援。好在后面雨也停了，救援难度减小，人最终也成功救了出来。我爸妈被救出来了。阮家几个儿子顾不得嘴里的恶心感，一听说父母得救，立马兴奋的上前。是，已经救出来了。阮总和夫人已经被送去了最近的医院，人被救了出来。陈国强是真的松了口气。阮家的别墅塌了，阮总夫妻被困，要是再闹出人命的话，牵连可就广了。现在阮振兴夫妻得救，他手下的保安也只是受了一些伤，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至于阮家别墅倒塌的原因，上头还要派人过来进行调查。毕竟住在这个小区的人非富即贵，事情必须要查清楚，才能给所有业主一个交代。陈国强在想什么无人在意。在知道阮振兴夫妻已经得救后，阮家人立马驱车赶往了医院，同行的还有阮星。等到几人赶到医院时，阮振兴夫妻已经被送进了 VIP 病房挂水。说来也是奇怪，房子都塌了，他们夫妻只是受了些皮外伤，这些伤并不致命，但是会遭罪。再加上他们差点被大雨淹死，心理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估计一段时间内会有心理阴影，其他就没什么事了。爸妈，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阮琛几兄弟守在父母的病房内，见他们没事，皆是一副激动又庆幸的表情。这次我跟你们爸真是大难不死，当时我们都以为自己死定了，要不是夫妻2人被埋在下面相互打气互相支持，林曼真不觉得自己能支撑下去。被埋在地下的感觉真是太可怕了。好在最后他们都获救了。爸妈，家里的房子质量太差了，以后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选质量好点的，不能光图它大。阮星看着双双受伤躺在病床上的父母，一面说话一面摇头。躺在病床上的阮振兴夫妻，你能不能滚出去？你为什么还拎着这个购物袋？阮玉突然发现阮星手上还拿着那个超市购物袋，一看到这个袋子，他就想到了刚才吃下去的那个三明治，突然有点反胃。阮清也在一旁说，还是快扔了吧。不能扔，这里面有我给爸妈留的早餐。他伸手摸进购物袋里，从里面拿出最后2个三明治。他居然还有。阮家人集体沉默，连已经住院的人都不放过。他还是人吗？他该不会是在故意整他们吧？可是看他这清澈中透着愚蠢的眼神，还真不像啊。给我们留的早餐，现在吃早餐会不会早了点？阮振兴看着2个三明治，又看了墙上的挂钟，现在还不到晚上11点，吃什么早餐？吃宵夜还差不多。不早呀，我特地给你们留的，其他人都已经吃过了，就差爸妈你们还没吃了。他笑眯眯的将2个三明治递过去，一人一个，等他们吃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到时候他就有30万了。阮星，嘻嘻，阮父阮母，不嘻嘻。我不吃，这三明治都臭了。林曼从小娇生惯养，非好东西不吃，今天他遭了这么大一通罪，还要吃发臭的三明治，打死他也不会吃的。妈，这是我特地用攒了好久的零花钱的给你们买的早餐，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贵的早餐呢，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妈妈不吃，是不喜欢我吗？阮星委屈的看着林曼，完全没有在意林曼说这三明治已经臭了的话。那个，星星啊，我和你妈还在输液，要不我们改天再吃。阮振兴也不想吃这已经变质的三明治，但阮星这个人太邪门，他是真不想招惹。一听要改天吃，阮星顿时双眼含泪。爸爸妈妈果然是不喜欢我，连我用零用钱买的早餐都不愿意吃。看着他那马上要决堤而出的眼泪，阮家人慌了。吃，谁说不吃的？我们吃。他可不想再被活埋一次。
他这把老骨头还想多活几年呢。林曼也是一样，夫妻二人几口将这发臭变质的三明治塞进了嘴里，虽然味道怪得想吐，但想到阮星会哭，他们更是忍着臭味把嘴里的三明治咽了下去。在他们吃下三明治的瞬间，阮星的任务完成了。叮，任务已发放，请宿主为家人购买早餐，并看着他们吃完。完成奖励3积分，已完成 PS。积分可在系统商城购买道具，也可兑换成现金，1积分可兑换10万现金。阮星积分到手后，立马将3积分兑换成了华夏币。听到系统提示说30万已经打到了他的银行账户，阮星笑得眉眼弯弯。阮家人不知道他在笑什么，还以为他是因为看到阮振兴夫妻吃下了他买的三明治才笑。这个阮星确定不是故意在整他们，这怎么看都像是故意的吧？是吧？是吧？因为不想看到阮星在自己面前出现，阮家人特地叫了王管家过来，先把阮星接到他们现在住的那幢别墅去安顿。而阮家人自己在阮星走后不久，一个个开始抢起了厕所。整个晚上，所有人拉得双腿发软，面色惨白，全家上下无一例外，第二天都请假了。还好他们本就在医院，马上接受了治疗。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么个拉法还真到不了医院。本台消息，昨夜本市南山一带突然发生了局部小范围大降雨，降雨量达到了每分钟。如此大的降雨量，可说是百年难遇。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变化，有知名气象学专家指出，可能是因为全球变暖日益严重引起的。阮星吃着手里的冰淇淋，按动遥控器直接换台。自从换了幢别墅居住，阮星的心情一直很好。阮家人不敢再对他使绊子，老老实实的给了他零用钱，还让管家带着他到处去买东西，只要别让他出现在医院就好。现在阮家人住的别墅区已经不在南山了，而在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富人区。住在这附近的同样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阮家人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南山的别墅，这次突然全家搬到这边的别墅来，还是引起了一些人注意。上流社会就这么大，各家发点什么事儿，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圈子里传开。更别说阮家自从真千金回归后，这才不过几天的功夫，就已经进了2次医院，住的房子也塌了。生意人大多都比较信命，已经有人在怀疑是不是真千金命不好，比如命中待克。不管是不是真千金的问题，不妨碍上流社会这些人提醒自家孩子离真千金远一点。阮思柔吃了药后吊完了水，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休息，拉了2天，肠子都清空了。他对阮星那是恨得牙痒痒，可又拿他没有办法。他是有诸多手段可以让阮家人讨厌阮星，虽然这些手段现在完全没有必要用，因为不用他出手，阮家上下就已经把他恨透了。阮星，我不会放过你的。他喃喃自语，拿出手机朝某个人发去了一条消息。对面过了一会儿才打了电话过来，电话一接通，阮思柔表情立马变了。师傅，他恭敬地对对面喊道：“阮思柔，你这么急着联系为师，可是有事？”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听上去严肃到不近人情，让人听了心里直发凉。不过阮思柔却像是没有感觉一样。师傅，阮家的真千金阮星回来了，弟子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他把阮星的异样和他师傅说了。阮思柔的师傅乃是玄门中人，5年前，当时才13岁的阮思柔在一处小巷子里捡到了一个被人追杀的女人。这个女人看上去30来岁，脸上的普普通通，但一身的气势可是极强。阮思柔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偷偷把人送到了自己名下的一幢别墅静养。那个女人醒来之后，只说自己叫明镜，乃是玄门中人。为了报答阮思柔的救命之恩，她可以答应阮思柔一个要求。阮思柔当场就要拜明镜为师，但明镜却说她天赋极为普通，哪怕学一辈子，可能也就那样，还不如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好好生活。但阮思柔却不管，坚持拜师。而明镜见他坚持，也就把他收了。这5年，明镜神出鬼没，偶尔才会来看阮思柔一次。阮思柔因为天赋太过一般，甚至可以说差，所以学到的东西也有限。真正的玄门法术没学多少，旁门左道倒是学了一堆。明镜自己也不是什么正道中人，对阮思柔这种专攻旁门左道的做法，当然不可能说什么，甚至对他这天生邪恶的性子十分欣赏。不扯远了，继续正题。师徒2人平时很少联系，这次阮思柔主动找到明镜，明镜在听完阮星的异常之处后，声音中带上了几分信任。你说的是真的？师傅，徒儿怎么敢骗你？这个阮星真的有古怪，他难道真是什么灾星转世不成？阮思柔咬着牙，本以为是个好对付的乡下村姑，没想到却是个硬茬子，把阮星的生辰八字给我。明镜沉默几秒，随后说道：“这个。”阮思柔愣了愣，他哪知道阮星的生辰八字？他除了知道阮星的出生年月外，具体出生时辰，他是半点不知。毕竟以前他也没听家里人说起过。我只知道阮星是在某某年某月某某日生的，至于他是几点出生的，我就不清楚了。阮思柔有些懊恼，早知道他就问一问阮父阮母了。你去问一问你的养父母，最好能拿到准确的生辰八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这个阮星很可能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人。阮思柔心中一喜，这么说他果然是灾星吗？
说话的声音都透着几分激动，倒也不见得，也有可能是某种特殊命格或体质，更甚至还有可能是什么？见师傅没有说下去，阮思柔忙问：“这个你无需知道，你尽快把阮星的生辰八字找到发给我，其他的你不用管。”留下这句话，明镜就挂断了电话。对面电话都挂了，阮思柔却还在发呆。阮星，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都别想踩在我的头上。他眸光微暗，眼中浮现出一丝怨毒。转眼，阮振兴夫妻已经住院3天。这3天，阮星是天天跑到医院来帮他们送饭。送饭就算了，还非要留下看着他们吃完。每次看到阮星，都搞得夫妻俩食不下咽，又不得不吃。每天吃饭像上刑一样，弄得2人苦不堪言。不想再看到阮星在自己等人面前晃荡。阮振兴利用人脉，以最快的速度给阮星安排了一所贵族高中入学。这所贵族高中正是阮思柔所就读的名门高中。这不，阮星今天刚刚走进病房，林曼就迫不及待地和阮星说了这个好消息。星星，爸妈已经帮你联系好学校了，就在你妹妹的学校。以后你们2个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以彼此照应。星星，你才刚回来，有很多事情都不懂，以后有你妹妹在身边，爸爸妈妈也能放心许多。林曼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笑得好像酒店门口的迎宾，这笑容假的，也就阮星没有看出来。真的吗？我可以和妹妹念同一所高中，而且还是贵族学校耶。阮星双眼放光，一张绝美的小脸露出灿烂的笑，那可是只在小说或是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贵族学校。哇，他马上就能亲眼去看一看了，开心，真的真的。明天就是周一，正好你和妹妹明天一起去学校。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翌日，阮思柔和阮星坐着同一辆豪车去了名门高中。名门高中是京市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学生有个大豪门的继承人，有政界高官的儿女，也有暴发户的儿女或是某企业高管的孩子。除了以上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品学兼优或是有出众特长而被学校特招进来的，能成为名门高中的特招生，这成绩起码是全市前100水准，或是在特长方面得过大奖的学生。阮星作为阮家的亲生女儿，进入名门高中还是挺容易的。阮家大大小小也算是一个豪门，虽然不是顶尖那一批，但起码也是中上水平。更何况阮家真假千金这事儿，早就已经闹得人尽皆知。学校里有消息灵通的，一早就听说阮家真千金要来入学，还在猜他会进入哪个班级。名门高中每个年级只有7个班，一班是尖子班，进入这个班级的条件是成绩必须要达到年级前50，7班是国际班，里面都是一群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全是不学无术等着出国镀金的。本来一开始的时候，阮思柔还想把阮星安排在一班，让其彻底沦为他的对照组，但他现在还没有对付阮星的办法。要是把阮星欺负狠了，他再一哭，万一他也和阮振兴夫妻一样被活埋了怎么办？他可不想落到那种下场。出于种种顾虑，在阮振兴提出要把阮星安排到国际班的时候，他没有反对，反而笑盈盈的同意了。听说了吗？今天那个阮家真千金要来我们学校了。早就听说了，没想到阮家动作挺快的。这次真千金回归，阮思柔的地位肯定会受影响，有好戏看喽。早看不惯阮思柔那副做作的样子，这回有了真千金在，看他还有什么可傲的。学校里但凡得到消息的都在讨论这件事，甚至连学校的内部网站上都有一堆学生发帖留言，全是等着看好戏的。其中大部分学生还是站在阮思柔这边，毕竟他这些年的人脉也不是白经营的，不少学生对他印象都不错，哪怕知道他不是阮家的真千金，心理上也是偏向他更多。冷少，我听说那真千金好像要转来我们班，为了嫂子，我们要不要好好招待一下他？一个理着平头攻向普通的少年，站在一名一脸桀骜的美少年身后，脸上全是不怀好意。冷漠言冰冷的视线离开了手上的热血漫画，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是要好好招待一下他。那个臭丫头一回来就害得月月进了医院，要是不给他一个教训，我就不叫冷少。那我这就去准备，你就瞧好吧，一定要那臭丫头哭着滚出我们名门高中。平头少年兴奋地搓着手，一脸坏笑地离开了。班里其他学生看到他俩明目张胆密谋想整新同学，也只当没看到。这冷漠言可是冷家的未来继承人，冷家可是顶级豪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不认识的真千金去招惹人家。再说他们也想看好戏，希望这真千金待会儿可别哭太惨了。姐姐，爸爸走了关系，把你安排在了国际班，你别怪爸爸。你以前的成绩爸爸了解过之后，担心你适应不了一般的学习进度。7班虽然是国际班，但是教学水平也是一样的，而且压力还没有那么大，更适合姐姐你。阮思柔抓着阮星的手，一脸我们都是为你考虑的关心表情。阮星点了点小脑袋，小脸上带着一丝懵懂。不管一班还是国际班，对阮星来说都没什么区别，他只是对电视里的贵族学校感兴趣而已。把阮星带去找了校长后，阮思柔就回了一班，而阮星则被校长交给了7班的班主任姜维。姜维性别男，
爱好女，30出头，五官端正，带着一丝帅气。她的身上穿着休闲西装，有眼力的都能看出来。这套西装可不便宜，少说好几万。可惜阮星没眼力，她一路跟在姜维身后，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左看右看，怎么都看不够。宿主，你可要小心。按照原文剧情，你的未婚夫冷漠言会因为假千金对你出手，他会指使手下的人用各种法子恶整你。你转校第1天，他就会在你的椅子上涂胶水，还会在你的课桌里放蛇。你可千万要小心啊！系统像的老妈子。阮星一进入学校，他就一直在反复说着这件事。阮星听得都会背了。你说冷漠言是我的未婚夫？阮星好像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有个未婚夫。系统简直想翻白眼，合着我刚才说了这么久，你现在才反应过来是吧？是啊，你还没出生就和冷漠言订了婚。书中有写，冷漠言一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有个高人无意中看了一眼你亲妈林曼的肚子，说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能忘冷漠言，所以两家才定了这桩婚事，否则以冷家的家世，怎么可能看上阮家？倒不是说阮家就很差，而是对冷家来说，阮家确实不是最好的联姻对象，就算排队，阮家也得排到10名开外去。哦，阮星点点头，想到自己突然多了一个未婚夫，对这个未婚夫也多了几分好奇。可以的话，你最好把冷漠言拉拢过来。现在你的这位未婚夫心里可是只有贾千金一个人，他倒是想让自家宿主争气一点，把人直接抢过来，到时候肯定能打击到贾千金。但是想也知道这个可能性有多低。据他了解，他家这宿主也就比傻白甜强点，勾引人这么高难度的任务，他真是担心对方完成不了。最近彤彤他虽然一直在给阮星发任务，但发布的任务都是很简单的小任务，比如送饭或是陪家人聊天增进感情什么的。难度太高的任务他压根儿不敢发布，要是任务难度太高，把人惹哭了，他是无所谓，就怕阮家人受不了。阮家人可都是书中的重要角色，属于主角团的人，可不能被他家宿主给哭没了。摊上这种大杀伤力宿主，只是婴儿桶的他，现在想的最多的居然不是如何帮助宿主逆袭成功，而是如何在自家宿主的哭声中先保住主角团的命。这叫什么事儿啊？有比他还悲催的桶吗？系统差点把自己委屈哭了。阮星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心里只有贾千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因为本就是陌生人，他对未婚夫3个字只有好奇，旁的一概没。前面就是7班了，班里的同学比较活泼，要是你觉得他们有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会帮你说说他们。看着身旁这个漂亮的女孩，姜维都有些不忍，自己班里这群无法无天的富二代是什么德行，他可太清楚了。这个新同学一看就很好欺负，也不知道能不能撑过3天。算了，自己身为班主任，能帮就多帮一点吧。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总不能看着人家被欺负。不过交谈了不多会儿，姜维就已经把阮星的性格摸得差不多了。这就是一个不谙世事、不知人心险恶的傻白甜。看得出来，他对贵族学校的生活很好奇，也很向往。姜维觉得这很正常，毕竟这位阮家真千金，听说以前是在村子里长大的，根本没有机会接受贵族学校的精英教育。现在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会好奇也是人之常情。不过阮家看来是真的不在乎这位真千金了，如果在乎的话，也不会把人安排在7班。7班可是整个学校最乱的班，里面什么人都有，哪怕是把阮星安排在4班5班，也比安排在7班要好。姜维不着痕迹地暗中打量阮星，眼神中带着一丝惋惜，还有同情。放心吧，老师，我会和同学们好好相处的。阮星的小脸上丝毫不见一丝不安，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只有对校园生活的期待。和同学相处，他可有经验了。之前在原本的学校，班里的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相处的好，同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不过他们班算是磨合的快了，几天就磨合好了。连那些被骂是坏学生的同学，也都很好相处。尤其和阮星相处的不错，经常请他吃好吃的。想到以前的那些同学，阮星还真有几分想念。正坐在7班的某位男生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谁啊？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偷骂他？就在这时，班主任带着新同学进来了。大家安静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这位是阮星同学，大家都认识一下，以后好好相处，可不要看人家是新来的就欺负人家。班主任往旁边退了2步，让阮星上台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阮星。阮星在台上做自我介绍，台下的同学们却在低声交头接耳。哇，这就是阮家的真千金吗？长得真漂亮，确实比阮思柔更像阮家人。我就说嘛，阮思柔那长相一看就不是阮家亲生的，这个真千金一看就是亲生的。喂喂，你不想活了？敢在冷少面前说阮思柔？提到阮思柔名字的女生，果然感觉后背一凉，回头一看，正好瞧见冷漠言正在用冰冷的视线盯着他，那眼神中带着一丝令人胆寒的杀气，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杀死一般。女生吓坏了，赶忙闭嘴，再不敢乱说话。在冷漠言的注视之下，原本还在区区贾千金的那些人也不敢开口了，只剩下一些为阮思柔说话的声音。这个阮星一看就是小地方来的，
瞧他那上不得台面的样子，就他，除了一张脸，哪点比得上阮思柔？要我说啊，血缘有什么重要的？反正阮家又不是没儿子，有阮思柔这个为阮家争光的女儿就很好了，干嘛还要接一个乡下妹回阮家？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平时和冷漠言还有阮思柔交好的。姜维听到这些声音，有些不悦地扫过那些说话的同学。好在姜维还是有点面子的，被他眼神扫过。那些原本还在出言讽刺阮星的人，终于闭嘴了，只是看着阮星的眼神依旧不怀好意。在阮星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后，姜维把他安排到了一处空位上。这个位置是班里唯一的一处空位。当阮星坐上去的时候，所有人瞬间安静了一瞬。不是吧，老姜怎么想的？全让他坐在顾烨隔壁，那可是顾哥，坐他隔壁，阮星完蛋了啦！真惨。阮星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同情了，乖巧的背着书包坐到了姜维指定的位置上。随着姜维离开，不少同学都在暗暗打量他。又过了一会儿，有2个女生主动过来找他说话：“你就是阮家的真千金，瞧着也不怎么样呢。”女生穿着名门高中的白色西装校服裙，头上扎着马尾，眼神骄傲不可一世。我比你好看。阮星认真的和说话的女生做了一番对比，最后得出结论。班上传来一阵压抑的笑声。你谁和你说这个了？王小玲气结，这人骂的真难听。偏偏这话他还真反驳不了。你可以否认阮星的一切，但若是否定他的颜值，那真是在睁眼说瞎话了。阮星那张脸，谁能昧着良心说一句不好看？你别得意，你难道以为光靠一张脸就能在阮家站稳脚跟了？你都被丢来7班了，一看就不得阮家人重视，将来肯定只有被赶出阮家的份。张茉莉在一旁接话，这2个都是阮思柔关系比较好的小跟班，平时和阮思柔走得近，这不一抓到机会就想来给阮星一个下马威。那你们真惨，原来我们班的同学都是不被家里重视的。放心，我不会瞧不起你们的，我相信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会赶你们走。他给了2人一个同情的眼神，又用同样的眼神扫过全班同学。全班同学哦，谁不受家里重视了？他们可没惹任何人。阮星当然不会觉得家人不重视他，他这么好，这么可爱，不止养父母一家经常夸他，连同村的书办，还有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以及同校的同学都在夸他。从小在夸赞中长大的阮星可不知道自卑是什么。阮星完全相信自己被安排在国际班，只是因为他学习进度跟不上一般的进度，毕竟他的学习成绩一向都很一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在班里也都是吊车尾。贱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王小玲气得拍桌，结果刚一拍，瞬间惨叫一声啊，声音之凄厉，犹如屠宰场待宰的猪。血啊！晕血的张茉莉直接就给吓晕了。王小玲痛得眼泪直掉，不断吸着气。我的手，我的手，快送我去医院！手上撕心裂肺的痛让王小玲的脸整个都痛得扭曲了。阮星一脸无辜的看着满手鲜血的王小玲，那小表情，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她是无辜的。就在刚才，阮星不知什么时间后把钢笔打开，还立在桌上。也是王小玲运气不好，这么用力一拍，手刚好拍到立着的钢笔上，钢笔瞬间穿透了她的手。这画面有多恐怖，大家可以自行想象。快送王小玲去医院！快快，我去通知老师。别忘了，还有张茉莉。晕倒在地的张茉莉差点就被人遗忘了。等一阵兵荒马乱过后，终于2人被送医院的送医院，送医务室的送医务室。再回头时，众人看着阮星的眼神完全变了。这个真千金刚来就干飞了阮思柔身边的2个跟班，绝对不是普通人。阮星直到现在都还是一脸懵逼，他不就是玩个笔吗？怎么那个女生突然就进医院了？为什么那人要把手往她的笔上拍？是喜欢自虐吗？阮星眨巴着大眼，眼中满是不解。做得好宿主，就是这样打脸所有找麻烦的人。系统在阮星脑子里放礼炮，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家宿主能这么给。宿主，你还有多少事是本系统不知道的？好像不太对耶。系统突然反应过来，整个桶都不好。主线任务好像是让宿主取代假千金成为团宠，实现人生的逆袭，不是让他打脸所有人。他又不是女配打脸系统。完了，走错片场了。阮星完全不在乎系统在说什么，因为这会儿他正高兴呢。问他高兴什么？他在班里发现朋友了。小明，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自从你转学之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见到你。阮星兴冲冲地跑到李明面前，一双大眼里满是见到老朋友的兴奋。你们居然认识？周围同学不敢置信地看着李明。李明苦着一张脸，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真是没想到，他有这种运气的话，为什么买彩票从来不中呢？天知道，当他看到阮星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他当场就差点吓尿了。想到当年被阮星统治的日子，他就想流泪。想他李明以前在初中的时候也是一代校霸，全校的风云人物，谁知道上了高中之后，却遇上了阮星这个奇葩。想到自己和阮星的孽缘，李明简直欲哭无泪。这还要从他刚上高一时开始说起。
想当年，他刚上高中的时候，还是意气风发的开朗少年，自信的以为自己会续写初中时的传奇，当校霸。没想到，到了新班级之后，他一个眼瘸，找了看上去最好欺负的阮星想来立个威，却被身边的人提醒，让他不要招惹这女的，说她很邪门。李明可是在初中就当了校霸的人，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胡话？既然不想让他动阮星，那他偏动。于是他开始专注找阮星的麻烦，想看看这阮星到底有多邪门。结果就出事了。第一天，他故意不给钱，让阮星去帮他买午饭。阮星可怜巴巴让他给钱，他当场拍桌，冲着对方就是一通咆哮，那气势不比咆哮帝差多少。阮星被他当场吓哭，然后他左脚绊右脚，把自己的门牙摔掉了。第二天，他觉得是阮星害他摔掉门牙，为了报仇，他故意带着几个好兄弟在校外拦着阮星，想给他一点教训。结果阮星又吓哭了，他们几个也被失控的摩托车撞了，喜提1周的医院体验卡。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阮星有多可怕，便还想继续。他故意在上学的路上绊倒阮星，阮星确实摔了也哭了，然后他绊阮星的那只脚骨折了，几次3番受伤都和阮星有关。这下他不得不跑，特地打听了一番后，才知道阮星在初中之时就已经大大有名，他是出了名的灾星，总之就是谁惹谁倒霉。想要平平安安的度过高中3年，唯一的办法就是绝对不要惹他哭，一旦阮星哭了，害他哭的人就麻烦大了。李明听完阮星的丰功伟绩，也不敢再招惹对方，平时见了阮星比见到他爸还要乖巧。本来李明以为自己只要以后躲着阮星走就没事了，哪知道他还是想得太美了，想躲都不行。你不理他，躲着他，他觉得自己被孤立，同样能哭给你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惹不起的祖宗。为了让他保持愉悦的心情，能少害点人，他们全班挖空了心思讨他欢心，为他提供各种情绪价值，一个个像公主身边的太监，简直不要混得太惨。说实话，当时他们全班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女的90%都是小太妹，男的90%都是小混混、校霸之类的问题少年。毕竟他们那所高中基本上全是混子，没几个正经学习的。而他们班因为一个阮星和全校都不在一个画风，所有人在他面前装孙子，谁敢在他面前摆校霸的架？这样憋屈的生活，他一过就是1年。好在1年前，他爸运气爆棚，中了2亿的彩票大奖，他们家也成了有钱人。他爸还带着全家搬到了京市生活，住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房子。他也念上了电视小说里才能看到的贵族学校。原以为从此以后他就能彻底摆脱掉这个灾星，没想到他都搬来了京市，还能遇上他。这好日子过了不到1年就结束了。李明哭了，眼泪顺着脸颊落下。小明，你哭了。一见李明哭，阮星捂着小嘴，瞪大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见到我太高兴了，对不对？我也好高兴能见到你了。阮星感动地看着李明，为2人之间的神仙友情感动。李明，高兴，我可太高兴了。老天爷，我再不叫你爷了，你就没拿我当孙子。2人的互动看在其他人眼里，还真成了好朋友，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不是吧？李明还真和阮星认识，李明家不是暴发户吗？他俩怎么认识的？看他们的样子，感情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以前难道交往过？李明听了差点吓尿了。你 TM 在讲什么恐怖故事？谁敢跟着灾星交往？又不是嫌命长了。你们别胡说，我和阮星就只是普通同学关系，我们没有交往。他大声冲着那个说话的同学喊道。见他反应这么大，这些学生反而更兴奋了。天啊，不是吧？他俩真交往过？一看李明这反应，肯定是被我们说中了。这些同学一脸八卦地盯着2人。不过也有学生还在想着刚才的事，王小玲那手伤成这样，阮星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心情和老朋友叙旧。这个女生果然不是简单人物，正常人看到王小玲的惨状，早就吓得尖叫了吧。她不但一点事没有，还笑得那么开心，这是真不怕王家找她麻烦。也不知道阮家会不会保她，要是不愿保她的话，这真千金只怕是麻烦大了。冷漠言也想到了这一点，已经提前让人打了电话给王家人。王家那头接到电话后，连医院都没去，就已经急匆匆赶往了名门高中。王家人正在赶来的路上，阮家人也是一样。王小玲口口声声说是阮星伤了她，再加上她被送去医院的动静还挺大，整个学校早就炸锅了。老师之所以还没来找她，不过是因为要联系学生家长以及调当时的监控，还要安排人去医院守着王小玲，一时没有顾上她。当阮星被叫到办公室的时候，还有些不明所以。你就是阮星，就你这贱人，害了我女儿，我女儿的手全让你给毁了。王夫人刚一听姜维介绍了阮星的名字，就猛地扑过去，想要去扇阮星巴掌。阮琛见状，赶忙带着助理将人拦住。你打阮星无所谓，但若是把他打哭了，整栋教学楼塌了。他们所有人都别想跑。姜维也在一旁拼命拉住5大3粗的王夫人，嘴里大声喊着：这位家长，还请你冷静一下，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不能冤枉了孩子。冤什么冤枉？没什么好冤枉的，我女儿可是亲口说了，她就是被这个贱人弄伤的。今天我非撕了这贱人的脸皮不可。
王夫人一副要找阮馨拼命的架势，可把阮馨吓坏了。她躲到大哥身后，看上去像极了一个柔弱无助的小可怜。我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躲在阮琛身后，他的一张小嘴还在委屈巴巴地解释着。阮琛挡在阮馨面前，替他被王夫人打了好几下，就连一旁的助理身上也挂了彩。这个王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练过铁砂掌，出手那叫一个狠。罗助理苦不堪言，他只是助理，又不是保镖，早知道还不如让阮总直接带保镖过来。也不知道他今天挨的这顿打会不会白挨。不过，不是说阮总不喜欢家里这个亲妹妹吗？现在看着好像不像是不喜欢的样子，都愿意主动挡在亲妹妹面前替人家挨打了，这还不喜欢？果然，外面那些都是传言吧？罗助理却不知道，他家阮总也是身不由己。王总，你就在旁边干看着，还不快把你夫人拦下来！阮琛忍无可忍地怒瞪在一旁事不关己的王总，也就是王小玲的父亲。王总夫妻是开工厂的，家里有好几间大型工厂，还有一间公司专门做电子产品。这王总夫妻平时哪敢招惹阮家，但谁让他们得罪了冷少呢？比起冷少，阮家算个屁。冷少可是说了，这次只要能让阮馨不好过，就会给他们一笔大生意，到时候他们背靠冷家还不发了？嗨嗨，阮总，瞧你这话说的，我夫人也是担心女儿。做父母的看着自家孩子被人害成这样，谁能冷静得了？胖得好像弥勒佛的王总挺着啤酒肚，一脸为难的说道：王总，你最好想清楚，你真打算任由你夫人这样闹下去？阮琛铁青着脸，眼中带上了几分威胁。王总却像是没有看到他眼中的威胁一样。请阮总体谅一下我们当父母的心情，我们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公道。这话说的情真意切，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们是多么爱孩子的父母呢。办公室外，7班的学生已经挤在了门口，偷听里面的情况。完喽，阮馨麻烦大了，看王小玲父母的样子，他们是不会放过阮馨的。王小玲爸妈胆子很大嘛，居然敢得罪阮家。有人发现了不对劲儿，我偷偷告诉你，你别往外说。之前我看到冷漠言打了一通电话出去，我估计啊，那通电话，几个学生围在一起，小声嘀咕起来，不时还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从小在豪门长大的孩子，又有几个会是笨蛋？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那阮馨不是死定了？那可是冷家啊，阮家8成不会保他，他完了。门外偷听的学生都觉得阮馨才入学第1天，肯定要凉。只有李明没什么反应，甚至看向办公室大门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同情。呵，凉？别闹了，那簪心要这么好对付？小爷，我用得着在阮馨面前当孙子吗？李明没忍住，露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眼神。正好这时，有一个把校服穿得松松垮垮的男生走了过来。男生看到他们这么多人挤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皱眉上前：你们不在教室上课，跑这儿来做什么？男生名叫顾烨，正是阮馨的新同桌，同时也是整个学校的风云人物。整个7班没人敢惹他，连冷漠言都要避其锋芒。叶哥，你来晚了，错过了一出好戏。顾烨身边狗腿子也不少，比如这个叫苏菲的。苏菲是顾烨身边的第一狗腿，同时也是顾烨的前桌。什么好戏？他不就是上学迟到了吗？错过了什么好戏？苏菲兴冲冲地把阮家真千金转学过来的事，以及王小玲手被钢笔扎穿的事，加油添醋地说了。身旁的人还不时补充2句，一群学生吵吵闹闹，连压低声音都忘了。就在几人说得起劲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你们几个好样的，上课铃声响了多久了？为什么不在教室上课？姜维气得青筋直冒，这都什么熊孩子？老师，我们这不是担心新同学吗？是啊，我们就是过来关心关心，不用你们关心，赶紧滚回去上课。姜维像苍蝇似的挥了挥手，这群学生不情不愿地离开。顾烨，姜维突然喊了顾烨的名字。顾烨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向班主任，把这群家伙看好了，别再让他们跑出来乱晃。顾烨点了点头，带着一众逃课的学生回了教室。盯着人都走了，姜维才重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刚才这群学生在外面实在是太吵了，想装听不到都难。校长的脸已经黑如锅底，他这个班主任之后肯定免不了吃瓜啦。真是造孽，学生犯错，老师遭殃。办公室里，阮家和王家还在扯皮。王家坚持要让阮馨付出代价，而阮家则是护着阮馨，让王家有什么条件自己提，只要不过分都能答应。一看就是想尽快解决这件事。姜维从阮琛的态度上感到了一种违和，说阮琛关心阮馨，但他又一脸被迫营业的表情，说他不关心吧，他却又愿意挡在阮馨面前替他挡住王夫人的铁砂掌，这态度还真是让人看不懂。难道这阮琛只是在傲娇？阮琛，你才傲娇，你全家都傲娇。阮总，你也不用再说了，我们家就一个诉求，要么处分阮馨，要么开除他。王夫人转动了一下手上的宝石戒指，脸上的表情依旧狰狞。不过好在没有继续上手了。不是我干的，为什么要开除我？阮馨眨巴着大眼，一双小鹿般无辜的眼睛里全是不解。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女儿亲口指认的你，你否认也没用。王夫人冷哼一声，看着阮馨的眼神里满是怨毒。这可不能怪他，谁让这小贱人不长眼，得罪谁不好。
偏要得罪冷少。真千金又如何？阮思柔可是冷少赵的人，阮家的富贵你把握不住，还是赶紧滚回村子里去吧。要不还是看看监控吧，监控还没有调出来吗？罗助理轻咳一声，提出要看监控。校长，阮琛看向校长，校长一脸为难，这监控正好坏掉了。监控当然是有的，不过冷家插手了。冷莫言的母亲可是名门高中的理事之一，他可惹不起，只能对这孩子说声抱歉了。这妖巧，阮琛不信会有这妖巧的事，结合王家人的态度，还有校长那闪躲的眼神，以及刚好坏掉的监控，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有人想整治阮星，有人想整治阮星，他当然举双手赞成。若是有可能，他甚至不介意给对方行个方便。但是现在他人已经来了，再想退出已经不可能。到底是什么人在找阮星的麻烦？你找麻烦无所谓，就不能挑他不在的时候吗？阮琛郁闷到不行，要是他不知道这件事多好，还能把自己摘出去，阮星哭倒霉的也不会是他。而一旁的阮星听说监控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是冷莫言，是他指使人做的，校长在说谎，监控没有坏，是他不想让你证明自己的清白。系统虽然早就知道冷莫言为了假千金什么都做得出来，却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卑鄙。不止监控，7班的所有人都不会为阮星作证，那群富二代势利得很，可不会为了一个阮星得罪冷莫言。那现在怎么办？阮星有些无措，他再笨也知道，伤人的罪名要是坐实了，他不只会被学校开除，还有可能会坐牢。你不是有积分吗？你用积分，我帮你把被删掉的视频恢复。这段时间，阮星赚了不少积分，这些积分一到手，他就想全部换成钱。还是系统劝了半天，才把人哄住，只让他换了一半，剩下一半的积分备用。没想到，这么快，这些积分就派上用场了。有了系统出手，一切就好办了。我有监控视频哦。阮星举了举小爪爪。你有监控视频？不说外人了，连阮琛这个亲哥都在一脸不敢置信的看着他。要是那人有心想搞死阮星，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拿到监控？有的，就在手机里。阮星打开手机，播放起了监控画面。画面里，王小玲带着张茉莉找阮星麻烦，然后自己拍桌的时候拍到了阮星立起来的笔伤，而阮星把笔立起来的时间是在王小玲拍桌之前。想说他故意伤人，那是真不至于，毕竟阮星也不能未卜先知，能知道王小玲会拍他的桌子。以阮家的律师团队，这种情况最多赔点钱，想让其坐牢是不可能的。姜维看着阮星直接拿出视频，来了一波绝地反杀，眼睛都瞪直了。他看走眼了，这不是一只小白兔，实际上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有了视频为证，王家人要说阮星故意弄伤王小玲是不可能了，想借此把他弄出学校，更是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二人还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阮星，否则冷家那里不好交代。他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我女儿的手可是弹钢琴的手，他必须要负责，最少也要来个处分，否则我女儿的伤不是白受了。王夫人大声嚷嚷着，这一看就是打算胡搅蛮缠到底。不是我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处分我？被王夫人一直用恶狠狠的视线盯了这么久，阮星已经很委屈了。见自己拿出了证据，对方还在不依不饶，阮星不干了。我女儿因你而受伤，你想就这么摘出去？没门儿！王夫人嚷嚷得更大声了。王总始终站在王夫人身后，一副夫妻二人共进退的表情。眼看阮星的眼睛已经开始红了，马上就要落泪。阮琛瞬间变了脸色，他一个换位，飞快地把高大的自己藏在了比他瘦小的助理身后。罗助理，哦，这是在做什么？下一秒，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大鸟从窗外飞了进来，对着王总夫妻就是一顿猛烈攻击。这是雕，城市里怎么会有这种大型飞禽？姜维一眼认出面前这只飞禽是绝不会在城市里出现的金雕。快救命啊！王夫人的脸被抓下了一块肉，满脸都是血。王总也没有好多少，同样被抓得一脸血。快，保安快关校长室！校长赶紧把电话打到了保安室，让保安过来。可是保安过来还需要时间，现在王总夫妻看着真是太惨，这两个人不会坚持不到保安过来就死了吧？姜老师，救人啊！校长自己不敢上，只能叫姜维救人。姜维看了眼这金雕，又看了眼校长，最后看了眼1米83弱小的自己，只当自己没听到，整个人躲到了墙角。要不是他还记得自己老师的身份，早已经第一时间夺门而出。天啊！罗助理看着面前这血腥的一幕，整个人都不好了。惨，太惨了！这两个人就算能活下来，估计也得住 ICU， 这脸肯定毁了。而躲在罗助理身后的阮琛则是一脸庆幸，他就知道会这样。没想到阮星不只能控制天气，还能控制动物，连雕都来帮他。惹不起，他这个亲妹妹到底是什么来头，可怕成这样。再次庆幸他没有头脑发昏，站在王家那头对付阮星，这后果他承受不来。大概是打够了，这只金雕居然自己飞走了，走之前还特地飞到校长面前，把校长仅剩的几根毛抓了下来，还踢了他一脚。校长脸上瞬间多了一个爪印，还在冒血。虽然看着惨，
但已经比王总夫妻俩好太多了。等保安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一片狼藉，还有倒地不起王总夫妻，以及悲痛欲绝的校长，还有站在一旁屁事儿没有的阮星姐。这，保安队长懵了，快送医院吧！姜伟瞅了眼不断叫唤的王总夫妻，还有痛哭失声的校长，真惨啊！所以说人啊，还是不能做坏事。这不，报应马上就来了。保安队长赶紧安排车把人送医院。阮星的事暂时是没人有时间追究了。阮琛也离开了学校，回了公司上班。表面上这事儿算是过去了。刚从急救室出来，王小玲正想打电话问一下爸妈有没有帮他讨回公道。阮星那个贱人是不是被赶出了学校？电话还没打呢，倒是先听说了自己父母被送来医院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我爸妈不是去学校帮我讨公道了吗？怎么会进了医院？王小玲想不通，冲着被安排来照顾她的佣人大呼小叫。佣人下划线，我只是个佣人，又不是算命的，你都不知道的事问我？厉害啊！刚把人家女儿送进医院，现在连人家爸妈都不放过，真千金牛啊！我看这真千金不简单，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得罪的好。我看也是。七班同学已经知道了王总夫妻被送进医院的事，这下对阮星的杀伤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这 TM 是扫把星巴，谁惹到他谁倒霉。冷少，我看那阮星不好惹啊，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平头少年，也就是刘波，小心翼翼地在冷漠言身边说道：“不过只是巧合而已，计划照旧。既然赶不走他，那就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冷漠言露出一抹凉薄的笑，眼睛里出现了3分讥讽、3分冷漠以及4分的怨毒。刘波咽了咽口水，心中有些不安，但冷少的话又不能不听。算了，就这样吧，听冷少的。等阮星回来的时候，1节课已经结束了。他回到教室，瞬间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有人的眼中只是单纯的好奇，有人则是忌惮，还有一些人纯粹就是看热闹。顾烨看了眼刚刚走进教室的新同学，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讶异。这新同学长得倒是不错，比那个阮思柔更像阮家人。叶哥，那个就是你的新同桌，怎么样，漂亮吧？苏菲挤眉弄眼的对着他笑。你是不是想死？顾烨给了他一记冷眼，让他自己体会。嘿嘿。苏菲悻悻闭嘴，不敢再说什么。叶哥不会是叶哥，这不，一个眼神就把他拿捏住了。阮星迎着同学们的视线，走回了自己的位置旁，正想坐下，系统却突然出声警告：宿主，不能坐，这上面涂了强力胶。强力胶？阮星圆瞪着一双眼，看着自己的椅子，还真能看到上面涂了一层薄薄的胶水。如果不是系统提醒，大意之下还真发现不了。他怎么还不做？不会是发现了吧？刘波凑小声嘀咕着：快坐啊，快坐，求你了，姑奶奶，快坐啊！完了，他发现了。刘波悬着的心究竟还是死了。不过不怕，他躲得了一回，还有一关他避得了吗？就没有女生会不怕那个东西。刘波忍不住露出自信的笑。椅子上有胶水，顾烨也发现了异样。如果不是阮星盯着椅子看了这么半天，他也不会察觉这张椅子上涂了东西。苏菲，去换张椅子。顾烨对苏菲说道。行，我这就去。苏菲起身，把涂了胶水的椅子一起拿走了。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人。阮星对顾烨笑得甜甜的。顾烨轻咳一声，掩饰自己的不自在。他还真不习惯和女生相处。你先站一会儿，新椅子很快就来。好的。阮星笑着点头。站着有些无聊，阮星伸手进课桌，打算找点零食来吃。来之前，他特地在书包里放了几包小零食。同桌是个好人，他要送他一些自己喜欢的小零食。手刚伸进去，就感觉到了异样。这手感稍稍用力，一条软趴趴的生物就这么被他拿了出来。啊，蛇啊！不要过来！全班瞬间叫成一团，有人吓得直接跑出了教室，还有一些人吓得跑到了讲台上或是教室的后方。一堆人挤成一团，就连顾烨都吓得退后了好几步，和阮星拉开距离。阮星，你快把蛇扔到窗外去，小心被咬到！这 TM 谁干的？居然用这么可怕的东西来吓唬女生！顾烨气得脸都白了。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之所以这么生气，是因为他最怕这种软体生物。想到自己刚才就坐在一条蛇的旁边，他就忍不住浑身汗毛直竖。快扔了它！你别抓着了，快扔了！保安呢？快叫保安来抓蛇！同学们乱成一团。像蛇这种冷血动物，不止女生怕，连男生也怕。不用怕，它不咬人。阮星看着手中的小蛇，还伸出纤细白嫩的小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蛇吐着信子，伸出脑袋在阮星的指尖蹭了蹭，别提多乖了。阮星还真不怕这种小动物，他从小长在乡下，乡下地方最多的就是这些蛇虫鼠蚁，平时偶尔也会有一条小蛇爬进他的房间，他早就习惯了。另外，阮星不怕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从小就招小动物喜欢，小动物们从来不会咬他，甚至还会给他带各种小礼物，所以在阮星的眼里，小动物都是他的好朋友。天啊，他居然不怕蛇，这什么人啊？这是，我就说他不简单吧。教室里的学生们因为阮星与蛇的互动再次炸锅了，他们班到底转了个什么怪物进来？
李明，呵呵，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就是一个祖宗。保安来了。保安听说教室里进了蛇，拿着麻袋还有捕蛇工具就来了。这位小同学，你不要害怕，轻轻把蛇丢进这麻袋里面。保安大叔见阮星居然还胆大到把蛇抓在手里，赶忙一面递出麻袋，一面说道：“你们要把它带到哪儿去？”阮星有些舍不得这个新交的朋友，这看着像是宠物蛇，应该没有毒，可能是有谁把家里的宠物带来了。我们会先问问看，如果没人认领的话，再给他找个好去处。保安尽责地说道：“那好吧，给你们。”一听不是要把自己的新朋友打来吃，阮星这才放心的把小蛇交了出去。保安带着小蛇离开的时候，阮星还依依不舍的和小蛇挥手。宠物蛇？不是让你弄条毒蛇吗？冷漠言一听是宠物蛇，不悦的瞪向刘波。刘波尴尬一笑：“毒蛇，你倒是敢想！这么短时间，我上哪弄毒蛇去？再说了，要是把人咬死了，你是无所谓，我怎么办？这蛇可是我找的。”心里吐槽不停，但刘波的脸上还是挂着抱歉的笑。我也不想得冷手，这不是时间不够吗？毒蛇也不是想找就能找着的，就这条宠物蛇，还是我家司机在附近的宠物店里淘来的呢。切，没用的东西。冷漠言对刘波的办事效率很不满，本来想恶整一下阮星，让他出个大丑，没想到浇水他躲过去了。蛇他也不怕，还真是难缠的对手。月月和他对上，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本台消息，今日我市出现了大型飞禽伤人事件，一只金雕于本日上午9点15分飞入了名门高中校长办公室，导致2位学生家长重伤，校长轻伤。2位学生家长正在医院接受救治当中，目前已经脱离危险。金雕出现在城市的原因，有关部门还在调查。有消息称，这只金雕可能是从动物园走失的。目前，记者正在联系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手机上正在播放着新闻快报。新闻上说的正是王小玲的父母被金雕重伤那事儿。阮思柔眸光暗了暗，低垂的眼眸让人看不见她眼底的阴暗。月月，你看了刚才的新闻快报了吧？没想到这么快就上新闻了。王小玲还真惨，自己受了伤不说，连她爸妈都给搭进去了。阮思柔的同桌江美美一面看着新闻快报，一面说道：“美美，等放了学，我们去看看小玲吧，也不知道小玲怎么样了。”她一脸担心的抬眸，眼眶隐隐有些泛红。听说她伤得挺重的，手都被扎穿了。七班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夸大，王小玲的手要真伤得这样重，下个月的钢琴比赛她不是去不了了。下个月，王小玲还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钢琴比赛，不过她去不了也没事，这不是还有月月你吗？本来她就只是个陪跑的，去不去都无所谓。江美美想到王小玲，无谢地撇了撇嘴，要不是看在阮思柔的面子上，就王小玲那种暴发户家庭出来的孩子，还真没有资格跟她交朋友。美美，你别这样说，不能去参加比赛，小玲一定很难受。阮思柔眉头微蹙，眼底满是对朋友的担心。你也别太担心了，她应该没什么大事。张美美见状，轻声安慰道：“比起王小玲，月月你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你那个姐姐，刚一回来就惹出这么多事，她要是对你出手，我真担心你会有危险。”阮星回来之后发生的事，江美美也听说了。本来还以为是传出消息的人说的太夸张，现在看来还真不是在夸张。她才入学第1天，就干废了一个王小玲，连王小玲的父母都进了医院。得罪她的人，目前看来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这种人还真是邪门透了，得叫月月离他越远越好。你想太多了，姐姐人很好的，之前发生的一切只是意外而已，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阮思柔笑了笑，一脸纯良的看着江美美说道：“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我看那个阮星绝不简单，你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千万别太轻易相信别人。”看着好姐妹这副人畜无害的样子，江美美担心不已，真怕好姐妹下一秒就步了王小玲的后尘。才刚刚转学到名门高中第1天，就闹出一片腥风血雨的阮星，完全不知道这些同学背后对她的评价。虽然进入贵族学校第1天的校园生活有些波折，但同桌人不错，还好心帮她换凳子，再加上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总的来说，阮星的心情还是美好的。阮星这头心情还算美好，但阮琛却觉得心情不够美好。为什么他要帮阮星处理这些事？阮星又不止他一个哥哥，下次让老2或是老3去，都是亲兄弟，不可能就他一个人受罪，其他人一个也别想跑掉。阮家4兄弟怎么突然这么冷？难道有人想害他们？一放学，阮思柔就带着江美美去了医院，看望受伤住院的王小玲一家。王家人真是各有各的惨，各有各的伤。看到王家人的惨状，江美美都有些被吓到了，下定决心一定要离阮星远远的，不能让他克到自己。王小玲一看到阮思柔就开始哭，从头哭到尾，顺便不忘骂阮星2句，那张嘴就没有停过。看望过王小玲，阮思柔又去看了她的养父母。好在养父母和王小玲一家住在同一家医院，也不用那么麻烦，还要另外多跑一趟。妈，下个月就是姐姐的生日了，这回咱们一定要好好大办一场，让大家都知道姐姐阮家千金的身份。坐在林曼旁边，阮思柔一面乖巧的帮林曼剥橘子，一面笑盈盈的说道：“不用办了，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阮家出了一个灾星。
想到阮星回来后自己遭遇的一切，林曼就恨不得当初没有生过阮星。她怎么这么倒霉？亲生女儿偏是这种怪物。妈，这可是姐姐回家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而且现在该知道的人也都知道了。与其一直不让姐姐出来见人，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她介绍给大家，也省得外界对我们一家做出一些无谓的猜测。阮思柔表现得越是大方得体，林曼就越是厌恶阮星那个亲生的。我可不敢带她出去见人，她害到我们自家人也就算了，要是害到外面的人，那不是给我们阮家惹麻烦吗？她就是一个灾星，专门祸害人的。林曼还是摇头，说什么也不肯松口。见林曼不松口，阮思柔则趁势说道：“妈，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这一切只是巧合，姐姐并不是什么灾星。刚好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算命很准的大师，不如我们把姐姐的生辰八字给大师看看，也省得我们冤枉了姐姐。”那大师真的准？林曼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但上次会通大师被雷劈的事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所以之后就没有再提。现在阮思柔一提，林曼心里顿时像猫抓一样的难受，想找大师为阮星算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绝对准！阮思柔用力点头。那好吧，就找大师给你姐姐看看。我记得阮星是某某年某月某某日生的。林曼说出了阮星的出生日期，那时辰呢？具体是白天还是晚上？是几点钟生的？妈，你能说清楚一点吗？阮思柔忙问：白天还是晚上？我哪记得？林曼按了按额头，想要回忆一下生阮星的具体时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不记得了。阮思柔瞪大眼，一脸不信，怎么可能有当妈的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生的孩子？记不清几点就算了，连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记得。最后从林曼那里，阮思柔还是没能问到阮星准确的生辰八字，她怎么可能甘心？于是她又找机会问了阮振兴，阮振兴也一样，完全不记得林曼是几点生的孩子。既然养父母这边问不到，他又佯装好奇的问了几个哥哥，结果毫无例外的没有一个人记得。既然问人不行，那他查医院的记录总可以了吧？结果一查才发现，阮星出生那一天的记录居然没有。这怎么可能？阮思柔惊觉有异，立马给师傅去了电话。师傅，电话一接通，阮思柔便面色凝重的将自己的这边的调查结果和对方说了。有意思，真有意思，看来是有人在护着那丫头，一早就做了手脚，模糊了周围人对她出生时间的印象。她现在的这个出生时间都不见得是真的。明镜对阮星这个人越发的感兴趣了。那丫头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什么有人为了隐藏她的生辰八字做这么多事？等他抽出空来，势必要见一见那丫头，到时定能想通其中的关窍。他有预感，那个丫头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晚上，阮星一个人吃了饭，几个哥哥个个都说忙，没空回来，连阮思柔都不在。不过阮星也不在意，吃过饭就上楼和李明用聊天软件聊天。李明的手机号他以前是有的，但自从对方搬走之后，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就全部换了，班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现在既然在新班级重逢了，阮星当然第一时间加上了这个好朋友的联系方式。李明当然不愿意，他为什么要在搬家后第一时间换掉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不就是为了躲阮星吗？但现在由不得他不愿意了，除非他想惹阮星哭，然后和王小玲在医院成为怨友。既然现在已经逃不掉了，李明还是打算走以前的老路子，同阮星打好关系。按他以前的经验，只要同阮星打好关系，就能减少他对自己哭的频率。他和阮星已经1年没见了，这感情肯定淡了。不行，他得把好感度刷起来。至于刷好感度的第一步，就是把阮星拉进了班级群，死道友不死贫道，有了周围人的衬托，才能显得他清新脱俗来。第二步，就是把班里的势力分布情况都和他说了。我们班最大的2个势力就是冷漠言和顾烨。冷漠言和你那个假妹妹走得很近，你千万要小心她。今天往你凳子上涂胶水还有放蛇的，多半就是他让人干的。至于顾烨，顾烨这个人虽然是校霸，但他一向不会欺负女生，和班里其他人交集也不多，只要你不惹他，他一般不会主动惹事。李明絮絮叨叨的把班里的情况交代了个遍，谁是谁的人，谁跟谁一伙，全都说得清清楚楚。至于我以前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伙势力，但现在既然你来了，那我肯定跟你一伙。机会难得，赶紧趁机表忠心。阮星听着李明发的消息，笑得眉眼弯弯。有朋友在身边真好，小明你真好，不愧是我的好朋友。二人又聊了一会儿，时间也不早了，阮星打了个呵欠，打算要睡了。那你睡吧，我也要睡了。你明天想吃什么？我帮你带早餐。见好感刷的差不多了，李明又提出要帮阮星带早餐。在以前的高中，他们那些个同学就为了刷阮星的好感，没少请他吃东西。这招一直很好用，好用的招数当然得继续用。我想吃小笼包，还有豆浆油条。阮星想了想，不客气地说出自己想吃的早餐。阮家的早餐很丰盛，味道也不错，但偶尔换换口味，他也不反对。以前班里的同学也经常帮他带早餐，阮星也习惯了同学们的投喂，完全不觉得让同学给自己带早餐有什么不对。李明那边回了句收到，然后二人互道晚安，就结束了聊天。
阮欣这边关灯睡觉，另一头，李明已经噌的一下从床上起来，跑到了客厅。黄姨，你明天记得要提前1个小时叫醒我，千万不要忘了。李明已经在回忆哪一家的早餐做得好吃，既然要带，那就要带好的。要是带的东西不好吃，还不如不带。小明，你明天起这么早啊？黄姨一脸讶异。黄姨是李明家的保姆，李明一家也没有那些豪门讲究，也没有要求黄姨叫什么先生太太或是少爷，都是叫名字。约了朋友，李明随意敷衍了一句，就回房睡觉了。明天他可是一大早就要起来，可不能迟到。翌日，阮欣和阮思柔再次同乘一辆车出现在了名门高中，二人不在一个班，下了车之后便分开去了各自的班级。李明果然守信用，大早上的就去排队买了阮欣指定要吃的早餐。对阮欣的食量，李明还是很了解的，油条买了2根，拳头大的大包子买了6个，豆浆要了1杯最大的。阮欣吃着早餐，整个人幸福的眉眼弯弯。阮欣，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张茉莉踩着小皮鞋走到阮欣桌前，看他吃的一脸幸福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从小就有晕血的毛病，昨天冷不丁看到王小玲那一手的血，他立马就被吓晕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了学校保健室，还听说了小玲一家住院的事。虽然班级里不少同学都在说阮欣邪门，但他是不信的。在他看来，这些消息说不定是阮欣自己故意放出来的，就是为了吓人，让人不敢找他麻烦。哼，他张茉莉才不会那么轻易上当。这不，早上一来学校，就忍不住过来找阮欣麻烦了。没看阮欣正吃饭吗？张茉莉，你差不多得了，人家吃个饭也碍着你了。李明像个尽职的狗腿子，第一时间挡在阮欣面前，不让人打扰阮欣享用早餐。李明，你有病吧？我找阮欣说话关你屁事啊！李明这小子平时就是班里的小透明，今天居然这么大的胆子敢跳出来和他叫板，难道是仗着阮欣的事？阮欣是我的朋友，你欺负他我还管不得了？李明可不怕他，这张茉莉他们家和自己家一样，都是暴发户，谁比谁高贵。要不是他之前没攀上高枝棒上霸的，他也不会一直在班里当小透明。现在他可是有阮欣当靠山的人，虽然阮欣这个人邪门了点，但他是真的强啊。从现在开始，除了阮欣，他已经谁也不怕了。他现在强的可怕。朋友，专门给他带早餐的朋友，你俩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冷少，阮欣可是你的未婚妻，现在却和李明走得这么近，依我看，得好好派人查查他俩的关系。张茉莉转头看向坐在位置上事不关己的冷漠言。未婚妻这3个字触动了阮欣的神经，谁是他的未婚夫？昨天发生了太多事，他都忘记问系统他的未婚夫是哪一个。不要胡说八道，本少的未婚妻只有一个，那就是月月。我们冷家的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配得上的。冷漠言看了一眼阮欣，眼神中带着几分厌恶。要不是他突然回来，月月也不会这么伤心。对冷漠言来说，阮欣的存在就已经是错，更何况在从月月那里知道阮欣很满意2人的这桩婚事，在家里说到他时还偷偷的笑，他对阮欣就更加不喜了。在他眼里，阮欣就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女生罢了，比不得月月半分。哈哈，看吧，冷少可是发话了，不承认你是他的未婚妻。张茉莉的声音那叫一个幸灾乐祸。谁都知道当初和冷漠言定下婚约的人其实是阮欣，但那又如何？只要冷少不承认他的身份，他就啥也不是。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吃完了最后一个包子，阮欣好奇地打量着冷漠言。冷漠言生得十分俊美，虽然这个年纪还带着几分少年的稚气，但在一众同龄人中，他这长相绝对是最出挑的那一批。他生得剑眉星目，五官深邃，下颌线清晰流畅，鼻子高挺，是具有攻击性的长相。冷漠言没有染发，黑色的短发是当下最流行的泡菜国男团发型。他整个人只是坐在那里，就自带一种霸道强势的气场，看一眼就知道出身不一般。阮欣打量着他，只是看了2眼便不感兴趣。这种长相是不错，但不是阮欣的菜。我可不是你的未婚夫。冷漠言看着他厌恶地说道，居然当着全班的面就想宣示主权。呵，果然心机深沉。坐在阮欣旁边的顾烨没有插手他们2人之间的事，反而和苏菲一起瞧着热闹。这个冷漠言平时拽的258万，他的好戏可不是经常能看到的。你喜欢阮思柔？阮欣眨巴着大眼问。那是当然，不然喜欢你吗？你和我配吗？这话已经带上了几分讥讽。李明真怕这小祖宗哭，都想赶紧跑路了，离冷漠言越远越好。要是站得近了，万一被误伤怎么办？没想到阮欣却没有哭，确实不配。阮欣竟点头了，不过他下一句话却把冷漠言气得够呛。你太凶了，看起来脾气不太好，我怕将来你会家暴。还有，你的长相我也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我的未婚夫一定要温柔体贴，长得要合我的心意，要宠我，不能欺负我。你没有一点符合我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所以咱俩不适合。既然你喜欢阮思柔，那我祝福你们，你俩一定要幸福，千万不能分手。我不想被逼着和你联姻。阮欣说的那叫一个认真，班上众人忍笑忍得很辛苦。亏冷漠言一直担心人家阮欣会对他死缠烂打，介入他和阮思柔的感情之中，结果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看上他。
觉得他凶，怕他家暴。哈哈，这真千金怎么什么都敢说？这小嘴。其他人惹不起冷漠言，想笑也只能忍着，但顾叶可不怕他，当然不用忍。哈哈，冷漠言你也有今天，你居然被女生嫌弃了。顾叶笑得捶桌，他的前桌苏菲同样笑得直不起腰，二人笑得那叫一个嚣张。其他人一听顾叶带头笑了，纷纷忍不住了。噗呲，此起彼落的噗呲声在教室内响起。冷漠言冷眼一扫，所有人低下头或是背过身，没人敢和他对视，只是那不断耸动的肩膀泄露了他们此刻的心情。你不要以为玩一招欲擒故纵，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乡下长大的果然心机够深，如果不是月月早就把阮馨在家里的表现同他说了，他还真信了阮馨的鬼话。这个女人真是太有心机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阮馨眨了眨眼，什么欲擒故纵？他听不懂啊，人家不喜欢你，你也不用这么强行挽尊吧。你这个样子好像那些霸总小说里的那些脑残霸总，一有女人说不喜欢他，就说人家是在欲擒故纵。顾叶说着说着又笑了，他今天一整天的笑料都是冷漠言给的，这小子好人啊。噗呲，此起彼落的噗呲声再次响起。冷漠言回头一看，笑声消失，却没人敢和他眼神对视，一个个抖得像得了帕金森一样。这帮人，张茉莉早就在顾叶放肆嘲笑冷漠言的时候就溜走了，要不是他把冷漠言拉出来，冷漠言也不会被顾叶嘲笑。要是等他回过神来，他岂不是惨了？不跑留在这里等着被秋后算账吗？此时他恨不得把头埋到桌子底下去，心里不断小声念叨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正好这时上课铃声响了，一个陌生男子拿着一本数学课本走了进来。男子生得极为俊美，身高目测有187左右，有一双大长腿，气质高贵优雅，好像漫画里走出来的王子。那高大的身材和俊逸的容颜，只是看到他第一眼就给人一种白马王子照进现实的感觉。好帅！哇，怎么有这么好看的人？他比顾叶和冷漠言还帅，这是谁啊？他好像王子哦。女生们集体星星眼，好看，真是太好看了。七班最帅的两个男生就是冷漠言和顾叶。冷漠言就是标准的霸总脸，五官深邃，极具攻击性，而顾叶就是痞帅。二人各有各的受众，全校粉丝数量上也是势均力敌。没想到今天却突然杀出了另一个帅哥，而且这个帅哥感觉比那两个人都要帅，不论是从容貌上还是气质上来说，这位新来的帅哥都是完胜。和冷漠言那种极具攻击性的五官不同，这位帅哥的五官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让人很容易心生好感，想要亲近。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今天新来的代课老师，我的名字叫顾晨。你们数学老师休产假去了，2个月后才能回来，这2个月将会由我给大家上数学课。男子也就是顾晨拿起桌上的粉笔，就在飞板上写上了自己的大名，龙飞凤舞的顾晨2字，一看就是练过书法的。居然是新来的数学老师，哇，顾老师太帅了！我宣布，从今以后数学就是我最喜欢的课。等等，只有我在疑惑，我们数学老师明明是男的，为什么可以休产假呢？而且一休就是2个月。对哦，上回生物老师的爱人生孩子，学校只给放了14天的陪产假，女老师的产假倒是多一些，有2个月。班里的女生们在惊叹新老师的盛世美颜，而男生们则在疑惑，为什么他们数学老师这样牛逼，明明是男的，却可以休女老师才有的2个月产假。以前没看出来他们数学老师有这么深的背景啊，连假都给他单独安排。数学老师 LZ 有个屁背景，数学老师也是惨，老婆才怀孕6个月就被逼着放产假。如果不是顾晨另外给他开一份工资，他还真不见得答应。毕竟教育是他一生的事业，放弃那些临近高考的孩子，他也很心疼。如果说话时数学老师不要一直傻笑，可能更有说服力。顾晨站在讲台上，微笑着看着下方的一众高中生，眼神不着痕迹地落到了阮馨身上。他就是故意来这所学校上课的，至于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方便看戏啊。这真千金真是走到哪里，好戏就在哪里开锣，他怎么能错过？人生无趣，难得碰上一件有意思的事，当然不想错过。下方的顾叶，卧槽，这真是我小叔，我小叔怎么会在这儿？他什么时候回国的？顾叶惊得圆珠眼瞪，整个人半天回不过神来。老师，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吗？一位女同学双眼冒着爱心，热情地举高了手。可以。顾晨点了点头。老师你多大了？你看起来好年轻。那个女生迫不及待地问。20岁了。顾晨回道。这个答案让所有人一惊。不是吧，才20岁都不够法定结婚年龄，就已经出来当老师了，而且还是在他们名门高中当老师，这后台得多硬啊。老师，你大学毕业了吗？一位男生举手问道。这个问题让所有人一瞬不瞬地盯着顾晨，等待着他的回答。几年前就已经毕业了。对了，我是在国外念的大学。原来是国外回来的，看来顾老师是跳了级的。20岁啊，好年轻，第一次见这么年轻的老师。见台下的同学还在议论纷纷，
顾晨用手敲了敲面前的桌子，扣扣2声脆响，同学位瞬间安静了下来。好了，老师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现在开始正式上课。你们现在已经高3，面临高考，重要的是巩固之前学到的知识，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复习。大家请翻到。我们今天先复习。顾晨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本以为他只是长得好看，没想到他讲起课来却通俗易懂，而且他没有一来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去讲一些太难的让人听不懂的知识，而是带着大家从难度低的知识点开始复习。一堂课下来，原本没有用心上过数学课的同学都听懂了不少，甚至有人已经能完整的把他讲的题做出来了。等一节课结束，所有同学都有些舍不得这位上课好懂、长得还好看的老师，连原本对他没什么兴趣的男同学都对这个老师有了一些好感。等顾晨一走，班上同学瞬间炸锅了，新老师真是又帅，讲课又好听。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女朋友？其实我们也才相差2岁而已。别做梦了，这位新老师一看就很受欢迎，身边肯定有很多人追。不管，我就要做梦。我难道比别人差了？我就不信我追不到他。女生们聚在一起发花痴，而男生们同样对这个老师充满好奇。顾晨，该不会是顾家的人吧？有人通过名字猜测顾晨和顾家的关系，应该不会吧？顾家的人哪用得着来我们学校当老师？而且叶哥也没说认识新老师，这个猜测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太可能。毕竟像他们这个阶层的孩子，将来的出路早就已经定好了，就算不工作也能混得很好，犯不着当什么老师。更何况还是顾家，那可是京城4大豪门之首的顾家，连冷家也不过排在第2位。听着班里同学的议论纷纷，阮星拿出一包薯片，卡滋卡滋的吃了起来。要吃薯片吗？同桌对他不错，阮星也不介意分享自己的薯片，这是阮星特地带的零食。管家知道他爱吃这些，家里囤了不少。我要吃。苏菲把手伸了过来，从袋子里拿了一块薯片。顾叶本来不想吃，但看同桌这么热心分享，还真拿了一块。吃着薯片，苏菲压低声音，好奇地问：叶哥，那个新老师不会真和你们顾家有关吧？阮星好奇地看着顾叶，新老师长得真是超好看。他也在好奇自己的同桌是不是真和新老师有关系。那是我小叔。顾叶低声说道。还真有关系。苏菲有些惊讶，但也不是太意外。等等，你说的小叔不会是你家那个天才小叔吧？那个14岁就麻省毕业，18岁拿了4个博士学位，同年创建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而且还成了哈佛客座教授的那个神秘天才小叔。因为太惊讶，苏菲差点没控制住音量。就是他。顾叶点了点头。我的天啊，这是真大神啊！不过你这位小叔不是一向待在国外吗？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没听你说起过啊。苏菲一脸疑惑地看着顾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顾叶也很无语，小叔回家这么大的事，他居然一点不知道。爸也不知道提前给他透个消息。小叔突然空降来他们高中，不知道是想做什么。难道是他爸终于看不惯他这么混日子，把小叔叫来想让小叔管管他？不过小叔有这么听他爸的话吗？顾叶1分钟之内想了好几种小叔出现在这里的可能，但都被他给否了。感觉哪种可能都有些不太可能。顾叶，你的小叔好厉害。2人的谈话同样也被阮星听在了耳里。一个只比他大2岁的人居然能厉害成这样，阮星还真是头一回见这么厉害的人。他好像小说里的男主哦。阮星的脑子里第一时间出现的就是小说里那种高学历高智商的天才男主，这一代入还真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他确实像。顾叶面色古怪，真羡慕你有这么厉害的小叔。阮星是真羡慕，他成绩不好，脑子还笨，要是有这么厉害的小叔能帮他补习就好了。阮星现在有钱了，虽然不可能找到像顾晨那样厉害的补习老师，但也上得起补习班了。他听以前的老师说过，要上大学才有出路。阮星深以为然，村里也有几个大学生，每次回村都风光无限。他当时可羡慕了，也想考上大学风光一回。可他现在的成绩，一准是上不了大学的。但要是能找人帮他补课，说不准还有那么1/1000的机会。阮星皱着小巧的眉头，思考着该去哪里找个厉害的补习老师。顾叶不知道阮星的思想这么跳脱，刚刚还在说他小叔呢，这就想到补习老师上去了。羡慕什么？我和我小叔只相差2岁，他是我爷爷的老来子，从小就受到万千宠爱长大。我爸妈拿我小叔当亲儿子一样，对他比对我还好。小时候我天天被拿来当小叔的对照组，要不是我心理强大，说不定早去看心理医生了。顾叶切了一声，每次听到有人说羡慕他有个厉害小叔时，他都忍不住想吐槽，谁能懂他的苦？谁懂啊？没想到你这么惨。阮星的眼神变得同情，其实也还好，我小叔10岁就出国了，我也就8岁前惨点。顾叶抓了抓头，有些尴尬地说。同桌的眼神令他不适，他真不需要同情，他就是抱怨一下，真的。不过叶哥，咱小叔这次回国是做什么来了？还跑到咱们学校来当老师？不会是专程来盯你的吧？苏菲试探地问道。应该不是，我对我小叔来说哪有那么重要？
顾烨摇了摇头，那他不猜了，我小叔那脑子，我们正常人理解不了。顾烨又拿了一块薯片，卡滋一口。午休时间，阮星被苏菲热情的邀请一起吃饭，他笑眯眯的答应。一起的还有李明，李明已经正式进入了狗腿子状态，连排队打饭都帮阮星做了。同学1年多，他不是第一次帮阮星打饭，自然知道他的口味，打的全是他喜欢吃的菜。菜来了，2个餐盘就这么放在了阮星面前。阮星朝着李明道谢，拿起筷子就开吃。李明打了红烧鱼块、糖醋排骨、炸猪排、辣子鸡、柠檬凤爪、烤鸭、鲍鱼、大虾，最后是2个素菜和1碗海鲜汤。你打这么多菜，还有这么多饭，阮星他吃得了吗？苏菲看着这满满一大盘的菜，连饭都要另外拿个盘子装，因为这个盘子已经没有空为您装饭了。吃得了的，阮星笑得那叫一个甜，看着这些好吃的，眼睛里都是光。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家学校的餐厅，简直不要太好吃，而且菜品超级丰富，完全满足了他对贵族学校食堂的幻想。顾烨和苏菲同时投以怀疑的眼神。别看他们这里是贵族学校，但贵族学校同样不能浪费粮食。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餐厅有规定，要是剩的菜太多，造成浪费是会有惩罚的。惩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打扫食堂。之前就有学生不信邪被罚过，而且因为一开始拒不接受惩罚，后面惩罚还加倍了。要不我和叶哥帮你吃一点吧，我真怕你吃不完。要是吃不完，你得留下打扫餐厅，而且一罚就是1个星期，不是开玩笑的。苏菲拿起筷子想夹一些菜到自己盘子里，却被阮星筷子挡住。这是我的。他警惕地看着苏菲，一脸你要是敢抢我吃的，我就咬你的可爱表情。我这是在帮你耶。苏菲见他不领情，表情有些无奈，还求救似的看向自家老大顾烨，你就随他吧，要是吃不完受了罚正好，让他好好长长记性。显然顾烨也是不信阮星能吃完的，不过既然阮星都说自己不需要帮忙了，那他也不会上赶着。他可是校霸，上赶着帮忙算怎么回事？他是什么很贱的人吗？李明下划线，你们想多了。事实证明他们是真想多了。只见阮星拿起筷子，一口一口的把这些菜全吃了，那一大盘的饭也是吃得干干净净，连1粒米都没剩下。这食量，别说顾烨等人了，周围看热闹的都惊呆了。厉害啊，妹子，你可以去做大胃王了。苏菲竖起了大拇指，还行吧。阮星摸摸肚子，幸福的眯眼。阮星打的饭菜最多，却是最快吃完的，他都吃完了，其他人才吃了不到一半。最后还是阮星等他们吃完，才一起回的教室。饭后，顾烨请他们喝了奶茶，说是请，其实就是让苏菲帮他们去饮料区取的。餐厅里有饮料区，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饮料，还有现冲的奶茶，用的全是上好的红茶，还有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牛奶。这样一杯奶茶拿到外面卖，一杯起码得卖100块以上，但在这个餐厅，饮料却是免费的。拿着一杯奶茶，顾烨来到了顾晨的办公室，来的有点慢了，还以为你一下课就会来找我。看到顾烨出现，顾晨完全没有丝毫意外，他就知道这小子会来。顾晨喝着咖啡，神情慵懒地靠在几万块一张的办公椅上。不错啊，小叔，校长还真是大手笔，给你安排的办公室看着比校长室都豪华。这间办公室的家具摆设加起来价值起码好几10万，校长还真舍得为他小叔花钱。虽然这点钱在他们顾家眼里压根不算什么，但重要的是人家的心意。不过校长给他小叔这么好的待遇也不奇怪，毕竟他小叔在教育界名气也不小，不知道多少知名大学想请他去当教授。现在他愿意屈尊来到名门高中，校长能不把他家小叔供起来吗？你们校长确实挺大方的。顾晨赞同的点头。小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你有什么目的？顾烨拉开他小叔对面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还吸了2口奶茶。放心，不是冲着你来的。那是冲着什么？你不需要知道。顾晨没有否认自己确实是带着目的来这里教书的事实，但其他的却是一个字都不会向他这个小侄子透露。见他不说，顾烨也只能放弃。没办法，在小叔身上他就没有讨到不好，只要他小叔不想说，他问了也是白问。很快又到了放学时间，苏菲叫住正要离开的阮星，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玩。去玩？阮星双眼一亮，他来了京市后还没有出去玩过呢。几个哥哥每天早出晚归，经常忙得见不到人，父母又在住院，阮思柔也没有主动带他出去过。这还是他来到京市后第一次有朋友约他出去。想到这里，阮星的嘴角已经扬起难以压制的笑意。是啊，晚上我们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鬼屋开直播探秘，你要去的话不如一起。苏菲也是一时兴起叫了阮星，这次和他们一起探秘的是隔壁贵族高中的校霸叶凡。不错，那所高中就叫贵族高中，2所高中，一个叫名门，一个叫贵族，一看就是打擂台的。2所学校的创办人曾经是2夫妻，后来闹掰之后是彼此为仇敌。你做什么生意我也做，你办学校我也办，总之就是铁了心互相较劲。你们要去的鬼屋不会是之前网上很有名的那栋鬼楼吧？
李明听到鬼屋二字，瞬间想到了这个地方。这栋鬼楼最近可是在网上火出圈了，好几个探秘主播都被里面的东西吓得落荒而逃。有人说里面真的闹鬼，也有人说只是剧本，哪怕一直有人被吓，还有不少主播为了博取流量，偏要去那里直播。苏菲冲他摇了摇手指，说道：“当然不是那里，那里现在人那么多，能有什么气氛？我们找的地方可是超有恐怖气氛的。怎么样，你要去吗？”他再次看向阮星，兴冲冲地问：“要去？”阮星举着小手，元气满满地说：“鬼屋夜好像很有意思，他最喜欢看鬼片了，他要去玩。那我也去可以吗？既然已经把自己当成阮星的小弟了，老大都要去了，他这个当小弟的能不去吗？那就一起去吧。”苏菲无所谓地说道。顾夜皱眉，将苏菲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道：“你搞什么？今天我们是要和叶凡那帮人比赛，你把阮星带去做什么？他和叶凡之间的恩怨，他不想牵连他人，更何况阮星还只是一个转校生。安了，叶哥，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耶。听说叶凡今晚会把他们高中的校花带去，我们这边要是连个妹子都没有，那不是输了？你也不想被叶凡抓住这一点嘲笑你吧？”顾夜，还别说，以叶凡那厮性格，他还真做得出来这种事。既然如此，他看向阮星，虽然有些抱歉，但这不是阮星自己答应要去的吗？大不了他之后对阮星再好一点就是了。冷漠言那家伙要是敢欺负阮星，他一定帮他出头。阮星可不知道这些，他已经打了电话给王管家，告诉王管家晚上不回家吃饭的事，连去鬼屋探险的事都和王管家说了。王管家让他好好玩，还问了要不要派车送他们过去。阮星知道顾夜他们家里都有车，于是便没让王管家另外派车过来。因为现在天还没黑，阮星先跟着顾夜他们去吃了晚饭。一起吃饭的除了他们4个，还多了李涛和赵鹏。这2个人，一个是一班的，一个是5班的，虽然都不是国际班的学生，但他们平时都是跟着顾夜混的，只是因为不同班的原因，在学校时很少出现的。叶哥，你居然带了妹子来！看到阮星，李涛和赵鹏惊得差点把眼珠子掉下来。他们家叶哥这是春天来了，终于开窍了。以前不知有多少漂亮女生对叶哥投怀送抱，叶哥可是从来不带搭理的，没想到这回铁树终于开花了。别胡说，这是我同桌阮星。瞪了2人一眼，警告2人不许乱说话。他就是那个真千金。2人齐声惊呼：“是啊，他就是那个真千金。”顾夜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你们好。阮星挥了挥小手，大大方方的和这2人打招呼。你好，你好，我们2个都是叶哥的小弟，我叫李涛，他叫赵鹏，你叫我们名字就好。哇塞，真千金还真是一个大美人眼，比阮思柔可漂亮太多了。冷漠言是脑子进水了吧？为了阮思柔放弃这么一个大美人，以阮星的颜值，就算进了美女如云的娱乐圈，这颜值也绝对是最顶的那一批。别废话了，赶紧坐下点菜吧。吃完饭我们还能去看场电影，电影结束刚好到点去龙井别墅。行，大家点菜点菜。阮星作为在场唯一一位女生，拥有了本次点菜权。拿到菜单，看到上面的图片，她差点直接叫出炒一把。好在最后理智还在，她也就点了20多个菜。看着这一大桌子的菜，把新来的2人干沉默了。不是妹子，你点这么多，我们也吃不了啊。虽然我们是不差钱，但浪费粮食可不太好。李涛家里的老爷子是苦过来的，一向最不喜欢有人浪费，被自家老爷子带大。李涛从老人身上学会了不浪费粮食的优良品德。他和顾夜他们出来都是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加菜都行，就是不能浪费。可没想到，这位新认识的真千金，那点起菜来却是完全不考虑能不能吃完的问题，这让李涛难免有些看不过去。放心吧，涛子，他能吃完的。苏菲拍拍李涛的肩，淡定地说道：“开什么玩笑，这么多菜他能吃完？这妹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大胃王吧？”反正李涛不信。餐桌上的知情人见状，只是淡笑不语。最后，李涛亲眼见识了阮星这超大的食量。这么一大桌子的菜，他们几个吃了一些，大部分都被阮星吃了。他一个人还真能干掉一桌菜，最后还吃了2碗大米饭。这食量也忒吓人了。妹子，你这肚子里不会是有虫吧？看着阮星那不见隆起的肚子，李涛没忍住说道：“你肚子才有虫呢。阮星这是天生食量大，我高1的时候认识他，他就是这么吃的。”李明立马站出来替阮星说话。这么说，他还真是天生大胃王啊。赵鹏啧啧称奇，第一次看到活的大胃王爷，不行，他要多看2眼。众人，这话说的，难不成还有死的大胃王不成？吃完了，结账走人。一顿饭几人吃了上万块，顾夜刷起卡来眼也不眨。吃完饭，照原计划看了一场电影。因为晚上要去鬼屋探秘，所以几人在征得阮星同意后，特地看了一部鬼片。只是可惜，这鬼片就是一部鬼片，到最后也没有见着真的鬼，男主是被节目组恶整。熟悉的老套路让几人看的是兴趣缺缺，除了一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吓人外，后面还真没有什么让人害怕的内容。
也难怪国产鬼片没什么人看，你都没鬼，谁会来看？晚上9点，大街上正热闹着，几辆豪车穿过车流，驶向了他们今晚的目的地——龙井别墅。这幢龙井别墅在20年前是知名富商龙大海的家，只是后来龙家人一夕之间被人灭了门，直到20年后的今天，警方也没有查到凶手的线索。龙家的全部家产被龙家私生子龙元浩获得，从此龙井别墅再也无人入住，一直荒废到现在。此时，龙井别墅前已经站了4男1女，4个男生穿着名牌休闲服，脸上还带着几分学生气，但容貌气质皆是不俗。那唯一的女生更是生得极为娇媚，美到看一眼就让人直流口水的程度。几人站在门口，背靠在车上，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刷视频，还有人在自拍。凡哥，过来我们自拍一张吗？女生也就是贵族高中校花杨雪拿着手机就想靠近叶凡。叶凡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机才追到的，为了追叶凡，他可是打败了不少小妖精。追到手之后不秀恩爱，让其他女生羡慕怎么行？别烦我！叶凡直接伸手挡住脸，另一只手把他推开，没有和杨雪儿一起合照的想法。他对杨雪儿倒也没有很喜欢，不过杨雪儿确实漂亮，带出来也确实长脸。他的某些小心机，他也就只当没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拍照一起秀恩爱，叶凡可不想做这么肉麻的事，不拍就不拍嘛。杨雪儿撅了撅嘴，自己走到一边去和叶凡的豪车拍照。拍完之后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果然不一会儿就获得了一大批点赞，全是羡慕他的。看到评论区的酸言酸语，杨雪儿整个人都幸福了。她喜欢这种让所有人羡慕嫉妒恨的感觉。他们来了。叶凡抬头看向前方，远远的就已经看到了车灯，2辆豪车一前一后开到了龙井别墅前。车门打开，所有人依次下车。叶凡在看到顾叶居然也带了女生时，有些意外，上下打量了阮星一番，眼睛微眯。这个女生难道是顾叶的女朋友？长得还真像个小仙女。如果说杨雪儿是那种让男人看了很有欲望的女生，那阮星就是那种让男人看了很想保护的女生。一个魔女，一个仙女。虽然阮星长得不错，但她还是更喜欢杨雪儿这种类型的。哟，我们的夜用卫生巾组合终于来了。许阳收起手机，嘴上挂着吊儿郎当的笑。听到许阳提到这个组合名，叶凡这边的人都笑了。滚！顾叶眉头一挑，眼底是隐隐的怒火。什么夜用卫生巾组合？阮星好奇地问离他最近的李涛。李涛压低声音道：那不是我们老大叫顾叶，苏菲又经常跟在叶哥身边，名字还和卫生巾品牌重音了。那些人为了取笑叶哥，就给他俩取了个组合名，叫他们夜用卫生巾。这名字你可千万别叫，叫了叶哥会炸。他没说的是，这个名字最先被叫出来的时候，苏菲可是着实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毕竟哪个大男人会想被人取这种组合名？还是苏菲哭爹喊娘，把顾叶和他之间的那点事儿一直讲，讲到顾叶都烦了，这才没把他赶走。苏菲倒是留下来了，但夜用卫生巾组合这个名字是摘不掉。你们是不是想打架？苏菲已经开始撸袖子，打就打，怕你啊！叶凡那边的人见状也开始摩拳擦掌。够了，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顾叶，管好你的人。叶凡单手插兜，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这话是我要说的，管好你的人。顾叶也不甘示弱，二人眼神在空中交汇，瞬间闪电带火花，双方就这么互相瞪了大概2分钟。李明吓得站在阮星身后，祈祷千万不要打起来。叶凡突然发出一声嗤笑：顾叶，不介绍一下？叶凡看向了站在一旁像个好奇宝宝的阮星，这纯真懵懂的样子看着就很好欺负。原来顾叶居然喜欢这样的。叶凡打量的视线带着侵略性，甚至算得上失礼，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一般。别打他主意，你我2人的恩怨与他无关。顾叶突然有些后悔带阮星一起来了，早知道就不听苏菲那臭小子的。这下阮星进入了叶凡等人的视线，虽然叶凡不会对女生出手，但被他们盯上也是一个麻烦。你倒还挺护着他的。叶凡见顾叶对他如此维护，眼神倒也收敛了几分，只是心中对阮星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你们2个关系真好耶！阮星突然从顾叶身后探出小脑袋，还伸出小手戳了一下他的肩膀。你从哪里看出我们关系好的？顾叶嘴角一抽，不明白阮星到底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和叶凡再怎么看也不像是关系好的朋友吧？可我感觉你们的关系不错，虽然一直都在互怼，双方看着剑拔弩张，但他就是觉得这2个人的关系其实不坏。顾叶、叶凡，那是你的错觉。2人没想到对方也会同时出声，不悦地瞪了彼此一眼。看吧，我就说你们关系好，这么有默契还不承认。阮星一脸被我说中了吧的表情。顾叶、叶凡，好气。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啊？苏菲见状迟疑着开口。现在就进去，你们找个人开直播。既然说好了要直播探秘，这直播肯定要开。顾叶这边负责直播的是赵鹏，他平时也会搞点直播什么的，因为富二代的人设，他在抖音上已经有了超过50万的粉丝。而叶凡那边也早已经安排好了负责直播的人，叶凡带来的人
除了杨雪儿和许阳外，还有张少强和陈轩。4人中负责直播的那个是张少强。张少强家本身就是开传媒公司的，平时也喜欢做点直播。他的粉丝数可比赵鹏多多了，毕竟是传媒公司小少爷，有公司帮忙引流。张少强在抖音上的粉丝数可是超过300万。我们从正门进，你们从后门进，哪边先受不了，跑出别墅就算输。比赛时间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12点1过，不管有没有分出胜负，都可以离开。叶凡又说了一遍比赛规则，没问题，你们别吓尿了就行。顾叶冷哼一声，带着自己的人去向后门。这话送给你。叶凡回以冷笑，随后目送顾叶带着人离开。等顾叶他们都走后，他才带着自己的人从正门进入别墅。顾叶这头绕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后门所在。别墅的后门早就已经打开了，6人很轻易的就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房子果然是很久没人住了，整个后院可以说是杂草丛生。这幢别墅以前的照片他们看过，以前这幢别墅还没有出事的时候，那绝对可以用奢华来形容。各位走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井别墅。20年前，金氏知名富商龙大海一家就是在这幢别墅内遇害，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警方调查了20年，也没有查到凶手的半分线索。自从龙井别墅发生灭门案后，整幢别墅就笼罩上了一层灵异色彩。想要来这幢别墅探险的灵异爱好者有很多，但他们最后的下场都不好，不是疯了就是死了，还有一些直接就消失了。而今天，我们兄弟几个就要来探索这幢别墅的神秘真相。究竟这幢别墅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一一为您揭秘。如果对灵异探秘有兴趣的走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打赏就不必了，主播不差钱。哇，这个主播不错啊，长得很帅吗？我看看，这个主播不是那个富二代赵鹏吗？还真是他。他怎么会突然开始搞起了灵异探秘直播了？家里破产了？人家就是兴趣，你会不会想太多了？破什么产？你希望人家破产吧？我看你就是眼红人家家里有钱。切，你不是看人家有钱才帮他说话的吗？你就舔吧，看人家理不理你。主播好帅，鹏哥的朋友也都好帅啊，尤其是站在中间的那个男生超帅。楼上也发现了，我也觉得那个男生好帅，5个男生里面最帅的就是他。你们都在看帅哥，就我在看美女。你们看被几个帅哥保护起来的女生，是不是长得超漂亮？好像小仙女。这是哪个新出道的网红吗？网红有这么漂亮的吗？美女贴贴。刚一打开直播，就不断有人涌进来。赵鹏家虽然不是开传媒公司的，但他家有钱啊，钱能搞定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想要流量，花钱就行了，多小的事儿啊！很快，赵鹏的直播间就已经迎来了1000人。虽然有的人进来，有的人出去，但这人数还是持续在上升中。另一头叶凡那边的直播间也是一样，直播间的人数甚至比顾叶这边的人还多，已经突破到3000大关。没办法，谁叫赵鹏没人家粉丝多呢？张少强怎么说也是有300万粉丝的主播，一开直播，很多平时就爱捧着他的粉丝就都来了。两边的直播同时进行，赵鹏在负责直播，顾叶就没管这事儿，他也没想着要和直播间观众互动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走吧，就率先朝前走去。卧槽，我叶哥居然做直播了，表白我叶哥。咦，真千金也在。楼上在说什么？什么真千金？有网友看到这条弹幕，好奇的问。可惜刚才说话那人压根没有解释的意思。有些事豪门之间私下说说，在同一个圈层传就行了，要是传的全网皆知，那是在得罪人，而且还是往死里得罪。大家都是混豪门的，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很快，7班的班级群炸了，有同学把顾叶带着阮星一起直播的事发在了班级群里。不是吧，叶哥和真千金关系这么好的吗？居然还带他一起做直播，叶哥你怎么不带我呢？我也可以啊。群里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们还真去了龙井别墅啊。那幢别墅邪门着呢，不会有危险吧？怎么连李明那孙子都在？我也听说那地方邪门，我外婆一家以前就是住在那附近，后来吓得搬走了。真有那么吓人？我家有人是警署的，职位还不低，对龙井别墅的事一直都是讳莫如深，平时连提都不敢提。吓人！不说了，我去直播间支持一下叶哥。我也去，我也去。很快，群里的这群家伙就都散了，全看直播去了。冷漠言看着不断闪动的班级群，转头给阮思柔发了消息。冷漠言，在忙吗？阮思柔，怎么了，莫言哥哥？收到冷漠言的消息时，阮思柔刚刚洗完澡，她正打算做个全套保养，然后睡觉。最近因为阮星，她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今天阮星不在，她难得的想睡个好觉，然后明天再把阮星挽回的事加油添醋和家里人说说。到时候，爸妈还有哥哥们肯定更讨厌她。虽然照现在的情形看，她哪怕什么也不做，家里人也不可能会喜欢阮星。可是机会自己送上门来，她不抓住，那不是浪费了这次抹黑阮星的机会。冷漠言，月月，你去看看赵鹏的直播间，阮星和顾叶都在里面。直播间，阮思柔打开了走音，很快来到了赵鹏的直播间。赵鹏的走音账号他也有关注，只要点进去就能看到。
等阮思柔进入直播间的时候，直播间人数已经破了2000人，还在往上涨。马上推门进去了，这门看着好老旧，果然不愧是空了20年的房子。刚刚去查了这幢别墅的历史，感觉汗毛都立起来了。恐怖吧？10年前还有导演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拍了一部电影，当时票房还不错。那时候还没有限制题材，鬼片还是能拍的。那部电影我看过，还真有点可怕。电影里凶手就是鬼，但现实里肯定不是，就是不知道凶手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才能抓到那个凶手。我看南都过了20年了，谁知道那凶手是不是还活着？还是龙元浩运气好，什么也不用做就继承了整个龙家。话说这不会就是龙元浩干的吧？楼上别瞎猜了，要真是他，这案子早破了。说的也是。直播间里，顾叶已经推开了门，带着人依次走了去进。后门是通向厨房，一开门，他们就来到了龙家的厨房。这间厨房很大，比许多人家的客厅都大，就是好久没有人住了，看起来很脏乱，到处都是灰尘。这里看着好乱。阮星咳了几声，空气中飞舞的粉尘让他有点不适。没办法，以前也有人来探秘过，而且来探秘的人中不少还没什么素质，把这房子弄得乱糟糟的。李涛状似无奈地说道：“等等，这冰箱要不要打开看看？”李涛突然指了指放在厨房里已经生锈的冰箱。这冰箱一看就是从外国空运来的，那个年代国内可买不到这种冰箱。开冰箱做什么？苏菲不解地问。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尸体啊？按我看恐怖片还有看恐怖小说的经验，冰箱藏尸的桥段是最常出现的。李涛可是个恐怖片爱好者，知道今天晚上要来这里直播，他可是4人中最兴奋的一个。有病吧你？顾叶没好气地瞅他一眼。还是不要了吧。李明全身上下都在写着抗拒2字。打开看看，打开看看。这位小哥说的对，打开看看吗？主播，我给打赏。你们打开冰箱看看。说着，一艘游艇的特效就瞬间占满了整个屏幕。叶哥，有粉丝打赏，让开冰箱看看。赵鹏面带难色的对顾叶说：“人家都打赏了，不开好像不太好。”那就开吧。顾叶看了眼李涛，示意他去，这事儿是他惹出来的，他不去谁去？李涛顶着众人的视线走到冰箱前，用力一拉就把冰箱打开了。啊！只见一颗人头被端端正正的放在冰箱内，这是一颗女人的头，她的眼睛就这么睁着，定定的望着面前的人，像是要将人拉入地狱。救命啊！李涛3步并2步的跑回到顾叶身边，吓得脚都软了。居然真的有人头！李涛，你这嘴是开过光的吗？就连顾叶也吓得脸色煞白，还好这里光线暗，看不真切。报警！快报警！赵鹏手忙脚乱的想拿出自己另一部手机打电话报警。等等！阮星突然按住了赵鹏的胳膊，不让他报警。阻止他报警后，他缓缓走向了冰箱。回来啊！你过去干什么？别过去啊！阮星，5个大男生想要阻止阮星靠近冰箱，但阮星并没有听他们的。他走到冰箱前站定，然后直接把这颗头抓了起来。果然是假的。说着，他还把这颗头像球一样的上下抛了抛。顾叶等人，直播间观众啊，他居然不怕，这妹子牛啊！鹏哥，你们几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小姑娘，观察仔细。本人医学院的，这人头一看就是假的，就是一个仿真人头，一般拍戏的时候会用到。你不早说，人家妹子都说这是假的了，你猜出来，你个马后炮！妹子厉害啊，比这帮男生顶用多了。这真是假的。几人吞了吞口水，看阮星这样把头抛着玩，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阮星比鬼还可怕。当然是假的，不信你们摸摸看。刚才阮星其实也吓了一跳来着，不过他有系统，系统见阮星吓到，马上和他说了，这人头就是一件整蛊道具，不是真的人头。阮星这才不再害怕，还饶有兴致的把这颗头拿在手上玩。几人见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也大着胆子把手伸了过去，这么一摸，还真和真正的皮肤触感有差别。叶凡那个混蛋，这一定是他们做的。顾叶气得直咬牙，很快想通这是怎么回事。都怪你，你不会是叶凡那边的卧底吧？要不是你对那冰箱感兴趣，我们又怎么会被那颗仿真人头吓到？赵鹏瞪着李涛，眼神里带上了几分怀疑。被赵鹏这么一说，苏菲和顾叶也用同样的眼神看向李涛。李涛赶忙喊冤：“不是我，我就是好奇，真不是我啊，我没有背叛组织，我是清白的。”说着说着，他还阴阴演上了。叶哥，这小子太可疑了，要不还是做了吧。苏菲一脸凶恶的比了个划破子的动作。不错，此人留不得。赵鹏紧随其后。你们要杀人？阮星吓得掩住小嘴惊呼：“杀人是犯法的，这样不好。”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闹着玩而已。李涛见阮星当真了，忙解释道：“是啊，我们就是闹着玩，这不活跃一下气氛吗？”阮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误会，小脸微微一红，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走吧，去找叶凡算账。玩过闹过了，顾叶打算找人算账了。其实也不用那么急，虽然他们对我们使坏，但我们这边也不是好惹的。我早就料到他们一定不老实，
已经准备了后手。李涛拿出手机，里面赫然是叶凡的直播间。只见叶凡等人在1楼大厅正在看一幅画，那幅画却突然开始流血，还发出恐怖音效。直播间里，叶凡等人直呼卧槽。好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学霸，很快发现了画中的玄机，解除了那个整蛊装置，否则他们几个早就被一幅画给吓跑了。杨雪儿甚至都差点被吓晕了。哈哈，活该，报应还得是你啊，涛子。这下李涛算是将功赎罪了，就是你这个装置弄得太粗糙了，怎么可能瞒得过陈轩那个大学霸？笑过之后，苏菲有些可惜地说：“那个陈轩很强吗？”阮星见他们说的陈轩那么厉害，忍不住眨巴着一双大眼，好奇地问：“虽然那家伙打架一般，但脑子还是不错的，学习成绩全校第一。”苏菲耸耸肩道：“哇，好强！”阮星杏眼圆瞪，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羡慕。他最羡慕成绩好的人了，不像他成绩一向不好，脑子也一般。想到这里，阮星难免有些失落。几个男生没有注意到阮星的情绪变化，看了一出好戏后，继续往前走。穿过厨房就是客厅了，而叶凡等人就在客厅内，只要出去，双方就能撞上。奇怪的是，他们走到客厅后，却发现客厅空无一人。客厅和厨房一样，很乱，还有一些食品垃圾，像是被人随手丢地上。这些年，肯定没少有人来过这个地方，连垃圾都没有带走。那几个家伙该不会是想躲起来吓我们吧？苏菲皱眉四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我看看他们的直播间。李涛拿出手机看了眼叶凡他们的直播间，只见直播间里，叶凡等人刚刚结束了对顾叶等人的谩骂。毕竟刚才他们可都被那个整蛊装置吓到了，尤其是杨雪被吓得最惨。要不是顾忌着在叶凡面前的形象，他早破口大骂了。可恶，居然搞这种恶作剧！顾叶那群人果然幼稚。叶凡铁青着脸，拒不承认自己也是被吓到的一员。没关系，凡哥，我们报复回去就是了。我也在这幢别墅里弄了不少小装置，一旦触发，嘿嘿。许阳得意地扬起嘴角，似乎已经预感到顾叶等人会被他的装置吓尿的美好画面。做得不错。叶凡赞许地朝着许阳点头，已经触发过了。刚才我有看顾叶那边的直播间，他们在冰箱里发现了一颗仿真人头。这人头你放的？陈轩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许阳点头，是啊，那可是我从我表哥那儿借来的，表哥最近正在拍灵异片，剧组里正好有这些小道具。这人头确实挺仿真的，不过还是被看出来了。顾叶身边那个女生可不简单，她是唯一一个看出来的，能一眼看出那颗人头是假的，这需要相当的眼力。那个女生难道是学霸？阮星？还真不是啊，居然被看出来了，真是便宜他们了。许阳暗道可惜，他们应该马上要过来了吧？杨雪看了眼厨房的方向，奇怪，陈轩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怎么了？叶凡看向他问。你们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陈轩低眉思索，安静，这不是很正常吗？这里本来就没人住，安静一点有什么好奇怪的？张少强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而直播间内的观众却已经明白了。所以说这两个直播团队是在同一个地方直播，早就发现了，他们好像是在 PK。 不过确实奇怪，厨房和客厅的距离也不算远，而且别墅又这么安静，刚才他们叫这么大声，互相怎么可能听不到？确实如此，而且鹏哥他们那群人都已经到客厅了，却一个人都没有见到，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完了，一定是异空间，他们虽然看着在同一个地方，但肯定在不同的空间。剧本肯定是剧本，不过只是布置了2个一样的场景而已，其实根本不在同一个地方。那也不见得，毕竟龙井别墅本来就闲，好可怕，他们不会有事吧？直播间里不少人都在为他们担心，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剧本，根本没有在意，只是图一乐就完了。阮家别墅内，阮思柔看着直播间，缓缓露出了一抹笑。阮星，这可是你自找的？龙井别墅啊，你进得去可就出不来了。普通人不知道，他身为玄门中人，能不知道那地方有多诡异？再加上由他出手，提前唤醒了里面的东西，阮星这回死定了。至于顾叶那群人，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偏要和阮星混在一块儿，自己找死。此时阮家隔壁的别墅，少爷，这直播间里的人好像是叶少，他们怎么跑去龙井别墅直播了？刘管家无意中看到了顾晨在看直播，一眼就认出了里面的顾叶。听说那幢别墅很邪门的，不行，我得马上通知老太爷。只有老太爷还有办法联系到那边的人，说不定现在赶过去，还能把叶少救出来。叶哥，你快看这个直播间！李涛面色苍白的拿着手机走到顾叶的面前。顾叶见他神色有异，疑惑的将手机接过。只见叶凡那边的直播间里，居然看到他们几个就站在客厅，明明自己等人也同样待在客厅，却没有发现叶凡他们的身影。难怪李涛吓得脸都白了，这 TM 不是撞鬼了吧？顾叶惊得差点把手机给扔出去。见顾叶神色有异，李明也拿出自己的手机，点开叶凡那边的直播间。这下吓到的人又多了一个。这怎么可能？
李明惊叫。而同一时间，叶凡那边在陈轩的提醒下也发现了不对，明明处在同一个空间，却听不到对方那边的声音。直播间里，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相同，却看不到彼此。叶凡等人同样被吓得够呛，这假的吧？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弄出来的？之前假装从后门进入别墅，其实是去了早就搭建好的布景那里，想吓唬我们。许阳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不太可能。哪知这个猜测马上就被叶凡给否了。我了解那小子，既然说好了要通过这种方式比个高低，他就不会搞这些小动作。他不是不遵守约定的人。要说最了解你的，还得是你的敌人。叶凡和顾叶从小打到大，对彼此的了解可以说完全不输给身边的至亲。顾叶那边也是一样。当李明提出会不会是叶凡那边故意骗他们进来耍他们时，他也立马否定了这一猜测。否定的理由和叶凡差不多，既然不是对方在搞鬼，那就是说他们遇到的是真鬼。两边的人同时感觉后背发凉，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这个猜测简直比被对方恶搞还要可怕1000倍好吗？此刻他们倒是希望是叶凡和顾叶猜错了，就是他们两边的人故意玩的花样。我们不上去吗？不是说要去探秘吗？阮星还是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刚才他们凑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阮星可没有闲着，他把1楼客厅都查看完了。1楼很脏也很乱，地上还有警察当年画的痕迹固定线，哪怕已经过了20年，那些当年画出的线条还是能清晰看到，并没有被破坏。除了这些痕迹固定线，还有当年留下的血迹，以及各种由其他人带进来的垃圾，岁月之下堆积的厚厚灰尘。本来像这种还未侦破的命案现场是不许他人进入的，但因为命案已经时隔了20年，估计连警方都已经放弃了调查，外面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有人为了猎奇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也就不稀奇了。现场的血迹很乱，看得出来当年这里经历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光看已经发黑发暗的血迹就能让人后背发凉的程度。不过阮星倒是不害怕，毕竟周围还有这么多人陪着，又不是让他一个人进入这幢别墅。你还想上去？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严峻？李涛示意阮星看手机，这妹子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是反应慢半拍，还是天生胆子大？咦，他们也在这里吗？为什么看不到他们？阮星看着手机上叶凡他们的直播间，随后又像好奇宝宝一样的四处张望，想找出叶凡他们。此时的叶凡等人还在客厅，而且还站在他们所站的位置，但是双方就是看不到彼此。你终于发现了，都这样了，还去什么2楼？赶紧走吧。李涛现在已经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确实是鬼片爱好者，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就想见到真的鬼。叶哥，咱们走吧，这个地方真的太诡异了。李明也吓得直哆嗦，早知道他不来了，吓死个人了。我可是我们家8代单传的独生子，我要是死在这里，我们家可就绝后了。他哭丧着脸，要不是看顾叶他们都没动，他早就先跑了。好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彼此？阮星还大胆地伸出小手到处摸，想看看能不能摸到叶凡等人，结果当然是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摸到。另一头，杨雪儿也在劝说叶凡赶紧离开。凡哥，求你了，带我走吧，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这里好可怕。他吓得都快哭了，早知道他就称病不来了，跟着来干嘛？他只是想钓上叶家的继承人，让所有人羡慕，可不是想要去死啊！这里的脏东西也不知道会不会杀人，真是越想越怕。凡哥，要不我们走吧，这地方不对劲儿。连陈轩也这么说。对对，我们赶紧走。其他人纷纷点头附和，只有叶凡还在若有所思。直播间里的弹幕也很热闹，还不快走，这还有什么好想的？真想死在这儿啊！走什么走，当然是留下。要是拍到真鬼，这些人肯定会红遍全国，人家本来就是富家子，又不是明星，要红干什么？我也赞同别走，来都来了，当然是上楼看看啊，说不定20年前的真相就要拉开序幕了。楼上的，咱俩英雄所见略同。不是吧，叶哥真撞鬼了？不要啊，我的樊少，你可不能死啊！樊少快出来啊，别逗了，太危险了。不止名门高中的学生，连贵族高中的学生也来凑热闹了。本来2人在各自的学校就是风云人物，能吸引来本校的学生，倒也不是什么太让人意外的事。大家看到没有？我怎么看到那个楼梯转角那里站着一个人呢？我也看到了，差点把我的假牙吓掉了，我的眼睛已经吓掉了，好吓人。这时候不得不祭出我的棉被护体。顾晨此刻还在看直播，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出现在楼梯转角处的人影。有意思，还真有意思。他手托下巴，眼中满是欣慰。少爷，老爷那边已经找了松华道长过去了，希望能来得及。正好这时管家已经打完电话回来了。松华道长就是那个老头子一直十分信任的大师。顾晨已经10年没有回过家，对松华道长所知不多，只知道那是他父亲极为信任的一位高人。除了他父亲，上流社会不少有权有势的人也都是他的客户。正是他，还好老爷与松华道长交情深厚，否则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想请到松华道长出面可不容易。刘管家一脸庆幸，虽然他常年跟着自家少爷待在国外，但对顾家的小辈也都是爱护有加。
顾烨虽然淘气，但也是一个好孩子。刘管家当然不希望他出事。刘管家备车吧，我要出门一趟。顾晨突然起身，少爷是打算亲自去接叶少爷？刘管家眼睛一亮。顾晨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走向了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间他的私人实验室，实验室里有他需要的东西。刘管家，少爷不说话，看来是真的打算去带叶少回来。刘管家，呜，谁说豪门无真情？他们家少爷可真是太好了。顾晨还不知道，自己一个不经意的举动，竟能让刘管家想这么多。他要是知道，估计只会给他一记白眼。另一头，龙氏总裁龙渊浩正在自己居住的大平层内看着直播。他看的直播间，赫然就是顾烨和叶凡所在的直播间。一部手机，一部平板，2个直播同时观看。总裁，要不要我去和走一那边打个招呼，将这2个直播间封了？助理站在龙渊浩旁边，一脸严肃地问道。这个助理已经跟着龙渊浩10年了，早就知道龙大海一家的事，在这位龙总面前那就是禁忌。现在有人公然跑到龙井别墅去直播，这不是作死是什么？看他家总裁这副不发一语的样子，助理心里有些慌。半晌，龙渊浩才缓缓开口：不用，随他们去吧。龙渊浩让助理倒了一杯酒过来，随后让他先回去，自己一个人看着直播喝着酒，记忆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他是5岁那年回到龙家的，5岁那年养育他的妈妈因病逝世，他被龙大海接回了龙家。龙家虽然承认了他的身份，但却从未真正接纳过他。龙夫人容不下他，要不是他确实是龙大海的儿子，而他妈妈也已经不在，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他早就被丢出去了。龙元浩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在龙家也一直谨小慎微，就怕行差踏错。好不容易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他考到了海事的学校，就想离家里远一点。大2那年，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上课，却突然被警方找上了门。他那时才知道，他亲爸一家居然被人灭了门，整个别墅上下无人生还，连佣人和家里养的狗都被杀了。龙家人的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龙家唯一的幸存者，他一下子从龙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成了唯一继承人。只是这对他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外界种种猜测扑面而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被当成了灭门案的幕后黑手，警方将他当成了主要怀疑对象，将他所有的社会关系、银行流水查了个遍，最后终于证实灭门案与他无关，才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哪怕警方已经不再怀疑他，周围的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他是幕后真凶的猜测从未消失过，哪怕到了今时今日。其实龙井别墅闹鬼的事，他不是没有听说，这个传闻很早之前就有了，甚至在传闻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找了大师上门，为的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把亲爹一家的魂招出来，问出凶手是谁。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至于龙井别墅，那里他20年了只去过一次，是在他亲爹一家被灭门的几天后，去了一次之后回来就连续做了1个月的噩梦。在这之后过了许多年，他也再没有去过那里第2次。回忆中的龙元浩悠悠叹了口气，将思绪勉强拉回。突然在看到某个一闪而过的画面时，他手中的酒差点被打翻了。那是他瞳孔微缩，久经商场的他已经很久没有露出过这种表情。我刚刚没有看错吧？那个站在2楼扶手处的女人身影怎么这么像薛美云？是真的像。当年我们家和龙家有生意往来，见过薛夫人，她就是薛美云。楼上能不能说清楚薛美云是什么人？对啊，薛美云是谁啊？没听说过。卧槽，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薛美云就是龙大海的老婆。听说当年薛美云也是个厉害的，自己老公这么花心，她的家世也不是特别好，却能一直坐在龙氏总裁夫人这个位置上，手段可以说相当了得。卧槽，真见鬼了！如果这是假的，我也佩服这2个主播，敢在灭门案的案发现场弄个假的来，这胆子没谁了。反正我不行，我觉得这不像是假的，可能是真见鬼了。叶哥，你快看弹幕，他们说这2楼扶手那里有个女人，而且还是赵鹏吓的话都说不清楚了，不会这么邪门吧？是谁啊？顾烨皱眉问。是龙大海的老婆。赵鹏压低了声音，小声说道。什么？众人一惊，顿时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叶哥，别想了，快走吧，这时候就别惦记着输赢了，我们赶紧走。赵鹏催促着顾烨做决定，而顾烨现在心里也是毛毛的。走，先离开这里。最后他下定了决心道，虽然先走可能会被叶凡嘲笑，但嘲笑2声哪有小命重要。好嘞，咱们走。一听要走，所有人差点没喜极而泣，只有阮星还没有玩过瘾，走的时候颇有些不舍，频频回头张望。另一个直播间，叶凡也做了同样的决定，他和顾烨的胜负没有兄弟们的命重要。双方同时跑向了别墅大门的方向，画面里双方还是没有碰上，完全感应不到彼此的存在。不行啊，叶哥，这门打不开。邹飞使劲想把门拉开，但是不行，让我来。赵鹏和李涛赶紧上来帮忙，直播用的手机已经暂时交给了阮星保管。3个人一起上都不行，李明看不下去了，也跟上去搭把手。最后连顾烨也上了。5个大男人，不管是用拉的还是用撞的，
都拿这扇铁门没有丝毫办法。最后力气用尽了，5人也只能放弃从正门出去的打算。5人带着阮星赶紧朝后门跑去，结果后门也是一样，明明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可是出去的时候这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可恶，后门也打不开。叶凡这边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前后门都是过了，大门就是纹丝不动。翻墙吧。许阳指了指周围的院墙，我不行，我翻不过去。杨雪儿今天穿的短裙，要是去翻墙，那不是走光了吗？他面露难色，希望叶凡能想点其他办法，不能翻就等死。叶凡也不惯着他，示意兄弟几个翻墙出去。几个男生倒还好，本来个子就高，都在180以上，但杨雪儿就惨了，她的身高只有162，如何能翻得过这3米多高的院墙？杨雪儿觉得他们想丢下自己，嘤嘤哭了起来。不是我不想翻，是这墙实在太高了，我想翻也翻不过去啊。他一面哭一面解释道，去找把梯子过来。叶凡到底没有丢下杨雪儿不管，毕竟是自己带来的人，总不能真不管他的死活。许阳负责去找梯子，很快就从杂物间找了一把梯子过来。有了梯子，翻墙就容易多了。杨雪儿踩在梯子上，终于翻到了墙头，但墙外可有3米高。她虽然没有穿高跟鞋，但还是不敢就这么往下跳。我们先下去看看情况，你等会儿再跳。叶凡第一个跳了出去，下一秒，跳出院墙的叶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凡哥！众人一惊，随即大声呼喊起来：凡哥，你是不是被好朋友抓走了？我可怜的凡哥啊！张少强为了方便翻墙，暂时把手机放进了衣服口袋里。直播间的人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能听到张少强哭天喊地的声音。怎么了？怎么？有人死了？听这意思，好像是那个叫叶凡的男生被脏东西抓走了。不是吧？不是吧？凡哥，你可不能有事啊！我可怜的凡哥，人家还没有和你生猴子，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楼上的，我知道你是谁了，拜托你别吓我凡哥了，别真把人家吓死了。别哭丧了。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这赫然就是叶凡的声音，就是声音传来的方向有些奇怪。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叶凡不知何时竟然回到了后院，此时正站在花园正中央。凡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对啊，凡哥，你这不声不响的想吓死人吗？不对啊，你怎么进来的？那门不是打不开了吗？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先是兴奋，随后又是满脸疑惑，想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你们跳下去看看就明白了。叶凡也没有解释，只是示意让他们自己翻出去看看。很快，不明所以的许阳和张少强就当真翻了出去。下一秒，2人同时出现在了叶凡身边。这是怎么回事？杨雪儿吓得失声尖叫。还不明白吗？我们出不去了，下去吧，不用费力气了。陈轩耸了耸肩，还算淡定的径直翻身跳下围墙。瞬间，他也出现在了叶凡身边。你明知道出不去你还跳？许阳无语的看他。我是懒得再从墙上爬下来，还得走到这边，太麻烦了。陈轩无所谓道，还得是你啊，要说人家是学霸呢，脑子就是活。杨雪儿就惨了，她不敢跳，只能慢慢顺着梯子爬下来。爬下来的时候脚都软了。另一头，阮星这边的情况也是一样，叶凡他们经历的，顾叶这边全都经历了。不过到了阮星这里，过程就有所不同。杨雪儿是怕的不敢跳，阮星却是觉得玩不够。体验了一把瞬移的感觉之后，他觉得很有意思，竟还想多体验几次。要不是顾叶等人拉着他，他还真玩上瘾了。你可消停点吧，姑奶奶，我们都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还玩呢。苏菲一把拉住不安分的阮星，就差给他跪了。这妹子的精神状态可以啊，一帮男生都快被吓尿了，就她还好好的，还在玩。要是真有鬼，我估计这妹子得第一个领盒饭。赞同，鬼片里那种嘴硬不怕死的，一般都是最快领盒饭的，这可不见得，这群人都死光了，他也不会死的。一个 ID 名是灾星远离我的网友忽然发了这么一句话，赞同，他可不会死，死的只会是别人。这个说话的网友 IP 地址和楼上一看就是同一处地方，楼上是不是知道点什么？这小妹妹难道是什么高人不成？不会吧，又不是小说，哪来这么年轻的高人？就是，不信的话就往下看咯。发完这条弹幕，陈小梅拿起一旁的可乐灌了一大口，随后还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她是阮星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原本她也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走到哪里都要被尊称一声姐的存在，却因为一个阮星，硬是被迫改邪归正了。初中时，她霸凌、抢钱、打人、泡网吧、早恋，考试直接交白卷，学生不能做的事，她全做了。高中时期，她什么也做不了，像是被折断翅膀的小鸟，还得被逼着和阮星一起学习。最后，阮星没有学出个名堂来，他倒是成绩进入了年级前100，父母因此喜极而泣，直呼他想通了，终于学会做人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梅，来吃水果。妈特地区市场买的新鲜草莓，可贵了，都留给你一个人吃。陈小梅的妈妈端着一盘一看就盘2条顺的草莓进来，一进来就正好看到了电脑屏幕上的阮星，顿时她眼睛一亮，这不是阮星那孩子吗？你不是说他转学之后就不和你们联系了？你们这是又联系上了？
这小姑娘可真是好孩子，带着你一块学习，还帮你改掉了那些坏毛病，这种朋友才值得交。你以前认识的那些黄毛，哪比得上她半点？可惜这孩子转学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回来。陈小梅妈妈想到阮馨，心里十分不舍，就是这个女孩改变了自己的女儿。要知道，她和他们家老陈光是藤条都打断了好几根，这都没能改变女儿，但阮馨却做到了。光这一点，就值得陈家把阮馨供起来。得知阮馨转学的时候，他心里那叫一个舍不得。快跟妈说说，阮馨这孩子转哪儿去了？现在在哪儿念书？怎么才能联系上他？陈小梅妈妈看着女儿，一脸期待地问道：“妈，人家的女儿你这么关心做什么？听说她是被有钱人家认回去的，以后的日子肯定差不了。再说了，人家早把联系方式都换了，我可找不着她。阮馨的号码还真没换，但她又不是受虐狂，怎么可能主动联系对方？更不可能把阮馨的联系方式给她妈。阮馨并不知道，还有陈小梅妈妈在惦记着她。确定出不去之后，几人不得不返回了别墅。现在怎么办？难道我们真要被困在这个地方，永远出不去了？”李明哭丧着脸，心里再次深深后悔跟来这里。肯定有办法的。顾叶有些烦躁，可他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我听说用童子尿可以，要不我们在周围撒点童子尿吧？苏菲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童子尿！几个男生齐齐惊呼。阮馨眨巴着大眼，好奇地盯着他们。要不你来？赵鹏已经拿回了自己的手机，重新开始负责直播的活儿。我开什么玩笑？小爷我万花丛中过，怎么可能还是童子？苏菲立马言辞拒绝，那叫一个激动。巧了，我也不是。李涛按了按眉心，摇头表示叶哥。所有人看向了顾叶，滚，老子不是！顾叶连耳根子都红了，大声叫嚷着。那赵鹏，行吧。虽然知道叶哥肯定是，但为了叶哥的面子，他们还是不要拆穿他了。要是叶哥下不来台，他们可就惨了。几个男生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没人有胆拆穿顾叶。我肯定不是啊，我幼儿园就开始交女朋友，怎么可能还是童子身？赵鹏忙道：“那个，其实我是。”李明小心翼翼地举手，举手的时候脸都红透了。虽然这样说有些丢脸，但丢脸总比丢命强啊！他宁愿被笑，也不想死。这小哥，你们看，他脸都红了。没想到，都是18岁，结果就一只童子鸡。老子28了，都还是童子身呢，他们居然18岁就已经不是了。苍天不公啊！太不公平了，不愧是大少爷，身边从不缺女人。不是吧？你们还真信那几个不是啊？我是学心理学的，那几个一看就是在说谎，完全就是为了面子死撑。一个自称学心理学的网友出面提出质疑，早看出来了。你们看，顾叶小哥耳朵都红了，虽然天比较黑，但这手机像素可以啊，看的还是很清楚的。那肯定清楚啊，赵鹏用的手机都是好几万的特别定制款，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有钱是不一样，手机都有特别定制的。嘿嘿，你们说，他们几个要是知道已经被广大网友看穿了，会是什么反应？可能会想找个洞钻吧。楼上真损，不过我喜欢。既然你是，那你就快去尿吧。苏菲见总算有人出来承认，赶忙说道：“这里有个空的饮料瓶，正合你用。”李涛从地上的垃圾中找到了一个空的饮料瓶，快去啊！赵鹏也在催促。阮馨就这么看着李明红着脸拿着空瓶去到另一个房间。另一边，叶凡的直播间，有网友刚从顾叶他们直播间过来，马上和他们说了顾叶那边的操作，知道他们打算用童子尿，这边也打算试一试。一样的，没人肯在直播的时候承认自己是童子身，这也太丢人了。叶凡可不管这么多，直接让他们3个自己商量，出一个人出来。至于派谁出来，他不会过问，只看结果。最后，陈轩等人商量了一下，不知道他们承诺了许阳什么好处。反正最后承认自己是童子身的只有许阳。许阳全程哭丧着脸，一看就是被逼着站出来的。杨雪儿在一旁干看着，完全不敢发表意见，只当自己是聋子瞎子。这时候不管说什么，都有可能被人当成是嘲讽。他又不傻，可不想得罪顾叶的兄弟。另一头，李明已经尿完出来了，他拿着一个装满液体的瓶子，所有人瞬间离他3米远，半步不想靠近他。李涛还夸张地捂着鼻子。下一步呢？童子尿有了，下一步怎么做？顾叶看向苏菲，应该是把童子尿沿着墙撒一圈。苏菲想了想说道：“李明，交给你了。”顾叶示意李明行动，李明无法，自己的尿自己撒，他只能拿住装尿的瓶子，开始沿着墙角撒上自己的童子尿。你省着点撒，不要一个地方撒太多，要是不够怎么办？赵鹏还在一旁出声提醒。鹏哥还提醒他尿要省着点用。我鹏哥是懂节省的。李明刚把尿洒到地上，一股尿骚味就已经开始在屋内蔓延开来。我的天，这味儿！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有点上火？李涛受不了了，冲到窗边将窗户打开，想要散散味。你疯了？这里有那种东西，你还敢开窗？苏菲冲他瞪眼，这里这么臭，
不得开窗散散味儿啊。李涛不管苏菲说什么，这窗他还开定了，有鬼就有鬼嘛，反正有那种东西在，这窗户开不开也没差别。那玩意儿可是会穿墙的，人家不会直接穿墙进来啊，让他开吧，是挺臭的。顾叶也有些受不了，小明回去吃点药降降火，你应该是上火了。阮星嫌弃的捂着小鼻子，觉得这味道确实上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你们还嫌弃我的尿臭。李明差点没委屈哭了。就在众人想着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安慰一下这小子，以免他罢工时在场众人吓了好大一跳，因为在他们身边居然出现了另一伙人。这伙人正是从刚刚开始就不见人影的叶凡一行人。是你们，是你们！双方人马碰面，各自惊得差点跳脚。想想看，自己身边冷不丁出现不止一个人，是个人都会被吓到的。你们怎么突然出现了？顾叶看着叶凡，眼神又惊又疑。我才想问你们，从刚刚开始就不见人影，你们去哪儿了？叶凡同样满心疑惑。直播间里的网友们也通通炸锅了，这绝对不是特效，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算什么？两个空间融合了？妈呀，细思极恐，还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是撞邪了呗？顾叶，我们一直在这儿。叶凡，巧了，我们也一直在这儿。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眼神透着深深的惊恐，但谁都没有表现出来。开什么玩笑？他们可是校霸，怎么能在小弟面前露怯呢？一定是刚才的童子尿打破了空间的阻隔，我们这才能看见彼此。李涛右手捶左手，一副肯定就是这样的表情。除了这个原因，众人想不到别的原因能让他们突然之间又能看到彼此了。现在怎么办？我们得想法子出去啊！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杨雪儿嘤嘤直哭，让她别哭了，已经够烦人的了，她还哭个没完。顾叶烦躁地瞪了叶凡一眼，让他管管自己带来的妞。闭嘴！叶凡冷眼一扫，杨雪抽抽搭搭地闭上了嘴。阮星一直盯着叶凡等人，眼神好奇到不行了。这样突然出现，好像魔法哦。宿主，这地方真的不对劲儿，好重的阴气，一定有脏东西在周围。宿主，你可千万要小心。系统在阮星脑子里哭唧唧，果然不愧是带玄学标签的书，这里居然有真鬼，好可怕！统统他还小，怎么能这么吓唬他一个婴儿童？系统怕的抱紧弱小的自己，阮星倒是一点不怕，他还有心情安慰怕的瑟瑟发抖的系统。不怕，我会保护童子的。阮星在心里软软的说道。他家宿主真是一个好人，居然还想要保护他，怎么这么善良可爱啊？宿主，我感应到2楼是全屋阴气最重的地方，你千万不要上2楼，只要待在1楼，应该暂时还是安全的。系统开始对着阮星叮嘱，可惜你现在积分不够，否则可以直接买一个护身符带在身上。系统出品的护身符肯定都是好东西，但好东西就代表着不便宜，一个最低级的护身符都要10个积分，而阮星现在所拥有的积分不足10积分，这可怎么办呀？系统要是有头发，8成已经被愁白了。不是，宿主你干嘛？让你不要上2楼啊！系统看到阮星的动作，吓得整个桶尖叫起来。阮星觉得他叫得太大声，还给他晋升了。系统，你又来，不过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宿主有这个权限，可以把系统关小黑屋，还可以随便给系统晋升吗？听前辈们说，他们系统不是不受宿主约束的吗？他们主统双方只是合作关系，甚至系统的权限往往是高于宿主，宿主伤害不了系统，系统同样不能伤害宿主或是主动脱离。为什么他家宿主可以有这么大的权限？这不对劲儿啊！反应慢半拍的系终于发现了问题，不行，他要向上级投诉。难道是他的出场设置出现了问题？给宿主开了什么权限不成？我们真要上去啊！我感觉2楼好可怕。李明站在阮星身侧，一副恨不得躲到阮星身后的表情。你有点出息好不好？你看看人家阮星，人家叫过一句怕吗？顾叶瞅了他一眼，眼底满是嫌弃。虽然李明有点丢人，但其他人倒是没有落井下石，跟着嘲笑他。不为别的，只因他们也觉得这地方可怕。谁知道后面被吓得发抖的会不会变成他们？做人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后路，不能到最后反而被自己丢出的回旋镖射中。阮星看着吓得发抖的李明，柔声安慰：不怕不怕，这里不是什么也没有吗？没有什么好怕的。女孩声音软糯，听起来像是在撒娇一般。阮星，你胆子好大！李明差点哭了，他的胆子居然比阮星还小。阮星可是出了名的爱哭，没想到一个爱哭鬼都比他胆大。阮星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脯，他胆子可大可大了。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上这2楼？之前直播间里，2楼不是。叶凡欲言又止，没敢提那几个字。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被困在这里，对方一定有目的。既然出不去，倒不如上楼看看，或许到了2楼，我们会找到出去的办法。陈轩推了推眼镜，淡淡说道：胡闹，你们要是待在原地，还可能有一线生机，要是上了2楼，一定十死无生。一个名叫龙虎山弟子刘大壮的账号突然发了这么一段话。卧槽，龙虎山的弟子都出来了，这真的假的？假的吧？这是真的，我就是大壮的粉丝，他是真的龙虎山弟子。
有这儿的，这剧本越来越真的，连龙虎山弟子都出来了。楼上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这是剧本吧？同一时间，一辆豪车内，年过60的松华道长正带着自己的2个徒弟往龙井别墅赶去。师傅，他们上2楼了。清风一直在盯着平板电脑，一见顾烨等人上了2楼，立马向师傅禀报，给为师看看。松华道长话音未落，平板就已经被递到了他面前。只见直播间内果然看到顾烨一行人正在往2楼去，楼梯都爬了一半了。司机，麻烦再快点。松华道长皱了皱眉，眼底浮现一丝凝重，希望能来得及。龙元浩也在盯着直播间，看到他们往2楼走去，眉头越皱越紧。之前出现的那道人影，确实是龙大海的妻子薛美云。此刻他就在2楼。薛美云不是好惹的，他们要是去了，可能就再不能活着从龙井别墅出来了。不忍心见他们作死，龙元浩上了自己的账号发了一条消息：别去，不能上去，你们只要在1楼待到天亮就能出去了。龙元浩之所以会知道出去的办法，是因为之前闯进去的那些人能活下来的，几乎都是这么逃出来的。而上了2楼人，无一例外都再也没有出来，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这些事情上面虽然一直保密，但他身为龙家的主人，还是知道的比其他人要多一些。龙元浩出现的时候，金色的巨龙降临直播间，这是专属于他的黑钻用户特效。抖音的用户分为普通用户、黑铁用户、白银用户、黄金用户、钻石用户、黑钻用户。只有在抖音打赏超过1亿的人才能成为黑钻用户。每一个黑钻用户都有自己的出场特效，这是抖音专门针对黑钻用户放出的福利。特效还都是抖音的工作人员和用户沟通之后专门为其量身打造的。金色巨龙一出场，立刻震慑全场。哇塞，是黑钻大佬登场了，厉害啊！连黑钻大佬都来了，居然是龙行天下大佬。看到弹幕闪个不停，龙元浩眼中隐隐透着不耐。还好他是黑钻用户，他发的弹幕永远不会被其他弹幕淹没，否则他刚刚发的那句话就白发了。叶哥，你看，龙行天下刚才发了一条弹幕，让我们不要上2楼，回1楼等天亮就能出去。赵鹏率先注意到了这条自带特效的弹幕，连忙大声说了出来。我这边也有，也是龙行天下发的。张少强也举起了手机，手机上的特效十分显眼。要不我们还是下去吧，别上2楼了，听他的，在1楼等天亮。李明一听可以不用上2楼，第一个就跳出来支持这条弹幕。这个龙行天下好像知道些什么，听他的也行。张少强点头附和道：那就下去吧。叶凡和顾烨交换了一个眼神，同时决定。几人正想下楼，却发现来时的楼梯居然消失了，他们几人已经出现在了2楼的走廊上。许阳，这是怎么回事？李涛，一定是那个东西，他不想我们下去，早知道不上来了。那个龙行天下知道也不早说。李明直接哭了出来。哇，我不想死在这儿。杨雪儿也跟着哭了起来，2个胆小的凑在一块儿，哭声此起彼落。够了，我们还没死呢，不用提前哭丧。叶凡忍不住冲着2人低吼一声。顾烨冷声呵斥：闭嘴！杨雪儿和李明像2个小可怜儿一样的乖乖闭上了嘴，不敢触这2人的眉头。现在怎么办？我们被困在这儿了，后路已断，众人难免惊慌。这一下是真的连逃都没得逃了，还能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希望我家里人看到了我们的直播，能派人来救我们。应该有人帮我们报警吧？这种情况，你们觉得警察来了有用吗？应该联系和尚，不知道是吧？苏菲白了说叫警察的那人一眼，这个还真没法反驳。这种情况，警察来了也解决不了。2楼的房间有7个，每一扇门都是关着的。走廊的灯不知何时被打开，灯光一闪一闪的，很有鬼片的感觉。这灯，这里不是早就断了水电了吗？怎么还有灯？刚才他们在1楼的时候，都是全靠手机和手电筒照明，因为根本没电。2楼怎么可能会有电？肯定是主人家帮我们开的灯。李涛吞了吞口水，鬼片爱好者也扛不住啊，鬼还没出来呢，就这么刺激了。要是真出来还得了，看看弹幕怎么说，有没有人能给点提示？许阳想到了什么，急忙看向张少强。张少强却是面色凝重，消失了。他蓦然开口，什么消失了？许阳不解，观众消失了，一条弹幕都没有了，直播间还开着，但是没人了。他把手机转了个方向，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另一头，赵鹏也是一样的操作，我这边也是一样。果然，2个直播间一条弹幕也没，但观看人数却提示有18位观众在线。18位，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吗？这18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许阳嘀咕一声，陈轩却在此时说道：当年龙家灭门的时候，算上那只一起被杀死的鬼，就是18位受害者。轰隆，外面突然响起一道雷声，啊，鬼啊！突如其来的雷声吓得众人尖叫连连，差点喊得破音了。哪怕强作镇定的顾烨和叶凡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别怕别怕，没事，就是打雷。系统安抚着被吓到的阮星，阮星拍着小胸口，一脸怕怕，吓死我了。
最怕这种突如其来的雷声。阮星捂着耳朵，确定再没有雷声传来，才试探着将小手放下。没事了，就打雷而已，至于把你们吓成这样吗？顾叶轻咳一声，故作镇定道：叶哥，你就别装了，刚刚叫的比我还大声，你自己不也被吓得够呛？苏菲忍不住拆他的台，叶凡在一旁嗤笑出声：笑什么笑？你刚才叫的可比我大声多了，你当我没看到吗？还有脸嘲笑他？有本事自己别叫啊！顾叶不甘示弱地对过去。切！叶凡只当没听到，把头撇向一边，一直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我们先找个房间进去休息一下。陈轩提议。大学霸，你没事吧？这些房间我一间都不敢进，你还想让我们进去休息？李涛不敢置信地瞪大眼。陈轩，你没事吧？许阳和张少强同时用你是不是被吓傻了的眼神看他。陈轩嘴角一抽，无语道：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不是吗？还不如先找地方休息一下，我宁愿在走廊站着，也不进房间。赵鹏道：我也是。李明猛点头：我也不要。杨雪儿举起雪白的小手，泪珠子还挂脸上呢。阮星，你是谁？众人，阮星同学，你们不是见过吗？他不就是陈轩？你这么快就忘了？苏菲疑惑地看向阮星，他不是陈轩，绝对不是。我就怕你身边的人会出问题，所以刚刚特地用了系统所自带的功能，把在场所有人都扫描了一遍，最后发现这个陈轩身上阴气爆表，他绝对被附身了。系统几乎是尖叫出声。不过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来，要是被拆穿，谁知道这东西会做什么？系统还在说着话呢，不想下一秒阮星竟直接说：他不是陈轩哦，他身上的阴气很重，他被附身了。啊！你不要作死啊！系统尖叫，阮星直接给他消音。可怜童子他刚刚才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下一秒又被晋升了。还有比他更可怜的童子吗？附身！不管是真是假，在场所有人瞬间逃离了陈轩身边。附身？真的假的？嘴里这么说着，许阳等人还是离陈轩远远的，那是一点险不可冒啊。阮星同学，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玄门中人？李涛一脸震惊。大佬竟在我身边，难怪和这姑娘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了，原来人家是高人。我不是啊，不过阮思柔好像是。阮星小眉头微微轻蹙，想到了之前童子说的话。童子好像说过的吧，阮思柔是玄门中人。什么？惊天大瓜，阮思柔居然是玄门的。李涛刚刚也就那么一说，没想到身边居然还真有玄门中人，而且还是他认识的阮家贾千金，下巴都差点给他惊掉了。别管阮思柔是什么人了，就算他是玄门中人，难道还能马上来救我们不成？顾叶没好气道：还是别废话了。阮星同学，你刚才说陈轩被附身了，是开玩笑的对吧？张小强小心翼翼地问道。不是啊，他确实被附身了。阮星肯定地点了点小脑袋。系统除了在他身上错过几次之外，在其他人身上从未出过差错。你们不会真信了吧？我怎么可能被附身了？陈轩一脸你们别闹了的无奈表情。阮星同学，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得罪你了吗？所以你才跟我开这种玩笑？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着阮星问道。不是玩笑。阮星回望他，小脸上满是认真。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了，之前就是他让我们上2楼的，还想带我们进房间。李明站在阮星身后，指着陈轩嚷嚷。被李明这么一提醒，他们也想起来了，确实就是陈轩说既然出不去，不如去2楼看看，找找出路。他们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便干脆上了2楼。还有刚才陈轩还想带他们去房间休息，这个人难道真的不是陈轩，而是屋子里的脏东西？原本半信半疑的众人经过这么一提醒，心里的怀疑反而更深了。众人又退后了2步，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们不会再靠近陈轩了。要是误会了他，大不了以后再向他道歉。这要是真的，身边站着一个鬼，想想都毛骨悚然。有意思，你怎么看出来的？陈轩的声音居然变了，变成了一个粗犷的男生，和他原本那文质彬彬的气质极不相符。他真的被附身了，这不是陈轩那家伙的声音。众人吓得尖叫。阮星面对对方的问题，并没有想要回答的意思。童子说了，不能说出他的存在，自己都答应童子了，当然要守信用。不说是吗？那就去死！陈轩一步步朝着战战兢兢的众人走去，他的眼睛已经变得一片白，这哪里还是正常人的眼睛？走啊！顾叶一把拉起阮星，拔腿狂奔，其他人也跟着逃，就连柔柔弱弱的杨雪儿也跑得飞快，就怕把自己落下。可这2楼就这么大，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很快，一行人就被逼到了走廊的尽头。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大阳台，从阳台上本该可以看到1楼的花园，但现在他们被困在了2楼，外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楼下只有一片黑暗，像是在等人掉入这片深渊。呜！杨雪儿哭个不停，不过这回没人阻止她哭了，因为他们也想哭啊。陈轩已经追着他们来到了这个大阳台，几人挤在一起，再退就只能跳下去了。大哥，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来打扰你休息，不如你放我们走，我们买祭品烧给你啊，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房子、车子、美女还是冥币，你喜欢什么我们给你烧什么，全部都要也行啊。苏菲对着附身在陈轩身上的东西，就差求爷爷告奶奶了。对，这些我们全都可以烧给你，求你让我们走吧。其他人纷纷附和，想走可以，把你们身后那个小丫头交出来。陈轩突然露出一个古怪的笑，这个笑容为什么说他古怪呢？你 TM 谁见过有正常人笑的时候能把嘴巴笑到耳后根上去的？不可能。顾夜挡在阮星面前，与面前的厉鬼对峙。阮星是他带来的，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把他一个人留下？他顾夜出来混，可是讲义气的。不错，这不可能，我叶凡可不会为了自己活命牺牲女人的性命。叶凡往阮星面前站了站，和顾夜一起把他挡得严严实实。你们既然不愿意，那你们所有人就一起留下吧。陈轩的嘴角咧得更大了，众人看得害怕不已，甚至怀疑他再这么笑下去，他两边的嘴角不知道能不能绕脑袋一周。留下吧。就在陈轩想要扑向他们时，突然一个恢宏的声音响起：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黄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灵宝福命，普告九天，乾罗达那，洞罡太玄，斩妖伏邪，渡人万千，中山神咒，原始玉文，持诵一遍，却并延年，暗行五岳，八海之文，魔王束手，侍卫五宣，凶秽消散，道气长存。随着这道声音响起，一阵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传进众人耳中。什么人竟敢坏我好事？陈轩暴怒大喝，声音刺得人耳膜生疼。是松华道长。这个声音顾爷认得，这是他爷爷的老朋友。松华道长的声音，一定是爷爷让他来救我的，我们有救了。以前他还对松华道长的能力有所怀疑，觉得人家就是神棍，来家里骗吃骗喝的，没想到人家是有真本事，竟能从厉鬼手中救下他们。他以后再也不说松华道长的坏话了。随着碎裂声响起，一个老道士带着两个小道士出现在了二楼。来人正是松华道长和他的两个小徒弟清风和明月。清风、明月，先带他们走，这里交给为师。松华道长看他们都还活着，暗暗松了口气，随后对身边的两个徒弟吩咐道：弟子遵命。臭道士，你既然要找死，我就成全了你。陈轩丢下阮星等人，做事要朝松华道长冲去。松华道长见陈轩朝着自己攻来，举起手中的桃木剑做迎敌状，怎知陈轩不过虚晃一招，竟转身朝着阮星扑去。顾夜和叶凡还挡在他面前，陈轩直接用手一挥，也不见他用多大力气，两个身高超过184的少女就这么飞了出去。好在清风、明月及时出手，一人抓住了一个，把人带了回来，否则二人非从2楼飞出去不可。等二人惊魂未定的落地，却见那陈轩竟掐住阮星的脖子，一副要掐死他的架势。阮星小脸涨得通红，一阵泪意涌来，好难受，呜，不能呼吸了。阮星委屈极了，眼眶越来越红。住手！你放开他！阮星同学，你撑住啊！李明、赵鹏、李涛、苏菲，甚至就连叶凡那边的许阳和张少强都上前帮忙。几个少年对着陈轩手脚并用，李明甚至连牙都上了，都没能让对方松手。在众人的联手攻击下，陈轩没事，他们几个倒是打得自己手疼，李明更是连牙都咬疼了，感觉自己像是咬在石头上一样。通通让开！松华道长大喝一声，所有人瞬间退后，将战场空出来。从阮星脖子被掐，再到其他人冲上来帮忙，再到松华道长出手，一切不过发生在短短几秒钟内。松华道长也不废话，拿起桃木剑就朝着陈轩刺去。陈轩十分狡猾，一直抓着阮星，每次有剑刺来，他就用阮星的身体来挡。阮星被桃木剑戳中了好几下，再加上掐住他脖子的手像铁钳一样硬。终于阮星爆发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大颗大颗的往下掉。完了，阮星哭了，大家快闪远点！李明见状，赶忙往屋内跑，不敢再站在露台上。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这一幕，不明白阮星哭，他们为什么要跑？难道是担心他们看到阮星哭会跟着难受？轰！一道雷声带闪电，径直劈到了陈轩身上。啊！附在陈轩身上的脏东西发出凄厉的嘶喊，整个身体痛苦的不断抽搐。下一秒，一个男人的虚影从陈轩身上连滚带爬的跑出来。雷电天生克制一切阴邪之物，这厉鬼因为承受了一记雷击，整只鬼看起来破破烂烂，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该死！算你们好运！厉鬼转身便想逃，不想这时一道光突然射来，瞬间将这只厉鬼击倒在地。原本残破的魂体竟被一条隐隐透着荧光的绳子绑了起来。什么人？松华道长看着走廊前方的阴暗处，皱眉低喝：别紧张，是我。顾晨从阴暗处走出，身后还跟着刘管家。刘管家一身燕尾服，跟在顾晨身后，手上还拎着一个金属箱子，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小叔！顾夜一看到顾晨，差点惊掉了下巴。他小叔居然会来！
道长，还等什么？这东西我可不知道如何处理。顾晨没有理会顾烨，反而对松华道长说道。松华道长还以为来的会是哪位道友，没想到却是顾晨。既然如此，这只厉鬼他便不客气的接收了。只见松华道长双手掐诀，一道灵光打在那厉鬼身上，瞬息之间，厉鬼化为一只巴掌大的木头娃娃掉到了地上。哪怕变成了木头娃娃，他身上绑着的那根绳子也依然没有脱落，而是随着的那厉鬼的身体变化，也跟着变小。捡起地上的娃娃，松华道长疑惑地看向顾晨，这不像是法器，究竟是何物？松华道长盯着娃娃身上的绳子，越看越疑惑，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是法器，也不是鬼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一点小发明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越过松华道长，他径直走向了刚刚被扶起来的阮星。阮星同学，你还好吗？顾晨走到阮星面前，眼神温柔地问：“这是你小说？”叶凡站在顾烨身边，小声问道：“废话，不是我小说，难道还是你小说啊？我记得你小时候不是见过我小叔吗？这就不认识了？”顾烨白他一眼，没好气道：“丢下这句话，顾烨找他小叔去了。”叶凡突然看到了晕倒在地的陈轩，惊觉自己竟光顾着看人家小叔，把兄弟给忘了，赶忙和张少强和许阳一起将人扶起来。陈轩还没有醒，整个人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是脸色有些苍白，看着倒不像有事。而此时阮星摸着自己被掐出一个手印的脖子，一直咳嗽。刚刚脖子被掐得太紧了，老难受了。虽然眼泪已经止住了，但阮星还是觉得委屈，眼泪要掉不掉？脖子不舒服。阮星瘪着小嘴说道：“我这儿有药，很有效的，擦一点在脖子上，很快就好了。”说着，顾晨示意身后的刘管家。刘管家立刻从身上取出了一盒清凉油大小的小药盒，将其交到顾晨手上。顾晨把药拿到手后，打开了盖子。药盒里装着一种黑色的膏体，这种膏体隐隐透着金光，一看就很高级。他沾了一点药在指腹，开始帮阮星上药。阮星乖乖地伸长了脖子，任由顾晨帮自己上药。有人照顾，他是一点不想自己动手。先离开这里再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这里可不止一只鬼。见顾晨还有心情在这里慢慢帮女生涂药，松华道长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一言难尽那味儿。对，确实不止一只，直播间里可是有18只鬼。赵鹏想到了什么，惊呼一声道：“知道就快走，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们得赶紧离开。”松华道长冲着众人厉声道：“能走吗？”顾晨帮阮星涂好了药，语调温和地问：“可以，谢谢老师。”阮星乖巧地向对方道谢：“乖，这阮家的真千金怎么看起来这么好欺负？”顾晨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手感真是不错，看着好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松华道长看不下去了，自己走在前面，示意2个徒弟断后。松华道长想着自己本来的打算，原本他是想把这群人先带下去，自己留下和那只厉鬼斗法，没想到那厉鬼居然虚晃一招，还差点害死了一个人。这些鬼物果然狡猾，这次是他大意了。不论如何，先把人带出去再说。一行人匆匆走向楼梯，想要离开2楼。陈轩因为还没醒，由许阳背着一起离开。可就在这时，异变再生，原本已经被打通的楼梯，竟在众人眼前再度消失了。我们龙家可不是任由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原本紧闭的7扇房门竟同时打开了，一只鬼物从房间内走出来。为首的是一对穿着西装和红色晚礼服的夫妻，夫妻2人的身边跟着他们的一双儿女，男的看起来20出头，女的看着也差不多年纪。这一男一女的长相高度相似，只有性别不同，一看这2人就是孪生兄妹或是姐弟。除了这一家4口，其余的鬼都是做下人打扮，里面有佣人，有园丁，有管家，有厨师，生前的职业一目了然。龙先生、龙太太，这些孩子只是无意闯入，还请给他们一次机会。松华道长显然是认识这2夫妻的，眼神中带着隐隐的忌惮，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不想和这夫妻2鬼在明面上撕破脸。无意闯入，他们可不是无意中进来的。龙太太薛美云看着松华道长，似笑非笑道：“这个房子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瞒得过我们。”龙大海的鬼魂语带嘲讽地说道：“龙家一家4口，还有那些下人，通通都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他们的年纪永远停留在了他们死的那一年。此时的他们没有露出死相，看着其实和正常人相差不是太大。如果不是他们的肤色，一看就不是人类。谁能想到这会是一群死去多年的厉鬼？2位意欲为何？”松华道长直接问道。“很简单，留下那个小姑娘的命就行了，其他人我就看在你这老道士的面子上，让他们离开。”薛美云伸出白到发青的手指，指向了乖乖在众人中间的阮星。“又是我！”阮星指着自己，双眼瞪得大大的。明明这里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都想杀她？她那么漂亮可爱，招人喜欢，这些鬼居然想杀她，太过分了！阮星不服气的在心中嘟嚷着：“别气了宿主，这些鬼可能就是看你太可爱了，所以才想带你下去。
好让你永远陪着他们。见宿主不开心，童子出声安慰，这安慰显然真的有把阮星安慰到，气一下子就消了一半。觉得我可爱也不能这样啊，这样太霸道了，不好不好。他一副认真的样子，在心里和系统说道：“老道士，你怎么说？”松华道长皱眉看着这一切，眼中有犹豫有挣扎，最后悠悠的叹息一声：“不行，这个小姑娘的命我不能交给你们。为了救更多人，而放弃一人，明面上看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被放弃的那个又何其无辜。松华道长做不出这种事，你别想了，我们不会把阮星交给你们的。不错，你休想，阮星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就是这样，所有人都站在阮星面前护着他。阮星感动不已，大家真是好人呀。杨雪儿虽然有几分心动的想要留下阮星，然后自己逃跑，但她还是有点良心的，这种事她还真不太做得出来。犹豫了一下，她没有吭声，就这么站在叶凡身后。既然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龙夫人话音刚落，2楼所有的鬼瞬间露出死相，有的身上被捅了10几刀，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有的被按进浴缸淹死，有的身体被劈成了半截。啊！死相一露，除了松华道长师徒以及顾晨，所有人吓得惊声尖叫，太吓人了！打就打，能不能别吓人？杀了他们！龙夫人一声令下，所有的鬼都动了起来，他们将众人团团包围，尖锐的鬼爪已经蠢蠢欲动，马上将要展开一场屠杀。被一众死相千奇百怪的鬼围在中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顾叶等人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可怕。灵宝天尊，安卫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对仗纷纭，朱雀玄武，侍卫身形。随着一阵口诀念出，松华道长的身后居然出现了4神兽的虚影。4大神兽听我号令，诛灭邪祟！4神兽向着17只厉鬼冲了过去。除了在场实力最强的龙大海夫妻，其余鬼魂都被4神兽击退。4神兽虚影确实厉害，可惜以你的灵力根本撑不了多久，待你灵力耗尽，同样要死。龙大海夫妻眼神怨毒地盯着阮星一行人，用阴冷的声音对众人说道，眼神之中的恶意让众人后背发凉。继续上！2鬼退到一边，反而让身边的这些手下继续攻击。这群鬼明显是受这夫妻2鬼控制，根本反抗不了，只能听从他们的命令。一群鬼以悍不畏死的姿态，不断地冲向阮星等人。不要过来！救命！好像有鬼抓到我的手了！哇，爸妈，救我啊！李明吓得叫出了男高音。先停一下！突然，顾晨上前一步，站到了2方人马中间。小陈，快回来！你站出去干什么？松华道长快被这小子气死了，怎么这么勇啊他？这小子难道就真不怕死？小子，你想干嘛？龙大海夫妻拿不准顾晨想做什么。这个人给他们的感觉很奇怪，身上明明没有灵力，却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还真是矛盾的人。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一心想杀了阮星，是因为有人和你们做了什么交易吗？顾晨不愧是天才，别人还在忙着保命，他却已经从中发现了问题。你倒是聪明，确实是有人和我们夫妻做了交易，要取他的性命。薛美云也没想帮那人隐瞒，反正交易内容又不包含保密费。哪怕被一对厉鬼夫妻盯着，顾晨也丝毫不慌。他看着2鬼，似笑非笑地问道：“那不知龙先生和龙夫人又能从这个交易中得到什么？”他的样子从容不迫，带着运筹帷幄的自信。刘管家一脸骄傲，他们家少爷从小就优秀，区区厉鬼算什么？这世上就没有他们家少爷搞不定的人和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薛美云一脸不爽，原就狰狞的脸看起来越发的不好惹了。一旁的顾叶等人很不解，不明白顾晨他到底想做什么，为什么要问厉鬼这些问题？难道是为了拖延时间？这倒也是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能拖多久。不管了，能拖多久是多久吧，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小叔加油啊，就靠你了。难道那人提供了当年凶手的线索？松华道长突然想到，此话一出，在场众鬼眸光一沉，看来松华道长猜对了。顾晨了然道：“让你们猜到了又如何？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原因，更应该清楚，我们不可能放你们离开。龙家人死了这么多年都无法转世，就是因为他们死前的怨气太深，为了约束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祸乱人间，这才成了地缚灵。若是凶手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他们身上的怨气不散，就会一直被束缚在这里，无法转世投胎。他们每时每刻都想要得到解脱，却不知道凶手是什么人，只能1年又1年地待在这个房子里，等待着案件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可惜这么多年过去，警方还是没有查到凶手的消息，而当年死去的人只能永远被束缚在这里。不对啊，你们居然不知道杀死你们的凶手是什么人？李涛没忍住，疑惑地说了一句：“当年闯入我们家的根本就不人。”龙大海沉声道：“不是人，那难道是鬼？可你们也是鬼啊，而且还这么厉害，难道还不能报仇吗？”许阳小声道：“都说不知道凶手是谁了，我们怎么报仇？”龙大海的女儿龙芊芊没好气地睨了他一眼，当年杀我们的人身体硬得像钢铁一样，刀枪不入，
我生前也是练过的，而且还是跆拳道黑带。可在交手的时候，我伤不了他一点。所有的攻击全部像打在坚硬的钢铁之上，这怎么可能会是人？龙芊芊的哥哥龙景浩说到当年的事时，脸上满是怨恨。杀你们的是玄门中人，但玄门势力分布甚广，想把这个凶手找出来，谈何容易？你就不担心那人是骗你们的？松华道长问。龙夫人冷笑，担心？不过我们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只想报仇，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都不会放弃。再说，你以为我们会毫无准备的随便帮那人的忙吗？我们敢答应，自然是有把握对方没有骗我们。松华道长想想也是，这龙家人可都是生意人，而且还是做大生意的人，能做大生意的就没有几个是蠢的。龙家人怎么可能单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答应出手？这里面肯定还有他们不知道的门道。难怪这案子查了20年都没有查到凶手，原来凶手不是人啊！赵鹏恍然大悟道：居然真的有鬼杀人，好可怕！李明瑟瑟发抖，这个世界果然不简单。背着陈勋的许阳惊叹着，还说要相信科学，这 TM 哪里科学了？张小强一脸愤慨，彤彤，他们好可怜哦，死了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人是谁。阮星一脸同情地看着面前这群鬼，你想帮他们？系统见状问道。怎么帮他们？我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啊。虽然阮星想帮忙，但是他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当年连警方都查不出凶手的线索，他又怎么可能帮上忙？其实你能帮上忙的，不过需要积分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听说自己能帮忙，阮星连忙问。见他一脸纯真，系统叹了口气，有一种溯源符，你把这个符给那几只鬼用，就能追溯到事情的源头。只要找到了源头，自然就知道凶手的身份了。这溯源符非常适合用在这种地方，因为没有攻击性，售价也便宜，只要3个积分1张。反正杀死他们的是同一个凶手，只要拿1张出来就够用了。那我马上买下来给他们。听到自己真能帮上忙，阮星很开心的就要把符直接买下来送给人家。等等，你不能直接送，你要和他们讲条件。系统见他傻乎乎的，连忙说道。讲什么条件？阮星不解的问。还有什么条件？当然是让他们放你们走啊。那个老道士可对付不了这么多鬼，他最多就只能带走你们中的1、2个人而已。你们这里人太多，他根本顾不过来。系统看得很清楚，松华道长的实力虽强，但这里的鬼实力也不弱，而且他们身上的怨气都能养活10个邪剑仙了。单靠松华那老道士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带走在场所有人。他那2个徒弟实力低微，也不用指望。至于那个看上去有些让人琢磨不透的顾晨，系统也拿不准他的实力为何，靠他们来救，还不如靠他这个系统。我明白了。阮星听了系统的话，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彤彤，你好聪明哦，你真是最聪明的童子，有你在真好。阮星声音甜甜的夸赞道，这声音特真诚，特真心，完全听不出一丝敷衍。系统很受用，放心宿主，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一人一桶相处愉快。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个丫头，你们就应该明白我们不可能放她走。你们若是想离开这里，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只有一个办法，就将她交给我们。我们只要她留下，你们就都能离开。薛美云拨弄着自己的红指甲，眼底的杀意已经越发深沉。鬼屋本就没什么耐心，现在耽搁了这么久，心中戾气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还是那句话，不行。松华道长摇了摇头，正色道，那就都去死。战斗即将再次爆发。就在双方即将再次交手时，一只小手举得高高的。那个，我有话说。阮星小声开口。众人见阮星居然在这时举手，纷纷大惊失色。李涛慌乱地说，你别是想牺牲自己救我们吧？不行啊，你可别犯傻。叶凡皱眉，我们一帮大男人怎么能让你一个女生来牺牲？顾叶的声音掷地有声，既然是我带你来的，我就一定会再把你平安带回去。杨雪儿倒是挺期待阮星自己站出来牺牲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做恶人了。看到这么多人劝说，他眸光一暗，哎，都要死了，还这么好心干嘛？还说是校霸呢，这心肠会不会太好了？明明只要把那个女生交出去，大家都能活，怎么这些人偏偏就是不乐意？见其他人还在劝，杨雪儿再也忍不住开口：阮星同学，你放心，你这次牺牲自己救我们所有人，我们一定会感激你一辈子。等你死了，我们给你烧纸。可惜这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叶凡打断。杨雪儿，你给老子闭嘴！叶凡不悦的眼神让杨雪儿有些不爽。干嘛？你自己要装大义，还逼老娘和你一起？你伟大，你了不起！你们不要吵了，我不是要牺牲自己，我只是想问一下对面的这些鬼叔叔鬼婶婶，是不是只要告诉你们凶手是谁，就能让我们离开？我刚才听你们说过，你们是因为有人用当年凶手的消息和你们做了交易，你们才想抓我。现在我直接让你们知道凶手是谁，你们是不是也能放我们走？阮星看着对面的一众厉鬼，眼神认真的问道：你说你知道凶手？
哈哈！对面的一众厉鬼无不笑出了声，只是这笑容中的杀意更重。你为了活命，还真是什么谎都敢撒。20年前你都还没有出生，你能知道凶手是谁？薛美云用嘲讽的语气说道。别说龙家这群鬼了，就连顾烨等人也不信阮星的话，以为他是为了活命，想随便扯个凶手出来忽悠鬼。可鬼是这么好忽悠的吗？就怕忽悠不成，把自己的小命都给忽悠掉了。小姑娘，有些话可不能乱说。松华道长暗道不好，本来这些鬼就已经对他们生了杀意，阮星此举只会将他们彻底激怒，对自己等人不会有任何帮助。不要这么急着下定论，听他说完。只有顾晨，他虽然没有完全相信阮星的话，但也有几分好奇他能说出什么来。这个阮家真千金在他看来可不简单，说不定真有几分本事呢。见他们终于安静下来，阮星这才接着道，这是溯源符，可以追溯事件的源头，它可以帮你们看到当年的真相。我把溯源符给你们，你们放我们走。阮星拿出一张黄色的符纸，符纸上是用红色的朱砂绘制出的复杂图案。这是溯源符，这种符不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你怎么会有？松华道长不可置信地看着阮星手中的符，这种符古时候确实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溯源符的绘制方法早就已经失传了，所以才说这种符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你们怎么说？现在可以答应我条件了吗？阮星有些紧张地捏紧手上的符，现在所有鬼都在盯着这黄色符纸，眼神有贪婪，也有怀疑。我们如何知道这不是你们演的一场戏？龙大海皱了皱眉，声音里有怀疑。我可以先把溯源符给你们使用，但如果有效果，你们一定要放我们走，不能赖皮。谁要是敢赖皮，下辈子投胎当小狗。阮星用很认真的语气说道。众人，好，我答应了。薛美云终究还是点了头。那个神秘人那边只能给他们一个线索，这若是真的溯源符，却可以直接看到凶手。虽然这幅也有可能是假的，但别忘了这伙人现在还在他们的鬼域之中，要是敢使诈，大不了就把所有人全都杀了。妈，要不然我来。龙芊芊的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担心地说道。已经死去多年的龙芊芊死相并不好看，她的脑袋被砍掉了半边，半颗脑袋上还能看到脑花。薛美云一点没有嫌弃女儿死相难看，温柔地摸了摸女儿的小脸。没事，妈自己来，我们已经等这一刻等得够久了。薛美云从阮星手中接过符纸，按阮星说的，直接把符按在眉心处。符贴到薛美云眉心的瞬间，她就僵在了原地一动。妈，老婆，夫人。龙家众人见状，担心地呼唤着薛美云，就怕她出事。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她现在正在追溯当年事情的源头，只要找到那个源头，她自然会醒来。阮星完全没有一点紧张感，很镇定地对一众死相各有各的可怕的厉鬼说道。刚开始看到这些鬼死相的时候，阮星还觉得有些害怕，可看久了也不怕了。死相可怕又没有犯罪，他可是好孩子，不搞死相歧视。听了阮星的解释，众鬼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那我们夫人会这样多久？最多10分钟。问过系统后，他说出答案，只是10分钟而已，倒也不久。众鬼决定先等等再说，要是过了10分钟薛美云还不醒，就把阮星等人都杀了，为他报仇。李涛凑到阮星耳边小小声道，喂，你会不会把时间说得太短了？最少也说半小时啊，要是10分钟后这女鬼醒不过来，这群鬼肯定活剐了他们。你那个溯源符到底是真的假的？真能有用吗？杨雪儿也凑了过来，一脸紧张的小声问。阮星点了点头，小脸上自信满满，肯定有用，他姓统统。顾晨深深地看了阮星一眼，若有所思地垂下眼目。松华道长也很想问一下关于溯源符符的事，可惜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只能等离开后再说了。终于在过了7分钟后，薛美云睁开了眼。是他，原来是他。薛美云像疯了一样，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狂笑，一面笑一面流下2行血泪。她的笑声充满了怨恨与凄凉，听得人心里发毛的同时又有些悲伤。是谁？老婆，你看到什么了？一看薛美云的样子，就知道她一定已经看到了凶手。龙大海急着想知道凶手是什么人，赶忙追问。妈，你看到什么了？龙景浩和龙芊芊也在一旁急问。龙家的下人也很想知道凶手的身份，都在一旁用希冀的眼神看着薛美云。等笑够了，薛美云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她没有回答其他鬼的问题，而是看向了阮星的方向。你的符很有用，按照约定，我可以放你们离开。薛美云看着阮星，眼神中情绪复杂，没想到到头来居然是这么一个小丫头帮了他们，而这个小丫头原本还是他们想杀的人，还真是命运弄人。阮星笑得眉眼弯弯，他就知道统统不会骗他，这下他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走出这里了。开心，太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李涛等人忍不住发出一阵欢呼。天知道，刚刚他们都以为肯定要和这帮鬼血战到底了，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就放他们离开。阮星牛逼啊，连这么难搞的鬼都可以搞定，太牛了。不过在你们离开之前，我需要这个老道士再帮我一个忙。
薛美云转而看向了松华道长，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松华道长心中一紧，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薛美云，我们要离开这里，不需要很久，给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你想去报仇？松华道长也不笨，马上就明白了对方想做什么。这个忙我帮不了，他可不想沾染上龙家的阴。若是由他放走了这群鬼，到时这群鬼在外头杀了人，自然也有他的一份阴。这种有关人命的因果，要是沾染上，可是会折寿的。一听对方拒绝帮忙，薛美云原本还算和颜悦色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如果不帮忙，那就别走了。不过这个小丫头到底帮了我们，我可以做主放她一个人离开。至于你们，薛美云怨毒的眼神落到他们身上，你怎么能不守信用？杨雪儿大惊大喜又大惊，差点没把她给整崩溃了。说好放他们走又不放，这年头当鬼也要守点信用嘛。李涛不服道：是啊，你明明答应了阮星的，小心下辈子变狗。张少强怒瞪着薛美云，气得直磨牙。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龙大海用阴冷的视线扫过众人，被他这可怕的眼神这么一扫，刚刚还闹得凶的几人立马乖乖闭上了嘴。他们也是气糊涂了，居然想和厉鬼讲理。看吧，道理没讲明白，还被威胁。他不帮你，我帮你。顾晨突然开口：你能帮我？薛美云的视线落到了顾晨身上，把东西给我。顾晨示意刘管家，刘管家将手上拎着的金属箱子交给了顾晨。顾晨打开箱子，拿出一个像怀表一样的小玩意儿，这是我闲着无聊时做出来的小发明，它可以暂时屏蔽这幢别墅混乱的磁场，那股束缚你们的力量也会短暂消失。我只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1个小时后，这个屏蔽器会自动关闭，到时不管你们在什么地方，都会不由自主重新回到这里。说着，他伸出修长的手指，在这小发明上按了一下，瞬间，那股束缚他们的力量还真就消失了。所有的鬼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脸上是几近疯狂的兴奋表情。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我们可以出去了。虽然只有1个小时，但我想回家看看我老婆孩子，我想回家看看我妈。我死的时候，我妈已经50多了，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不是还活着。我只想报仇，我要报仇。这群鬼，有的想利用这1个小时去见见自己的亲人，有的则初心不改，只想报仇。顾晨，快去吧，你们只有1个小时。多谢，道完了谢。所有的鬼消失在了原地，去往他们想去的地方。这群鬼刚刚消失，整幢别墅就恢复了正常，出口重新出现，这也代表着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了。小叔，还得是你啊，小叔。顾叶感动地看着他小叔，关键时候还是小叔靠得住啊。小陈，你不该帮他们。松华道长叹息一声，我不是你们玄门中人，就算出手也不会担上任何因果。顾晨无所谓道，松华道长和厉鬼扯上关系，总归是不好，还是别说了吧。我们先离开这里行不行？这鬼地方我是一刻不想待了。杨雪儿忍不住急道，是啊，我们还是快走吧，陈轩还没醒呢，也不知道他被那玩意儿附身会不会影响身体。许阳背着180以上的陈轩，说实话还挺累的，累还是其次，主要还是担心陈轩的身体状况。在众人的连声催促中，松华道长终于意识到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领着大家离开了龙井别墅。看着在身后越来越小的别墅，众人这才终于有了一种活下来的真实感。离开别墅后，由顾晨负责送阮星回家。为什么是他送？因为听顾晨提起众人才发现，原来顾晨和阮星居然是邻居。不错，自从阮家人搬走后，顾晨也带着管家重新搬了地方，还是搬到阮家隔壁，所以2人现在也还是邻居。顾叶本来想亲自送阮星回去的，但现在有更方便送阮星回家的顾晨在，他便没有坚持要自己送。他小叔还是信得过的，比他都靠谱。关于顾晨的那个小发明，很多人都在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小发明能这么厉害？确定这是小发明，而不是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法器或是法宝。可惜顾晨根本没有给他们询问的机会，直接带着管家和阮星就走了。回去的路上，阮星吃着包包里没有吃完的糖果，脸上完全没有一点刚刚死里逃生的后怕。不怕吗？顾晨看了眼坐在他身旁的阮星，忍不住问道。阮星眨巴着大眼，一张仙女般美貌的小脸上只有乖巧。刚开始有一点，不过后面不怕了。他微微一笑道。为什么后面不怕了？顾晨好奇地问。因为有大家会保护我呀。他用认真的小表情说道。你还真信任他们？顾晨失笑。不过那群家伙是表现得不错，生死关头也没有丢下同伴自己逃走。他们是我的朋友呀。阮星理所当然地说道。朋友？顾晨想到自己家里那一箱关于阮星的调查报告，他以前那些所谓的朋友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可是一清二楚。这丫头好像根本分不清别人对她的好是真心还是假意，要不是她天赋异禀，都不知道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不过她有这样的本事，天真一点也没什么。有时候人活得太清醒，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我呢？我是你的朋友吗？顾晨忍不住问道。阮星微微有些惊讶。你是老师呀？老师就不能做学生的朋友吗？顾晨冲着他眨眼。可以吗？
阮星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毕竟他还没有和老师交过朋友呢。当然可以，在学校我们是师生，校外我们是朋友。顾晨正色道，这样好像也可以耶。他点了点小脑袋，对多一个老师做朋友，并没有排斥。刘管家偷偷的透过后视镜偷瞄后面的情况，嘿嘿，他们家少爷果然是对阮星小姐有意思，这还是他头一回见自家少爷主动接近一个女孩。虽然阮家的家世是差了点，但只要少爷喜欢，想来老爷也不会反对。该死的！阮思柔在房间内无能狂怒了好半天，心里那口怨气还是没能发泄出来。师傅给他防身的厉鬼不见了，他尝试了无数次，还是无法将那只厉鬼收回。之后还不知道要如何向师傅交代。那只厉鬼可不一般，那是师傅为了保护他，专门帮他收服的。收服的过程也颇为不易。现在好了，那只厉鬼没了。要是有人顺利那厉鬼查到了他的身上，光是想想，他就忍不住一阵恶寒。不行，他不能被发现，他得给师傅打电话。阮思柔抖着小手，找到了熟悉的电话号码，拨打了过去。阮星还知道，此时网上已经因为他们直播的事儿闹翻天了，连还在住院的阮振兴和林曼夫妻都从隔壁房的病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起因是那位病友闲着无聊，刷起了抖音，无意中发现了顾夜他们的直播间，然后就看到了阮星。阮星不止一次来过医院，他又长得极为好看，这一层不少病人还有医生护士都知道他。一发现阮星在直播，那位病友就立马找到了阮振兴夫妻，还把直播间分享给他们。看到正在直播的阮星，夫妻二人只觉得眼前一黑，这个女儿怎么这么不消停，好好一个千金小姐，非要学那些小网红搞什么直播，还是和一群男生一块儿，果然是外面带回来的，太不自爱了。而阮家几兄弟则是压根儿没有发现阮星今晚和人做直播去了，他们甚至连阮星晚上12点还没回家都不知道。毕竟他们自己也是经常找借口不回家，就算回家也是3更半夜才到家，就是为了避开阮星。如果知道这件事，他们只怕会巴不得阮星真的撞鬼，那只鬼最好把阮星抓走，永远别放回来，也省得他在家里折腾他们。不提阮家人的反应，网上现在全是在讨论那2场直播的。张少强的直播间和赵鹏的直播间都火了，二人的私信都快被网友塞爆了。他们上了2楼后，直播间就突然黑屏，什么也看不到。网上都在猜他们是不是真撞邪了，还是说被鬼抓走了，甚至有人还帮他们报了警。直播间的截图还有当时的录屏很快就在网上火了起来。可是奇怪的是，事情才刚刚开始发酵，网上所有关于这2场直播的截图还有视频通通找不到了。明明上一秒还高挂在热搜上，下一秒连个影都没有。这一看就是人出手压热搜了。谁啊？到底是什么人做的？居然还压热搜？这一看就是有人不想让人家火。不，我听说是官方出手了。有一个看似知情人的家伙透露，可能真是官方，除了官方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废话，官方肯定要出手啊。那2个主播根本就是在宣扬封建迷信，难道不是剧本吗？官方下场之前我也以为是剧本，现在看来，嘿嘿，这可不好说了。大家快看，那2个主播又开直播了，说他们没事，已经回家了。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是剧本，让大家要相信科学。这么官方的话，一看就是被官方逼着下场的。同一楼上，人家都承认是剧本了，你们还在怀疑什么？网友还在对直播内容的真假半信半疑。不到半小时，网上突然爆出某影后婚内出轨大瓜，顿时吃瓜群众全都跑去关注这个大瓜去了。见讨论那2场直播的人终于越来越少，一直盯着网上风向的议事局的人总算松了口气。张局，2个主播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不会在外头乱说，保密协议也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会拿去让他们签。张局的秘书处理好一切后，对张局报告道：“你盯紧一点，尽快让他们签署保密协议。”张局抓了抓自己没剩几根的头发，刚抓上就赶紧把手放下。他这头发也没剩几根了，可不敢抓。对了，有件事还没跟您说。秘书突然面色凝重道：“什么事？”张局狐疑看向自己的秘书，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今晚顾博士也去了，而且他放走了里面的鬼。秘书像是下定了决定一般，闭着眼睛一股脑的全说了。什么？张局一副心脏病发的表情，整个人往后一倒，还是手下的人反应快，赶紧拉了一张椅子把人接住了，这才没让他直接倒地上。张局，您先别倒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您赶紧下达指令吧。秘书焦急地问道。张局冲着秘书瞪眼狂喊：“还能怎么办？赶紧去看看哪家突然死人了，在事情闹大之前封口，快去！”江梅花一进房间就踢到了脚边的高跟鞋。MB， 没钱装什么大款，害得老娘浪费了一晚上时间，还以为终于钓到了一个有钱的凯子，没想到居然遇上同行了。草，一种植物。江梅花，女，40岁，身高162，身材纤细匀称，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了，但因为保养的好，看着也就30出头。凭着外在的好条件，她成了一个网络擦边主播。她在网络上的人设，只是一个20出头却被渣男老公背叛出轨的可怜离异少妇。靠着这个人设，她在网上圈了几10万的粉丝，不少男人就吃她这种类型，再加上她本来就长得不错，
又有美颜滤镜的加持，看着就更勾人了。这些年给他打赏的男人可有不少，光靠那些男人的打赏，就足够他吃穿不愁。可惜他们这行是吃的青春饭，他也知道这行干不了多久，所以一直想钓到一个人傻钱多的有钱人。没想到他运气这么背，接连约了好几个瞧着不错的男人见面。见面后却发现，那些男人除了想睡他，压根没有一个是真心想娶她。有想娶她的，不过都是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屌丝。除了这些，还有那种明明已经结了婚，却想搞婚外情的渣男。要是那些男人足够有钱，他也不介意被包养。可惜，打这种主意的男人最多只是小康家庭。说是包养他，1个月才给他1、2万的零花，就这条件也配包养他？简直不要脸！呸！江梅花一进门，室友刘巧巧就听到动静了。她刚刚下播，打算去厨房煮碗面来吃。哟，回来了！今天相亲相得怎么样？这么晚才回来，应该还不错吧？刘巧巧伸了个懒腰，一脸八卦坐到了沙发上，也不煮面了，打开饼干盒，直接拿出饼干来充饥。刘巧巧和江梅花相差1岁，一个40，一个39，二人皆是擦边女主播，目前是合租室友关系。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刘巧巧保养的比江梅花差，看着年纪比她大好几岁。她几次追问过对方怎么保养的，可惜江梅花就是不肯说。为了这事儿，两人还闹过不愉快。别提了，遇上同行了，还好老娘没跟他睡，不然亏大了。40多岁的人了，还出来当老白脸，装的倒挺像。亏老娘还以为终于找到一个有钱有颜的，没想到他一脸晦气的表情，不想再说下去。这么倒霉，遇上同乡啊，这也太倒霉了。刘巧巧投给他一个同情的眼神。可不是，那个介绍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介绍的，回头我找他算账去。真是越想越气，居然敢给他江梅花介绍这种垃圾，不让介绍人把钱吐出来，他就不姓江。我支持你把钱要回来，连我们姐妹的钱都敢坑，都是活得不耐烦了。刘巧巧在一旁边吃边点头。对了，和你说个事儿，你今天晚上看直播没有？刘巧巧突然想到了那场直播。今天晚上本来她也在直播，后来听直播间的粉丝说有人去直播鬼宅探秘，主播还是豪门小少爷，他对豪门2个字感兴趣，就用另一个手机摸上去看了几眼。看过后才知道，他们直播的地方居然就是龙井别墅。这龙井别墅和他是没什么关系，但和江梅花什么直播？江梅花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冰镇过的啤酒，咕咚咕咚就干掉半瓶。今晚有几个富家少爷作死跑去龙井别墅直播探秘去了，没想到他们竟真的撞了邪。噗！江梅花口中的啤酒瞬间喷了出来。你小心一点。刘巧巧嫌弃的皱了皱眉，还好他没有站在江梅花面前，否则岂不是要喷他一脸？你说撞邪？撞什么邪？他神情有些不自然的用手臂擦了下嘴。撞上那玩意儿了呗。一说到这龙井别墅，我就想到你了。我记得你说过的吧，你小时候受过龙家的资助，可惜后来龙家不做人，停了对你的资助，害得你没法搭着龙家的人脉嫁豪门。行了，别说了，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什么好说的？江梅花没好气的关上冰箱。我不就是想到这事儿随口提了一句吗？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知道你因为当年的事儿没嫁成豪门，心里不舒服，可你也别把气撒我身上，又不是我不让你嫁豪门。刘巧巧面上一脸无辜，心中却在不屑冷笑。装什么装？还龙家不做人，把你赶出去？明明是他自己想勾引龙家少爷，结果被龙家人看穿，才停了对他的资助。后面又因为和一个富二代乱搞男女关系，被学校开除。说的那么好听，你那点烂事儿能瞒得过谁啊？不说了，我回房睡觉。丢下这句话，江梅花屏的一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切！刘巧巧翻了个白眼，还敢朝他摔门，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一把好牌打得稀烂，要是龙家资助的那个是他，他肯定不会自己作死，他会当擦边主播，是为了给女儿筹医药费，可不是自甘堕落。以前她也是一个一心只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好女孩，可惜啊，她没江梅花运气好，没遇上好人，这辈子连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遇上。把自己关在房中的江梅花已经满头的虚汗，她不敢让刘巧巧发现自己的异样，才佯装生气进了房间。没关系，不要害怕，他们出不来的。爸说过，他们出不来，他们害不到我。江梅花深深的吐了几口气，总算让情绪平复了下来。她坐在化妆镜前，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用力抓紧手中的口红。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肯离开？为什么还要留在人间？她的记忆不由得回到了30年前。30年前，龙家想资助一个没有书读的可怜女孩，她则好运的被龙家挑中，成为了那个幸运儿。因为当时她爸爸失踪，爷爷奶奶生病，只有妈妈一个劳动力，全村就他们家最穷。龙家做了他的资助人后，从此他有了书读，有了新衣服穿，过得比村里许多孩子都要好。18岁时，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京市一所本科。来到了京市，正陷入回忆中的江梅花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怎么这么冷？他打了个冷战，看向窗户的方向，果然窗户竟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开了，
他起身来到窗边，把窗户关了起来，还拉上了窗帘。奇怪，今天晚上怎么会这么冷？明明他之前走在街上的时候还不觉得。暗自嘀咕了一声，他甩了甩头，不再胡思乱想，开始给自己卸妆。刚取下假发，他突然看到镜子里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那张脸还在对着他笑。一瞬间，江梅花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感到了无尽的惊恐。他发出疯狂的尖叫，随后整个吓得从凳子上摔下来。他想站起来逃出房间，但两条腿都吓软了，根本爬不起来。他只能吓得捂住脸，嘴里不断的念叨着：“别找我，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他就这么叫了好几分钟，但周围还是风平浪静，什么也没有发生。江梅花试探着放下了手，眼睛睁开一条缝，果然什么也没有看到。屋里并没有多出什么不该有的异界生物。顿时，他深深的吐了口气，吓死我了！难道是听了刘巧巧说的那些话，让我有点神经过敏，所以看错了？这么一想，他心里安心不少，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他不敢再坐在那面化妆镜前卸妆，干脆进了浴室。浴室里也有一面大镜子，可以让他卸妆。他拧开水龙头，想用冷水先洗把脸。刚才那一幕可把他吓坏了。他想用冷水让自己冷静一下，结果水龙头打开后却没有水出来。他疑惑地盯着水龙头看，什么时候停水的？管理处怎么没有通知一下？他暗自嘀咕了一句，正想走开，却突然发现水龙头里好像有东西，下意识地伸手去掏，想把那东西扯出来。怎知他用力这么一扯，却扯出了一大堆的头发。头发？怎么水龙头里有这么多头发？头发越扯越多，像是永远扯不完一般。啊！他尖叫一声，不敢再在这屋里待下去，手里的头发被一把丢开，同时拔腿就往外跑。结果跑到门边，却发现这门怎么也打不开。刘巧巧，刘巧巧，快开门，快帮我开下门！江梅花疯了一样的拍打着自己房间的门，可是不管他怎么拍打，门外都没有一点动静。整个家里就像只有他一个人。突然，原本被他锁上的窗户突然再次被风吹开，窗帘随风飘起，他的面前出现了十几道死相各异的鬼影。江梅花，我们好久不见。阴冷的声音配上怨毒的冷笑，江梅花瞬间被吓尿了，淡淡的黄色液体从他腿间流出，居然吓尿了，还以为敢杀人的人胆子很大呢。江梅花，你好狠的心，你该死！一道道充满戾气的声音在屋内飘荡，这些鬼影正是刚刚从龙井别墅过来的龙大海一家。这里只有11只鬼，剩下6只鬼都选择回家看望亲人。至于报仇的事，剩下的11只鬼会帮他们完成。你们不要过来，不是我杀的你们，不是我，你们有冤去找我爸。对了，我爸也死了，他杀了你们后不到3年就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双手挡在胸前，整个人缩在门口，一副被吓得语无伦次的样子。你爸爸死了，可你还活着，你比他更该死。龙芊芊看着江梅花，冰冷的黑瞳中看不到一丝属于人类的感情。我们龙家到底有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能这么残忍？龙大海充满怨念的声音让整个屋子都晃了几下，江梅花屋里的相框全都倒了下来，有些直接掉到了地板上。在知道杀害他们一家的居然是江梅花时，龙大海第一反应除了震惊还是震惊。谁能想到他们龙家被灭门仅是因为一个善念？我不是故意的，我就那么一说，我也没有想到我爸真敢杀人啊。江梅花的声音里带着委屈与崩溃，他当时就是说了一句气话，谁知道他爸居然真会为了他去杀人。江梅花的爸爸名叫江耀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打牌喝酒抽烟打老婆，村里一些男人的恶习他都有。突然有一天他爸不见了，他们一家人也只当他爸已经死了，继续过日子。谁知道过了这么多年后，他爸又回来了，而且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学了一身本事。爸回来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他当时正经历勾引龙井浩被发现，被龙家佣人像垃圾一样的扔出了龙家别墅，还有与多个富二代纠缠不清，被人举报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被学校开除的诸多倒霉事。亲爸一出现，就看到了他最狼狈的样子。他当时也是恨极了龙家，觉得自己弄成这样都是龙家人害的。既然选择资助他，为什么不帮他帮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嫁给龙井浩？就算不让他嫁龙井浩，帮他牵线认识几个富二代也可以吧？连这么点小事龙家人都不愿意帮，还说是什么慈善企业，根本就是伪善。当时是他最狼狈，也是他最恨龙家的时候。所以当他爸问他想要什么作为这么多年来的补偿时，他对爸爸说想要龙家人死。没想到没过几天，龙家人居然真的死了，而且还是全家被灭门，连家里的狗都没放过，除了不在家的龙家私生子，所有人无一生还。知道这件事后，他吓得几天不敢睡觉，尤其在问过爸爸，知道这事儿真是他干的事，更是吓得不敢再和爸爸联系，能言也不眨的连杀10几个人。就算是他爸他也怕。好在警方没有查到他身上，反而怀疑上了龙家私生子。后来这案子逐渐拖成了一桩陈年旧案，直至今日也没有被侦破。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没想到龙家人居然还是找到了他。为什么他们能出来？爸明明说过
龙家人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做鬼也只是糊涂鬼。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找上门来的？还突然知道了龙家灭门和他有关？为什么会这样？江梅花，你的死期到了，你家住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薛美云带着恶意的笑，与身后的一众厉鬼一步步逼近江梅花身边。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厉鬼，江梅花直接吓疯了，双手拼命挥舞。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时间到了。顾晨看着手上的怀表型小发明，低语一声。怀表上的时间随着话音落下，正式归零。大清早，刘巧巧还在睡觉，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干什么呢？她穿上睡衣，不情不愿地去门口开门。哪知刚一开门，就看到门口站着2个穿着西装的男人，2个男人的身后还跟着几名身着警服的警察。警察同志，你们这是？刘巧巧看到警察微微一惊，随后心中又是一紧，暗道不会是江梅花犯事儿被警察找上门来了吧？麻烦让让！穿西装的2个男人直接推开了刘巧巧进了屋，身后的一群警察向他道了歉，然后也跟着走进了客厅。喂，警察也不能随便私闯民宅吧？完全没有被道歉安慰到，他没好气的喊了一声，却也只能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到底不敢跟警察斗。就是这个房间。其中一个西装男盯着手中的罗盘确认了一下，转而看着江梅花的房间，面色凝重道。另一个西装男闻言，试着转动把手，只轻轻转了一下，门就开了。门刚一开，一股血腥味儿就扑面来。一直跟在警察身后，想看看怎么回事的刘巧巧，直接被屋内血腥的场景就给吓得尖叫出声。啊！尖叫声大到差点把屋顶掀了。拿着罗盘的西装男示意旁边的警察，立刻就有警察上前把刘巧巧带回了他的房间，还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刘巧巧一脸懵逼，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的他却要签保密协议？你最起码要先告诉我保密什么吧。刘巧巧那边还懵逼着呢，另一头2个西装男，也就是议事局的探员张甲和张毅，正在用仪器检测屋内的阴气浓度。好浓的阴气，昨天来这里的肯定不止一只厉鬼。马上调查一下这个江梅花的资料。负责协助他们的警察立马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调出江梅花的档案。江梅花，女，出生于某某年某某日某某月，现年40岁，离异。江梅花的个人资料很快被调了出来，她被龙家资助过，看来凶手就算不是他也肯定和凶手有联系。张甲收起罗盘，沉声说道：看来龙家人是真的恨极了他，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张仪点了点头，这屋子只有12平左右，装修得很精致，可惜现在这屋子已经全部被鲜血染红了。屋内有断臂残肢，有半颗脑袋，有掉落的牙齿，有一颗眼珠子。至于身体的其他部分，在楼下呢。不久前被打扫卫生的清洁阿姨发现并报了警，2人检查过尸体后发现死者是活着的时候被丢下去的，这是令人最不解的地方。那个江梅花受了这么重的伤后居然还活着，而且还在活着的时候被人从12楼丢了下去。不错，他真正的死因是坠楼，还好他们议事局发现的早，一早就接到了消息过来处理，否则等到被那些普通市民发现，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乱子。江梅花不是玄门中人，当年的案子他做不到。张甲见过江梅花的尸体，看出他根本没有修炼过，调查他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当年的真相看来是时候浮出水面了。这里是早间新闻。今天早上5点整，某某小区内一40岁女子在出租屋内跳楼自杀，女子已确认死亡。有知情人称，该女子因感情问题起了轻生的念头。死者室友刘女士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以下是采访视频。看着电视吃着早餐，阮欣听到这则新闻，眼里满是惋惜。这位阿姨好可怜哦，自杀多疼啊！像她就不会自杀，她怕疼。人类的心理一向脆弱，为了一点小事就会要死要活，不过只是感情问题而已，就要闹到自杀的地步，还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弱引起的。系统也在看这则新闻，一面看还一面点评。他们童子可是个顶个的坚强，和心理脆弱的人类可不一样。彤彤，你说的有点道理，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坚强，不能被小事打倒。阮欣吃完了厨师做的三明治，还舔了下手上的沾到的沙拉酱。就在这时，阮思柔穿着家居服下楼了。阮思柔，早啊！阮欣甜甜的向阮思柔挥了挥手。阮思柔勉强扯出一抹笑，敷衍道：“姐姐早啊，不早了，马上要出发去上学了。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要来不及喽。”见阮思柔还穿着家居服，阮欣好心提醒：“阮思柔，我已经打电话向老师请假了，今天我有些不舒服，就不去上课。姐姐，你快出门吧，万一迟到就不好了。那好吧，我就先走了。阮思柔，你保重哦。实在难受的话，就去看医生吧。”说完，背着书包蹦跳着走了。看着阮欣的背影，阮思柔的眼神像是恨不得刀了他。师傅虽然帮他把事情摆平了，但也骂了他一顿。今天他根本没有心情上学。阮欣明知道他不舒服，还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一看就是幸灾乐祸。
贱人！精力充沛的来到学校，阮星笑着和同桌打招呼：“早啊，小叶，早啊，小飞。”打完招呼也不看二人的反应，就径直坐下了。不是，你叫我小叶，你叫我小飞。二人惊讶地看着阮星，他们关系什么时候好到可以叫对方小名了？怎么了？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不就是这样叫的吗？对吧，小明？他看向了李明，寻求支持。李明在一旁猛点头。对，朋友之间这样叫更亲切。阮星的又一个爱好，只要他觉得跟你是朋友，就会开始叫你的小名。天知道当初他被叫小名的时候有多不开心。可叫的人是阮星夜，他还能怎么着？只能认了。要是拒绝，他会哭的，真的会哭的。那我叫你小新还是新鲜？要不叫你软软也行，听着也不错。苏菲倒是接受良好，比起被叫苏菲，她宁愿被叫小飞。很多人一听到她的名字，就把她的名字和卫生巾挂钩，还不如叫她小飞呢。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哦。阮星笑容灿烂，那我还是叫你星星吧。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像有星星一样亮晶晶的。苏菲看着阮星的眼睛，还真是像星星一样闪亮闪亮的。她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睛。顾夜看着二人就这么当着他的面把小名都对好了，无语的拧开了手边的乌龙茶，喝了一大口。这时阮星突然转头看向他：“小叶，昨晚晕倒的那位陈轩同学怎么样了？他没事了吧？”阮星想到昨天和他们一起去鬼屋探秘的陈轩，虽然陈轩同学突然想掐死他，不过他不怪陈轩同学，那是附在陈轩同学身上的坏东西干的。冤有头债有主，他可是讲道理的好孩子。他呀，听说没事了，有松华道长在，他能出什么事？还没回家人就醒了。一说到昨晚，他就想到了另一件事。昨天晚上还不等他回家，官方的人电话就来了，让他配合开直播，澄清直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剧本。所以他半路上就又开了一次直播。按照官方的说法，说了那是直播效果，全是剧本。叶凡也是一样的操作。官方的人昨天就说过，今天早上还要来学校让他们签保密协议。听说昨天参与直播的所有人，官方都已经事先打电话提醒过了。可他看阮星的样子，实在看不出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事儿。阮星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昨天的电话他也接到了，而且满口答应要保密。这可是官方的电话。阮星第一次接到官方的电话，还兴奋了好一会儿才睡着。几人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同学全在偷听。昨天的直播班上同学都看了，他们全都有一肚子的疑问想问。顾夜和苏菲来得早，二人一早就被包围着问了一堆问题。不过二人已经被打过招呼，怎么可能回答？不管问什么都说是剧本。后面李明也来了，他同样也说是剧本。不过七班的人并不是很相信，总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儿。从这三人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这帮家伙当然不甘心。这不，他们又盯上了看着比较好说话的阮星了，暗戳戳的想向阮星打听消息。阮星还不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听说陈轩没事后，他也就放下了心。今天第一堂就是顾晨的课，顾晨的课水平发挥相当稳定，只要上他的课，连时间都过得快。因为他讲课非常生动好理解，还擅长与学生互动，整个课堂上的氛围非常放松，就连最淘气的学生都在台下听得认真。上其他老师的课，让人只想赶紧下课；上顾晨的课，却让他们完全不想下课，恨不得再听顾老师多讲一会儿。下课。当顾晨宣布下课的时候，台下一堆学生发出一阵哀嚎：“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我听得正起劲儿呢！老师，要不你再多讲几分钟吧，我还想听。顾老师，你再多讲讲吧，我觉得你讲得可好了。顾老师。”隔壁已经下课跑出来疯玩的学生，看到七班居然主动要求老师拖堂，都是一脸懵逼。不是，你们班是集体吃菌子中毒了吗？七班叶，这群混吃等死的家伙居然会主动要求上课，他们该不会还在做梦吧？不过这老师是谁啊？长得好帅，而且好年轻。他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这么年轻又这么帅气的老师了？难道七班那群牲口就是看这位老师长得帅，才主动求老师上课？女生这样好理解，男生怎么也这样？想不通，完全想不通。不管七班这群学生如何哀求，顾晨还是温声拒绝了这群突然热爱学习的同学。顾夜、苏菲、阮星、李明，你们四个跟老师去一趟办公室。点了名之后，顾晨转身离开，其他人赶紧跟上。带着几人一走，教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奇怪，顾老师叫他们去办公室做什么？难道是因为昨天的事？不会吧，直播学校也管，我们还是学生，大晚上的在外面直播，学校肯定要过问几句。说的也有道理，可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七班的同学议论纷纷，都在猜测几人被叫走的原因。他们哪里知道，阮星几人被叫走就是去签保密协议的。几人一路来到校长办公室，一进去就看到了两位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以及他们学校的校长。除了这三人，李涛和赵鹏也有，看样子也是刚来没多久。顾博士，那两个西装男一看到顾晨就一脸恭敬，同他打招呼。顾晨只是淡应一声，随后把身后的几个学生安排在了李涛和赵鹏旁边。顾晨看了眼手上的100万名表，随后说道：“
开始吧，一会儿他们还要回去上课呢。那就开始，请几位同学签一下这份保密协议。另外，这一份是校长您的。二人熟练地拿出几份保密协议让他们签。校长没想到，连自己也有。不过官方让签，他也不敢不签。匆匆看完后，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心里也猜到，恐怕昨天晚上这几个孩子直播间发生的一切，不是剧本那么简单。要真是剧本，能出动官方的人，当然这些他在心里想想就行了，可不敢说出来。阮星几人也几下签好了保密协议，被允许回教室上课。不过走之前还是被批评了，让他们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开什么玩笑？他们被吓了一回之后，哪里还敢？要是早知道有真鬼，打死他们也不会去玩什么鬼屋探秘的好。走之前，顾烨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好奇地问了一句：“怎么只让我们签，不让他签？”他看向了顾晨，眼神里带着探究。那二人只是神秘一笑：“顾博士不需要，不需要。”这是什么意思？想说，他用眼神向顾晨传递自己的疑问。可惜没人理他。等四人回到教室的时候，第二节课已经开始10分钟了。阮星一坐下就感觉有人在瞪自己，往对面一看，原来是那个讨厌的冷漠言。老师在上面上课，冷漠言在下面瞪着阮星，那眼神可凶可凶了。阮星莫名其妙的被瞪，也不高兴了，呲着一口大白牙，冲着冷漠言做鬼脸。冷漠言看阮星居然敢向他做鬼脸，气得脸都青了。上方的老师看到二人的小动作，也只当没看到。国际班的孩子反正都是放养，只要他们不影响到其他人，爱咋咋地。一下课，冷漠言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阮星课桌旁边，用力一拍，质问道：“是不是你对月月做了什么？所以月月今天才请假的？”我说：“冷漠言，你有病吧？人阮思柔请假，你跑来找阮星麻烦做什么？”苏菲一脸无语：“有病就去看医生。”顾烨冲他翻了个白眼：“刘波，管管你家冷少，这人疯了！”苏菲直接冲着刘波叫道：“刘波，他招谁惹谁了？这件事和你们无关，不要多管闲事。”冲着顾烨和苏菲咬牙说完这句话，他又看向了阮星，说：“你到底对月月做了什么？我就知道你只是假装对我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暗地里欺负月月，为的就是让月月和我分手。你的诡计不会得逞的，哪怕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冷漠言气的想对阮星动手，却被顾烨及时拦住，让他没能抓到阮星的领口。对女生动手算什么本事？顾烨把阮星挡在自己身后，整个人拦在冷漠言面前，不让他靠近阮星。班里其他同学都在安静的看热闹，偶尔凑在一起嘀咕两句。虽然看热闹的人多，但没人敢拍照录视频，毕竟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要是把两位大少爷惹毛了，他们可承受不起后果。让开！冷漠言瞪着挡在自己面前的顾烨，气得咬牙切齿，不明白阮星使了什么手段，竟能让顾烨这种人愿意护着他。在阮星之前，他可从未见过顾烨这样护着任何一个女生。不让！顾烨的气势丝毫不弱，双方的眼神对上，迸发出一阵强大的杀气，二人的气场瞬间拉到2米8。快看，好强的杀气！厉害啊，好像古装片里的高手对决，他俩到底谁会赢？同学们看热闹看得很高兴，但两位男主角心情却不太美丽。你们说话的声音这么大，是当我们死了吗？二人同时回头，闭嘴！瞬间没人说话了。喂，阮思柔！安静的教室里，突然传来了一道娇憨绵软的声音。只见阮星不知什么时候给阮思柔发去了视频通话，而另一头已将视频电话接了起来。姐姐，有事吗？阮思柔正准备出门，不想就接到了阮星的视频电话。她皱了皱眉，还是接了起来。阮思柔，你男朋友找你，他说你请假是我害的，还想打我。明明你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才请假的，你自己和他说清楚吧。他这个人好不讲理。说着，把手机对准了冷漠言。阮思柔，搞什么鬼？冷漠言去招惹阮星做什么？虽然不解，但他还是状似疑惑地问：“莫言哥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月月，你没事吧？我听说你请假了，是不是这个女人欺负你了？是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冷漠言说话间还狠狠地瞪了阮星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警告。阮星，这人真不讲理。就像姐姐说的，我请假是因为我有点不太舒服，和姐姐没关系。你不要和姐姐闹不愉快了，你们可是未婚夫妻，为了我闹成这样不值得。阮思柔在手机另一头，一脸柔弱地说道：“不，月月，我的心里只有你，我娶的人只会是你，除了你，我不会娶任何人。”冷漠言一看心上人又在因为这一纸婚约而难过，立马眼含深情地不向他保证：“不，你不能这样，姐姐怎么办？我可以，为了你，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不，这样太自私了，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可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周围同学看他俩隔着一部手机，像眼琼瑶剧一样说着肉麻兮兮的台词，纷纷觉得有点撑，并对阮星投以同情的眼神。看得出来，阮星是真对冷漠言不感兴趣，人家和顾烨关系这么好，说不定努力就能成为顾烨的女朋友，完全没有必要和冷漠言还有阮思柔玩什么三角恋，成为二人 play 中的一环。
偏偏就阮思柔和冷漠言看不出来，两个人还演上琼瑶剧了，一对颠公颠婆。虽然心里吐槽个没完，但众人也就只敢在心里吐槽一下，压根儿不敢说出来。但有一个人是例外，看着在那里演大戏的二人，阮星歪了歪小脑袋，他俩这是要去当明星吗？为什么说话像在演电视剧一样？噗嗤，顾烨和苏菲第一个带头笑了起来。刘波不敢笑，他可是冷少的人，他要是敢笑出声，冷少可饶不了他。而其他同学同样忍得很辛苦，一个个把脑袋压得低低的，留下一个不断耸动的肩膀。听到对面的声音，阮思柔这才意识到，在阮星和冷漠言身边还有其他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他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强压下心中想要杀人的冲动，他柔柔地对冷漠言说：“莫言哥哥，我头有些晕，先不跟你聊了，我们回头见面再说。”说完，冲着冷漠言抱歉一笑，就挂断了电话。看着已经被挂断的手机，冷漠言把手机面无表情地还给了阮星。阮星接过手机后，拿出一张湿巾，小心地擦了擦。这是他用过最贵的手机，被人用坏了可是会心疼的，得好好保养。你竟敢嫌弃我！冷漠言一看到阮星嫌弃的动作，就忍不住怒吼：“你也知道自己被嫌弃，就不要来骚扰阮星，连阮思柔请个病假都要来冤枉阮星，你这恋爱脑什么时候才能治好？”顾烨真是想不通，这个冷漠言小时候看着还挺正常的，除了爱装一点臭皮一点，也没什么其他太大的缺点，怎么现在像没长脑似的？他原本的脑子难道离家出走了，然后重新长了一颗恋爱脑出来？好在冷漠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否则非跟他拼命不可。你才恋爱脑呢，你全家都恋爱脑。眼见顾烨铁了心要护着阮星，知道自己动不了他，再加上阮思柔请病假，确实不关阮星的事，冷漠言只能故作高冷的冷哼一声离开。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中午午休时间，阮星回教室之前一个人去上了厕所，上完厕所正想出来，却发现大门被人从外面卡住了。有人在吗？麻烦开下门。阮星拍打着厕所隔间的门，提高声音呼喊着。哗啦啊！突然从天而降一桶水，阮星身上的衣服瞬间湿透，他吓得大叫一声，双眼瞬间含泪。还好这只是普通清水，并没有任何意外。他们太欺负人了，宿主咱们上，干死他们！系统气急了，这可是他的宿主，什么人啊？不知道这宿主是他罩的吗？门外传来一阵狂笑声，笑声猖狂极了。听这声音，门外绝对不止一两个人。你们放我出去，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还淋我一身水？我都没有替换的衣服。阮星越说越委屈，已经小声的呜咽起来。他哭了，居然这么快就哭了，真是没用，就这么点本事，也敢抢我们娟姐的男人。娟姐，这白莲花就是欠收拾，多收拾几次，看他还敢不敢勾引叶哥。发出嬉笑声的是5名陌生女生，站在中间那个长相略显刻薄的，正是他们口中的娟姐。女生名叫林乐娟，是名门高中有名的不良少女，女校霸，专门拉着一帮和她一样不爱学习的女生到处欺负人。一些家世不如她性子又软绵的女生，好多都被她欺负过。而这次阮星被她盯上，只因为她和顾烨走得太近了。忘了说，林乐娟还是顾烨的疯狂追求者。贱人，叶哥是娟姐的男人，就你这样的白莲花也敢肖想叶哥，简直不知死活。刚刚只是开胃小菜，再敢靠近顾烨，下回教的可就不是水了。要是不想当 X 片女主角，最好乖乖听话。隔着一扇门，娟姐等人对着阮星叫嚣着，完全不知道他们即将大难临头。阮星被人淋了一身水，又被威胁，吓得从小声呜咽到大声哭泣。为什么要欺负我？你们都是坏人！阮星直接哇哇大哭起来。听到阮星哭得这么伤心，娟姐等人笑得更得意了。果然是没用的白莲花，你哭也不会有人来救你，这里可没有男人会心疼你的眼泪，你就老老实实的被关在这里，直到这节课结束吧。得意的丢下这句话，娟姐正想带着人离开，这时突然一阵爆炸声袭来，砰的一声，厕所的排粪管爆了，一大堆金色的汤汁喷涌而出，在厕所内疯狂喷射。啊！快离开这里，门上都是屎！别管这么多了，快开门啊！娟姐等人被面前可怕的画面吓得都快疯了，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想往厕所外跑。可是意外再次发生了，这门居然打不开。他们忍着恶心去碰已经被污染的门把手，却发现这门根本打不开。5人绝望中发出一声尖叫。啊！随着一声尖叫，一堆液体混合着固体，热情地依附在了5人身上，还有一些已经滑进了他们的口腔、鼻腔。5人一面哭一面被恶心吐了，整个人看着恶心又可怜。好臭！阮星虽然没有被大粪浇头，但这臭味却是避不了。没办法，排粪管爆了，现在外面已经脏到不能下脚，你还是乖乖等人来救吧。还好他是系统，可以屏蔽嗅觉。可阮星就惨了，因为这里实在太臭，外面又全是那几个女生的哭喊呕吐声，阮星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委屈巴巴的把脚往里缩了缩，还好外面那些黄色物体没有流到他这里来，否则真没处下脚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坏，还破坏排粪管，把这里弄得这么脏？阮星抹了把脸上未干的泪痕，因为太臭了，他哭不出来了。
他觉得这排粪管是外面那几个女生故意破坏的，他们一定是故意想用这种方法来吓唬他，把他困在这里，想臭死他。真是好恶臭、好歹毒的计划。原来真的有 BL， 真的好可怕。系统下划线，是你比较可怕吧？瞧把外面那几个折腾的，以后估计不用在学校做人了。此时厕所这边的动静，终究还是引来了外面的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臭？我刚刚在上课，在我们班里就闻到这股臭味了。我刚刚听到屏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爆了。不会是厕所管道堵了吧？应该不会吧？我们学校的管道可都是有定期检查的。有正在上课的老师走到门口看是怎么回事，也有学生好奇的张望。教导主任听到了动静，叫了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还有打扫卫生的清洁阿姨过来。现在这群人正站在门口，准备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救命！救救我们！老师救命！听到门外有人说话，娟姐等人大声喊起了救命。有学生在里面，还不止一个，快把门打开！有学生被困，这可不是小事。教导主任立刻让清洁阿姨开门。阿姨转动门把，发现门打不开，门锁好像坏了。门后的女生们叫得太惨了，外面的人也摸不准里面的情况。主任下令直接破坏门锁，先救学生要紧。等他们破坏门锁打开门，映入眼帘的画面看得人头皮发麻。入目所及之处，到处都是喷溅的黄色汤汁，而且是连汤带料的，干的稀的都有。墙上、门上、地上、洗手台、镜子上，以及那几个女生的身上，全都是。整个厕所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哇！一看门开了，几个女生连滚带爬的跑出来，教导主任等一众工作人员被吓得连忙避开，就怕沾到自己身上。哇！那几个是谁啊？好牛逼啊！一身全是屎，这是掉屎坑里了。快看，那几个好像是林乐娟和她的那群小跟班。不行，这太精彩了，我要多拍几张放上论坛。一时间，好多学生偷偷拿手机拍照。几人一看这么多人都在讨论自己，还冲自己拍照，哭得更惨了，逃也似的跑走了。呜，回家，马上回家，今天就转学。当阮星被送回教室时，一节课的时间已经过去。回来的时候，换上了老师为他准备的干净校服，被水淋湿的头发也吹干了。因为娟姐等人闹出的动静太大，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娟姐这些人身上。阮星消失了一节课的时间，除了顾叶、李明等人，压根儿没人关注他这一节课没来是干什么去了。星星，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也不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要报警了。苏菲第一个注意到走入教室的阮星，一见他过来，立马说道：“阮星，你之前去哪儿了？”顾叶也看到了阮星，皱眉问道。只有李明最淡定。结合现在传遍全校的娟姐等人在女厕所内浑身浴室的八卦，他猜阮星之所以没来上课，8成和娟姐等人有关。我遇到坏人了，他们好坏，浇了我一身水不说，还把厕所隔间的门锁了，不让我出来。最后为了吓唬我，还把厕所的排粪管给砸坏了。女厕被他们弄得脏兮兮，都没有地方下脚。还好主任带着人来救我。阮星红着眼睛，委委屈屈的告状。想到自己在女厕闻了半天臭味，阮星委屈坏了，眼眶红红的，又想哭了。我的天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来，我这儿有巧克力，你先吃颗巧克力压压惊，再坐下同我们好好说说。李明反应极快的拿出一颗高级巧克力，然后把阮星按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谢谢小明，有巧克力吃。阮星马上忘了委屈，硬是把泪一憋了回去。李明暗暗松了口气，还好这招有用，要是连吃的都哄不好，那事情可就大条了。等会，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说的砸了厕所排粪管，还把你关在厕所隔间的那几个，该不会就是校园论坛上说的林乐娟那群人吧？苏菲赶紧拿出手机，打开了校园论坛。论坛上现在正热闹着呢，上面好多娟姐等人的照片被疯传，还有人发了动图，是几人顶着一身屎尿在校园内奔跑的画面。评论区一堆人在哈哈哈。这林乐娟和她的小跟班们，在学校里那也是人憎狗厌的存在。现在见到几人倒霉，还真没人同情他们。苏菲把手机递到阮星面前，阮星歪头一看，他们是谁？漂亮的大眼中满是疑惑。这几个就是林乐娟他们几个。怎么，把你关厕所的难道不是他们？顾叶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就把手机还给了苏菲，实在太恶心了，多看一眼都是对她眼睛的伤害。我不知道啊，我和那几个坏人一直隔着一扇门，没有看到他们长什么样子。不过我认得他们的声音。阮星认真道，就是他们几个就是在厕所霸凌你的人。系统气急败坏的出声指正，原来真是他们啊！阮星忍不住多看了2眼，然后默默移开视线。果然，坏人都是肮脏的，居然喜欢玩屎，9成就是他们。李明撇撇嘴，他们有没有对你说什么？他们说我勾引叶哥，还说我和娟姐抢男人，说这只是一次警告，下次要划我的脸，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拍裸照，再送我去当爱情动作片的女主角。不过什么是爱情动作片？阮星眨巴着眼，眼中带着几分疑惑。爱情片他知道，动作片也知道，可爱情动作片是什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啊。他没有注意到，顾叶在听到他这些话时，脸色已经难看到不能再难看。他们真这么说？他沉声问。阮星肯定的点了下小脑袋。我知道了，这回是我连累了你。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交代。说完就走出了教室，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只留下阮星还在搞不清楚状况。这下好了，有叶哥帮你报仇，林乐娟那群家伙死定了。苏菲高兴地挥了下拳头，接着又道：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林乐娟他们家要倒霉了。叶哥早就想收拾他了，这回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林家。阮星哦了一声，也不是很懂，难道小叶要去帮他把那些坏人打一顿？先生，夫人，欢迎回家。王管家带着家里的佣人站在门口迎接刚刚出院的男女主人。爸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们大家好想你们。双胞胎阮玉和阮清第一个上前给了阮振兴夫妻一个拥抱。乖了，摸摸两个儿子的头，林曼笑得一脸慈爱。妈，看到你们回家，我真是好开心。双胞胎之后，阮思柔也上前给了林曼一个拥抱，母女俩拥抱在一起，画面看着温馨和谐。王管家，让大家都去忙吧，不用候在这儿了。老大阮琛对王管家说。知道了，大少爷。王管家应了一声，随后便带着佣人们忙自己的事去了。而阮家人则齐聚在客厅，因为今天是阮振兴夫妻出院的日子，阮家几兄弟难得的聚在了一块儿。大厅里除了阮星外，所有人都到齐了。阮星呢？一坐下，阮振兴就问起了阮星。他和朋友出门玩去了，晚上应该会回来。阮思柔说道。哼，明知道我和他爸爸今天要出院，不在家待着，还往外跑，果然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真是后悔接他回家。林曼一说到阮星，语气就变得极为不耐。行了，这些话你当着我们的面说说就行，可别当着阮星的面说，我可不想再进一次医院。阮振兴抬手打断了还想继续激情输出的林曼。我当然知道，那个灾星我可不敢招惹。林曼没好气道。瞧瞧他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哪有当妈的还得看女儿的脸色的。他林曼活了这么多年了，儿女都长大了，却要过这么憋屈的日子，哪家夫人会把日子过得像他这么惨？阮琛，让你办的事情办得如何了？阮振兴看向阮琛。阮振兴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公司都是交给了阮琛打理。不过这回阮振兴问的可不是公司的事，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爸，我已经联系了好3位业内知名的大师，3天后他们就会来家里。阮振兴交给阮琛的事就是这件。虽然汇通大师被雷给劈了，但天底下的大师又不止他一个，只要有钱，肯定能找到更有本事的大师。为了找到能克制阮星的人，阮琛还花了大价钱，把港圈的某位知名大师给请来了。这样实力的大师，他一共找了3位，就不信3位大师都搞不定一个阮星。阮振兴闻言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要不是为了躲阮星，他们夫妻哪会在医院住这么久？这时候出院，也是因为外界已经开始有了不好的传言，说他们夫妻伤势过重，已经快挂了。不想谣言越演越烈，影响到公司股价，他们才不得不出院。现在有了3位大师相助，以后再也不用怕阮星了。解决了一桩大事，阮振兴这心情顿时好了不少。爸今天高兴，我们一家人去外面吃顿好的，好好庆祝一下。阮振兴大手一挥，就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阮琛等人当然不会反对，于是一家人就浩浩荡荡的出门了。而阮星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甚至都不知道阮家夫妻今天出院，因为阮思柔为了给他穿小鞋，特地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今天是周六，阮星和李明还有苏菲3人约着一起出去玩。顾叶因为有事情留在家里，并没有和他们同行。3人看了一场电影，到了午餐时间，准备找地方吃午餐。阮星提议去吃肯德基，为什么一定要去吃快餐？今天我请客，随便想吃什么都可以，不用帮我省。苏菲家可不缺钱，她能跟在顾叶身边混这么多年，本身也是一个家里能量不小的小少爷。可是我想吃，我养父母老家那边没有肯德基，也没有麦当当。以前我也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还有从同学们口中听过，自己一次都没有吃过。阮星伸出一只手指，可怜巴巴的比了个1的手势。苏菲听了一脸同情的看着阮星，你居然没有吃过炸鸡，这也太可怜了。走，今天咱们吃个够，想吃多少吃多少，以后你的炸鸡哥全包了。太惨了，星星怎么这么惨，居然连炸鸡都没吃过。吃，让他吃，咱有的是钱。炸鸡管够。同情心泛滥的苏菲二话不说，带着阮星去吃洋快餐去了。只有李明，他看着苏菲这副同情心泛滥的样子，有些纠结该不该开口。他没有记错的话，老家那边是没有肯德基，也没有麦当当，可有华某市和祥某味。他们一帮同学平时可没少给阮星带炸鸡，阮星怎么可能没有吃过炸鸡？不过算了，反正也只是小事。李明决定还是不说了。炸鸡是好吃，但吃多了也会腻。阮星吃了2个套餐之后就不肯再吃了。苏菲为了圆阮星吃肯德基的心愿，可是把好几种畅销套餐都给点了，各种口味的汉堡都点了1个，桌子堆得满满当当。现在干饭主力表示不想再吃了，剩下这么多，他们2个怎么可能吃得完？本想剩下的就不要了，但阮星不喜欢看人浪费粮食。小时候老师就有教过，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二人一说要走，他就眨巴着眼盯着他们，一直盯到二人缴械投降为止。吃不完能怎么办？直接摇人呗。于是苏菲把李涛和赵鹏都给叫来了。两个家伙一听说苏菲请客吃饭，屁颠颠的让司机送他们过来。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居然是来解决阮星三人吃不下的炸鸡的，顿时脸都绿了。虽然绿着脸，但二人还是在苏菲各种低声下气的讨好声中，帮着把这一桌炸鸡汉堡给干掉大半。实在吃不完的，还送了一些给隔壁桌的小朋友。等走出肯德基大门，几人都有一种被炸鸡顶到了喉咙口感觉，好饱。我说你小子下次能不能看着点点餐，一次点这么多，要不是我们两个来帮忙，就你们三个能吃完才怪。李涛捧着肚子，一脸被撑到吐的表情。你小子，下次别这样啊，再有下次你亲我都不来。赵鹏在一旁附和。知道了，这回那不是不小心的吗？苏菲有些心虚，她当时还真没有考虑吃不吃得完的问题，只想到要一次让阮星吃个够，哪知道一不小心就点太多了。反正也出来了，你们接下来要去哪儿？我们也陪你们一起好了。李涛看了下时间，现在才下午1点，时间还早呢，可以多玩一会儿再回去。前面有家电玩城，去电玩城怎么样？我看还是去游乐场吧，要不去动物园。4个男生一面走向停车场，一面在街上讨论接下来的行程。我下午不能跟你们去玩了，我还有别的事。阮星突然停了下来。你能有什么事？苏菲一脸好奇的跟着停下脚步。据她所知，阮星刚刚才回到阮家，除了他们几个也没什么朋友，实在想不出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事。我报了一个补习班，今天下午要去试课。阮星想到补习班就双眼放光。第一次上补习班，阮星现在的心情老激动了。去补习班有必要这么兴奋吗？苏菲等人交换了一个不解的眼神。这补习班是阮家帮你报的？李涛问。不是啊，是我自己报的，就前2天放学，在学校附近有人给我发了一张传单，传单上说可以先试课再交钱，我就先报了名，打算先试1节课再决定要不要交钱继续上。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聪明？阮星笑得眉眼弯弯，整个人看上去又软又糯。聪明聪明，真是太聪明了。赵鹏一面点头，一面捧场的冲他竖起大拇指，实则和其他人暗中交换起了眼神。赵鹏，阮星看着傻乎乎的，不会被骗了吧？李涛，最近好些补习机构打着补习班的幌子搞诈骗，阮星一个人去不太安全啊。苏菲，都是同学，陪他去一趟呗。李明，虽然我不觉得他会有事，但我们还是陪他一起吧。40分钟后，5人一起出现在了某家补习社楼下。小天才补习社，补习社的招牌看着挺精致，带着几分高大上那味儿。就是这补习社所在的地点，让4个男生纷纷皱眉。就是这里了，我们进去吧。阮星走在前面，率先走了面前的大厦，按照传单上所写的地址，5人进入电梯，按下了22楼的按键。这栋大楼一共有30层，30层全部用来出租。大楼里面人员复杂，有干物流的，有冻肉仓库，有女仆咖啡厅，有洗脚按摩的，还有一些小型的工作室和小公司，甚至还有开宾馆的。这样的地方可不适合开补习社。4人和阮星不一样，阮星是不懂这些，其他人可都懂。还没到那所谓的小天才补习社，他们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儿了。星星，要不我们还是走吧，这地方不太对劲儿。苏菲等人眼神交流了一番后，还是决定不要冒险，先把阮星带走再说。可是阮星有些犹豫。乖，这个地方太乱了，教学质量肯定很差。你要是想补习，我可以介绍一个好的补习老师给你，补习班就不要去了。现在外面骗子多，专门骗我们这种有钱人家的小孩。苏菲连哄带骗的把阮星带回到1楼，刚想离开，突然一道黑影屏的一声掉落到5人面前，瞬间血花炸开。啊，有人跳楼了，快报警！苏菲明明自己也吓得腿都软了，还是挡在了阮星面前。别看，差一点，只要再往前走个2、3步，这个女生就掉到他身上了，到时候只怕他不死也得残。好险，好险！阮星同样被吓到了，小脸惨白，他死死地抓着苏菲的衣角，一双眼睛根本不敢往前看。几人退到了一边，与女生的尸体拉开了距离。谁能想到，他们只是想陪阮星来看看这补习班有没有猫腻，居然还能遇上有人跳楼，这究竟是什么运气？我们快走吧，我感觉我刚刚吃下去的炸鸡马上就要吐出来了。正说着呢，李明就开始干呕，最后实在忍不住，跑到路边大吐特吐起来。不过他这并不是个例，因为这女生的死相实在太过血腥恐怖，看到的人好多都忍不住吐了。李明一吐，苏菲、李涛、赵鹏都忍不住跟着吐，只有阮星还没有想吐的感觉。不过他此时脸色也极为不好，刚才这个女生掉下来的瞬间，他好像看到这个女生对着自己笑了，虽然只有一瞬，但那笑容却让阮星看得十分真切。小姑娘吓坏了，心里嘤嘤的叫着系统，统统，他刚才是不是对我笑了？好可怕，好吓人，吓死我了。李明他们都在吐，阮星只能向系统倾诉心中的恐惧。阮星现在只觉得这个跳楼的女生比他龙家看到的那群鬼还要可怕。确实是笑了，阮星能看见的，系统当然也看到了。
说实话，哪怕她不是人，都有些被吓到。更何况阮欣还是这么软萌的一个小女孩。不过你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商城里面的有护身符，你买一个护身符，只要带在身上，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可是我没有积分了。阮欣无措地对着手指。这段时间她不缺钱，身上的钱一直够用，对做任务也就不那么上心，所以身上的积分一直没有增加。她身上现在的积分根本不够买护身符。不怕，回头咱们就好好做任务。咦，突然系统顿了一下，怎么了？阮欣紧张地问。那边那几个是不是你爸妈他们？阮欣看向系统所说的方向，果然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影正在朝着这边过来。要说阮振兴一家也是倒霉，刚刚吃完饭准备回家，就接到了大厦经理打来的电话，居然有人在他们家大厦跳楼了。这半年来，东南大厦一直不太平，先是在10楼的冻肉仓库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没过几天又有疯子跑到大厦内的某公司对着员工乱砍死了该公司2名员工。再之后又有人报警，说家里读高中的孩子在小天才补习社失踪了。虽然最后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女生，但警察搜了整栋楼，搜到有人在大厦里藏毒，大厦的声誉再次受损。阮家虽然把消息尽量压了下来，但想也知道这消息压不了多久。现在又有人在这里跳楼，这可真是……唉，好在接到消息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在这附近，走过来都不需要5分钟。要是在其他地方，他们还得坐车过来，到时更耽误时间。爸妈，你们什么时候出院的？阮欣一看到阮父阮母，就小跑着来到父母面前，看到阮欣也在这里，阮家人的脸色多少都有些不自在。是星星啊，你不是和朋友出去玩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阮振兴脸上带着笑，假装慈爱地问道。我和朋友想来看看这边的补习班，哪知道刚刚从楼上下来，就看到有人跳楼了，好可怕，吓死我了。他拍拍小胸口，一副被吓到的样子。阮家人怎么就没把你吓死呢？阮总，您可来了。大厦经理看到阮振兴一家，激动地移动着胖胖的身体跑了过来。报警了没有？阮振兴问。经理点头，报了，一早就报了，警察应该快到了。话音刚落，警车的声音就传入了众人耳中，几辆警车先后行驶过来，从车上下来的警察动作熟练地拉警戒线，勘察现场，还有找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您就是阮总，这东南大厦的主人。一位看上去40来岁的中年警察走到阮振兴面前。我是。阮振兴点头。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的陈峰，现在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陈峰直接出示了证件。阮欣好奇地看了一眼。哦，还是大队长呀？没问题，我配合警方调查。阮振兴摆出10分配合的态度。阮振兴作为东南大厦的主人被叫去问话，而阮欣因为是第一发现人之一，刚才尸体离他们又那么近，同样被叫去问话。一同被问话的还有苏菲他们几个。警方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就让他们走了。这时尸体已经被带走，现场只留下了一地的鲜血，还有混在鲜血中的脑浆。今天因为看见别人跳楼，下午阮欣等人也没有心情出去玩了，录完了口供就直接各回个家，各找个妈。阮欣先阮振兴他们一步回来，等阮家其他人回来时，已经快下午4点了。爸妈，你们怎么这么慢？他本来是想等着爸妈他们一起回来的，结果家人怕他等太久，一定要让他先回来休息。家人们还是太体贴了，虽然之前他们做的一些事让阮欣觉得生气又委屈，但这段时间他们都有在改变。阮欣还是决定做人大方一点，原谅这群家人，以后和家人好好相处，只要他们多疼他一点，其他的他就不计较了。嘻嘻，她果然是善良大度的好女孩。见阮欣像没事人一样坐在客厅看电视，阮家人都有些不太想搭理她，可不搭理又不行，只能憋屈地扬起笑。陈队长留我们多了解了一些东南大厦的情况，这才回来晚了，让我们星星久等了。阮振兴扬起假笑，声音温柔得像个慈父。星星晚上想吃什么？妈让管家现在准备。今天是爸妈第1天出院，咱们一家人晚上一起好好聚一聚。林曼也紧跟着出声，就是这声音听着有些紧张。好啊好啊，那我要吃鲍鱼，还要吃大龙虾。阮欣笑眯了眼，兴致勃勃地点菜。行，妈马上让王管家准备，我们出去一趟累了，就先回房歇会儿，你自己乖乖看电视好吗？林曼对阮欣柔声说。阮欣乖巧点头。阮振兴夫妻立马像有狗在身后撵似的上了楼。大哥还有工作，先回书房了。阮琛紧随其后跟着闪。大哥，我有事找你，咱俩一起走。阮征立马跟上。三哥还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先上楼了。阮秋和阮欣打了声招呼，冲上了楼。我们还有学校布置的作业要做，星星你自己看电视吧，我们去忙了。阮玉、阮清丢下这句话后，也跟着往楼上跑。我也还有作业，姐姐你忙吧，我就不陪你了。所有人都走了，阮思柔可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和阮欣大眼瞪小眼。一看所有人都走了，阮欣眨巴了2下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眼底满是疑惑。大学也有作业吗？我还以为上了大学就不用写作业了呢。废话，当然有作业啊，
学生哪能没作业？系统理所当然地说。阮星点了下小脑袋，继续看电视。他现在看的是一部现在超火的大爆剧，男主还是由他三哥阮秋饰演的，女主是一个长得很清纯的女明星，就是不知道叫什么。这剧情神奇的把阮星牢牢吸引住了，尤其是那个女明星，长得漂亮，而且剧里面的她还超善良，阮星都快成她粉丝了。忙着看电视的阮星却不知道，刚刚都说有事的阮家人正聚在了阮振兴夫妻房间里。此时，阮家夫妻脸色阴沉的像有谁欠了他们几百个小目标。这房间怎么回事？我和你们妈的房间怎么搬这儿来了？阮振兴和林曼上楼后，下意识的想回他们自己的房间休息，也好暂时避开阮星。没想到打开房间一看，发现自己夫妻二人的房间全变了，里面的装修直接来了个大变样。直到后面阮琛上楼后看到他们站在阮星房间门口，才赶紧把人领到了他们的新房间。这个房间也不错，但这可是客房，让一家之主住客房，这是人干事。爸，你和妈原本的房间现在已经是阮星的了。阮秋面色有些尴尬，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胡来，就这么看着他占领我和你们爸爸的房间。林曼不敢置信的看着他的几个儿女，要不是刚刚回房看到，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夫妻二人不过只是去医院住了几天，一回来连个正经房间都没有了，一家之主沦落到睡客房，这要是传出去，他们夫妻二人还如何在上流社会立足？妈，其实这也不能怪哥哥们，姐姐有多霸道，您也是知道的。她说想住最大最好的房间，可最大最好的房间肯定是您二位的房间。她上楼看过房间后，直接就把房间给占领了，还让管家联系了装修公司重新装修。我们阻止过的，可姐姐根本不让我们说话，我们一阻止她就要哭，我们哪里还敢说什么？阮思柔一脸抱歉地看着阮振兴和林曼，楚楚可怜地说道。见小妹出声帮他们解围，阮真赶忙开口，就是这样没错，一切都要怪那个阮星，全是他不要脸，居然霸占爸妈的房间，简直不孝。是啊，我们真的尽力了，可那个阮星太难缠，真的不能怪我们啊。双胞胎赶忙撇清关系，一切都是阮星的错，不关他们的事。阮琛，妈，这个房间我已经安排了装修公司重新装修过了，全是根据爸妈的喜好布置的，要是不满意，我再联系其他装修公司。阮振兴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不用弄了，再怎么重新装修也改变不了他以前是间客房的事实，别折腾了，就这样吧。好在我们只要再忍3天，一切就结束了，到时候等3位大师一到，除掉了阮星这灾星，他们阮家就能重新回归平静美好的生活。林曼也是想到这里，心里才好过了那么一点。不说他了，今天东南大厦的事，你们怎么看？阮振兴想到了今天大厦发生的跳楼事件，就感觉心口一阵阵疼。东南大厦是阮振兴名下的产业之一，以前也是十分赚钱的产业，光是收租每年就能赚好几亿。可是现在，因为大厦接二连三的出事，租金不得不一降再降。可哪怕是这样，还是不断有租户提出解约。阮振兴被这事儿搞得焦头烂额。爸，我们之前不是找汇通大师看过吗？汇通大师说过，这栋大厦被人坏了风水，住在里面的人一定会灾祸不断。既然这栋大厦现在这么邪门，不如找个冤大头卖出去，我们也好弥补一下损失。老四阮玉提议。可是小哥，这东南大厦的事在上流社会也不是秘密，哪里会有冤大头愿意接手？阮思柔天真的说道。阮玉觉得阮思柔说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还不简单，找个暴发户，或是刚刚从国外回来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有钱人，把人忽悠过来买楼，用心找总能找到这样的傻子。还是算了吧，上哪儿去找愿意花几十亿买楼的暴发户？还有国外回来的那些投资商，哪个没有自己的人脉？你说的办法根本就行不通。阮清直接把这个主意给否了。那你说怎么办？汇通大师可是说了，这栋楼在谁的手上，谁的运势也会跟着变差，哪怕不住在那里，但作为东南大厦的主人，气运也是与大厦相连。依我看，阮星这个灾星会进门，多半也是因为我们一家被那栋大厦影响了气运。阮玉的话，别说还挺有道理，就连阮振兴夫妻都觉得，莫不是阮星会来到阮家客他们，还真是因为东南大厦。阮小四，你不会以为我和爸没有想过卖掉那栋大厦吧？早在最开始，汇通大师说那栋楼被坏了风水后，我和爸就已经在找买主了。可惜东南大厦的事不知被谁泄露了出去，根本没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若非如此，你以为我跟爸会直到现在都没能处理好大厦的事？阮琛冷着脸说，那些租户倒还好，大不了不租了，直接搬走就是。可作为大厦的主人，阮振兴想要脱手，那可就难了。这么大一栋大厦，难道是说卖就能卖的？哪怕已经过了半年，买主还是连个影儿都没有。要实在不行，把这栋大厦转给别人吧，哪怕不收钱也行。阮秋想了想说，毕竟钱也没有命重要不是？转给谁？总不能随便找个路人就送出去吧？阮玉一脸无语，这么大栋大厦就这么白送？哪怕那栋楼晦气，但那也是市值几十亿的房产。阮征突然眼睛一亮，要不送给阮星怎么样？送给阮星？所有人同时眼神古怪的看他，干嘛这样看我？
我就是这么一说。我想着，反正那栋楼那么晦气，阮星又是个灾星，就让他和那栋楼去互相克去吧，看谁先克死谁。越想越觉得自己出了一个好主意。可东南大厦怎么说也市值几十亿，就这么送给阮星。阮玉觉得这也太便宜阮星了，房子再晦气，市值也在那儿摆着。要知道他们几兄弟，包括阮思柔在内，名下的财产就是全加起来也没有几十个亿。要是把这栋大厦给了阮星，他岂不是立马就会成为阮家小辈中资产最雄厚的那一个？那房子都已经这样了，你开价几十亿也得有人要啊。阮征给了他一记白眼，我觉得老二说的不错，就给阮星吧，反正他就是一个灾星，正好物尽其用。第一个支持阮征的居然是林曼。阮振兴沉默片刻，最后点了点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大，让律师草拟文件，尽快让阮星签字，把东南大厦转到他名下。阮星还不知道自己名下马上就要多出一栋楼。看完了电视，他就回房玩手机，正好刷到了有关跳楼女生的消息。这事儿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人加入了讨论。阮星当时就在现场现身说法，和网友讨论的热火朝天。此时，隔壁顾家刘管家拿着望远镜，神神秘秘地往隔壁院子里看。看到什么了？顾晨走了过来，伸长脖子瞄了2眼，什么也没有看到。刘管家有些遗憾地放下望远镜，看不到你还看？顾晨无语。少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刘管家突然反应过来，原本不在家的少爷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顾晨优雅地坐在了阳台的躺椅上。我要是再不回来，万一对面报警告你偷窥，我岂不是还要去警局保释你？放心吧，少爷，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发现。刘管家一脸自信，要知道他以前可是飞龙特警队的，10几年前退下来才进了顾家做管家。别看他看着才40来岁，其实他已经50多了。刘管家，你盯着阮家看，到底是在看什么？顾晨手托下巴，看着隔壁的房子说，今天阮振兴夫妻出院，我想看看他们还会不会作妖。没想到这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看来阮家人学乖了。刘管家一脸遗憾，阮家人学乖了，他没有热闹看了。不过少爷，您就不好奇吗？刘管家一脸古怪，他家少爷明明才是最爱看热闹的人，今天这也太淡定了。不好奇？顾晨摇头，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好奇？他朝刘管家勾了勾手指，少爷请讲。刘管家恭敬地凑上了耳朵。3天后，阮家那边要搞事情。顾晨也没有卖关子，不是吧？他们又来？这次一次叫来了3个，阮星小姐不会有事吧？刘管家有些担心那个小姑娘，虽然没正式打过照面，但是按调查到的信息来看，阮家人可都不喜欢她，甚至巴不得把她赶出家门。你就别担心她了，反正最后倒霉的那个肯定不会是阮星。这话顾晨说的那叫一个肯定。少爷还是对阮星小姐那么有信心。刘管家嘿嘿一笑，顾晨瞥了他一眼。刘管家表情一收，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对了少爷，您今天出去的时候，松华道长来电话了。他说，顾晨皱眉听着，那只他们在龙家抓到的厉鬼居然魂飞魄散了，不知是什么人竟隔空做法弄死了那只厉鬼，看来是幕后之人坐不住了，为了不暴露自己，选择了弃车保帅。他有预感，那个人一定还会再出手，到时他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想要阮星的命。深夜，阮星躺在自己价值100万的床垫上睡得香甜，却不知道一双猩红的眼睛正在暗处注视着他，惨白的手突然从床底下伸了出来，朝他靠近。起床尿尿，晚上好像喝太多水了。就在那只手即将抓到阮星的胳膊时，他突然用力拉开被子，翻身下了床，睡眼惺忪地往洗手间去。放完了水，觉得肚子有点饿，他干脆下了楼，打算去弄点吃的。冰箱里有他让厨师准备的小点心，全是他喜欢的，除了他，谁也不许动。他的，全是他的。阮星一路下楼，瞌睡也醒了大半，拿了一些点心和饮料，他把吃的全部带回了自己的房间，摆在阳台上，准备边看星星边吃宵夜。奇怪，这屋子里怎么有阴气？系统有些疑惑地嘀咕一声，什么阴气？吃着小蛋糕，阮星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享受着清凉的晚风。就在这时，阮星的手机响了，虽然是个陌生号码，但他还是接了。这么晚了还不睡？顾晨好听的声音传来，老师是你啊。阮星有些意外，现在可是半夜2点，老师怎么会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呢？看对面，阮星抬眸看向对面，只见对面和他房间的阳台正对着的隔壁别墅阳台上，正站着一名穿着夏季睡衣的男子。该男子还在月光下拿着手机对着他挥手。原来老师你的房间就在我的对面啊。阮星咯咯笑了起来。此时的阮星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身后一只惨白的手马上就要摸上他的肩膀。星星，听话，别回头。电话另一头，顾晨说完这句话，突然拿出了一把疑似木仓的东西对着他，然后扣动扳机。停！一阵极低的气音响起，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啊，你那个老师好像拿着木仓在对着你，快跑啊！系统吓得差点发出鹅叫。啊！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突然在阮星身后响起，这惨叫之凄厉之音了，根本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声音。什么东西在叫？阮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得差点把手上的小蛋糕丢出去，但他谨记老师的话，不敢回头看，总觉得要是回头，会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现在没事了，吃完宵夜赶紧睡吧，别熬夜。说完这句话，顾晨结束了通话，朝着阮星挥了挥手就进了房间。直到看到顾晨进了房间，他才收起了手机，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身，身后什么也没有。温馨雅致的房间内并没有多出任何东西。他关上落地窗，拉上窗帘，疑惑地和系统嘀咕起来：彤彤，好奇怪哦，我怎么觉得刚才我身后有东西？难道是他的错觉？你身后确实有东西，也怪我一时没有注意到，让那些脏东西进了你的身。系统有些内疚地说：原来我房间里真的有东西啊！刚才他发出惨叫声，难道是因为老师？阮星皱起秀气的眉毛，随后又是一脸高兴：老师好厉害，原来是老师救了我。这一点系统不得不承认，是挺厉害的。你那个老师果然不是普通人，你倒是可以和他多亲近亲近，争取让他成为你的助理。不过也真是奇怪，他刚才拿出来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看着像木仓，但又不是，也不是法器，倒有些像。不过这有可能吗？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怎么可能制造出灵魂武器？别闹了！隔壁别墅。拉上窗帘后，顾晨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阮星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顾夜半夜3更被电话吵醒，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是吧，小叔？现在是半夜2点多，哪个正常人会在这个时间给别人打电话？先回答我的问题。顾晨丝毫没有将他的抱怨放在眼里，声音平静地问：等会儿，让我想想。顾夜认命地坐起身：我想起来了，阮星今天和苏菲他们一起出去玩，听苏菲说他们好像去了那什么东南大厦，还亲眼看到了有个女生跳楼。这么大的事，苏菲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特地发了消息和他分享，所以他才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不过小叔，这大半夜的，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顾夜打着哈欠，一脸疑惑地问道。没什么，你继续睡吧，既然醒了，别忘了顺便起床撒个尿。说完这句话，顾晨直接挂了电话。顾夜，星期天早上8点，阮星坐在客厅和家人一起吃早餐。星星，你也回来有一段日子了，妈妈还没有带逛过街呢，等下吃完早餐，妈带你出门买衣服，月月也一起，你们2个都买。林曼今天表现的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就是太过慈爱了，看着表演痕迹有点重。妈可真不会演戏，这演技要是去混演艺圈，一准被吐槽。阮秋暗暗低下头，不敢发表意见。不过他妈也真是豁得出去，为了让阮星放下警惕，居然还愿意主动接近他。明明妈恨他这个亲妹妹，恨得要死。要知道，他们一家人身上的伤口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全乎。他可怜的脖子现在都还带着紧迫，因为脖子的伤，他最近好多工作都没法推进，连新剧的宣传都没有现身。买新衣服，阮星眨巴着大眼。可是哥哥们已经给我买了很多新衣服了，这话倒是不假。自从阮星搬过来一起住后，阮家人怕他再闹，一点委屈都不敢让他受。房间最大的那间他想住就让他住。想要新衣服，阮琛直接让各大品牌店把新款全部拿来，摆满了阮星的衣柜，还有各种名牌包包，以及搭配衣服的鞋子和名贵的首饰，就连他要求的零花钱也都打到了他的卡上。阮星现在还真是什么也不缺，衣服怎么会嫌多呢？那些是你哥哥们给你买的，这回是妈妈给我们星星买衣服，这不一样。林曼想伸手去摸他的头，实在下不去手，硬生生的把手缩了回来。好在阮星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是啊，姐姐，这可是妈妈的一片心意，姐姐你可一定要答应啊。阮思柔在一旁笑着说道。今天他可是给阮星准备了一份大礼。阮家人的手段还是太温和了，他不想再等下去，让阮星这么一直骑在他头上，这可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益达广场，阮星被亲妈还有贾千金一左一右挽在中间，说是出来买衣服，林曼还真就说到做到，带着阮星去逛了一下奢侈品专卖店，连鞋子包包都给买了不少。这些东西买完后，林曼直接留了地址，让专卖店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家里。姐姐，我们也逛了这么久了，不如找家店坐下吃点东西吧。阮思柔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12点30分了。好啊好啊，阮星立马点头，他要吃好吃的。我看前面有家日料店，我们去吃日料怎么样？林曼眸光一扫，看到斜对面有一家日料店，顺口说道。日料我没吃过，好吃吗？阮星眨巴着大眼问。妈带你去吃一次就知道味道如何了。林曼笑了笑，带着2个女儿朝那家日料店走去。第一次来日料店，阮星兴致还挺高。进店之后左右张望，大眼里写满了好奇，任谁看他这副样子都知道他是第一次来。林曼觉得有些丢脸，要了个包厢，赶紧把阮星领了进去。星星，咱们在外面能不能不要这样？林曼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阮星不解，就是像你刚才一样，来到一个没来过的地方就东张西望，这样谁都知道你是第一次来，这样不好。林曼试图和他讲道理。
可是我本来就是第一次来，当然会好奇，想多看两眼。谁还没有第一次，怎么就不好了？阮星完全听不懂林曼想表达什么。妈也是为了你好，人家要是知道你第一次来还到处乱看，会觉得你没见识，会笑话你的。林曼见阮星一副不懂的样子，只得继续掰碎了讲给他听。要不是看他不好惹，林曼哪会这么有耐心给他讲这么清楚，直接一顿骂就完事了。如今他也只能希望怀柔政策能管用，让阮星听话一点，不要让自己太丢人。他们凭什么笑话我啊？我又没有做坏事。阮星小嘴一撇，不太高兴地说：“姐姐，妈也是为了你好，这不是怕你被人笑吗？”阮思柔在一旁帮腔，要不是林曼用眼神向他求助，他还真不想多话。他可是巴不得阮星越丢人越好，这样就能永远当他的对照组。可是凭什么？我好奇多看两眼，他们就嘲笑我。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笑我？想到自己被人嘲笑，阮星眼眶一红，眼看就要掉金豆。错了，他们错了，是他们错了。妈帮你骂他们。星星你别哭，你可千万别哭。一看阮星这架势，林曼下声音都在抖。对，姐姐，全是他们的错，谁敢笑你，我们全家人都不会放过那人。阮思柔赶紧帮着一起哄，她可不想被埋，也不想自己身上再多2道口子。等着瞧吧，贱人，先哄着你，等下有你的好果子吃。别以为你会哭，所有人都得哄着你，有你哭不出来的时候。阮思柔心里暗暗低皱着，但面上她却表现得像个温柔好妹妹，完全看不出丝毫破绽。很快阮星就被哄好了，再加上3人点餐正好上桌，阮星只顾着吃，压根儿忘了刚才的事。一场危机总算是解决了。林曼和阮思柔同时松了口气，这怎么感觉比打仗都累？吃完日料出来，阮思柔拉着林曼去洗手间，让阮星暂时在这边等着。阮星爽快同意，自己跑到奶茶店买了一杯奶茶，还帮阮思柔和的林曼打包了一份。宿主你真棒，我这都没发布任务，你就知道自己刷林曼好感度了。系统见阮星如此上道，乐得对阮星一通表扬。阮星吸着奶茶，手里还拎着2杯，整个人幸福的直眯眼。奶茶真好喝，他还给妈妈和妹妹买了最新推出的新品种，希望他们会喜欢。就在阮星专心吸着奶茶时，没有注意到一名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正在朝着他走来。男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他的手一直伸在外套里，似乎一直在抓着什么东西，不想让人看见。直到走到阮星面前，他才将手中之物拿出来，然后朝着阮星狠狠刺去。去死吧，贱人！男子手中拿的全是一把尖刀，此刻他正拿着尖刀狠狠地捅向阮星，而且接连捅了好几下。啊！杀人了！救命！快报警！本就是周末，商场上人来人往，这边的动静很快被人注意到，不断有人在尖叫逃跑，现场顿时乱作一团。男人朝着阮星捅了好几刀，以为阮星会死在自己面前时，却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叔叔，你在干嘛？阮星手上拿着奶茶站在原地，别说流血了，皮都没有破一下。这怎么可能啊？你不是中刀了吗？男人一脸崩溃，他拿起手上的刀一看 ，M 的，这怎么就剩个刀柄了？刀刃呢？低头一看，原来掉地上了。再看他刚才捅的位置，难怪他一点反应没有，感情刚才的刀柄全捅在他的小挎包上了。男人无语了，这 TM 算怎么回事？不行，这个女的必须死，否则他收不到尾款。收不到尾款，他女儿的病怎么办？这么想着，男人竟直接扔掉了刀鞘，一把掐上了阮星的脖子。死！你给老子死！放手！阮星被掐得生疼，直接伸出纤细雪白的腿，一脚踢向男人的敏感部位。男人痛得整个人冷汗直冒，直接叫出了声：“你个贱人！贱人！”哪怕疼成这样，他也不愿松手。只要这个贱人死了，钱就还是他的。他掐得更用力了，而阮星直接痛得哭了出来，一双小脚努力地踢着。就在这时，商场装饰用的彩灯突然掉了下来，一下子就挂在了男人的脖子上。男人现在只顾着发狠，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脖子上多了个东西。一股强大的拉力猛地将他往后拉，等男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整个人就这么向后倒飞了出去，随着一阵尖叫声，挂在了商场的水晶大吊灯上。男人先是一阵懵逼，随后开始拼命呼救：“救命！救命啊！快来救救我！我恐高！”男人吓得手软腿软，整个人抖得不行了，却还是像八爪鱼一样拼命地抓着水晶大吊灯。天知道这么高的地方，对他一个恐高症患者来说有多么不友好。很快，水晶吊灯上留下一滩黄色液体，这货竟然吓尿了！不是吧？这也行？我的天，这男人怎么挂上去的？该不会是在拍电影吧？还没来得及跑的客人以及商场工作人员，看到男人离奇飞上水晶吊灯的一幕，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在拍电影。这时，商场保安终于来了：“这位小同学，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商场经理带着保安一赶到，马上开始关心受害者阮星的状况。阮星摸了摸脖子，没什么事，就是脖子有点痛痛的。男人掐得很用力，阮星的脖子都被掐红了。
那个可恶的家伙，星星他想杀你，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快报警抓他！好在他家宿主运气好，那个男人刀上的刀刃掉了，没有真的捅伤阮星。要是伤到他家宿主，他一定不会放过那个家伙。本来这个男人在接近阮星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无奈对方出手太快，他连给自家宿主示警的机会都没有。都是他反应太慢，要是他反应快一点，他家宿主就不用受罪了。瞧这小脖子都红了，太可怜了。叔叔，能帮我报警吗？那个坏叔叔刚才想用刀捅我，他想杀我。阮星认真的和面前的商场经理说道。放心吧，同学，我们刚才就报警了。真的很抱歉，让你在我们商场受到了惊吓。不如在警察来之前，你先跟我们去休息室休息一下，怎么样？我们到休息室一边休息一边等警察。经理是一名30多岁的男人，看阮星这样子就知道肯定还是个学生，心里怪不忍的。小小年纪却遇到变态杀人犯，还好运气好没事。好在这变态图便宜，没能买把好刀，否则他们商场非得出人命不可。可是正想说自己还有亲人在附近，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星星，妈妈的星星，你没事吧？妈听说你遇上变态了，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林曼一上来就拉着阮星上下打量，见他只是脖子红了一点，身上一点伤没有，心里暗道可惜，面上却还是装出一副焦急的表情。阮思柔也是一样，姐姐你没事吧？刚刚听说你出事，我和妈妈都担心死了。他上前打算挽住阮星的手，却被阮星避开，还递来了2杯打包好的奶茶。妈妈，妹妹，这是我专门给你们买的。好在刚才那个坏蛋没有把奶茶打翻了。原来你们就是这孩子的亲人，这孩子可真不错。刚才被掐脖子的时候还一直护着这2杯奶茶呢，原来是给你们买的。是啊，这孩子可真孝顺，真是好孩子。刚才从头看到尾的客人一见安全了，立马围了上来。救命，快来救救我！七嘴八舌的说话声中，不只有对阮星的夸赞声，还有变态凶手绝望的哀嚎求救声。可惜没人有空理他，就让他挂那儿吧，等警察来了再说。带着奶茶，阮星3人被带到了监控室，一人手捧1杯奶茶。阮思柔和林曼脸上都是一副感动的表情。星星，你好好坐这儿休息，你买给妈妈和妹妹的奶茶，我们一定会喝完的，这可是我们星星的心意啊。林曼看着阮星，笑得十分温柔，就像一个疼爱女儿的母亲。没人知道刚才阮星出事的时候，他和阮思柔早就已经到了。2人偷偷站在一边，压根儿没敢过去，甚至心里巴不得那个变态杀手给点力，帮他们解决掉阮星这个妖孽。姐姐，你对我和妈妈真是太好了，这么危险的时候都在保护这2杯奶茶，我真的好感动。嘴里说的那叫一个感动，其实心里想的是，贱人，算你好狗运。那个男人是不是有病？都来杀人了，就不能买一把好刀吗？他这么精妙的计划，结果竟是输在刀上面，这让阮思柔有一种看爽文刚看到爽点，却突然被喂了屎的感觉。钱白花了，真是晦气。接受着母亲和妹妹的夸赞，阮星吸着自己的这杯奶茶，笑得眉眼弯弯。只是带2杯奶茶，居然就让妈妈和妹妹这么感动，那他以后会多帮他们带的。看着这母慈女孝，结有媚功的一幕，保安们都有一点感动，真是幸福和谐的一家。好在那个凶手没有得逞，这么幸福的家庭差点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简直就是造孽啊！为了表示自己真的很感动，母女2人插上吸管，用力吸了一口，只是瞬间，一股恶臭直冲天灵盖，2人猛然变了脸色，差点直接吐出来。这是什么？阮思柔的脸已经五彩缤纷，隔壁的林曼也差不多，要不是顾忌这里有这么多外人在场，他肯定不顾形象当场吐了。奶茶？阮星用理所当然的声音说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奇怪？好不容易咽下去了，阮思柔感觉自己的嘴脏了，他这辈子没喝过这么臭的奶茶，像在喝屎。这是榴莲臭豆腐鲱鱼混合口味奶茶，奶茶店的小姐姐说这是最新口味，我特地买来带给你们尝尝鲜的。阮星笑盈盈的说道。保安哦，榴莲臭豆腐鲱鱼混合口味奶茶，这3种东西能混一起，确定这是给人喝的？星星，这奶茶妈妈觉得有些不合口味，要不……林曼刚想说不想喝，就看到阮星已经红了眼眶，山红即将爆发。妈妈的意思是说刚刚喝有些不习惯，习惯以后觉得还好。好险把话给圆了回来，为表诚意又用力吸了好几口。你看，妈有认真在喝。哦，阮星的眼泪也瞬间收了回去。妈妈你喜欢就好，你们快喝吧，一会儿冰该化了。他好心提醒。好，我们现在就喝，现在就喝。母女2人对视一眼，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好似被逼良为娼的无奈与痛苦。深吸口气，一口干了。哦，经理，保安，感动中，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警察来的还算快，1杯奶茶刚喝完，警察就来了。录口供也很顺利。等录完了口供，拿着商场为了给阮星押金送出的一堆礼物回家时，心大的他完全忘记了刚才被掐脖子的事，蹦蹦跳跳的拉着妈妈和妹妹进了家门。回到家的母女3人，只有阮星活泼开朗，阮思柔母女像是受了蹂躏一般，面有菜色，有气无力。你们这是？阮振兴震惊的看着2人，
难道出门一趟，他们又被阮星坑了？爸，我先上楼了，晚饭不用叫我。说完，阮思柔匆匆跑到了楼上。老公，我也先上楼了，不用叫我吃饭。他要上楼吐话，再也憋不住了。看着争先恐后往楼上跑的母女二人，阮振兴吸了吸鼻子，怎么有股屎味？难道家里有厕所被堵了？度过了愉快的周末，又到了周一，刚走进教室，就有人围上来和阮星说话。阮星同学，听说你周日的时候在商场被一个变态杀人犯盯上了，是不是真的？一位同学好奇的上来询问。阮星同学，这个应该是你吧？是不是你啊？有人已经拿出了视频，这视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拍的，拍到了阮星被陌生人捅刀子，再到凶手倒飞出去挂灯上的全过程。虽然阮星脸上打了码，但认识他的人还是能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他。这个确实是我，不过这是谁拍的？阮星看着视频，无辜的点了点小脑袋，不知道是谁拍的，反正这视频在网上挺火的，点击量已经破1000万了。这也是有个同学刷到后，特地分享到了班级群，大家这才知道了这件事。阮星虽然加了班级群，但他一般不太关注班级群的消息，所以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视频的存在。这还真是你啊！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被捅刀子都没事。是啊，这运气你都能去买彩票了。那个男人傻不傻？拿一把断刀去捅人，简直乐死我了。还好是把断刀，要是没断，阮星同学肯定完蛋。这是不是该叫苍天有眼，恶有恶报？同学们围着阮星，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那叫一个欢乐。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不要围着阮星了，赶紧走开。李明挤进人群，护着阮星回到位置上。李明，你这胆烦了是吧？居然敢这么和我们说话。行啊，李明，你最近胆子见长啊。你小子忘了当初怎么讨好我了，还想不想跟我混了？有2个平时在班里被李明拍马屁讨好过的男生，有些不爽的看他，我现在只跟着我星姐混。李明理直气壮回了一句，有阮星在，他还用得着跟别人混吗？想什么呢？行啊，我就看你能跟着阮星混出什么名堂来。二人看了软萌软萌的阮星一眼，只觉得这小子疯了，估计是看班里没人收他当狗腿子，所以破罐破摔了。李明才不理他们呢，星姐的强大，凡夫俗子根本想象不到。阮星，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都是国外的进口零食，我妈出国旅游带回来的，我都给你拿来了，你留着慢慢吃。说着就拿出一大袋零食给阮星。哇，谢谢小明。阮星看到好吃的可开心了，把零食全放进了自己的课桌里，发现课桌装不下，还把顾叶的桌子也征用了。等顾叶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被零食塞得半满的课桌。这谁放的？他强势的眼神环视一周，想找出这个放零食的人。是我。阮星嘴里叼着饼干，举起小手。顾叶眼神复杂，态度软了下来。阮星，我对你没有那种意思，你还是把零食收回去吧。顾叶有些为难，阮星是他认可的朋友，没想到竟对他有别样的心理，居然也开始学其他女生，在他的课桌里放零食和放情书表白了。这桌子里80%还有一封情书等着他发现。不行，不能收回去。阮星摇头拒绝，收回去这么多零食放哪儿？苏菲看得兴奋，哇塞，星星厉害啊，这么强势的吗？说不定真能让他拿下叶哥，加油啊星星，我挺你。阮星，我不可能接受你的心意，我正想说什么，李明小声打断了他。那个，叶哥，你误会了，阮星只是自己的课桌不够放零食，所以用一下你的桌子，这些不是给你的。他一脸尴尬的说完，就撇开了脸。怎么办？他替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班上同学，哟呵，顾叶表错情了，这可是名场面啊，可惜不能用手机记录下来。阮星点头道：小明说的对，我借你的桌子放一下零食，这些零食全是小明送我的，等放了学我全部要带回家呢。随后他又有些疑惑的看着顾叶，你刚刚在说什么呢？什么不能接受我的心意？顾叶被阮星这样盯着，他尴尬到想找洞钻，不过他可是校霸，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深吸口气，他佯装淡定道：我是说这些零食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我刚刚以为我桌子里的这些零食是你要送给我的，绝口不提自己以为阮星是在借送零食向他表白。哦，原来是这样。阮星了解的点头。不过这些零食很贵重吗？他转头看向李明，小明也没说这是很贵重的零食啊。顾叶同时看向他，眼底满是警告。确实有一点点小贵，我们家也是偶尔买一次，不敢多买。叶哥，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小明，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这么贵重的零食也舍得送我。阮星感动的双眼冒星光。哦，小明真是他最好的朋友。哈，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他尴尬抓头。这零食确实不便宜，但那也是对普通家庭而言，对他们这样的家庭，那还不是想吃就吃。当然这话他不能说，不能拆叶哥的台。班里其他同学，这就是睁眼说瞎话吗？原来这零食这么贵重，那我会好好珍惜，慢慢吃的。至于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给了他就是他的了，才不给别人呢。阮星同学，
那你可要把这些零食藏好了，这零食太贵重，我怕有人偷。刘伯实在忍不住了，一面捂着肚子笑，一面说：“噗嗤，有人偷！”哈哈哈！瞬间气班成了欢乐的海。顾夜，好后悔，他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帅。晚上，阮星在床上睡得香甜，却不知道全家人正背着他在书房开小会。说吧，是谁让人干的？阮振兴坐在椅子上，神情凝重地环视屋内众人。除了阮星，阮家全员到齐了。爸，您在说什么啊？什么谁让人干的？我们干什么了？阮正一脸不解地问。是啊，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就不能说清楚一点吗？双胞胎的脸上写满了问号，其他人也都是一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表情。阮振兴差点拍桌，一家人还搁这儿跟他演上了。要不是怕闹出的动静太大，把阮星吵醒了，他一定……今天下午，警局那边来了电话，和我说了阮星在商场被袭击这事的调查结果。警方那边已经调查过了，那个疯子是受人指使，专门等在那里杀阮星的。阮振兴一面说，一面观察在场众人的反应。所有人的反应都很正常，居然没人在他面前露出任何破绽。爸，您说真的？是有人专门找了那个疯子去杀阮星？阮秋吃了一惊。爸，您该不会以为这是我们做的吧？我们是不喜欢他，但也没有非要找人杀了他吧？双胞胎惊讶过后开始叫屈。是啊，他那人这么讨厌，说不定很多人都想杀他，也不见得就是我们一家人干的。林曼撇了撇嘴，不太在意地说：爸，这其中会不会有误会啊？我们一家人怎么可能会去买凶杀人？这么可怕的事，肯定和我们没关系。阮思柔一脸被吓到的表情，惶恐地说道：不是我。阮琛只简单的说了3个字。阮正一脸的幸灾乐祸，我就说他是灾星吧，看来想杀他的人还挺多的，可惜失败了。说到这里，脸上都带着几分遗憾。但愿你们说的是真话，我不管你们做没做，记住一件事，做了就把尾巴藏好，千万不要露出来让人抓到。要是让人抓到尾巴，不要求到我这儿来。阮振兴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人的话，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们阮家人没有一个是简单人，包括看着最单纯的阮思柔。他们要是派人去杀阮星，他是毫不意外，他只关心一点，事情会不会被人查出来，会不会连累到自己。阮家的公司现在还是老爷子当家，继承人还没有选定，要是因为爆出丑闻影响到自己未来继承阮氏，亲儿子他都不会放过。见阮父这么说，其他人也只能面面相觑。其实他们也在怀疑，会不会是他们之中哪个兄弟叫人干的。至于阮思柔和林曼，倒是无人怀疑他俩。无他，林曼没人怀疑，是因为他身边根本没什么人可用。他要真想做点什么，也就只能指挥身边的人去办。林曼身边的人哪个阮振兴不知道，要查一查一个准，压根不用特地问。至于阮思柔，几兄弟都觉得他是心地善良、温柔大度，怎么可能会怀疑他买凶杀人呢？半夜，阮星起床喝水，正好看到阮振兴一家从书房出来。爸妈，你们这么晚了不睡觉，全部挤在书房做什么？阮星的突然出现，吓得阮家人差点化身叫奸鸡。是星星啊，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林曼拍着胸口，脸上挂着尴尬的假笑。阮星不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们。这么晚了不睡觉，一家人聚在一起，八成有阴谋。系统越看越觉得阮家人有可疑。你在看什么呢？阮征眼神闪躲，却还是壮着胆子问：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阮星眼神狐疑，难道他们躲在书房背着自己偷吃好吃的？系统哦，你脑子里除了吃，能不能想点别的？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有事瞒你？阮振兴赶忙安抚。那你们为什么要大半夜的聚在一起？全家人都来了，就是没叫上我。阮星越说越委屈，感觉自己被排挤了。眼看阮星的眼眶已经开始泛红了，阮家人吓得差点跪了。既然瞒不住了，就让我来说吧。阮秋突然出声，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既然被你提前发现了，这下什么惊喜也没有了。他一本正经的露出遗憾表情，不愧是演员，这演技可比阮家人强上不少。惊喜？阮星眨巴了2下眼睛，眼泪憋回去了。阮家人暗暗冲阮秋竖起大拇指，老三你行的，快把这一波圆过去。是啊，我们特地为你准备了惊喜。星星，你这些年被报错，受苦了。爸爸决定送你一栋大厦，当作是你回归阮家的礼物，也是对你这么多年没能在阮家长大的补偿。送我一栋大厦？阮星一脸惊喜，真的要送我一栋大厦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当包租婆了？是真的，是真的。爸爸把其他人叫过来，特地没叫你，就是为了给你惊喜。没想到被你提前发现，这下惊喜全没了。阮振兴做出无奈的表情。姐姐，你看爸爸对你多好，我和哥哥们名下可都没有大厦呢。这栋大厦市值好几十亿。姐姐，你以后光靠收租就吃喝不愁了。阮思柔适时开口，眼底满是羡慕。阮星这回是真开心，好棒，还可以当包租婆了。想到自己未来手上拿着一大串钥匙到处收租的画面，阮星就忍不住笑弯了眉眼。那栋大厦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我想去看看。
他双眼闪闪发亮，一脸期待地看着阮振兴问：“文件还在准备，这几天应该就能准备好，到时候星星你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阮振兴见阮星如此开心的样子，心里暗暗吐槽：要不是这栋大厦被坏了风水一直出事，这么好的房子能便宜了呢？其他人也是各怀鬼胎，只有阮星完全不知道这些，甚至兴奋的一个晚上没睡着。听到了吗，童子？我马上就要有一栋大厦了，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系统却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对，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呢？系统在说什么？阮星压根儿没在听，他一整晚都处于兴奋状态。第二天一大早，连早餐都没有在家吃，拿着早餐就上了车，迫不及待的要去学校和好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七班，阮星把李明拉到一边，小声对他说：“小明，和你说一个秘密哦，你不要告诉别人。”阮星偷感十足的左看右看，见没人看他，这才放心。什么秘密？李明配合的压低声音，把头靠近阮星：“我发财了，我马上要有一栋大厦了。”阮星带着几分小得意的说出答案：“一栋大厦。”李明吞了吞口水：“真的是一栋大厦？真的真的，爸爸送的，价值好几十个亿呢。”阮星肯定的点头。和李明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他又迫不及待的去和其他人分享：“小叶、小飞，和你们说一个秘密哦，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偷感十足的操作又来了一次，和刚才一模一样。什么秘密？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压低声音问道：“我马上要有一栋大厦了，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价值好几十个亿呢。”什么？大厦？还价值好几十个亿？不是吧？阮家这么大手笔吗？听到这个消息，顾叶和苏菲都震惊了。虽然一栋大厦不算什么，但在这个年纪，名下就有一栋大厦，就很厉害了。反正他们全班同学，除了阮星，其他人包括顾叶和冷漠言，名下都还没有大厦。名下能有几套房产或是一些小股份，那都已经是父母偏爱了。你爸真要送你一栋大厦，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其实他说的是送你一套房。苏菲狐疑开口：“真的真的，我绝对没有听错。爸爸说已经在准备文件了，这2天就可以签字，到时候我就是包租婆了，可以拿着钥匙去收租。”想到未来的包租婆生活，阮星的双眼亮得惊人。不和你们说了，我还有一个朋友要分享秘密，等我回来再和你们聊。说完，像只兴奋的小鸟，就这么飞出去了，留下顾叶和苏菲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阮星的话。假的吧？阮家几个儿子名下都没有大厦，会送一栋大厦给阮星？反正苏菲不信，可是看阮星的样子，他不像在撒谎。顾叶对此也很不解，那阮家人一个个无利不起早，他们怎么可能舍得从身上割下这么大一块肉给阮星？这怎么看都不对劲儿。而阮星此时已经兴冲冲地赶到了顾晨的办公室，刚敲了门，就迫不及待地径直开门进去。老师，老师，我来找你了。还乖巧地顺手把门给关了。怎么了？居然这么高兴？顾晨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今天心情应该非常不错。老师，我是来找你说秘密的。他神神秘秘地开口。什么秘密要告诉老师？顾晨很给面子地问。我跟你说哦，我马上要有。顾晨听完这个秘密，眉头微挺。一栋大厦，阮振兴名下目前急着脱手的大厦应该只有。他想拉阮星当替死鬼。顾晨眸光微沉，眼底闪过一丝暗芒。不过看阮星的样子，就算让他拒绝这份礼物，他也一定不会答应。他单手敲击着桌面，若有所思地看着还在絮絮叨叨的阮星。昨天晚上，我发现我的家人全部聚在爸爸书房的时候，还以为他们在排挤我呢，原来他们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我的家人果然都是爱我的。阮星像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孩，整个人仿佛身上镀了一层光。顾晨就这么听着他一直说，嘴角不自觉地勾起。还真是单纯的人，永远只活在自己的认知里。真是好久没见过这么心思单纯的人了。他在考虑要不要插手阻止一下阮家的阴谋，想了想，还是不打算阻止。东南大厦确实是个烫手山芋，但那也要看落在谁手里。若是到了阮星手里，还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阮星同学，既然你来了，正好老师这边也有件事情要和你说。见阮星说的差不多了，顾晨这才缓缓开口。什么事啊，老师？阮星正襟危坐，一副听话乖宝宝的样子。上周的摸底考你还记得吧？你的成绩已经出来了，你自己看看。说着，将一张数学试卷摆在阮星面前，上面用红笔写着一个大大的0。阮星瞬间呆住了，随后眼泪开始迅速聚集。哇，他居然考0分，居然考了0分！随着阮星的大哭声响起，天空乌云开始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顾晨，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说啊，我都没有骂你，你哭个什么劲儿？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原本趁着课间跑到操场上玩耍的学生，一个个火急火燎地往回跑。快跑，要下雨了！这天怎么回事？怎么说变就变的？天气预报也没说今天要下雨啊！轰隆！啊！没有心理准备的学生被这声惊雷吓得尖叫。瓢泼大雨倾泻而出，这雨当真是说下就下，有跑得慢的，直接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只能自认倒霉。除了操场上这群倒霉蛋，
坐在教室里的同学同样没逃掉，尤其是坐在靠窗位置的。大雨被风吹进教室，直接把离窗户最近的这些人淋了一身水。冒着大雨关好窗，身上衣服都湿了大半。叶哥，你有没有衣服借我？我衣服全湿了。苏菲哭丧着脸，他怎么这么倒霉？你觉得我就比你好了？顾叶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衣服，同样湿了大半。同样的场景发生在各大教室里，而始作俑者还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顾晨现在顾不上阮星，因为他正艰难地冒着大雨关窗户，这风大到感觉都能把他吹走。好消息，他没被吹走；坏消息，窗户被吹走了。看着随风远去的窗户，再看一眼已经彻底沦为落汤鸡的自己，他是不是该庆幸被风吹跑的不是他？既然窗户已经飞了，顾晨叹了口气，走到阮星面前，先是找了干净的帕子擦干净手上的雨水，随后摸了摸他的头。不哭了，0分算什么？老师帮你补习。不哭了，0分算什么？老师帮你补习。这句话成功的吸引了阮星的注意力。老师，怎么办？我考得这么差，我以前最差的时候也能考60分，没想到这次考了0分。我从小到大还没有考过0分，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啊？他越想越伤心，眼瞅着哭声有加大的趋势，顾晨赶忙把他的小脑袋抬起来，让他看着自己。不是你笨，是你以前那些老师不会教，不同的学生应该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我看过你上课时认真的样子，笔记做得很好，公式也都背下来了，但你只会背不会用，每次都不知道哪个公式该用在哪里。在你以前的学校，因为教学质量低，你还能勉强做对一些题，但在名门高中，因为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本身就比普通高中要高，所以你跟不上进度也很正常。顾晨抽出一张纸巾，一面说话一面帮他擦拭脸上的泪痕。你现在告诉老师，你想要参加高考吗？如果要参加，想考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老师要先知道你对未来的规划，才好帮你制定学习计划。说要教阮星，顾晨就会好好教。我想高考。阮星用力点头，说话都还带着鼻音。好的大学我可能考不上，只要能考上一所普通大学，我就很满足了。他不好意思地对他说。阮星也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只限于在学习上，他知道自己成绩烂，立个太大的志愿实现的可能性太低，还不如把愿望说小一点，还有一点指望。好，老师满足你的愿望，这2个月你跟着老师好好学，只要你用心了，老师保证你一定考上大学。顾晨看着他，认真道：谢谢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阮星就是觉得顾晨不会骗自己，他说能带他考上大学，就一定可以。哄好了阮星，外面的天气也开始放晴了，只是学校里不见了几扇窗户，也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阮星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了顾晨这个补习老师，再加上还有一栋大厦等着他接收，很快就从伤心难过的情绪里脱离了出来。回到教室的时候，又是活泼开朗的小少女一枚。妈，我明天就不回来了，你们应该可以搞定吧？阮秋已经做好了明天一早就闪人的准备，大哥找的那3个大师明天就到，到时候就是一场大战，他可不想受到牵连，还是闪远点的好。你安心去工作吧，妈这边能搞定，妈连药都准备好了，明天在大师来之前，妈会先骗他喝下加了料的饮料，到时他晕了，就不能用哭威胁我们了。等3位大师封了他的邪术，我看他还怎么欺负我们一家。林曼得意洋洋地说道。阮秋有点担心，他妈会不会把一切想得太乐观了？不管了，反正他明天不在家，就算真出了意外，应该也不会祸害到他头上。第2天一早，阮秋就借着工作为由，不到7点就跑了。阮星准备起床上学，却不知道家里人早已经帮他请了假，却没有告诉他。除了缺席的阮秋，全家人坐在一起享用着丰盛的早餐。星星，这是妈让厨房帮你做的鲜榨橙汁，你快喝了吧。说着，亲手从佣人手中接过刚刚端过来的橙汁，递到阮星面前。阮星笑容甜甜的接过，正想喝的时候，却听到了系统的声音：别喝，这橙汁里面加料了，你要是喝了就会昏睡不醒。阮星手上的动作一顿，随后就这么直直的盯着林曼。星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喝啊？他不安的询问。这里面下了药是吗？阮星歪头看他，开什么玩笑？妈妈怎么可能给你下药？我可是你的亲生妈妈啊，妈妈能害你吗？他怎么看出来的？林曼差点吓出尖叫，好在这么多年的贵妇不是白当的，硬是勉强稳住了。餐桌上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心中一紧。不是吧，这么快就被看穿了？如果没有下药，那妈妈你喝给我看。阮星直接把橙汁推在林曼面前，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为了证明清白，妈妈喝就是了。说完，直接把这杯橙汁一口干了，喝完还把杯子翻转，证明一滴也没剩下，他全喝光了。还好下的是安眠药，不是毒药，喝了大不了睡一觉，不会有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取得阮星的信任。在阮星看着林曼喝橙汁的时候，阮征拿着一根棒球棍悄悄摸到阮星身后。既然下药失败，那就直接把人敲晕算了。星星，你看妈妈都喝了，你应该放心了吧？阮振兴开始和阮星说话，想引开他的注意力。姐姐，你真的冤枉妈妈了，妈妈对我们这么好，
他怎么可能对你下药呢？阮思柔也跟着在一旁帮腔，阮家其他人也是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吸引阮星的注意力。星星，要不你向妈妈道个歉吧，你刚刚怀疑妈妈，妈妈可是被伤了心了。算了，星星也不是故意，道歉就不必了。林曼摆了摆手，大度的说道，道什么歉？我才没有看错呢。你这群家人一个个不怀好意，你千万别听他们的，只顾着生气的系统，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危险。阮星被他们吵得头都大了，小巧的眉头越皱越紧。眼看阮星的注意力被其他人完全吸引，阮征高高举起棒球棍，就要朝着阮星的脑袋砸下去。阮思柔指尖微动，朝着阮征的方向悄悄施法，两道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红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进入阮征的双臂之中。他的眼中满是怨毒的笑意。动手吧，打死他，打死他！就在球棒即将砸中阮星的瞬间，他手中的筷子冷不丁掉落。阮星蹲下身去捡筷子，竟碰巧避开了这一击。平！棒球棍重重砸在餐桌上，把实木大餐桌砸成了两截。餐桌上的早餐哗啦啦掉了一地，而始作俑者阮征却像块木头一样的僵硬在了原地。这是他砸的？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吗？和他一样僵在原地的还有其他阮家人。老二，让你把人砸晕，没让你在家杀人啊！二哥，你刚才是想打我吗？阮征的脑袋咔咔转动，眼睛看向了阮星的方向。只见阮星已经拿着筷子站起了身，眼睛一片通红。下一秒，张嘴开嚎，坏人！哇哇！坏人！哇哇！阮星的哭声简直惊天动地，阮家所有人瞬间面色大变，如临大敌。还愣着干什么？跑啊！双胞胎最先反应过来，拔腿往外冲，阮思柔紧随其后，剩下的阮家人也开始争先恐后的往别墅外跑。可惜现在想跑晚了，房屋开始摇晃，眼看历史就要重演，所有人玩命一样的奔向大门处。第一次觉得从餐桌到玄关的距离竟会如此遥远。家里的佣人眼见不对，已经从厨房后头的后门跑了，就连王管家都跑得飞快。他们只是打工的，没必要为雇主玩命啊，大不了等阮家人被埋之后，自己帮忙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再叫上消防队来救他们。等等我！林曼穿着高跟鞋，没跑几步就把脚扭了，正好这时药效发作，整个人摇晃两下便倒向了地面。哇哇！阮星的哭声越来越大，窗外已经开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明明是大早上，天空却已经暗得好似夜幕降临。老婆！阮振兴眼见林曼倒下，想去带上她，思索2秒，果断放弃救人继续跑。房子都快塌了，自己都有可能跑不出去，更别说还要再带一个。最先跑到门口的双胞胎正想跑出大门，大门却当着他们2人的面直接锁死，连撞都撞不开。不要啊！双胞胎发出绝望的嘶吼。去后门，后门也能出去。阮琛大声喊道。来不及了，随着阮思柔的这声尖叫，房子彻底塌了，所有人被掩埋在别墅的废墟之下，只有隐隐传来的求救声证明他们还活着。哗哗，大雨正好在这时落下，雨越下越大，趁着阮家的别墅废墟多了几分凄凉，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阮家的佣人们刚逃出来不久，就看到别墅在自己面前塌了，吓得差点脚软。好险，再晚那么一步，连他们也会被压在这片废墟下。王管家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疯狂大喊：快去叫保安过来，还有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一阵兵荒马乱之后，经过将近1个半小时的营救，终于阮家人在大雨中成功被救出，并被送上了救护车。阮星作为唯一没有受伤的幸存者，被一名女警温柔安抚，不但得到了一瓶牛奶压惊，还有一条小毯子披在肩上。小妹妹，你不用太担心，你的家人只是受了伤，不会有事的，他们很快就能康复回到你身边。女警怜爱地看着哭得伤心的阮星，真是可怜的孩子，全家都出事了，家里的房子也塌了，这孩子该有多伤心啊！听说还是个高中生，马上就要高考了，这心理压力该多大？阮星吸了吸鼻子，喝着警察小姐姐给的牛奶，泪水逐渐止住，终于雨停了。看着放晴的天空，警察小姐姐的脸上露出笑容。最近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下这种大暴雨，而且还一点预兆都没有了，说下就下，这天气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而阮星闻言，只是乖巧地喝着牛奶，被泪水打湿的眸子看起来明亮又清澈。阮星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时间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吗？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一名男警察走了过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以免吓到这个小可怜。警察叔叔，你问吧。阮星眨巴着大眼看着面前的警察。大概在半个月前，你们家位于另一个小区的别墅，是不是也发生过同样的坍塌事故？在那栋别墅倒塌之前的2天，你的家人除了你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受伤进过医院。警方本来以为阮家的别墅坍塌只是意外，可是一查吓一跳，这阮家居然在半个月内连续塌了2栋别墅，而且家庭成员可说是个个带伤，这让敏锐的警察嗅到了异样的气息，怀疑阮家是否让犯罪分子盯上，有不明人士故意躲在暗处害阮家人。
你知道阮家在商场上有些什么敌人吗？有没有谁有可能对你们一家人出手？警察看着阮星，一脸严肃地问。我不知道呀。他无辜地摇头，像极了一只纯洁无害的小白兔。接下来，警察又问了一些问题，没有例外的，阮星一个也答不上来。他对阮家人的了解基本等于0。正好这时有警察带着顾晨过来。老师，一看到顾晨，阮星眼睛瞬间亮了，小跑着来到他身边。顾晨揉揉他的小脑袋，这丫头还真是一点没被影响到。你是老师？警察同志看着顾晨，心中暗自嘀咕，这位老师是不是太年轻，也太帅了一点？你好，我是顾晨，是阮星同学的数学老师，也是他的邻居。请问，我现在可以先带他离开吗？等一下，我还有事。一听自己要被带走，阮星立马举起小手，像极了在课堂上发言的样子。什么事啊？说吧。警察小姐姐看他可爱的小模样，不由莞尔一笑。阮星认真脸，我要报案，我的二哥想杀我。本台消息，今晨，阮氏集团副董事长阮振兴先生家中别墅因不明原因发生坍塌，阮家数名家庭成员被困，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阮先生一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已经是阮家在本月发生的第2起别墅坍塌事故。据知情人透露，警方已经进入了事件的调查当中，2起事故不排除人为可能。目前阮氏集团官方并未做出回应，本台记者已赶往了医院。叶哥，你快看，阮家出事了！一看到这则新闻，苏菲立马分享给了顾叶。难怪阮星今天没来学校，他肯定是出事后被送到医院去了，心情太惨了。想到阮星被埋在别墅废墟下面等人来救的样子，他就忍不住一阵担心。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顾叶皱眉，眼中隐隐有着同样的担心之色。你们不用担心的，阮星一定没事。李明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十分淡定地说道。你怎么知道？2人同时看向他，他只是神秘一笑，嘿嘿，秘密。3位大师，这边请。因为前面有许多记者围着，我们现在直接从 VIP 通道进入医院。罗助理领着3位大师，在保镖的掩护下，悄悄进入一家私立医院当中。罗助理，不是说带我们去见阮总吗？为什么带我们来医院？一身中山装，手上盘着一串佛珠的孙大师皱眉问道。另外2位大师沈大师和赖大师虽然没有开口，但眼中都带着同样的疑问。3位大师，一切等你们到了就知道。按下电梯按键，4人连带着4名保镖一起乘着电梯上楼。等到了病房外，保镖并没有跟着进入病房，而是守在外头。罗助理礼貌敲门后，带着3人走进了病房当中。阮总，3位大师到了。罗助理冲着床上的父子2人恭敬地微微躬身道：“3位大师，你们终于来了。”阮振兴神情激动地看着3人，刚一说话就牵动嘴角的伤口，下一秒忍不住疼得龇牙咧嘴。阮总，你们2位这是？孙大师看着躺在一间病房的父子2人，眼神凝重。这阮家父子居然一起进了医院，看来事儿不小啊！难怪要一次找来了他们3个。阮琛疼得不太想说话，只是冲着3位大师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阮振兴的伤势和阮琛差不多，手上打着石膏，头上缠着绷带，身上其他地方也都不同程度挂彩。他示意罗助理把床摇起来，等罗助理帮他把床调整好高度后，他这才缓缓开口。一切说来话长，总之我们一家人落到这副下场，全是因为家中出了妖孽。那妖孽十分邪门，杀伤力极强，我们全家已经被克得进了几次医院。这次请来3位大师，就是为了请3位解决那个妖孽，还我阮家一片安宁。阮振兴忍着嘴角的疼痛，语气沉重地对3人说道：“妖孽！”3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可否说得更详细些？赖大师问。此事说来话长，也是我阮家家门不幸。事情是这样，阮振兴将阮星珍千金的身份以及到家后的种种异常之处说与3人听。3人听后时而皱眉，时而面露思索之色。终于，阮振兴说完了，3人也对当前的情况了解了一个大概。阮总，你口中这个孩子看来有些特殊，不知可有他的生辰八字？沈大师率先开口。生辰八字？阮振兴沉吟片刻，说出了阮星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呢？可有准确的出生时辰？沈大师见他说的不够清楚，又问了一句。阮振兴迟疑了一下，还是摇头。这我不太记得了。不记得？那不知阮总家中可有记得的人？沈大师再问。阮振兴再次摇头。沈大师此刻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此事不简单啊！生辰八字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旦被人掌握，对方可以用来做很多事。一般玄门中人都会注意隐藏自己的生辰八字等重要信息，以防被外人得知利用。这位真千金的生辰八字明显是被人特意模糊，甚至还影响了周围人的记忆。看来有高人在护着那位真千金。3位大师，我们全家被他害成这样，真的被他整怕了，还请你们3位一定要帮帮我们一家，我们全家不胜感激，事后必定奉上大礼拜谢。阮振兴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真心。那不知阮总想要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孙大师问。最好能封了他的能力，让他害不着我们。实在不行
3位收了他带走也行。阮振兴提出自己的诉求，最好是能把人带走，走得越远越好。3人暗自皱眉，但看在阮家开出的报酬还算丰厚的份上，还是决定先去见见阮家那位真金再说。先生，大少爷，不好了！阮星小姐，她报警了。她报警告2少爷谋杀，现在警察已经找来了，要抓2少爷。一名佣人火急火燎地闯进病房内，慌乱道：“报警！”阮振兴惊得差点从床上跳起来，就连隔壁床的阮琛也吓了一跳。无事吧？他玩这么大？此时，阮琛和双胞胎的病房内，3兄弟躺得整整齐齐。双胞胎还好，身上虽然挂了彩，但大多都是皮外伤，也就看着吓人。阮征就惨了，全身包得像木乃伊一样，就露了一双眼睛在外面。这家伙全身多处骨折，手脚都打着石膏。昨天一被送来医院，就被推进了手术室进行抢救，是全家伤得最重的一个。警察同志，我真的是冤枉的，我没想杀人，我真的没想杀人。阮征简直欲哭无泪，他当时真的只是想打晕阮星，力度也是掌控好了的，毕竟他也不想打死人变成杀人凶手。谁知道一棍子下去，好家伙，连实木大餐桌都被砸成了2半。说实话，他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说他不是奔着杀人去的，都没人信。要不是他自己就是出手的那个，连他自己都不信。可他真没想杀人啊！案发当时的监控视频我们已经拿到了，你不承认也没用。阮星同学已经报案，按我们警方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你确实有蓄意谋杀的嫌疑，毕竟那视频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家伙就是故意绕到人家小姑娘身后想搞偷袭，要不是人家小姑娘正好弯腰去捡掉落的筷子，要是被他那一击击中脑袋，后果简直不敢想。看看那被砸成2半的桌子就知道。根据监控视频，警察还发现，只怕这次谋杀阮星的计划，阮家全家都有参与。因为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阮家人故意在帮阮征吸引阮星的注意力，为他制造偷袭的机会。警察同志，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二哥不会杀人的，他真的没想杀人。是啊，这都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啊！双胞胎还是有点兄弟情在身上的，自己都还伤着，还要出声帮忙求情，哪知这几位警察丝毫不买账。是不是误会不是你们说了算，我们警方查案一切只看证据。双胞胎的话，警察自然是不信的，毕竟他们这一大家子都有很大可能是阮征的同伙，警察都不由得同情起阮星了。一个不到20的小女孩，也不知道怎么碍着这一家人的眼了，居然想杀了他，简直不是人啊！阮征这边不管警方怎么问，都坚持自己没有想要杀阮星。被问到为什么要拿着棒球棍从后面偷袭阮星时，又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只是想和阮星开个玩笑。如此可笑的理由当然没人信，人家警察又不是傻子。因为案子已经立案，作为犯罪嫌疑人，阮征本该被带走接受调查，但考虑到他现在身上的伤势严重，警方只能先让他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好之后再走法律程序。阮征简直欲哭无泪，这叫什么事儿啊？他怎么就成犯罪嫌疑人了？另一头，阮星正在隔壁顾晨家里吃着管家精心准备的龙虾意面，手上还时不时地摸2把可爱的椰叶，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美滋滋。顾晨手托下巴，坐在阮星对面，看着阮星的眼神带着一丝性恶。阮征真想杀你？虽然这么问，但顾晨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实在有些低。阮征虽然是一个无脑肌肉人，但这家伙也不应该蠢到在自己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是真的，二哥是大坏蛋，要不是我运气好，我就死在他手上了。阮星想到自己的小脑袋差点变得同那张桌子一样，心里就气得要命。不错不错，那就是一个坏人，宿主咱们就该报警抓他。还有那个假千金，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他的手笔。可惜这次没抓到他的小辫子，要不然连他一起收拾了。敢欺负他的宿主，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彤彤，谢谢你支持我。阮星感动不已，转念又疑惑道，可是你不是说我的家人都是主角团的人，一直让我刷他们的好感度吗？为什么这次你不拦着我报警呢？没关系，少一个阮征而已，阮家还有其他人在，其他人身上同样能刷积分。经过昨天的事，系统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讨好阮家人做什么？他们配吗？他们配个球，那就是一群渣渣。他家宿主多可爱啊，阮家人不珍惜就算了，还想害他，这还是人吗？还不如直接把阮家人当成刷积分的 NPC 呢。他算是看明白了，以他家宿主的本事，哪里还用得着其他什么手段去争宠？他不争，其他人也得宠着他。系统觉得自己是时候支棱起来了，不能拖他家宿主后腿。想到了昨天发生的事，系统这心里就堵得慌，都是他大意了，没有一早发现阮家人的阴谋。要不是他家宿主自己运气好，人早没了。宿主，之前是我想差了，以后咱们要换个思路，不用太把阮家那群家伙当人。阮星歪头，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彤彤怎么看着比他还生气。老师，谢谢你收留我在你家。想到顾晨特地去接自己，阮星很认真地向他道谢。不用客气，我不但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朋友，以我们的关系，不用一直向我道谢。
你家的房子现在也住不了人，这段时间你就暂时住我这儿吧。顾晨摸了摸阮星的头发，这手感还真是会让人上瘾。真的可以吗？阮星双眼发亮，当然可以。顾晨微笑点头，好爷，那今晚我要和爷爷睡。一把抱起爷爷的脑袋，用小脸蹭了蹭，爷爷露出招牌笑脸，拱着狗头和阮星亲热。客厅里满是欢快的笑声。三位大师，阮星小姐就在面前这栋别墅面。王管家和罗助理按吩咐把三人送到顾家门口。就是这里。三位大师下车，看着这幢别墅的上空，表情变得有些惊讶。好浓郁的紫气，这里面住的一定是命格极贵之人。这种命格要是放在古代，就是所谓的帝王命。也不知这里住的究竟是何人。三人看着这幢紫气环绕的别墅，心中惊骇不已。帝王命格可是极为罕见，几十年才出一个，没想到居然让他们遇上了。这里住的什么人？孙大师看向车内，询问王管家。这里住的当然是顾家人，金氏第一豪门的那个顾家。至于住的是顾家的哪一位，这我就不清楚了。王管家说道。顾家。三人皱眉，这个顾家他们当然知道，顾家的当家人，听说和那位松华道长关系不错。那松华道长可是实力不下于他们三人的玄门高人。阮星住进了顾家的别墅，难道暗中帮助阮星的人是松华道长？三人不由得猜测起来。走吧，先进去看看再说。三人交换一个眼神，同时往顾家别墅大门走去。刚刚按了门铃不久，就有人出来开门了。问明来意后，顾家的佣人将三人领了进去。看着三人消失在大门口，罗助理和王管家同时松了口气，他们这应该算是完成任务了吧？先生太太不敢把阮星小姐叫到医院去，偏要让他们两个把三位大师打包送过来。阮家那些人倒是躲开了，他们两个也会怕。打工人的命就不是命了，万一要是三位大师搞不定阮星小姐，也不知道他们二人会不会受牵连。想到阮家人的惨状，哎，又是想辞职的一天。此时孙大师三人已经被领进了顾家大门，由刘管家将三人领到了客厅。阮星看到有客人来，好奇的多看了两眼，就继续开心的和爷爷玩。三位请坐。顾晨看着三位不请自来的客人，面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见顾晨似乎并不意外在这里见到他们，好奇心起，三人依言坐到了顾晨对面。顾先生这命格当真是极好，贵不可言啊。在三中最擅长占卜命理一道的赖大师看着顾晨的面相，点头惊叹，果然是贵不可言的帝王命格。有这位护着，这位真千金看来是动不得了。顾先生这命格当真是极好，贵不可言啊。顾晨闻言只是笑笑，并未多说什么。同样的话，他小时候就已经从松华道长那里听过多次，再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佣人这时端上了3杯香茶，摆放在三人面前。三位请用茶吧。顾晨抬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这茶好香。三人端起茶杯，深吸口气，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孙大师等人都是有些见识的，光是闻着这茶香就知道这茶不一般。顾晨见状，大方道：“这是我们家的茶园自己种的茶，三位若是喜欢，走的时候可以带些回去。”这怎么好意思啊？三人客套的推拒，不过只是一些茶叶而已，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三位大师无需如此客气。三人抿着杯中的香茶，各有心思。面前这个小子看着年纪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十分不好惹。他们三人从进屋到现在，并没有做过自我介绍，可对方却明显知道他们的身份。此人究竟是谁？双方又寒暄了几句，赖大师找到机会，终于问起了顾晨的身份。不知顾先生是顾家的哪一位？说出去都没人信。他们坐在人家家里聊了这么半天，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这人是顾家人，其他的竟然一概不知。我是顾晨，顾明堂是我父亲。这个答案让三人心中一紧，没想到面前这个年轻人居然会是顾家老爷子的老来子。顾明堂谁不知道，华国首富。顾家这位老爷子今年也快70了，膝下育有2子，最小的儿子今年不过20岁，而且传闻顾家这位小公子还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听说智商高的惊人，原来是顾家二少。三人冲着顾晨抱拳见礼。三位大师，我知道你们今日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可否给个面子？阮家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顾晨话锋一转，突然说道。这三人有些犹豫，毕竟已经答应人家了，突然说不干好像有些不太好。当然我不会让三位大师白跑一趟。说着眼神示意了一下一旁的管家。刘管家递出3张已经写好金额的支票，看到支票上的数字，三人瞬间瞪大眼，居然这么多，比阮家答应给他们的还要多出1倍，不愧是首富家的孩子，这出手果真不一般。三人犹豫了片刻，还是收起了支票，毕竟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三位大师，时间也不早了，我让司机送你们去酒店休息。刘管家笑盈盈地看着三人，有礼地说。见顾晨没有反应，看来这也是顾晨的意思。三人也不再多留，起身准备告辞离开。三位大师，别忘了茶叶。管家示意佣人送上3个已经包装好的礼盒。三人厚颜收下，道过谢后被刘管家送出了别墅。
阮总，不好了！3位大师突然反悔，说是阮家这单生意他们接不了，让我们找别人。罗助理也不理解，他不过只是送那3位去了一趟顾家，怎么突然就改主意了？他和王管家站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听到屋内有什么动静啊。什么？他们为什么突然不干了？阮振兴大惊失色，可有说清楚原因？阮琛紧跟着问，不知道啊，我和王管家当时在顾家外头等，我们也不知道3位大师进入顾家后发生了什么。罗助理一脸无辜，要你何用？阮琛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罗助理下划线，哼哼，你这么了不起，不还是躺这儿了？孙大师3人的临时反水，让阮振兴一家头痛不已。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上哪儿再去找几个大师过来？难道真就只能看着阮兴在他们面前作威作福？别说阮振兴父子不会同意，林曼和阮思柔同样不想受这份委屈。隔壁病房内，阮思柔和林曼母女躺在相邻的2张病床上，母女2人同样被包成了木乃伊，手和脚都打着石膏，打上石膏的手脚还都被吊了起来。林曼什么时候受过这么重的伤？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她，委屈的一直哭不停。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为什么要让我生出这么一个祸害来？他把我们全家祸害成这样，到底什么时候老天爷才能收了他？林曼一面流泪，一面哭诉：“妈，您别这样，爸爸不是已经安排了3位大师过去见姐姐？想来有那3位大师出手，姐姐身上的邪祟一定会很快被解决。”被林曼的哭声弄得烦死了，偏偏他还得耐着性子哄。要不是他还需要林曼的宠爱，以此来巩固他在阮家的地位，他哪有这么好的耐性？但愿如此，那个灾星这么邪门，就算他身上的邪祟真的被解决了，我也不会留他在家里。我现在看到他就心口堵得慌。林曼想给自己抹眼泪，可惜2只手上都打着石膏，根本动不了。曼曼，你怎么会弄成这样？一名身着灰色西装、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雷厉风行地走进病房。哥！林曼一看到来人，立马委屈地喊道：“不错，来人正是林曼的哥哥林胜安，同时他也是胜安集团的总裁。舅舅！”阮思柔赶忙叫人，他这个舅舅可不简单，黑白2道都有认识的人。若非林曼背景够深，像阮振兴这么功利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娶她做自己的妻子？无非就是希望靠林曼的背景，给自己增加一些继承家业的筹码。到底出什么事了？我看了新闻才知道你们一家出事。为什么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也没人通知我？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妹妹搞成这样，林胜安既是生气又是心疼。哥，你回来就好了，你再不回来，可能就见不到我了。林曼想扑进亲哥怀里哭，可惜他现在手脚都被吊着，想扑也扑不动。林胜安从桌上抽出一张纸巾，帮林曼擦眼泪。跟哥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妹妹的反应让他意识到事情可能并不简单。难道真是有人想要害阮家人？究竟是谁，竟敢动他林胜安的妹妹？他要那人死！看着亲哥，林曼像终于找到了靠山一般，一股脑的将自己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当然，这里面不乏一些个人主观的艺术加工。越听，林胜安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因为公事去了米国出差2个月，没想到仅仅只是2个月的时间，自己打小疼爱长大的外甥女就被发现不是阮家的孩子，她居然是打小被抱错的假千金，而真千金也就是她真正的外甥女。自从回来后，把整个阮家闹得鸡犬不宁，妹妹一家甚至被害得进了2次医院，塌了2幢别墅。虽然这一切听着很不可思议，但他还是想问：你确定你说的不是梦话？怎么可能有人一哭就能让人倒霉？这是人吗？哪怕他再疼自己的妹妹，也不是什么话都信的。尤其是这么离谱的事。舅舅，妈妈说的都是真的，我们真的没有骗你，更没有开玩笑。姐姐她真的很不对劲儿。阮思柔在一旁帮腔道：他这个便宜舅舅可是一个超级妹控，别看他平对他们几个小辈也算疼爱，但那都是建立在爱屋及乌的基础上。在他这个舅舅心里，谁的地位也越不过他的亲妹妹林曼去。他舅舅的手段可不是他那个便宜爹阮振兴可比的，有他舅舅出手，阮兴死定了。光是想想阮兴可能的下场，他就一阵兴奋。哥，我说的都是真的，难道你觉得我会拿这么大的事骗你不成？林曼柳眉倒竖，一副生气的表情。见妹妹生气，再加上有阮思柔在一旁当证人，哪怕再难以置信，林胜安也不得不相信这就是真相。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曼曼，她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打算让哥哥怎么做？想到那是妹妹的亲骨肉，林胜安还是决定先征求一下林曼的意见。哥，我不想再见到她，不想她在我面前晃。林曼想也不想地说道，通红的双眼之中竟透着一股子狠意。林胜安迟疑开口，这会不会太过分了？他怎么说也是你的亲骨肉。哥，你想什么呢？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杀了他。林曼给亲哥一记白眼，紧接着又道：把他带走就行了，最好把他带到国外去。我就不信到了国外，他还能用妖法阁那么远祸害我们一家。林曼还真没想到杀人那么夸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还做不出指使别人杀掉自己亲骨肉的事。当然，要是有人想杀阮星，他同样不会阻止就是了。妈，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姐姐的能力那么特殊，哪有人有这个本事能不顾她的意愿把她带去国外？末了，他又补了一句，除非姐姐自己愿意。阮思柔还以为林曼能有什么好主意，就这，他也不想想，那个阮星只要哭一声，谁能抓得到他？还想把人家抓到国外去，想什么美事儿呢？林曼一想，还真是这样没错，把阮星带出国哪是那么简单呢？这事儿也没那么难，不能直接带出去，骗他出去不就行了？骗他说带他出去旅游，带他去那种又穷又落后又危险的国家，然后找个人偷走他的钱包证件。他没钱没证件，还怎么回来？双胞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一进门就听到这段对话，阮玉直接顺嘴接了一句：“还是小四聪明，这都能让你想到。”林曼双眼发亮，显然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要做成这件事，就不能我们自己去做的，得找别人。毕竟以那臭丫头的能力，这事儿谁做谁倒霉。阮玉可不想去当这个倒霉蛋。2个月后就是高考，到时候我们可以趁机。四哥你真聪明，这都能让你想到。妈，我这可都是为了咱们全家。看着这母子4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把阮星带到国外去丢掉的大计。林胜安这么大个人被冷落在一边，顿时有些无语。到底妹妹一家是有多讨厌这个亲生女儿？停下来，不要再说了，这事儿我会看着办。该怎么处置阮星，等我先见过他之后再决定。实在不行，再按你们说的办。现在你们2个给我回房躺着去，都伤成这样了，还到处走。看着2个外甥身上还染着血的绷带，林胜安还是有些心疼的。毕竟这都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林胜安这个舅舅，在阮家几个孩子心里一直很有威严。听舅舅这么说后，双胞胎就想先回房休息。可是刚迈开腿，就想到了2人来找阮母的真正目的。不是啊，我们来找妈和舅舅是来商量正事的。阮清一拍脑门，刚才讨论的太起劲儿，把正事儿都给忘了。什么事？林胜安皱眉问。舅舅，不好了，你快救救2哥吧。阮星报了警说2哥要杀他，现在2哥被当成杀人犯了。你要不想法子救救2哥，他非坐牢不可。什么？不止林胜安震惊了，连林曼和阮思柔也都是一副惊掉下巴的表情。阮星小姐，你只要在这里签个字，东南大厦就是你的了。阮家派来的律师把相关的法律文件摆在阮星面前。等等，先不要签，等我先看过再说。系统瞬间扫描了面前的文件，直到确定里面没有陷阱，这才让阮星签字。阮星见系统说没问题，放心的签下自己的大名。就在1个小时前，他在学校接到了这位律师的电话，律师约他出来见面，说是要谈东南大厦的事。阮星可是期待这栋大厦期待好久了，立马向老师请了假就出来了。这位律师也是一个有效率的，确认阮星的身份后，直接就进入正题，半点没有拖泥带水。双方从见面说话到签字用了不到10分钟。统统，我有大厦了耶，我真的是包租婆了。恭喜宿主。系统向阮星道喜，一人一桶欢欢喜喜的回到学校。等到了7班，他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和朋友们分享。你是说你爸答应送你的就是东南大厦？顾烨和苏菲吃了一惊，不是吧，居然是栋邪门大厦。你是说你爸答应送你的那栋大厦就是东南大厦？不理会2人的震惊表情，阮星乖巧点头，脸上还挂着甜蜜的笑。是啊，就是那天我们去过的那栋大厦，那里好高，现在整栋楼都是我的了。他摇晃着小脚，全身上下都透着喜悦。我说星星，你是不是没有听说过关于东南大厦的事？苏菲迟疑了一下，还是开口。他也是那天回去之后才听家人说的，家里人还再三叮嘱，让他以后别再去那地方，那地方邪门着呢。东南大厦的什么事？阮星眨巴着大眼，不解地问。那地方有些邪门，听说这几个月那里已经出过不少事。苏菲把东南大厦内发生过的事都和阮星说了，什么冻肉仓库发现的男尸，什么疯子拿刀冲进某公司乱砍，致2名员工死亡，什么有孩子在小天才补习社失踪，至今没有被找到，最后是那个跳楼的女生。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说那地方邪门可一点不为过。苏菲本以为阮星听后会把他吓到，哪知他却一点事儿没有。原来还发生过这么多事啊！阮星一脸我才知道的表情。果然阮家那群人根本没跟你说过。顾烨了然道，可现在那栋大厦已经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大不了重新装修一下，再把房子租出去就好了。他天真的说。阮星以前在镇上读书的时候，也知道有死过人的房子重新装修过后再出租的，当时那位房东还不在意的和身边的人说，哪里的房子没死过人，死过人的房子怎么就不能住啊？阮星深以为然，觉得那位房东说的非常有道理。说的简单，重新装修你有钱吗？阮家人应该没有承诺过会帮你承担因大厦产生的其他费用吧？要知道现在这栋大厦是你的，房子要是租不出去，装修费先不说，光是大厦的维护费、物业费，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全都得你自己承担。
你承担得了吗？顾烨见他一副天真的样子，实在没忍住戳破他的幻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以东南大厦现在的名声，就算你真重新装修了，也不可能有人租的。被顾烨这么一说，阮星也乐观不起来了。他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原来不是他拥有了一栋大厦，就能什么也不干，每个月拿着钥匙上门收租就好。原来房子租不出去，他自己要承担这么多费用。阮星想不通，他明明已经拥有了一栋楼了，为什么还是这么穷，甚至比以前还穷？想到这里，他一下子就没了精神，有气无力地趴在了桌上。苏菲拿出手机，悄悄给顾烨发消息：苏菲，完了，叶哥，你是不是说的太过分，把星星打击到了？顾烨，滚！老子那是实话实说，总不能让他一直这么乐观下去。苏菲，实话实说也得委婉点啊！你看看，把孩子打击的。顾烨看了眼没了精神的阮星，瞬间有些心虚。难道他真的说的太直接了？宿主，你不用担心了，你没钱，你的家人有啊，大不了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全部让他们帮你出就是了。系统一看阮星没了精神，立马帮着出主意，这样真的可以吗？阮星一听来了精神，怎么不可以？反正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养过你，让他们出点钱怎么了？系统那叫一个理直气壮，爸妈养孩子那是天经地义。阮星听了还真觉得有几分道理，不过他还是想把房子租出去。要是房子一直租不出去，他不就体会不到当包租婆的快乐了？阮星说了自己的想法，系统听后沉默了。把那房子租出去，比找阮振兴直接要钱难度还高吧？宝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向高难度挑战你？其实要把房子租出去也简单。冷漠言不知什么时候带着他的狗腿子刘波走了过来。有你什么事儿啊？顾烨白了他一眼，想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可阮星听了冷漠言的话，却双眼亮了起来。你有办法吗？他一脸期待地问。没人愿意租，是因为大家觉得那栋大厦邪门。你去给那大厦驱个邪不就行了？只要那里不再邪门，以东南大厦的地理位置，还会愁没人租吗？他不紧不慢地对阮星说道。可是我不会驱邪业。阮星苦恼地皱着小眉头。要不你花钱请个大师过去帮你看看？刘波提议。话音刚落，一道冰冷的眼神落在他身上。刘波立马闭嘴了。他就知道冷少主动上来搭话，肯定是在打什么歪主意，这是怕他坏事啊。我没钱请大师。阮星戳着手指头，害羞道。那就自学吧，网上有教程，驱邪又不是什么难事。你跟着学了之后，就以房东的身份走进大厦，直播整个驱邪过程。到时候大家看到你已经把邪祟驱逐干净了，肯定会来租你的房子。冷漠言用带着蛊惑的声音对阮星说。他早就听说了，东南大厦是真有问题。阮星要是真敢在网上学了几招就冲进去直播，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谁让他把月月害得那么惨，这就是他的报应。星星，你可别听这小子瞎说，他坏得很，根本就是想故意害你。苏菲一听就知道冷漠言不怀好意，根本就是看阮星单纯，想故意害他。他立马对阮星劝道，就怕阮星把对方的话听进去了。苏菲说的对，别听他的，他不会这么好心帮你。顾烨也在一旁劝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要不要按我说的做，就看你自己喽。我们走。说完带着狗腿子刘波转身便走，而阮星还在皱眉思考。顾烨和苏菲你一言我一语的劝了半天，阮星还是不发一语。终于他握紧小拳头，疼得站起身。我决定了，我要自学驱邪手法，然后开直播驱邪。冷漠言虽然人不咋地，未来还有可能打老婆，但这主意出的深得阮星的欢心，不用他自己花钱，还能把房子租出去，简直完美解决他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个主意太棒了。顾烨、苏菲欧，完了，孩子真被那王八蛋带沟里了。阮星是个执行力很强的少女，每当她打算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会拼尽全力。就好比初中时，她一心想要提高成绩，拉着全班和她一起学习。虽然最后全班除了她，全都成绩提升了，有人还进入了年级前100，只有阮星虽然努力了，但成果并不理想，成绩常年60分，雷打不动。虽然努力没有得到太大的回报，但她相信一个人的努力不会白费，毕竟她以前可是连60分都拿不到，努力之后不是拿到60分了吗？这就是努力的成果。阮星握爪，坚定地为自己打气。现在他要在网上自学驱邪，自然也会投入12万分的精力。网上的教程阮星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太过投入，连晚饭都差点忘了下楼吃。今天怎么搞的？阮星居然到现在还没有下楼等开饭。顾晨震惊了，要知道阮星就是一个大馋丫头，平时一到饭点都不用人叫，自己就下来乖乖等开饭。没想到今天饭菜都摆上桌了，他居然还没有下楼，这不对劲儿，很不对劲儿。王妈已经上去叫了，应该快下来了。刘管家说道。果然，下一秒，阮星风风火火地从楼上下来。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阮星戳着手指头，害羞道。随后不等顾晨说什么，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拿起筷子就开灶。顾晨已经习惯了阮星这副眼里只有吃的小模样，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他吃饭的动作优雅迷人，一看就知道教养非常好。可惜
阮星完全不懂欣赏。对了，你今天怎么下来的这么晚？是有什么事吗？顾晨边吃边问。我在楼上学习呢。阮星咽下口中的饭，用认真的语气道。学习？你在学什么？顾晨疑惑挑眉。阮星一听他这么问了，马上拿出手机，把自己的学习成果拿出来。只见他的手机相册里全是关于驱邪方面知识的各种截图，什么驱邪八法、见鬼十法、童子尿、公鸡血、黑驴蹄、棺材钉、桃木剑。越看顾晨的眉头皱得越紧。你学这些做什么？他问。因为我要直播驱邪啊。阮星一脸严肃。直播驱邪？这都什么跟什么？阮星一面啃着鸡腿，一面把今天发生的事都和顾晨说了。所以你为了顺利把那栋大厦租出去，打算自己亲自去为大厦驱邪，还要把过程直播出去。冷家那个小子还真是不做人，这么损的主意也说得出来。是啊，我觉得这个主意可好了，不用另外花钱就能把房子成功租出去。阮星笑得眉眼弯弯。星星，你觉得你能在几天之内学会驱邪？顾晨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他是不是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有什么误解？这几天他一直在给阮星补习，自然知道这孩子的学习能力是真不咋的。为什么不可以？我都看过了，很简单的。阮星十分自信地说。顾晨，行吧，那我祝你成功。他还是吃饭吧，随便他折腾好了。周六，阮星拉着李明一起去买驱邪要用到的道具。李明知道阮星想买什么后，直接把他带去了丧葬一条街。听他老子说，这条街上有高人，偶尔能遇上一些好东西，不过这得看运气。一听看运气，李明不慌了，反正有阮星在，他现在坚信阮星就是传说中的天道亲闺女，气运之女，她的运气一定是最好的，不接受反驳。阮星不知道李明在想什么，被带到丧葬一条街后，好奇的四处打量。这整条街都是卖丧葬用品的，街上人不算很多，但也不少。站在街口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香烛味。在二人身后不远处，一名男子坐在车里，让司机开着车小心跟在阮星二人身后。跟踪阮星的正是林胜安。自从承诺了亲妹妹会想法子搞定阮星，他这段时间就一直在调查阮星的事，甚至还派人去了阮星从小长大的地方，收集关于他的资料。当资料被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真心以为自己在看什么玄幻小说，这世上竟真有这么离奇的人和事，直接把林胜安给整不会了。原以为是自家妹妹说的夸张了，可谁知从阮星从小到大的丰功伟绩来看，妹妹一家还真没有夸张。这个叫阮星的孩子真的不对劲儿，真是奇怪。阮星小姐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林胜安的助理一面开着车小心跟着，一面疑惑的低语。林胜安心中也不是没有好奇，阮星他来这里是想做什么？接下来他去了什么地方？等他走后派人去问我。他很快做出决定。好的，总裁。助理应下，继续开着车小心的跟着。李明带着阮星连续去了好几家店，终于买齐了他想要的东西。除了黑驴蹄没有买到，其他东西他都买到了，甚至还向一位擅长画符的道士买了几张用来驱邪的符咒。李明抢着帮阮星把钱付了，这么多东西买下来，一次也花了大几千。李明对阮星的运气有信心，根本不怕买到假货。阮星则是根本没想这么多。二人一路上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压根儿不知道二人走后，立马有人在背后蛐蛐他们。那两个小年轻还真是没眼光，买的全是假货。说话的是一位卖香烛的大妈。可不是，来之前也不先打听一下，一次能买到这么多假货，还不讲价，也是没谁了。大妈的儿子啧啧两声，这种冤大头咋没让他们家遇上呢？那个画符的老张就是一个假道士，除了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菜鸟，谁会找他买符啊？大妈的老公不屑的撇嘴，一脸看不起老张的模样。等到阮星二人一走，林胜安的助理立马联系了附近待命的保镖，钻进刚才阮星买过东西的那几家店里，花了一点小钱就得到了想要的情报。你是说阮星跑到丧葬一条街，就为了买一堆驱邪用的道具？他撞邪了，所以需要驱邪。林胜安眉头微蹙，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就不清楚了。阮星小姐没有和那几位老板说，不过保镖倒是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阮星小姐买的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假货，不少懂行的都在背后笑话他们。林胜安思索片刻后道，继续派人盯着阮星，我倒要看看他买这些东西是想做什么。阮星带着大包小包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他一回到顾晨的别墅，就立马向他炫耀起了自己一下午的成果。这把是桃木剑，可以斩鬼的哟。顾晨，确实是桃木剑，胡桃木做的，怎么不算呢？阮星又拿出下一件战利品，你看这个，老板说这把杀猪刀杀了1000头猪，上面全是煞气，可以辟邪的。这刀造出来最多不超过1个星期，上哪儿杀1000头猪去？再看看这个，这个是驱邪的符，听说戴在身上可以保平安。阮星又拿出一张符，得意的在顾晨面前晃了晃。顾晨无语，呵呵，这符甚至都不是用朱砂画的，最厉害的是这个，这叫棺材钉，可以镇魂。阮星手拿棺材钉对顾晨兴奋道：
确实是棺材钉，但这是全新的，没有用过的。这玩意儿有个屁用！别说镇魂了，他啥也镇不了。顾晨看着这一堆破烂，简直无力吐槽。阮星还想继续往下介绍，顾晨已经听不下去了。等一下，这些破……不是，你这些宝贝花了多少钱买的？阮星想了想，一共花了7000多块，好贵是不是？好在这些小明说他送给我，我没有花自己的钱呢。一听不是他自己花钱，顾晨就不管了，才7000多而已，就当让李明同学花钱买教训了。谁让他自己不长眼呢？买东西不知道好好看清楚。李明，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呗。阮星小姐，少爷，饭菜准备好了。刘管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来了。阮星一听可以吃饭了，立马把这堆宝贝一丢，吃饭去了。顾晨看着阮星的背影，思索片刻后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顾博士，帮我准备一些东西，今天晚上送过来，记住低调一点，不要让人看到。好的，顾博士。把一切安排好后，顾晨才慢悠悠下楼准备吃饭。餐桌上，阮星果然已经开动了，压根儿没有想过要等他一起吃。顾晨也习惯了，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自顾自吃起了晚餐。阮星虽然在吃饭，其实一直在听系统的碎碎念。我说宿主，你该不会打算拿着那堆东西去直播驱邪吧？系统已经无力吐槽。早在阮星和李明逛丧葬一条街的时候，他就说要帮忙一起挑选。当时阮星也答应了，哪知后来宿主嫌弃他吵，翻脸将他关进小黑屋。他哪里吵了？不就是看到一些假货，多吐槽了2句吗？这怎么就吵了？绝口不提，其实是他自己啥也瞧不上。从街头吐槽到街尾，阮星嫌弃他太烦人，才把他关了小黑屋。这一关就一直关到回家为止，才想到要放他出来。等他出来，发现天塌了，自家宿主买了一堆假货回来，还沾沾自喜的炫耀。系统简直没眼看，要是他有脚的话，已经尴尬到用脚抠出3室2厅。是啊，阮星一面啃着排骨，一面在心里说，不行啊，宿主，这些东西没用啊，要不你还是跟我做任务吧，咱们用积分在商城买，商城的东西全都是正品，而且威力要强得多。系统苦口婆心劝说阮星，要不是怕宿主知道自己受骗上当会直接气哭，他早就说出关于假货的真相了。为了让自家宿主不至于无家可归，他容易码他，用积分买，那不是更贵？阮星小算盘打得可精了，1积分等于10万华币，买个最便宜的护身符就要10积分，等于100万华币。让阮星花100万买护身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贵有贵的道理，你信我吧，宿主。统统卑微道，还是不要，我觉得小明买的这些就很好。好了，不和你说了，我要吃饭了。说完，真就不理系统，努力开始干饭。系统抓狂，我这都是为了谁啊？晚上12点，一道人影狗狗祟祟的出现在顾晨家别墅门口。刘管家猫着身子从屋里出来，与对方接头，偷感十足。东西带来了吗？带来了，要验货吗？来人压低声音拍了拍带来的大包。不用，少爷信得过你们。刘管家小声说完，顺手接过大包。男人完成了任务，赶忙溜了。顾博士说了，让他低调一点，不要让人看到，他得小心一点，得赶紧溜出去。就在这时，一束光打在他脸上，男人暗道一声不好，拔腿便跑。什么人？站住！呼叫保安室，呼叫保安室。A 区发现可疑人物，正在往 B 区逃窜，呼叫支援，呼叫支援。2名保安一面追，一面用对讲机摇人。男人欲哭无泪，我真不是可疑人物啊！这么想着，脚下的动作一步不敢停。要是被这些人抓到，他的脸可就全丢光了。站住！不要跑！快从那边包抄！抓住他！大晚上的，抓贼的动静闹得不小，半个别墅区的人都被吵醒了。阮星睡得正香，突然被外面的声音惊醒了。他揉着眼睛醒来过，小嘴呢喃着：“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吵啊？外面好像在抓贼。”系统说：“原来是在抓贼啊，那没事了。”他打了个哈欠，倒下继续睡。隔壁顾晨房间，少爷，廖秘书那边好像被保安发现了。管家迟疑开口：“外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廖秘书看来凶多吉少啊。可怜的廖秘书，一路走好。”阿门。顾晨无语地看着戏精附体的管家，他就算被抓，最多也就是被送到派出所，等人送进去，议事局那帮人自然会去捞他，他可没空管廖秘书。现在最重要的是得趁着阮星睡着，把他买回来的那包假货暗中全换了。派出所，说吧，半夜潜入人家小区想偷什么？一位民警正在帮廖秘书录口供：“我不是去偷东西的，我是去找人的。”一身狼狈的廖秘书忙解释：“找人你穿这样，连夜行衣都换上了，怎么？你当你自己是刺客，去人家家里行刺去了？”民警看着他这一身打扮，信他才有鬼。不怪人家怀疑他，廖秘书今天为了低调，特地整了一身黑，脸上还戴了个黑色口罩。这一身打扮，怎么看也不像是去找人的，说是去偷人还比较有可信度。私立医院阮父病房内，哥，你们一家怎么就伤成这样了？这也太惨了吧！阮振兴的弟弟阮振平
带着老婆吴昕一起来医院探病。说是探病，实际上就是来瞧大哥一家热闹的。谁不知道，这几年他们兄弟俩也就看着表面还行，实则为了抢阮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暗地里早就斗得你死我活。看到另一方倒霉，他们不买鞭炮庆祝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真心来探病？老二，你来做什么？一看来人，阮振兴顿时变了脸色，脸上写满了不悦。谁让这家伙来的？不知道他不想见到这个人吗？当然是来看看大哥你啊。我说大哥，你们这一大家子，这是犯太岁了吗？全家一起住院。阮振平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笑意。你给我滚！我不想看到你。阮振兴那叫一个气啊！被竞争对手看自己的好戏，简直比受重伤还让他难过。大哥，你先别急啊，我和振平今天可是代表爸爸来看望你们一家。爸爸因为小雅的事飞到了国外，一时半会儿呢也回不来。他老人家知道你们一家出事后，特地让我和振平来看看你们。吴昕拨弄了一下手上的宝石戒指，顿了顿，又继续道：大哥，我看你这伤的可不轻啊，看来公司的事你是没有精力处理了。还好有我们家振平在，可以帮大哥分担分担。大哥你呢就好好养着，不用急着出院，公司有振平顶着，出不了事。阮振兴差点暴走，就是有阮振平在，他才放心不了。这家伙一看就是想趁他不在公司，趁机夺权，安插自己的人，真是卑鄙无耻。阮振平突然拿出手机，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父子二人就开始拍照。你这是在干嘛？阮振兴铁青着脸呵斥道：拍照啊，拍完传给爸，让爸知道大哥你的情况。阮振平的表情那叫一个得意，想到自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从自己这个大哥手上占到便宜，他的心情就像7月天喝了一杯冰凉的雪碧，透心凉，心飞扬。你给我滚出去，快滚！来人，来人，给我把他们赶出去！阮振气的大喊大叫。护工听到声音，连忙过来查看，见阮振兴情绪激动，便让阮振平夫妻先离开，不要打扰病人休息。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阮琛同样脸色难看，这次让二叔一家占到这么大的便宜，对他们大房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二叔一定会趁这段时间夺权，等他和爸养好伤回到阮氏，公司上下还会有他们自己人吗？行，我走，正好我们还没去看过嫂子，哥你和我大侄子好好休息，我和吴昕先去看看大嫂。嬉皮笑脸的丢下这句话，阮振平带着老婆麻溜的离开。出门之后，二人拐了个弯就进了另一间 VIP 病房。这间病房里住的正是林曼和阮思柔。嫂子，我和振平来看你们了。哟，这伤得不轻啊，都包成木乃伊了。吴昕大惊小怪的捂嘴惊呼，眼底的幸灾乐祸简直都快溢出来了。刚刚就听到动静的林曼差点把牙给咬碎了。妈，我来看你们了。这时一个欢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来人正是阮星。阮星的身后站着的是刘管家和顾家的一位女佣。刘管家是来帮阮星一起送便当的。为了今天晚上的东南大厦驱邪直播，系统特地发布了任务，就为了让阮星多攒一些积分，系统为了阮星也是操碎了心。这个任务就是让阮星给阮家人准备自己亲手做的爱心便当，还要让阮家人吃完，只要完成任务就能得10个积分。阮星为了积分当然是照做，他照着食谱折腾了一上午，终于赶在中午之前把饭送了过来。一次做这么多人的饭，可把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阮星给难住了。要不是有顾家的佣人帮忙处理洗菜切菜，他一个人还真搞不定。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什么日子？讨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这日子没法过了。林曼欲哭无泪，我来给大家送爱心便当呀。阮星走到桌边，把便当拿出来摆好，冲着林曼露出献宝的笑。这太麻烦你了，以后不要准备了，医院什么都有。林曼嘴角一抽，想到了那个发臭的三明治，这便当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真的能吃吗？阮思柔同样想到了这个，母女二人的表情都带上了一丝惊恐。这孩子难道就是大嫂你从乡下接回来的那个？吴昕和阮振平已经从二人的对话中弄清了阮星的身份。二人暗自打量阮星，倒是不得不承认，这孩子长了一张好脸，比大哥家里那个假女儿好看多了。这是阮星，是我和振兴的亲生女儿。星星，这是你二叔和二婶。林曼表情僵硬的为双方介绍道：原来你叫阮星啊，长得真漂亮，果然比那个假的更像我们阮家人。吴昕瞅了阮思柔一眼，嘴角勾起嘲讽的笑。他一直就不喜欢阮思柔，小年纪坏心思一个接一个，他女儿几次在这个小丫头身上吃了亏。现在阮星这个真千金回来了，他可是巴不得真假千金斗起来，最好两败俱伤才好。二叔二婶，阮星乖巧的叫人。第一次见面，二叔也没有准备礼物，下次给你把礼物补上。阮振平露出一个慈爱的笑，想伸手摸摸阮星的头，被他给避开了。不过阮振平也不介意，神态自若的收回了手。也别等下次了，正好嫂子这儿有件事需要麻烦你们，和星星有关的。林曼突然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吴昕很了解自己这个嫂子，林曼这样笑肯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他得小心一点，不能中了对方的奸计。吴昕立马假笑道：大嫂，瞧你说的，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
有事你开口就是，能帮上星星，我们难道还会不帮吗？言下之意，能帮才帮。放心吧，你们一定能帮得上忙的。振平啊，你们也知道我们家的别墅塌了，我们一家人，除了星星和阮秋全住进了医院。阮秋前2天就因为工作出国了，要到下个月才会回来。这段时间家里也没个大人，星星现在还寄住在老师家。我想着老寄住在他老师家里也不叫个事儿，不如你们帮忙照顾我们家星星几天如何？呵，不是要看笑话吗？让你们也见识一下这灾星的威力，老娘倒要看看你们夫妻俩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居然是这么简单的事，吴昕都有点不敢相信。林曼只是提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还以为他是想趁机搞事。就这，我当什么事儿啊？就这事儿啊？你们一家既然不方便，那就让星星暂时住我们那儿吧，反正我们家地方大，住得下。阮振平直接大手一挥，应了下来。阮星，这是要让我搬到二叔家去吗？他有些不情愿。老师家里住的挺好的，他都有些不太想搬走了。星星，我知道你的那位老师对你很好，但人家只是你的老师，不是你的家人，没有照顾你的义务，一直麻烦人家可不好。你二叔二婶才是自家人，你住到他们家跟在自己家一样，谁也不会给你委屈受，肯定比住在别人家自在多了。林曼的智商在这一刻突然爆表，这话说的是一套一套的，全都有理有据，让人无法反驳。刘管家在后面听了，眉头紧了紧。其实阮星小姐住在顾家挺好的，家里热闹多了，可惜就像人家亲妈说的，少爷到底不是阮星小姐的亲人，人家亲妈想接女儿去亲戚家暂住，哪怕少爷是阮星小姐的老师，也同样没有资格去反对。是啊，姐姐，你还是搬去二叔家吧，二叔二婶可都是好人，对我们这些小辈可好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阮思柔秒懂了林曼的打算，在一旁助攻。阮星想了想，这段时间好像是有些麻烦顾老师，一直住在别人家里，也确实不太好。阮星再单纯，也知道住在别人家和住在自己家肯定是不一样的。既然妈妈都说住在二叔家和住在自己家一样，那他搬去二叔家住也行呀。那好吧，我搬去二叔家住。阮星点了点小脑袋，这就好，这就好。一看阮星答应了，林曼差点笑出了声。最不能只让他们一家人受。吴昕，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我等着看你的下场。妈，快趁热吃吧，我特地帮你们做的便当，我亲手做的哟。正高兴着呢，阮星突然打开了一个便当，还把便当拿到了他面前。林曼看着面前这个卖相一般的便当，他是真不想动口。便当被分为4格，里面菜色都很普通，一格装着番茄炒蛋，一格是炒蘑菇片，一格是青椒炒肉，最后一格是白米饭，看着倒是挺正常的。但林曼可不敢掉以轻心，阮星手里拿给他们吃的东西，哪次不是坑？先是三明治，后来又是奶茶，谁知道这回的便当会不会有问题？妈，我来喂你吃。说着就已经拿出一个勺子，打算帮林曼喂饭。至于剩下的便当，阮星让刘管家拿去分给其他阮家人，有护工帮忙喂给他们吃。刘管家和那位女佣一人负责盯一间病房，他们要负责盯着阮家人吃完，不能让他们浪费粮食。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嘴里就被喂了一嘴的菜。这是番茄炒蛋，为什么会这么咸？里面还有一些碎蛋壳，好难吃。刚把嘴里的菜勉强咽下，下一口就来了。这回喂的是的炒蘑菇片，这蘑菇倒是不咸，但那是因为他把盐和糖弄错了。这炒蘑菇片它是甜的，而且还是酷甜。等林曼吃完了嘴里的炒蘑菇片，青椒肉丝登场了，这回的味道更是一言难尽，不但甜，而且还超级辣。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辣椒，这辣度是普通青椒的好几倍。还有这饭是加生的。总结一下，这个盒饭里就没有一道菜是能吃的。阮星就这么一口一口的往下喂，好吃吗，妈妈？一个便当就这么喂完了，阮星露出期待的笑，像个等待被夸奖的孩子。林曼勉强扯动嘴角，不敢说不好吃，好吃，特别好吃。星星的手艺真好，只是像做菜这么辛苦的事，以后还是让佣人做吧。你可是我们阮家的千金，这种粗活不用自己做，千万别做了，再也别做了。得到了亲妈的夸奖，阮星满足又自豪，第一次做饭大成功。另一张病床上的阮思柔也在护工的投喂下，吃完了一整个便当。吃完后马上让护工给他倒了一大杯水，几口把水灌下去，就为了冲淡嘴里的味道。林曼这边也是一样，叫了护工给自己喂水。一直没走的阮振平夫妻看到这一幕，眼底满是惊讶，没想到林曼还挺疼这个亲生女儿的。那便当一看就不好吃，吃的五官都扭曲了，却还是坚持吃完了。吃完了还不算，还要昧着良心说好吃。林曼居然还有这种慈母心肠，简直不可思议。连以前他最疼爱的阮思柔，也不能让他做到这种地步吧。阮星见自己带来的便当都被吃完了，此行的目的也达到了，挥了挥小手，
带着顾家的佣人和管家开心离开。阮振平和吴昕也没有多待，二人跟阮欣前后脚离开医院。等这三人走后不久，突然3间病房里同时传来一阵吵闹声。精灵，好多小精灵，我要抓小精灵！阮家人一个个像是中了邪一样，在那里自说自话，动来动去。他们的异样很快惊动了医生和护士。医生匆匆赶到，一看这情况也是傻眼了。他们吃什么了？这怎么看着像吃了毒蘑菇？回去的路上，刘管家疑惑问道：“对了，阮欣小姐，我没有记错的话，家里好像没有买蘑菇吧？那些蘑菇是从哪儿来的？在院子里摘的呀？”阮欣说：“院子里什么时候种了蘑菇？顾家的院子种了什么？他这个管家能不知道？”阮欣小姐，你说的不会是墙角的那些吧？女佣猛然想到了什么：“是啊，就是那些，我看很新鲜，就摘下来做给家人吃了，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呢。”阮欣笑眯眯地说。女佣嘴角一抽：“你就不怕那蘑菇有毒吗？”“不怕，我知道毒蘑菇都长得很漂亮，而且颜色鲜艳，我摘的蘑菇肯定没毒。”阮欣拍着胸口保证。女佣和刘管家交换了一个眼神，二人同时在心里为阮家人默哀。几个小时后，阮家人恢复了清醒，想到自己中毒期间做的丢脸事，瞬间社死了。阮家人神情悲愤，仰天长啸：“阮欣，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老公，你说林曼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把阮欣丢到我们家，这里面我觉得有古怪。”吴昕坐在副驾驶，和开车的阮振平说话：“能有什么古怪？他不是说了吗？因为他们一家都住院了，没人照顾阮欣，才让我们帮忙照顾几天。”阮振平倒是没有想太多，觉得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照顾一个高中生而已，能有多难？你没发现吗？林曼说要把阮欣交给我们照顾的时候，笑得特别奇怪，就像……低眉思索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能想出个形容词。别管像什么了，依我看，你就是想太多，把事情想得太复杂。阮振平一面开车一面对老婆说道：“但愿是我想多了。”吴昕摇了摇头，随后又道：“算了，反正我们都答应要照顾阮欣了，现在再想这些也没用。不管林曼有什么阴谋，我们接着就是。一个高中小女生能有多厉害？阮振平，你能这么想就好。等会儿回去把这事儿和甜甜和景宁说一声，让他们好好和人家相处，别欺负人家。放心吧，我们家的孩子可都是好孩子，怎么可能欺负他？你还是担心一下那个阮欣吧，从小在乡下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估计也是野惯了。我还怕他欺负甜甜和景宁呢。行吧，不管怎么样，家里还是要多盯着。这段时间公司的事就够我忙的了。放心，家里的事什么时候让你操心过？等下回去我就让佣人收拾一个房间出来，明天一早我亲自去接阮欣。夫妻二人商量好一切，又说起了公司的事。这段时间阮振兴父子不在，这可是他们二房大展拳脚的好机会，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安排呢，哪有时间一直把话题围着阮欣转？深夜11点，夜飞风高，放开我！你们这是绑架，快把我放了！冷漠言气急败坏的冲着顾烨一阵怒吼：“顾烨，你是想和我们冷家为敌吗？我劝你不要太过分。”李涛和赵鹏一左一右把冷漠言控制住，不让他逃走。就在1个小时前，顾烨把冷漠言约了出来，然后趁其不备把人带上了车，并带来了这里。你就别挣扎了，谁让你要给阮欣乱出主意？现在他要去东南大厦冒险，你作为始作俑者，难道还想把自己摘出去不成？你想，我们叶哥也不可能随了你的意。苏菲倚靠着跑车凹造型，一旁的顾烨冷冷地看着不断挣扎的冷漠人，眼底没有一丝动容。又过了10分钟左右，阮欣和李明被顾家的司机送了过来，二人一下车就看到了显眼的几人。叶哥，你们来得好早！李明拎着一个大包和阮欣一起来到顾烨等人面前。咦，冷少怎么也在？突然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李明十分惊讶。我怎么在这儿？你怎么不问问他们？冷漠言已经叫骂了半天，知道这些牲口不会放过自己，也懒得再浪费口水了。这么好的主意不是他出的吗？我们都要进去直播了，他这个出主意的人怎么能不在？顾烨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道。阮欣听了，若有所思的点头，还赞同的嗯2声。行了，大家都清点一下带来的东西，然后对下表，准备一下就进去了。顾烨率先让苏菲从车里拎出一个包来，打开包一看，居然是几件衣服。我不是让你准备好驱邪的道具吗？怎么只有几件衣服？顾烨盯着这包里的衣服，一脸无语。我看看。李明感兴趣地翻了一下包里的这些衣服，有男装也有女装，但是这些衣服看着没什么特别，完全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嘿嘿，可别小看这些衣服，我特地去问过一位大师，这几件衣服可以增强我们的气场，让那些厉鬼一看到我们就退避三舍。苏菲得意道：“这么厉害？”众人都有些不信，不信的话穿上看看呗。既然苏菲说的这么有自信，几人将信将疑的依次上车换上这些衣服。当几人换好衣服出来，除了苏菲，其他人都有些傻眼，这造型怎么这么眼熟？李涛第一个发出质疑，是挺眼熟的，像一部老剧。赵鹏皱眉，
这不是很多年前的那部老剧《我和 X 是有个约会》里面主角团的造型吗？连顾烨都看出来了。阮星不太自在的拉了拉下身的短裙，这裙子好短，我可不可以不穿？只见阮星穿着一条女主同款短裙，露出修长的美腿，脚上踩着一双极细白色长靴，这造型无疑是好看的，就是下半身凉飕飕的，还有走光的风险，千万别脱，这衣服可是有大用的。苏菲立马道：“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我们是去驱邪，不是去抓僵尸，为什么要穿成这副鬼样子？”顾烨说着就要动手脱衣服和假发，真是信了他的邪。叶哥，万一这真的有用呢？试一试也没坏处嘛。苏菲赶忙安抚：“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就当玩 cosplay 了，挺有意思的。”李涛整理了一下身上山本一夫同款西装，还觉得自己挺帅的。冷漠言冷眼看着这群人发疯，翻了个白眼。一群神经病，这小子刚刚是不是对我们翻白眼了？顾烨瞥了他一眼，不悦道：“是的，我们也看到了。”苏菲等人齐齐点头。还有衣服没有？给他也扮上。顾烨看了眼苏菲，苏菲为难，衣服倒是还有，但只剩下女装了。刚开始准备衣服的时候，也不知道要算上他，这不是正好？大家服侍咱们，冷少更衣。顾烨一声令下，苏菲等人一拥而上，几下就把冷漠言的衣服给扒了。你们这群王八蛋，竟敢这么对我！顾烨，你小子千万不要落到我手上！今天你让我受的耻辱，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你！冷漠言叫的再大声也没用，还是让苏菲他们几个扒光了套上女主同款服装。就是吧，这衣服穿在她身上有点小，上半身看着有点勒得慌，下半身的短裙更是差点没包住屁股。总结3个字：辣眼睛。冷漠言悲愤交加地看着这群人，眼底满是恨意。李明小心翼翼地不敢上前，他只是一个暴发户家的儿子，可惹不起这位冷少，还是闪远点吧，别把他一起记恨上了。你们好了没有？一直背对着众人的阮星已经等得有些急了，她因为是女生，被李明拦着没让看，省得看到不该看的长针眼。好了好了，你可以转过来了。苏菲冲着阮星喊道。阮星转过身，没想到刚一转身，就看到了一身辣眼睛打扮的冷漠言，上半身快撑破的衣服，下半身差点包不住屁股的短裙，以及迎风飘扬的腿毛。这画面把阮星差点看傻了，小嘴甚至因为太过震惊张得大大的，半晌才合上。他穿这样好丑！冷漠言怒视阮星，这难道是他自己想穿的吗？这都是因为谁？是谁害的？他不信今天顾烨对他做的一切阮星不知道，这里面说不定就有阮星的手笔。可恶，是他太小看这个阮星了，这才着了他的道。那是因为他长得本来就丑。顾烨白了冷漠言一眼，冷漠言，你才丑，你全家都丑。顾烨没有再看他，转而看向了苏菲，你不会只准备了这些衣服吧？要是他敢说是，这小子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那哪能啊？说着，苏菲从车上拿出另一个袋子，袋子一打开，她一件件的把东西拿出来给所有人看。大蒜、十字架、护士帽、黑狗血、童子尿、桃木剑、金钱剑、香炉灰、平安符，主打的就是一个中西合并。为什么还有护士帽？赵鹏不耻下问。嘿嘿，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带来的这个护士帽上面有红十字标记，它的作用和十字架是一样的，都能辟邪。这都能让你想到，牛逼啊！赵鹏朝他比了个大拇指。行啊，你小子准备的挺全的。李涛都想给他鼓掌，看着还行吧？顾烨勉强点头。不止呢，我和阮星也准备了东西，都在这儿了。说着也拉开了自己背着的袋子。众人看了一眼，和苏菲准备的差不多，就是少了大蒜、十字架和护士帽。顾烨，既然东西都已经看过了，大家就把这些分一分，一人拿几件防身，然后对表进去大厦直播。是，众人纷纷响应。等东西分好后，由李明拿着阮星的手机帮他直播，为了引流，还特地砸了钱买流量。而赵鹏因为本身是个小网红，他为了帮阮星，还特地上了自己的账号为粉丝指路，让他们来看阮星的直播。深夜的东南大厦看着有些阴森森的感觉，30层楼高的建筑在黑夜中看起来就像一头怪兽，随时等着吞噬掉那些不长眼的人。直播一开，很快就有人好奇点进来看直播间的名字。主播这是打算在东南大厦直播探秘吗？说是业主亲自下场直播驱邪，这里面谁是东南大厦的业主啊？假的吧？肯定是骗流量的。不过直播驱邪为什么要穿成这样？这是在玩 cosplay 吧？你们看后面那个男的，一个男的穿人家小林的衣服，你为什么穿着品如的衣服？楼上你好骚哦！虽然看不到直播间的弹幕，但冷漠言也知道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他能怎么办？只能用假发挡住自己的脸，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被人认出来，他冷少丢不起这个人。好在顾烨等人也没有特地点他的名，只是把他围在中间，不让他逃跑。各位走友们，晚上好啊！我旁边的这位阮星小姐姐就是这栋东南大厦的现任业主，因为之前这栋大厦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阮星小姐姐决定亲自为大家直播驱邪。
整个驱邪过程我们全程直播，绝对不玩虚的。赵鹏站在阮星身边，对着直播镜头大方开口：“大家好，我是阮星。”他害羞地冲着镜头挥了挥小手：“小姐姐好可爱啊！哇，小仙女耶！”鹏哥的粉丝来支持了，没想到还有机会看到这个小姐姐。小姐姐好呀，好久不见。这个小姐姐居然就是东南大厦的业主，这真的假的？真的吧？我鹏哥可是真正的富二代，有他亲口认证，还能有假？直播间内很快就涌进了几百人，这其中一部分是好奇点进来的，一部分是因为赵鹏过来的。不管怎么说，这直播间也算有了一些人气。今天晚上我会为大家直播驱邪，等驱除了邪祟，大家就可以放心过来租房子了。我会给大家算便宜一点的。阮星认认真真的对着镜头说完，还附上了一个害羞的笑。虽然上次他也参与了一场直播，但那一次阮星不用和观众互动，这次不一样，这次他是主角，还要与观众互动，因此有些小紧张啊。所以说这东南大厦是真有脏东西，大厦业主都亲自下场实锤了，还能有假的？肯定又是剧本，已经上过一次当的我不会再上第二次，所以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管它真假，好看就行了呗。我觉得是真的，东南大厦确实邪门。楼上能不能展开说说？自己去网上扒呗，网上都有。阮星这边和观众互动完后，几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挨个去到前段时间出事的楼层去看看。这几个楼层分别是10楼冻肉仓库、22楼的小天采补习社、18楼的广告公司，最后是顶楼，也就是那天那个女生跳楼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10楼的冻肉仓库。大概在4个月前，一名王姓男子被发现死在那个冻肉仓库内。经过法医检验，该名男子的死亡时间是在10年前。经调查，死者名叫王大志，要是还活着，今年应该45岁。他在10年前失踪，家人报了案后，找了10年都未寻到其踪影，直到4个月前，其尸体在冻肉仓库内被发现。接下来离奇的事情来了，赵鹏卖了个关子，继续道：10年前，这栋大厦的10楼并不是冰肉仓库，这间冻肉仓库的老板是在3年前租下东南大厦的10楼，用来做冻肉生意。经警方调查，这位姓周的老板和王大志并无交集，冻肉仓库的员工也同样不认识王大志。2名员工今年也才20多岁，10年前他们才10几岁，不可能与王大志结怨。哪怕从发现尸体至今已经过了4个月，警方那边依然没有公布任何调查结果，没人知道王大志是被谁杀的，杀完人之后又把尸体藏在了何处，为什么要把尸体转移到那间冰肉仓库？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了10楼，电梯的门在众人面前缓缓打开。东南大厦的10楼都是这家冰肉仓库的地盘。出了电梯，昏暗的灯光下，长长的走廊看得人心里生寒。我们真的要出去吗？李明小心翼翼地缩在阮星身边。来都来了，直播都开了，当然要出去。李涛瞅了他一眼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白天不来，偏要晚上来？”李明眼见躲不了，现在想逃也晚了，咽了咽口水，嘀咕道：“你这不是废话吗？你什么时候见过那种东西白天出现的？”李涛无语。涛涛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阮星双眸亮亮地对李涛笑。其他人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却又无法反驳。说实话，他们决定晚上来，纯粹是因为阮星说他白天没空，上午要帮家人送饭，下午还要跟着顾晨补课，也就晚上有时间。至于为什么要这么晚才来，那是因为要抓冷漠言那小子。顾叶特地和阮星把时间推迟了一下，这些事情凑到一块儿，可不就到这个点了吗？别废话了，继续走吧。前面就是那间冰肉仓库，虽然老板已经退租搬走了，但仓库还在，大门就在那儿。好紧张，气氛还挺凝重。这种幽暗的走廊看着有点吓人呀。主播，能不能进仓库看看呀？我想看看仓库里面。铜球。李明看到直播间的弹幕，只当没看到。终于，几人沿着走廊来到了冻肉仓库门口。面前这扇门是一扇铜制保温门，门上了锁，还贴了封条。这都上锁了，不用进去了吧？李明还在抱有侥幸的想法，一直默不作声的冷漠言暗暗点头。他可不想进去。没关系，我有钥匙。阮星竟直接从身上拿出一把钥匙，这钥匙赫然就是冻肉仓库的钥匙。这钥匙哪来的？李明惊呼。找经理要的呀，我找他要，他就给我了。阮星笑着说。李明瞬间没了精神。你都是整栋大厦的业主了，你找人要钥匙，谁敢不给你？不过既然有钥匙了，那就代表他躲不过去了。完了，看来这冻肉仓库是禁定了。为了抱大腿，他真的牺牲太大了。同样失落的还有冷漠言，他想回家。钥匙给我，我来开。李涛接过钥匙，打开了冰肉仓库的大门。门刚开了一条缝，一股凉气就从门内透了出来。好冷，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不是都搬走了吗？怎么这里还是这么冷？李明小声嘀咕。怎么说，这地方也做了3年的冻肉仓库，冷点也正常。顾叶微微拧眉，还是先进去吧。阮星见几人只顾说话也不动，出声催促道：“等等，
顾烨拉住想走前面的阮星。啊！阮星疑惑回头，似乎是在问为什么要拉着他？怎么能让你一个女生走前面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男生呢。说着推了冷漠言一把，冷漠言被推得火起，差点就想和顾烨拼了。顾烨压低声音凑到冷漠言耳边，低声威胁：你应该不想我叫你的名字吧？冷漠言眼神悲愤：你还是人吗？我走前面。声音沉重，被这么威胁，他能怎么办？只能照做。心里暗自咒骂着，千万别让他抓到机会，否则他一定让顾烨付出永生难忘的代价。阮星退到一边，给他让路。冷漠言把只打开了一条缝的门直接推开，冰冷中带着一股异味的空气扑面而来。赵鹏发现了门口的灯，把灯给打开了，有了灯光照射，仓库内的景象映入了众人眼中。这个冻肉仓库果然已经被搬空了，里面只有一些杂乱的空箱子，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见里面没有其他不该出现的东西，冷漠言暗中松了口气。这里看着很正常吗？李涛在仓库内转了一圈，觉得这里除了温度低点，还有一些残留的冻肉味，真没有什么特别。切，我还以为会出现什么恐怖画面呢，来期待了。虽然没鬼，但看着还是挺吓人的。是啊，这种仓库简直自带恐怖氛围，没什么好看的。散了。既然这里什么也没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李明一脸期待。不行哦，还没有做法呢。阮星摇了摇头，大家帮忙把这几个箱子拿过来一下。他对身旁的几个男生说，男生们虽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但还是乖乖把箱子拿了过来。阮星将这些箱子叠了起来，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黄布铺在箱子上，瞬间一个像模像样的法坛就准备好了。随后他又拿出香炉、符纸、香烛，他把这些东西依次摆好，两边点上蜡烛，香炉上插上了香，符纸被他摆在桌上，放得十分整齐。这还不够，他又拿出一支录音笔，开始播放事先录好的法咒。星星，你这是在干嘛？一系统操作，看得顾烨等人一脸懵逼。施法呀，不施法怎么驱邪？小姑娘认真道：你们站开一点，不要挡到我，我要开始了。见众人乖乖退到一边，他从李明那里拿出一把桃木剑，配合着录音笔里的法咒声，在那里绕着桌子舞来舞去，一把桃木剑在他手中不断挥动。这时苏菲凑到李明身边，压低声音小声问：星星这招是跟谁学的？李明看了他一眼，同样压低声音：看电影学的呗。他看的哪部电影？好像是僵尸道长吧。苏菲，你不说真看不出来，那为什么要用录音笔把念咒的声音录下来？他又问。因为咒语太长，他记不住啊。这还用问？苏菲点头。原来如此。直播间内，小姐姐搁这儿跳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动静也没有？一看就是演的呗。你还指望能出真鬼了？走了，没什么好看的，我还要再多看几眼。虽然没有鬼，但小姐姐是真的美。舔屏，哈，我也是冲着这个小姐姐来看，长得真好看。等等，你们快看地上！阮星手持桃木剑，跟着录音笔里的法咒，学着电视上的道长绕着桌子不断比划着。他围着法坛比划得十分认真，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会做法呢。随着阮星的动作，地上被撒了不少香灰，几个男生下意识地站得更远一些，以防那些香灰洒在自己身上。你们说，星星还要这样比划多久？苏菲眼看阮星已经在那里拿着把剑绕着桌子比划了快10分钟，有些无聊的打了个哈欠。要不是现在在做正事，他都想拿出手机玩一把游戏。不知道，应该快了吧？李明也有些拿不准。不过，你们觉不觉得这仓库越来越冷了？李涛紧了紧西装领口。就在这时，阮星突然打了个喷嚏。阿切，终于他停下来了，应该差不多了吧？阮星喃喃自语道。他把自己看电视学的那些动作都比划了好几遍，应该没有邪祟了吧？星星，你要是弄好了，我们就快走吧。这里真的好冷，你穿这么少，当心感冒。李涛看了眼阮星身上的稍显清凉的打扮，尤其是下半身，一条短裙包裹着美腿，确实相当养眼。但这身打扮就别想要什么温度了。等等，你们看地上！一直没吭声的冷漠言突然指着地面惊呼。众人齐齐看向地面，一下秒纷纷变了脸色。地上被阮星撒了不少香炉灰，踩在上面肯定会留下脚印。上面有阮星的脚印不奇怪，奇怪的是地上的香炉灰上全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脚印，而且一看就赤着脚，没有穿鞋，5个脚趾印都看得清清楚楚。卧槽！你们终于发现了，我都在直播间里提醒你们半天了，你们倒是看弹幕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跑！直播间的水友们看这几个人还愣在原地，纷纷让他们赶紧跑。走啊！顾烨冲过去，一把拉起阮星，示意所有人赶紧跑。苏菲等人反应也不慢，朝着仓库大门就冲了过去。结果到了门口一看，才发现仓库大门不知何时竟然关闭了，无论怎么用力，大门都纹丝不动，根本打不开。完了！苏菲绝望的惊呼：让我来，我有福！
李明赶紧拿出一张符，用力拍在大门上，符一拍上去，大门瞬间开了，似乎有某种神秘力量被驱散了一般。走啊！门一开，众人一股脑地往外冲。待众人离开后，原本空无一人的冻肉仓库里出现了一道男子的虚影。男子看着消失的阮星等人，露出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随后便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消失不见了。众人逃也似的钻进电梯，按下1楼的按键。太好了，那东西应该没有追过来，我们得救了。李明拍着胸口，直呼庆幸。好奇怪，我明明照着电影上做的，为什么他没事呢？阮星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小眉头微微皱起，一副被这个问题难住的小表情。你跟电影学当然没用，你不知道电影上的东西都是人演的吗？全是胡编的，你信这个？冷漠言无语的看了阮星一眼，这阮家的亲生女儿别是个白痴吧？跟谁学不好？跟着电影里的角色学？我可去你的吧！要不是你在星星面前胡说八道，他能被你忽悠的进来东南大厦直播驱邪？苏菲没好气的瞪着冷漠言，你才是始作俑者。顾烨也在瞪他，明显十分赞同苏菲的话。不对劲儿啊，我们好像不是在往下，是在往上走。李涛突然发现了不对，震惊的指着电梯内的楼层显示器。众人同时看过去，果然电梯不断的在往上，根本不是往下走，一直上升到了18楼，电梯才停下。电梯一停，门自动打开，然后不管他们怎么按，这电梯都不走了，似乎铁了心要让他们在18楼下电梯一样。直播间内人数已经到了2万人，完了，一般电影里出现这种情节可都不是好事，他们不会真被那东西盯上了吧？我还是觉得这是剧本，我不发表意见，先看看再说。这可不是剧本，这群人胆子真是够大的，竟敢跑到东南大厦玩直播驱邪，简直不知死活。是大壮啊，大壮也来了，龙虎山弟子刘大壮，上次鹏哥直播时候你是不是也在？大壮，救人啊！大壮，救救我家鹏哥，我的小仙女，你可不能有事啊，我才刚关注你。刘大壮坐在家中，看着直播间内发生的一切。他刘大壮，龙虎山弟子，也是这一代几个弟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今年不过25岁，就已经拥有了不俗的实力。虽然比不得自家师门长辈，但在年轻一代中绝对属于佼佼者。他一眼便看出这几个人是真让脏东西给盯上了，绝不是什么剧本。他倒是想帮忙，可惜他现在的位置离东南大厦的距离有些远，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再说了，就算真能赶过去，他也不会去，连师傅都说棘手的东南大厦，他可不敢随意去碰。只能说这几个人是不作不死，之前在龙井别墅好命逃了出来，听说是松华道长出的手，才把他们平安带出来。都吃过一次教训了，居然还学不乖，还敢向更厉害的东南大厦挑战。这几个人今晚要是能活着走出东南大厦，他直播吃翔。这么想着，他直接用手机打字，救不了，这几个人死定了，等着收尸吧。说完这句话，他便不再关注那些网友说了什么，开始专心盯着直播间。他倒要看看这个被传得无比邪门的东南大厦里面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家伙，连他师傅这样的高人都如此忌惮。直播画面中，阮星等人迫于无奈，只能从电梯出来。在几人走出电梯后，电梯门就自动关闭了，退路直接给堵死。前面是不是就是那家广告公司啊？李明咽了咽口水，小声道。就在此时，走廊上的灯突然开始忽闪忽闪，一种恐怖的氛围弥漫在了整个18楼。滴答滴答，一阵滴水声诡异地出现在了众人耳畔。这是什么声音？苏菲紧张地抓紧一旁顾烨的风衣下摆，好像是水滴的声音。赵鹏小心翼翼道：“不是水，是血，是血。”冷漠言指着前方的天花板，惊叫出声。只见大厦走廊的天花板上突然有血滴落，这些血滴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滴答滴答的声音越来越密集，滴落下来的血竟在朝着他们几人所在的方向流动。众人吓得脸都白了，快离开这里！所有人惊慌地找出路，好在他们记得旁边还有楼梯可以通到楼下，几人赶紧往楼梯间跑去。李涛冲在最前面，伸手用力推开了楼梯间的大门，哪知门一开，面前的画面突然就变了，门后居然不是楼梯间，而是一间空间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人，办公桌上已经积了一层灰，一看就是很久没有人来过。地面上还有一些已经干枯发黑的血迹，像是被刀砍过的墙面，一看就知道这里当初发生了怎样一桩惨案。我记得新闻上说，有个疯子拿着刀冲进了一间公司，然后在那里持刀乱砍，有2个女员工没能逃掉，死在了那个疯子手上。那个疯子自己也在杀人后，在那里自杀了。想到自己看过的新闻，李明战战兢兢地往阮星身边靠。这个地方难道就是出事的那家广告公司？这个猜测同时在众人脑中闪过，他们居然莫名其妙就来了这里。众人还在震惊中，阮星却看着这间办公室若有所思，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苦恼的事，小脸皱得像包子。星星，你怎么了？顾烨见他这样，有些担心地问。没事，我只是在想我做法的道具刚才没有收，现在摆不了法坛做法了。阮星有些后悔，
刚才跑之前应该先把东西收起来的。众人哦，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在想这个？你这心会不会也太大了？停！什么东西掉落的声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啊！李明等人的尖叫声，凄厉到像是28少女在深夜遇上10来只色狼。别叫了，我是人。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大叔，打着手电筒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大叔大概1米7几的身高，身材比较壮硕，长了一张憨厚老实的脸。吓死我了！众人吓得齐齐拍胸口。大叔，你是这里的保安吗？苏菲见对方也是人，顿时放下心来。是，我是这2天刚入职的保安，因为大厦不太平，其他同行不愿意来这里。我最近刚好在和老婆办离婚，再加上失业在家，为了赚点钱争儿子的抚养权，只能硬着头皮来上班。毕竟这地方虽然邪门了点，却比其他地方工资待遇要高上不少。那保安对众人一脸憨厚地说道：直播间内都是穷害的，比起穷，鬼都不算事儿了。可不是嘛，我怕穷多过怕鬼，大家都不容易啊。和直播间的网友一样，苏菲等人听了保安的悲惨遭遇后，都对他投以同情的眼神。穷人真惨啊，为了挣钱，明知道这里有鬼，都得硬着头皮来上班。系统看着面前这个突然出现的保安，顿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好浓重的阴气，阴气值简直爆表，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告诉宿主，还是算了吧，他家宿主就藏不住事儿，跟他一说，他肯定转头就说出去。面前这家伙可不好对付，身上的怨气比龙井别墅那几只还要重，狠角色，惹不起。好在他家宿主身上有系统出品的护身符，应该不会有危险。至于其他人，他可就管不了了。没有系统通风报信，阮星自然看不透面前这只鬼的身份，还以为自己等人当真只是遇到了一位普通的保安大叔。从保安大叔这里，他才知道原来东南大厦的保安工资比其他同行要高，那也就是说，他要多付比别人更多的工资出去。想到自己干瘪的银行账户，小姑娘已经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要是赚不到钱，房子租不出去，她很可能连工资都要发不起了。只顾着在心里暗暗发愁，阮星一时也没有注意保安大叔接下来又说了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跟着大家伙移动。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正在沿着楼梯朝下走。大叔，你真厉害，你说有办法带我们出去，没想到竟真有办法。李明一脸佩服地看着面前的大叔。大叔，你该不会学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吧？苏菲好奇道。确实学过一点，我这点本事也就只能自保而已，上不得台面。大叔谦虚道。大叔，你有这本事做保安可惜了。赵鹏真心这么觉得。不可惜，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厉害，也就会点皮毛而已。几人说话间已经到了15楼，就在众人准备继续往下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不要相信他，他是骗你们的，你们好好看看这里是几楼。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女生出现在了楼梯口，她冲着阮星等人大声喊道：什么？众人下意识地看向楼层数，只见原本写着15楼的地方已经变成了21楼，这里是21楼。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了保安大叔，只见大叔已经变了个样子，他的脖子上多了一条深深的伤口，伤口上还在流着血，鲜红的血液不断顺着伤口流下，连身上的衣服都被染红。他的双眼变得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丝眼白，手中更是不知何时多了一把菜刀，菜刀上还沾着血。啊！众人放声尖叫着，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跑。过来，跟我走。女生拉起离他最近的阮星，朝着楼上跑去。男生们紧随其后。你们跑不掉，结。一道阴冷的笑声在楼梯间内响起。只见那位假扮成保安大叔的厉鬼，一步步慢慢跟在众人身后，脸上的笑容诡异而危险。顾叶等人一面跟着女生逃命，一面抽空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你为什么要帮我们？顾叶有很多疑问。以刚才面对那位保安大叔的经验，面前这个女生，他根本不敢确定对方一定就是好人，说不定又是一只骗人的鬼。女生没有回答，而是带着他们逃进了小天才补习社，然后用力关上门。门被关上后，女生才松了口气。这里是我的地盘，他进不来这里，你们可以暂时放心了。女生长相清秀，看似人畜无害，但她肤色苍白到透明，看着不像活人，更像是一具苍白的尸体。所以哪怕这个神秘女生救了他们，顾叶等人也无法对她放下戒心，眼神中甚至隐隐透着戒备。那个，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什么人？苏菲鼓起勇气，一脸忐忑地看着女生问道。我想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对，我不是活人，我叫严佳，生前是一名高中生。大概在2个月前，我被这里的鬼迷惑，迷失在了这栋大楼里，最后被一只厉鬼活活吓死，至今连尸体都没有被找到，无法入土为安。说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严家的脸上却不见多少伤心，好像只是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你看起来好淡定，真想得开。苏菲干笑2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你们生长在我这样的家庭，
就会明白我的感受了。严家淡淡道。李明等人这才想起来，他们好像在网上看到过这位严家同学的事。总结一下就是：霸道的霸，严厉的妈，学霸的哥哥，对照组的他。严家生来就是孪生哥哥的对照组，哥哥是学霸，他就被家人逼着向哥哥学习，考不好就是打骂不断，被各种贬低，老是拿哥哥的成绩打击他。严家这些年生活就是在考试和各种补习班中度过，这样的人生简直令人窒息，也难怪他死了之后会这么淡定。本来活着的时候他也没过过什么舒心日子。那个严家同学，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离开这里？是不是要等到白天才能出去？赵鹏问。你们出不去了。严家看了众人一眼，用阴冷的声音说。为什么？阮星好奇歪头。因为你们身上都已经被做了标记，被做了标记的人是离不开东南大厦的，就像当初的我一样。严家给了他们一个同情的眼神。标记？几人忙在自己身上摸索，想看看究竟有什么标记。你们看不到的，这是厉鬼对自己的猎物做下的标记，不管你们逃到哪里，他们都能找到你们。你们几个是他们选定的替身。严家的话让顾烨等人心都凉了半截。哇，这剧本不错耶。是剧本吗？我觉得不像啊。这个叫严家的女生不就是前段时间失踪的那个吗？我看过她的照片，还真是她，她是我同学。严家说她死了，难道她真是鬼？假的，一看就是假的，就是化了个苍白一点的妆就说自己是鬼，谁信谁傻子。直播间里人数已经来到了5万人，有怀疑是有人假扮严家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严家，只是被找回来后躲着没有现身，现在现身就是为了配合赵鹏这群富二代完成直播剧本，装鬼吓人。当然也有人怀疑严家是真的，三拨人都坚信自己的猜测才是真的，差点在直播间里吵起来。说起来，刚才那个保安真的差点把我吓尿了。谁说不是呢？刚才我也被吓得够呛。那个演员演得很好吗？完全看不出来是演的。你们真信那是演的？直播间里热闹讨论着，而阮星等人还在说着标记的问题。连你也帮不了我们吗？几人抱着一线希望的问。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帮你们？能让你们暂时藏在这儿，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严家摇头道。阮星正在发愁，不想这时系统的声音却传来。宿主不用担心，你身上的印记我早就已经帮你去掉了，放心，你能出去的。系统得意说道。可小叶他们怎么办？彤彤，你能帮帮他们吗？阮星双眼一亮，忙问系统。不行哦，你是我的宿主，我才能帮你。但他们不行。系统说。一听连系统都没有办法，阮星有些蔫了，眼底瞬间失去了光彩。这可怎么办才好？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咆哮声传遍整栋大楼，这声音大到整栋大厦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震动，给人心中带来无边的恐惧。是那个保安鬼杀过来了。众人紧张不已。不是，是他要出事了。严家眼神凝重。什么东西要出事了？众人不解地问。这是你们带来的。严家这时注意到地上掉落的包包，包里装着的自是李明带来的那些驱邪道具。原来是因为刚刚的咆哮声，吓得李明一个手抖，连包都吓掉了。正好包是开着的，让严家看到了里面的东西。是啊，这些是我和阮星准备的，花了7000多呢。李明忙道。有了这些东西，说不定你们还真有机会能杀出去。不过你们必须要快，一旦到了午夜12点半，下面那个东西应该就会出来了，到时一定会死很多人。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离开。顾烨等人一脸意外。那我们身上这些是不是也可以？苏菲示意严家看看他们身上挂的。严家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你们不会以为穿成这样就能拥有电视主角的能力吧？早就注意到这些人的打扮，他只是懒得说而已。冷漠言冷哼一声，就知道这衣服根本没用，居然还逼他穿。那我准备的这些法器呢？应该不比这小子准备的差吧？苏菲不甘心的又问。没用，假的，只是看了一眼。严家就无情的说道。苏菲瞬间被打击的后退2步，他买的居然全是假货，而且花的钱比李明花的要多好几倍。他的眼光难道还不如李明？不，他不接受，这一定不是真的。苏菲差点猛然落泪。李明得意一笑，就说带着阮星运气一定好吧？看吧，他买的全是真的。别废话了，再不走来不及了。我去帮你们牵制住外面那只鬼。但你们要知道，这栋大厦里还有好几只鬼，他们一定不会放你们离开。你们要靠自己杀出去，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严家看着几人，用十分严肃的语气说道。听到要自己杀出去，冷漠言欲哭无泪。要是他这次不能活着出去，他做鬼都不会放过顾烨这个王八蛋。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小眼神瞄向了李明手上的包，突然伸手就朝着这个包抓去。冷漠言朝着李明飞快地探出手，一把抓住他手中的袋子，往自己的方向用力一扯。李明一时不察，竟让他得手了。冷漠言，你抢什么？顾烨皱眉怒斥。顾烨刚一喊了冷漠言的名字，暗戳戳看顾烨他们直播的7班学生通通震惊了。不是吧？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是冷漠言？
那是冷手。不，我不信，这一定是假的。一个网名叫波涛汹涌的网友反应更是激烈，冷少怎么可能在那儿，还打扮成这样？一定是苏菲他们几个故意叫冷少的名字，陷害冷少。那个死人妖，一定不是冷少。就是啊，连脸都没露，谁知道这人是谁？有网友见好像有不少人都认识这个叫冷漠言的，瞬间好奇心起。楼上的几位，你们都认识那个冷漠言吗？他到底是什么人？是啊，冷漠言谁啊？怎么你们说到他这么激动？嗨，听哥一句劝，千万不要瞎打听，容易给自己招事儿。见这些知情者一个个讳莫如深的样子，整得这些网友更好奇了。可惜不管他们怎么问，这些人一个个嘴紧的要命，啥也不肯说。直播间内，顾烨还在和冷漠言对峙。哼，东西就这么几件，当然是先拿先得。难道等你们挑完了，把我一个人扔这儿？说白了，他就是不信顾烨会把包里的东西分给他。要是他们拿着这些可以防身的东西跑了，把他一个人扔这儿，那他不是死定了？为了自己能活命，冷漠言也是拼了。要挑也轮不到你先挑，东西是人家李明和阮星的，要挑也是他俩先挑。赶紧的，把包拿过来。顾烨不悦地朝他伸手。休想！冷漠言把包抱得更紧了，说什么也不拿出来，这可是你自找的。顾烨用眼神示意苏菲等，几人一窝蜂地冲上去，几下就把东西从冷漠言手里给抢回来了。我说，你小子费这劲干嘛？明知道我们这边人多，你就一个人，而且我们现在又出不去，你就算真拿了这些东西，又能藏到哪儿？顾烨一脸无语，以前真没看出来冷漠言智商居然这么低。你们别闹了，动作快一点，时间真的来不及了。严家看不下去了，这都到了生死关头了，这些人居然还有心情吗？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星星你先选吧。顾烨等人闻言也懒得理会冷漠言了，直接把包递到了阮星面前。阮星却摇了摇头，我不用，你们选吧，我身上有护身符呢，不需要这些东西。童子说系统的护身符比包里的东西都要厉害，包里的这些他就不要了。不行，这样吧，这把剑你拿着。说着，顾烨从里面的包里拿出一把桃木剑，这把剑和阮星之前用来做法的那把是一样的，可惜阮星那把在他被带着一起逃跑的时候，不知道掉在了什么地方。那好吧，见顾烨坚持，阮星还是把剑接了过来，剩下的还有不少东西，几人一人分2件，都还有剩。喂，别说，我们不管你，这个铜铃给你，还有这张符。顾烨可没有打算在这里害死冷漠言，虽然这家伙可恶，但也罪不至死。冷漠言赶紧把这2件东西接过，一只手拿着铜铃，一只手拿着符，算你还算有点人性。有了护身的东西，他这嘴还不甘示弱地说了一句。顾烨只当没听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现在出去？顾烨看向严家，我现在带你们出去，帮你们缠住外面那只鬼，但大厦内的其他厉鬼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你们离开。一路上，不管你们遇到任何人，看到任何画面，都不要相信，在大厦方圆100米之内不要做任何停留，尤其不要去负1楼的停车场，一定要切记。还有，如果你们在12点半之前无法离开大厦，就不要再试图逃出去，自己找地方躲起来。能不能度过这一劫，就看你们几个的命了。认真的叮嘱完，严家也不管他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就径直走到门口，一把将门拉开。门外并没有看到那只保安鬼的影子，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整个22楼除了他们几个，看上去空荡荡，连个鬼影都看不到。那只保安鬼是不是有事先走了？苏菲左顾右顾，确定那只鬼不在，顿时松了口气。他不会走的，你们是他的猎物，他怎么可能轻易离开？严家并不相信那只保安鬼会如此轻易便放弃，不过现在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想这么多了。他示意众人小心戒备，然后走在前面带路，众人跟在他身后，一路小心警惕，就怕有鬼从哪里突然冒出来。我们不坐电梯吗？见严家带着他们走楼梯，冷漠言疑惑地问。严家一脸凝重地说，要是坐电梯，你们就出不去了。记住，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进这电梯。见他说的这么严重，谁还敢坐电梯？走楼梯就走梯梯吧，只要能出去就行。阮星被几人围在中间，把他保护得好好的，他乖乖跟着，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连话都没有多说一句。转眼间，众人就已经来到了18楼，也就是之前遇上保安鬼的那层楼。就在众人想要继续往下走时，突然一道鬼影从暗处扑了出来，离鬼影最近的冷漠言瞬间被扑倒在地，露出了短裙下的红色3角内裤。在他被厉鬼扑倒的瞬间，一直被他拿在手中的符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随着金光一闪，顷刻间便将这扑在冷漠言身上的厉鬼击飞出去。啊！被撞飞的这只厉鬼，赫然就是之前在18楼遇到的那只保安鬼。他被击飞后，身体撞到了墙上，整只鬼发出一阵尖锐阴冷的哀嚎，身上开始冒起了黑烟。眼看保安鬼被自己手中的符击飞，冷漠言飞快地爬起来，跑向了顾烨他们身边。快走啊！他冲着顾烨等人叫道，而保安鬼却在此时爬了起来，一脸怨毒地看着冷漠言，
显然是已经将他记恨上了。严家见状，飞快地挡在了冷漠言身前。你们先走，我来拦住他。记住我之前和你们说的话，千万不要忘了。说完，便朝着保安鬼冲了过去。其他人见状，咬了咬牙，继续向着楼下玩命奔逃。人很快就跑光了。为什么要帮他们？保安鬼竟然说话了，声音粗糙难听，刺耳无比。我不想看着你们害人。严家沉着脸道，都自身难保了，竟还想保护别人。狮王降世之前，我们如果还不能找到替身离开这里，死的就会是我们。我们已经死过一次，这次要是再死，只有魂飞魄散的结局。你难道想魂飞魄散吗？保安鬼用一双漆黑眼睛死死地盯着严家，他不信有鬼会不怕魂飞魄散。怕，可我不想因为这样去害人。严家认真道，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怪不得我了。阴恻恻地说完这句话，保安鬼毫不留情地对着严家出手。顾烨等人一路向下逃去，不知道跑了多久，却发现他们一直在15楼打转，不管怎么跑都会回到15楼，一定是鬼打墙。李涛擦着脑门上的汗，愁得直皱眉。试试这符。李明拿出一张符纸，用力贴在了墙上。几人这回又试着往下走，没想到居然成功到了14楼。行啊，你小子，还是你有办法。苏菲冲着李明赞道。几人不敢浪费时间，继续向下拼命地跑。终于，他们跑到了10楼。10楼的楼梯间，一名男子正站在那里等着他们。男子看上去年约35岁左右，身上附着一层寒冰，一看就不是活人。我不想害人的，可我更想活下去。你们之中，只要有人自愿留下来做我的替身，我便放其他人走。我只需要你们其中一个就够了。这名男子正是已经死去的王大治。王大治生前也是一个好人，死后本不想害人，可他更不想连鬼都没得做。你休想，我们谁也不会留下。顾烨将其他人挡在身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也怕，可他是叶哥，这种时候绝不能怂。冷漠言还挺意外的，没想到生死关头，顾烨也没有想过要牺牲他一个，让其他人活下来。毕竟以他与顾烨这不对付的关系，顾烨要是想牺牲他，他也不会意外。既然你们不愿自己做选择，那我就只能自己动手了。王大治的声音阴冷诡异，像是来自古井深处。王大治看着很普通，顾烨等人还以为他的实力应该比不上楼上的那只保安鬼，那只看上去凶多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他可是死了10年的老鬼，实力又怎么可能会弱于那只保安鬼？一个挥手之间，周围的空气温度骤降，众人只感觉似乎进了冰窖一般，冷得厉害，空中甚至飘起了雪花。下一秒，王大治飞快出手，探向了人群之中。顾烨等人赶忙拿着法器抵挡，有拿金钱剑的，有拿红绳的，有拿符的，有拿杀猪刀的，还有拿柳树枝的。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这特效可以啊！看，周围都结冰了。毛的特效，这可是直播，哪里来的特效？我敢肯定，他们是真撞鬼了。怎么办？他们不会死在这里吧？肯定是假的。这要是真的，我直播吃翔。楼上又来骗吃骗喝，这镜头晃来晃去的，能不能拿稳一点？我都快晕车了。直播间的人怎么想李明可管不了，他现在吓得瑟瑟发抖，都快忘了自己手上还拿着手机在直播了。吓死我了！我想回家。李明小声的呜咽起来。大家一起上啊！顾烨大喝一声，众人咬咬牙，拿着法器冲了上去，全部往王大治身上招呼。这些法器灵符，全都是顾晨让人安排的真货，威力自是不俗。几人一起上，还真让王大治一时拿他们不下。几个男生虽然在忙着打鬼，但还是下意识的保护阮星，将他护在了身后，没有让他靠近王大治。阮星见自己越站越远，正想过去帮忙，不想这时却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小妹妹，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一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正站在楼梯拐角处，冲着阮星招手。阮星看了她一眼，撅了撅嘴，丢下2个字：“没空。”他还要帮大家一起打鬼呢。说完，就拿着桃木剑冲了上去。白裙女鬼哦，操！他为什么没有被自己迷惑？这个女生她不对劲儿。这时，李明手上的手机掉落到地，他被王大治抓到了。李明！众人脸色大变，救我！快救我！李明直接吓哭了，他还不想死，谁来救救他？星姐，救命啊！他冲着阮星的方向伸出了尔康手。小明别怕，我来救你。阮星拿着桃木剑，奶凶奶凶的冲着王大治冲了过去，速度快到其他人连反应都来不及。王大治已经抓到一个人了，也不想再和其他人纠缠，抓着李明，身体开始向后飘动，很快就进入了10楼的走廊。阮星紧随其后追了过去，其他人也想追。通向10楼走廊的大门却在他们眼前突然自动关闭并锁死。几人一愣，随后疯狂拍门，可任他们怎么拍门，这门就是打不开。醒醒，李明！眼见拍不开，干脆用脚踹，但通向走廊的大门却依然纹丝不动，不管怎么踹都没有任何反应。而此时的阮星还不知道身后的顾烨等人都没有跟过来，他还想着要救李明呢。系统见他家宿主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不对，整个桶都无语了。不是你这么勇的吗？
以前他还以为自家宿主是个胆小的哭包，但现在看来，他这胆儿可一点不小，相反还带得很蔫。终于追到冻肉仓库门口时，阮星追上了王大治和李明。李明拼命地冲着阮星伸手，呜呜，他果然没有跟错人。阮星没有不管他，还跑来救他了。你放了小明！阮星一面喘气，一面高声喊道。可惜他的声音软软的，还真没什么气势。小姑娘，你胆子很大吗？一个人就敢追过来？王大治见阮星穷追不舍，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谁说我是一个人？明明。他回头看了一眼，咦，人呢？系统，祖宗，你终于发现了！眼见自己身后一个人都没有，阮星懵了，随后小小的身子开始发抖。下一秒，只见他的眼泪快速聚集，双眼开始泛红，眼泪马上就要决堤。系统哦，不是，你刚才不是不怕吗？要说到阮星的胆子，那是真的大，但是他的大胆也是分情况，比如身边有很多人的时候，去在危险的地方他都不怕，不但不怕，还超勇的。但是，一旦他身边没有那么多人在，失去后盾的阮星胆子立马又会变得比小猫还小，分分钟哭给你看。比如现在，哇哇！短短不过几秒，在知道自己身后的小伙伴都不在身后的时候，小姑娘吓得直接哭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李明泪眼汪汪，他得救了。下一秒，阮星手上的桃木剑竟自己飞了起来，朝着王大治攻去。王大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把剑怎么就自己飞过来了？但这些都不重要，他抬手就想击落桃木剑，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竟做到。这把剑像是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将他的力量完全压制。桃木剑冲着王大治不断进攻，像是有自我意识一般。这攻击方式让他想到了小时候淘气，被他爸拿着藤条追着打的日子。不过这桃木剑打在身上，可比藤条威力大多了，简直没有可比性。阮星，哇哇哇！王大治惊慌的抱头鼠窜，嘴里不断求饶：“别打了，别打了！”原本被他抓在手上的李明也掉到了地上。这把桃木剑的力量远超普通桃木剑，打鬼那叫一个痛啊！每打一下，他的灵体就弱上一分。连续被打了这么多下，王大治的灵体已经没了刚才的凝实，甚至呈现半透明状态。再这么多挨几下，非得魂飞魄散不可。阮星眼见自己得救，李明欢快地奔向了阮星。正吓得直哭的阮星听到了李明的声音后，哭声暂时停了。小明看到平安无事的李明，阮星的眼泪瞬间收起。阮星，谢谢你来救我。李明感动得泪眼汪汪。阮星眼泪一收，那把追着王大治砍的剑也恢复了正常，直接飞回到阮星身边，掉落到了他面前。啪嗒一声响，吸引了阮星的注意力。阮星也没有多想，看到桃木剑掉了，就顺手把它捡了起来。刚才他光顾着哭了，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错过了桃木剑大战厉鬼的好戏。看了全程的系统和李明，默默在心里同情了这只厉鬼一秒。下辈子千万别惹错人。此时王大治虚弱的倒在地上，灵体忽明忽暗，看着凄惨极了。快，趁现在我们快走！李明见王大治已经躺在了地上，看着像是要不行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他一把拉起阮星的手腕，带着阮星就朝着通向楼梯间的大门跑去。可二人跑到门口，却发现这门完全打不开。你们不用白费力气了，这里是我的鬼域。没有我点头，你们两个就别想出去。二人闻声猛然回队，只见若隐若现的王大治不知何时竟站在他们不远处，正眼神复杂地看着二人。不是吧，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李明欲哭无泪。东南大厦外，夜空之中，黑云压境，狂风如千万头失控的疯牛横冲直撞，乌云之中电闪雷鸣，轰鸣的雷声听得人心底直发颤。松华道长原本正在打坐，却突然感到一丝心神不宁。这种感觉，他猛然睁开眼，开始掐着手指归眼起来。不好，有大凶之物要现世了！东南方向。同一时间，有点道行的高人全都同时看向了东南方向，眼底闪过深深的忧虑。议事局局长张百万家中，张局，不好了，东南方向阴气值爆表，有绝世凶物即将现世。大晚上的，张百万睡得正香，突然被秘书一通电话叫起来，来不及发火，听到发生什么事后，他的瞌睡虫瞬间被吓跑了。什么玩意儿？绝世凶物！卧槽！快去联系顾博士，马上锁定凶物所在位置，疏散人群，小心不要引起市民恐慌。议事局那边动作很快，有顾晨提供的仪器帮助，他们很快锁定了阴气爆发的位置，然后便是开始疏散附近的居民。被疏散的居民一个个议论纷纷，有的还拍了视频，把附近居民被安排疏散的画面传到了网上。大晚上的，让我们去哪儿啊？说是有人在附近安装了炸弹，让我们先出去避一避。不是啊，我怎么听说是有地震要来了？不是说附近有辐射泄漏吗？正在转移中的居民猜测连连，和旁边认识的不认识的聊得火热。居民们深夜被叫醒，那些没睡的夜猫子还好，
已经睡着的大半夜被吵醒，只是穿着睡衣拖鞋，拿上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就被要求撤离，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大半夜不睡觉的网友刷到这些视频，也都在评论区各种猜测，疑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大晚上的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这一切阮星自是不知，此刻他正和李明一起与王大治大爷瞪小眼。这位鬼大叔，你就放我们走吧，你刚才被打成那样可不是意外，我家星姐可厉害得很，你也不想再受一次伤吧？李明见王大治似乎还不准备放过他们，干脆把话挑明了。阮星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看着王大治，小模样乖极了。要不是刚才自己亲身经历过，任谁也不会相信面前这个看着人畜无害、长得像小仙女一样的小姑娘竟会有如此手段。王大治的眼神更复杂了。唉，算了，我可以放你们走，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看来他果然没有做坏人的命，生前做不成坏人，死了想做坏鬼都不孬。什么事？李明问。帮我去看看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在老宅的墙角第2块砖头下面藏了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有几张欠条，都是当年我借给朋友的钱，让我老婆拿着欠条去把钱收回来，用那些钱好好带着孩子过日子。王大治一口气说完了自己想让李明和阮星带的话。要不我们出去以后去把你老婆孩子叫过来，你亲自和他们说。见王大治有几分可怜，李明颇为同情的提议道，过了今天晚上我都要不在了，你把他们带来又有什么用？王大治苦笑，什么叫过了今天晚上你就不在了？什么叫过了今天晚上你就不在了？李明不解地问。阮星也用懵懂的大眼疑惑地看着王大治，二人同款好奇宝宝表情。今晚狮王出世，狮王出世时第一时间就会吸收附近所有阴气，壮大自身。我们这些被困在东南大厦的阴魂，其实都是为狮王预备的养料，肯定难逃一死。而你们这些活人同样也逃不过狮王毒手，毕竟比起我们阴魂，狮王最喜欢的还是活人的鲜血。卧槽，这么刺激的吗？李明吓了一跳。这是李明第2次听到狮王2字，听这意思，这玩意儿不就是电影里面的僵尸吗？想到有僵尸等着吸自己的血，他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远离这个地方。行了，不废话了，你们赶紧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狮王会在午夜12点半出世，你们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离开。祝你们好运了，要是你们能出去，别忘了答应我的事。说话间，王大治一个挥手，面前这扇门就自动打开了。你们走吧。阮星和李明交换了一个眼神，二人冲着王大治点了点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王大治虚弱的灵体站在原地，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愿他们能及时逃出去，帮我把话带给家人。叹息过后，10楼通向楼梯间的大门被一阵阴风吹过，砰的一声再次关闭。而阮星和李明从10楼出来后，却没有看到顾烨等人的身影，连李明掉在地上的手机都不见了。那个手机可是阮星的，要是弄不见了，他不会对自己哭吧？李明瞬间紧张了。阮星，叶哥他们不见了，我们怎么办？李明压根儿不敢提手机的事，就怕阮星想起来找他要。阮星也确实没有想起自己的手机，他在担心顾烨等人的安危。彤彤，小叶他们不见了。他瘪着小嘴不安道，他倒是没有想过顾烨他们会不管他自己跑掉，那可是他的朋友，朋友怎么会不管他呢？他们一定是出事了。越想阮星越是忍不住担心。等着，我帮你看看他们跑哪去了。系统立马利用自身能力开始定位顾烨等人的位置，找到了，他们正在乘坐电梯上顶楼。顶楼？他们为什么会跑到顶楼上去？而且电梯，严家不是说过让他们不要坐电梯吗？他们为什么要明知故犯？阮星很不解，完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时间往前回拨10分钟，10分钟前，阮星、李明消失在了众人眼前，几人被困在了通往10楼的楼梯间大门外，想破门而入去把阮星他们救出来，可惜心有余力不足，这大门实在太过坚固，不管他们用何种方法都破不开。可恶，这下怎么办？顾烨等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连菜刀都出动了，符纸也是过了，没一个有用的。其他也是一脸烦躁，这下当真不知如何是好了。还能怎么办？当然是赶紧走啊！冷漠言一脸焦急，他看了眼手上的腕表，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要是再不走，连他们也会折在这里。你闭嘴吧，以为谁都像你这么没义气？顾烨回头瞪了他一眼，冷漠言无语。行啊，你有义气，你最有义气。赵鹏弯腰捡起李明掉在地上的手机，看了眼手机屏幕，手机已经不亮了，试了一下还能开机，应该问题不大。刚把阮星的手机收起来，一个声音就在他们身后响起：你们怎么全都在这儿？为什么还不走？严家不知何时站在了楼梯拐角处。严家同学，见到你太好了。阮星和李明被抓进了这扇门里，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把人救出来？一看到严家，顾烨等人眼睛瞬间亮了，犹如看到了希望一般。什么？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严家面色一沉，随后又道：这里是10楼这只鬼的鬼域，这扇门被他用阴气封住，我的实力不敌他，无法带你们通过这扇门进去。想进去救人的话，只能坐电梯到10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等会儿
你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坐这里的电梯吗？最先想到这个问题的居然是冷漠言，这不是有我在吗？你们自己是不能乘坐电梯，有我在就不一样了。严家看了冷漠言一眼，平静道：别说那么多了，救人要紧。顾夜没有想太多，只想赶紧去救人，毕竟拖得越久，阮星他们就越危险。等等，我总有点奇怪，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自从这个严家出现，冷漠言总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违和感，但要说哪里违和，他又说不上来。救人要紧，你要是怕的话，你就自己留下。顾夜没有理他，以为他只是怕死，没好气的瞪他一眼后，顾夜就带着其他人跟着严家走了。严家走在前头，领着他们去楼下乘坐电梯。冷漠言犹豫再三，自己一个人他没有把握能逃出去，无奈之下，他只能咬咬牙选择跟上。几人跟着严家进了楼下的电梯内，很快电梯就开始移动。当电梯门打开时，他们果然看到了10楼的走廊。在10楼走廊的尽头，他们见到正在被那只厉鬼掐脖子的阮星和李明，二人一脸痛苦地冲着他们招手，似是在向他们求救。醒醒！几人一见这画面，立马向前冲了过去，一心只想冲过去救人。眼见马上就要靠近那只厉鬼了，一阵铜铃声突然响起，铃铃铃。随着铃声响起，顾夜等人面前的画面发生了变化，10楼的走廊竟变成了顶楼的天台，而他们再跑上几步，就会直接从天台上冲出去，到时候肯定小命不保。冷漠言赶紧跑到顾夜等人身边，一脸庆幸：我就说有问题吧，你们非不信，还好这铜铃有用。好在他聪明，一直保持警惕，因为觉得不对劲儿，试着摇动了手上的铜铃，否则顾夜和他身边这几个傻子肯定已经从30楼跳下去了。为什么？严家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众人反应过来后，冲着严家厉声质问：你们还问为什么？他是不是严家都还不一定呢。冷漠言没好气道：倒不是冷漠言比顾夜他们聪明，无非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罢了。顾夜几人急着救人，难免忽略了一些问题。哈哈哈，居然被看出来了。随着一阵阴冷的笑声，面前的严家变成了一个身着红裙的女鬼。女鬼的模样让顾夜几人都有几分眼熟。是你？你是那天跳楼的那个女生？是你？你是那天跳楼的那个女生？苏菲第一个认出了这个女鬼的身份。女鬼冷笑着：本来你们可以没有痛苦的死去。她叹了口气，眼神中透着一丝怜悯，看在众人眼中，这丝怜悯不过就是鳄鱼的眼泪。你也想拿我们当替身？顾夜盯着这女鬼，眼神中满是戒备。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就自己跳下去吧。要怪就怪和你们一起的那个女孩，本来她才是我的目标，哪知道那天通过印记找到她家，她却被隔壁那个男人给救了。想到那天的事，女鬼的情绪变得激动异常，连天空中的乌云都在随着她的情绪翻涌。要不是那次没能杀死那个叫阮星的女孩，她早就找到替身脱离了东南大厦。可惜因为那个男人的出现，导致她失败了，而且还身受重伤。她这几天拼命用阴气疗伤，也不过治好了一半。要不是阮星被王大治先一步带走，她怎么也不会放过阮星。这女鬼的目标一开始居然是阮星，众人有些惊讶，但现在他们更该担心的是他们自己。一看这女鬼的样子，就知道她绝不会放过他们。我们不会听你的，这里没人会给你当替身。李涛冲对方大声喊道：既然你们不愿意，那我就自己选一个。说着，他阴冷的视线落在了冷漠言的身上。都怪你多事，既然你这么想当英雄，那你就代替他们去死好了。说着，伸出苍白的右手隔空一握，瞬间冷漠言感觉自己的脖子像是被人用力掐住一般，呼吸逐渐变得困难。救我，快救人！顾夜等人想救冷漠言，却不知如何去救。不过他们很快反应过来，只有打败这只女鬼，才能真正解救冷漠言。于是4人拿着武器，冲着女鬼冲了过去。女鬼乃是红衣厉鬼，比一般的鬼凶多了，哪怕只是恢复了一半的实力，也不是顾夜他们能敌得过的。一个挥手就把几人扫落在地。去死吧！就在女鬼想把冷漠言扔下楼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出现：坏蛋，不许伤人！关键时刻，阮星带着李明赶到，二人为了尽快赶到30楼，迫不得已上了电梯。好在没有出事，平安到达了顶楼。一来就看到了冷漠言差点被女鬼从30楼扔下去的一幕。是你？看到阮星出现，女鬼瞬间转移了目标。比起冷漠言，阮星才是他最想杀的那个。他扔掉手中的累赘，瞬间朝着阮星飘去。眼见一人一鬼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女鬼伸出长长鬼爪，向着阮星的脖子抓去。阮星见这长达半米的红色指甲朝着自己抓来，瞬间吓懵。你不要不过呀，哇哇！下一秒直接吓得爆哭出声。阮星眼泪落下的瞬间，一道天雷从天而降，精准地落在了女鬼头上。轰隆！阮星的哭声还在继续，天空的雷鸣声越来越大。紧接着又是2道天雷劈中了女鬼。轰隆轰隆！女鬼被连续的3道雷劈中，整只鬼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一身的红衣都被劈成了黑衣。啊！惨叫声听得人心惊胆战。
李明见女鬼已经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忙对阮星说道：“没事了。”阮星回过神，吸了吸鼻子，看向了倒在地上的女鬼，只是看了一眼，就躲到了李明身后，一脸我好害怕的小表情。嗨嗨！冷漠言连滚带爬的站起身，踉跄着来到了顾烨等人身边，一脸惊魂未定道：“差点就死在这里了。”顾烨等人也一身狼狈的从地上爬起来。大家都没事吧？没事，还活着。我还好，就一点皮外伤。没事。见大家都没事，顾烨也松了口气。我们运气也太好了，这只鬼突然被雷劈了，否则我们肯定死他手上。冷漠言庆幸不已。运气好？真的只是运气好吗？顾烨想到了上回他们在龙井别墅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也是阮星受到了攻击，然后天上就突然降下一道雷，劈在那只鬼身上。这次不过只是历史重演，难道这女鬼会被雷劈？真是因为阮星？完了，来不及了，只有5分钟了。李明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还有5分钟就到12点半了。5分钟时间，他们能逃得出去吗？嗨，嘻嘻，你们逃不掉的，哈哈哈！女鬼被天雷劈成了一团黑乎乎的虚影，倒在地上不断抖动，边咳边笑。既然她走不了，那所有人都不要想走，大家一起死吧，都死吧！女鬼的眼神越发疯狂，不要管她了，我们快走！顾烨眼见着女鬼的惨样，想来已经对他们构不成威胁。现在时间不等人，他们必须抓紧仅剩的时间离开东南大厦。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坐电梯下去。好，就坐电梯。顾烨的提议，众人纷纷赞同。不到5分钟的时间，除了坐电梯拼一拼，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一行7人匆匆进入了电梯内，按下了1楼的按键。电梯下降的时间似乎无比漫长。终于，电梯到了1楼。可到了1楼后，电梯却没有停下，而是直接把他们带到了负1楼的停车场。电梯门开了，停车场到了。完了，这里是负1楼。苏菲拼命地按1楼按键，可惜没用，电梯一点反应都没有。没办法了，走吧，试试能不能从负1楼出去。赵鹏沉声说。其他人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心情忐忑地走出电梯。电梯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几人对这个停车场不熟，有些摸不准该从哪边。好在停车场内有路标，顺着路标走应该就能出去。几人跟着路标所指的方向不断的奔跑，因为东南大厦被传有邪祟作祟，没多少人敢把车停在这里。停车场内的车其实并不多，显得整个停车场更加空旷。这个停车场怎么会这么大？怎么跑都跑不出去？李明抱怨的声音回荡在停车场内。完了，时间到了！冷漠言的惊呼声传出。同一时间，一声巨响突然在停车场内响起，整个停车场开始剧烈摇晃，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地下钻出来一般。啊！尖叫声一声大过一声。发生什么事了？地震了！救命啊！我不想被活埋。几人想走，可是地面摇晃的实在厉害，不是他们想走就能走的。李明、冷漠言先后因为没站稳摔倒在地，阮星也差点摔了，好在被一旁的苏菲及时扶了一把。地面的摇晃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到1分钟就停了。等四周围恢复了平静，李明和冷漠言才从地上爬起来，站起身时还甩了甩头上的灰尘。妈耶，吓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李明一面拍打身上的尘土，一面抱怨着：“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李涛因为太过惊讶，连音调都变了。众人下意识地看过去，映入眼帘的画面让他们瞳孔一缩，心跳差点漏了一拍。棺材，这附近居然出现了棺材，而且不止1口棺材，是9口红色的棺材，分别出现在了停车场的各个角落。离他们最近的是中间位置的那口红棺材，那棺材离他们不过20来步的距离。这些棺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赵鹏惊声叫道：“快走，快离开这里！”顾烨低喊一声，所有人再次开始往出口的方向跑。不出意外的，他们还是没能逃出去，绕了一圈又回来。而这时9口棺材同时开始震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出来。完了，我们完了！爸妈，救命啊！几个男生吓得面无人色，阮星被他们挤在中间，被挤得有点难受。别挤啊，他小声说。可惜这些男生太害怕，根本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就在这时，中间那口棺材突然爆开，一名身穿墨朝官服的身影忽然从红色棺材内飞出来，身体悬在半空。从衣着还有身形上看，这应该是一个男人，只是此人身上的皮肤青到发黑，一看就不是活人。这明显是一具僵尸，难道这就是之前严家提到过的尸王？此时在东南大厦外，天空已经下起了细雨，而且雨有越下越大的趋势。议事局的人已经将东南大厦团团包围，张局自己则带上议事局的精英队伍，来到了东南大厦停车场外。所有人行动！随着张局一声令下，众人开始朝着停车场内冲。可冲在前头的人很快发现了不对，快停下来，这里有结界，我们进不去。完了，这可怎么办？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结界？要知道，结界那可不是鬼物的手段，那是玄门的手段。这大凶之物出世，莫不是有玄门的人插手其中？
若真是如此，那事情可就棘手了。怎么了？这时，一名身穿银灰色西装的男子从人群后走过来，身穿黑色燕尾服管家打扮的男子在身后帮他撑着伞。顾博士，您终于到了。认识此人的探员纷纷上前和来人打招呼，表情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发生什么事了？顾晨皱眉又问了一遍。顾博士，这里发现了一个强大的结界，似乎是在保护里面的东西。这个结界我们一时破不开，还请您帮忙拿个主意吧。一位探员赶紧上前说道。是吗？顾晨上前打量了一下这个结界，随后拿出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手指轻快地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一堆疑似乱码的符号不断闪现，除了他自己，没人能看得懂这些符号代表什么。不到1分钟，他停下了动作，把笔记本电脑合了起来，交给了身后的刘管家。刘管家淡定接过，我已经找到这结界的薄弱点，你们可以朝着这个位置攻击，以你们的攻击力来说，最迟5分钟应该就能破开这个结界。顾晨伸手指向了结界的某个位置，这些探员闻言纷纷拿起武器，开始朝着顾晨所指的位置猛烈攻击。顾晨见现在没他的事，便带着刘管家上了车。车内，顾晨打开了刚才交给刘管家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在上面敲打了几个键后，地下停车场的画面竟然清晰地出现在了屏幕上。少爷，您真是厉害，这停车场已经被结界包围，您竟还能连接到里面的监控。刘管家一脸敬佩地看着他家少爷。我只是提早做了一些准备而已。顾晨淡定地打开一瓶罐装咖啡，喝了一口。在阮星离开前，他特地送了阮星一条手链，并叮嘱他一定不要摘下来。这条手链除了能定位之外，还能让他无惧任何干扰，随时连接到阮星身边所有的电子设备。接下来，二人没有再说话，专心地看着监控传来的画面。画面中，狮王已经现世。现世后，他没有第一时间杀死阮星等人，而是开始吸收剩下8口宏观中的力量。8口宏观被一道道红线连接，红线的源头则在中间的那只狮王身上。宏观内的东西开始垂死挣扎，可惜却毫无用处。顾叶等人缩在一旁，就怕引起这狮王的注意。待狮王吸收完这8口宏观的力量，8口宏观瞬间裂开，裂开的碎片当中空无一物，也不知是本来里面就没有东西，还是里面的东西被狮王吸收了。吸收了8口宏观的力量后，狮王的样子似乎变了一些，原本青到发黑的皮肤颜色好像变浅了。但这还不够，狮王猛地张大了嘴，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咆哮。下一秒，周围的阴气开始快速汇聚，阴风大作。原本围在阮星周围的男生们瞬间就被这阵阴风吹飞了出去。救命啊！男生们被吹飞后只能无助地喊着救命。由于周围聚集了太多阴气，停车场内形成强大的气旋，强大的气流把周围能吹飞的都吹飞了，连紧停的几辆车都被吹得飞离了地面。顾叶等人随着阴风在停车场内飞来飞去，被风带起的杂物不时撞到他们身上，细小的石子刮破他们的皮肤。除了阮星，所有人都在狂风中哀嚎尖叫。几人中，只有阮星没有被这阵阴风吹走。他身上有从系统那里买的护身符，护身符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光罩，暂时将他保护了起来。还留在东南大厦的那群厉鬼们，受狮王的力量牵引，被吸到了地下停车场内。不等他们反应，就不由自主地往狮王嘴里飞。不要啊！狮王大人，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厉鬼们吓得尖叫连连，却只能身不由己地向着狮王飞去。最先遭殃的是被雷劈的只剩一口气的红衣厉鬼，几乎是出现在停车场的瞬间，他就被狮王吸入了口中。第二个遭殃的是严家，严家是这群厉鬼中实力最弱的，再加上经过之前和18楼那只保安鬼一战，他本就身受重伤，伤势也就只比那只红衣厉鬼好一点。面对狮王的绝对力量，他毫无抵抗之力。第二个被吸到了狮王的嘴边，眼看着就要被狮王一口吞下，严家已经绝望地闭上了眼，等待着自己命运。就在这时，一阵哭声划破天际。哇，不要啊！哇，不要啊！不远处的阮星眼睁睁地看着严家被吸到狮王的嘴边，吓得哇的一声哭出来。本来他就因为身边的小伙伴全都被阴风吹走，不安极了，又亲眼看到狮王即将要吃掉救过他们的严家，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随着阮星的哭声响起，周围肆虐的阴气被一道强大的灵力驱散，原本漂浮在空中的物体通通掉落到了地上。狮王原本吸收阴气的动作被强行打断，严家在关键时刻逃过了一劫，没有被吸入狮王口中。啪嗒，平，接二连三的重物落地声响起，顾叶等人重重从半空中摔下来，有人直接晕了，有人还有意识，但也因为在空中打转了半天，头晕目眩。就在狮王疑惑发生什么事时，突然地下停车场的电流开始疯狂涌动，向着狮王聚集。瞬间，这些电流同时落在了狮王身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电流落到狮王身上，响起一阵噼啪声。吼！狮王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阮星哭得上气不拉下气，整个人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他难过极了，好朋友被风吹走了，救命恩鬼还要被吃掉。哇，怎么会这样？
他好难过，好难过。此时的阮星既难过又委屈，对狮王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觉得他超坏。哇呜！电流不断在狮王身上游走，将他全身的皮肤电得皮开肉绽，一股尸臭夹着烤肉的味道在停车场内散开。几只还没有被吃掉的厉鬼吓得躲到了一边。严家暂时得救后，找了一根柱子藏在后头，根本不敢上前一步。几只鬼吓得瑟瑟发抖。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突然一阵阴恻恻的鬼哭声响起，附近的游魂都被狮王之前散发出的强大力量吸引而来。他们被召唤前来时，本不知发生了何事，来了之后却看到一只狮王正在被周围的高压电流电得噼里啪啦，顿时吓得这群游魂全跑光了。好可怕，好可怕！是狮王啊！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不受控制来这里？原来是因为他。快跑啊！狮王刚刚出事，这时候把我们召唤过来，肯定是在打我们的主意。跑啊！所有被召唤来的阴魂都在跑路，有的鬼跑得太快，不是掉了胳膊就是掉了腿，更有甚者连脑袋都掉了。可现在众鬼都在急着逃命，连捡回身上这些零件的时间都没有。严家等本就住在东南大厦的鬼是想逃跑不了，只能看着别的鬼夺路而逃。被一阵电流招呼过后，狮王已经整个尸瘫倒在地。僵尸本就是至阴之物，被代表阳属性的电流击中，身体自是受了不小的损伤。可狮王到底是狮王，他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打败。嘴里吐着黑烟的狮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身，猩红的眼睛看向了依然在哭泣的阮星。阮星的哭声未停，狮王站起身的瞬间，那些已经掉落地面的车辆还有杂物开始像有自我意识一样攻向狮王。滴滴，一辆辆的小轿车向着狮王撞去。好！狮王一掌拍在向他冲来的轿车上，随手一推，就将一辆车推飞了出去。整辆车重重落在地上，车身几乎散开，后面撞向狮王的车都被他一辆一辆的解决。那些飞向他的杂物只是随手一挥变成了碎片。哇哇！系统看着还在哭泣的阮星急到不行了，这狮王也太难缠了吧，居然这都不死。刚才那些电流强度足够把一个人电成灰了吧，就连那些灵体也绝对挨不了几下就要玩完。这狮王居然只是被电得皮开肉绽而已。ME， 不愧是狮王啊，真抗造。怎么办？阮星不会搞不定吧？这狮王可是比自家宿主之前遇到过的所有诡异生物都要强大的多啊。东南大厦外，天空电闪雷鸣，风声还有雷鸣闪电交织成了一片犹如国外灾难大片的景象。原本正在攻击结界薄弱点的议事局探员，被这突变的天气弄得不得不停下手上的动作。实在是这雷声离得太近了，好似下一秒就要劈到了他们身上一般。要是不躲开，真有可能小命不保。轰隆，一道巨大的雷声在众人耳畔炸开，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整座东南大厦。这还不算，闪电开始持续攻击，电流越来越强，整栋大厦像是被雷电包围。这是怎么回事？张局吓得手上的对讲机都差点掉了。难道是这狮王出世天地不容，所以天道想亲手灭了他？廖秘书不确定地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张局无语地看向廖秘书，天道要真这么灵，他们议事局早就可以解散了，哪用得着每天忙得像狗一样，连睡着了都得从床上被扒起来。闪电顺着东南大厦一路来到负一楼，哇哇！阮星哭到停不下来。没人注意到，在阮星捂着小脸痛哭的时，他的额间隐隐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印记。这个印记像极了一朵小小的莲花，此时莲花印记正在盛开，而狮王此时已经解决了所有拦路的障碍物，向着哭泣的阮星走去。狮王刚刚出世，灵智还很低，但他能感觉到刚才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面前这个看着不起眼的人类女孩引起的。杀了他，必须杀了他！一个念头在狮王的脑中不断闪现。狮王一步步逼近阮星，阮星完全不知危险即将来临。在狮王离阮星仅仅只有3米距离时，阮星额间的小小莲花已经盛开到一半，莲花印记散发着淡淡明光，看起来异常神异。阮星的识海之中，一名看上去和阮星年纪差不多的银发少女似乎正在沉睡。少女的面容与阮星有7分相像，只是更加英气一些。沉睡的少女在莲花盛开到一半时微微睁开了眼，她似是察觉到了什么，睁开的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狮王伸出手想攻击阮星，这时冲向负一楼的闪电已然赶到，啪啦，无数的闪电同时落在了狮王身上。这和发电机所产生出的电流不同，这些闪电带着来自天道的毁灭之力，没有任何生灵能够在这种力量下逃脱。好，整个负一楼瞬间沦为了一片雷海，被闪电照亮的犹如白昼。狮王在发出一阵凄厉不甘的惨叫声后，化为了黑色的光点，消散在了天地之间。距离京市百里之外的某处农家小院内，明镜堂的站起身，手中的手串瞬间断线，檀香木做的串珠一颗颗掉落在地。师兄，他眼中带着泪光，表情痛苦不已。师傅，一名年轻男子听到动静从屋外进来，
一见明镜的样子，立马担心皱眉。少廷，你师伯出事了。明镜闭上了眼，压下眼中的泪影。他不会在自己的徒弟面前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怎么会这样？10年前，师父不是把师伯特地放在了养尸之地，还以9口宏观助师伯成就降臣之体。这2日，师伯就因功德圆满正式出世，从此无敌世间，怎会在这时候出问题？薛少廷难以置信地喊道：“少廷，想办法打听一下，我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究竟是什么人破坏了我与师兄的大计？”明镜不甘地低吼，眼底透着渗人的寒光。薛少廷一脸严肃地点头，恭敬道：“是，师父，弟子这就去办。此去经世，你可以联系一下你小师妹阮思柔，她虽然没什么天赋，但脑子还算灵活，必要的时候让她配合你行事。”弟子明白。随着雷光散去，地下停车场已经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乱的汽车碎片，还有各种垃圾。严家等鬼亲眼见证了狮王的灭亡，到现在还在瑟瑟发抖。可怕可怕，真可怕！这个女生简直太可怕了，尤其是王大治。他现在觉得阮星对他还真是手下留情了，要是用对付狮王的手段来对付他，自己绝对撑不过1个回合。宿主快别哭了，已经没事了。系统见一切已经尘埃落定，立马开始呼唤阮星。他错了，他居然以为阮星可能对付不了狮王，是他想多了。果然，他家宿主就是最牛的，连狮王都不是对手，就问还有谁？系统觉得自己的腰杆都挺直了。阮星在系统的安抚下渐渐收住了眼泪，放下小手往四周一看，果然那只狮王已经不见了，只有满地的杂物以及东倒西歪倒了一地的小伙伴。啊！他不解地歪了歪小脑袋，小嘴微张，似是想不通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宿主，快去看看顾叶他们吧，顺便帮他们叫一下救护车。阮星被这么一提醒，赶紧小跑着冲向顾叶等人。顾叶等人被吹得离阮星有些远，而且还都躺得比较分散。阮星只是检查了离他最近的2个小伙伴的状况，见他们似乎都昏迷了，也看不出来受伤重不重，便想打电话联系救护车。哪知往身上一摸，才想到手机不在自己身上，他把手机给小明做直播了。他找到了李明，在李明身上找了一通，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而李明等人的手机上都设了开机密码，他根本打不开。阮星急得团团转，眼泪眼看又要掉下来了。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大波人朝着地下停车场蜂拥而至。快，就是这里，这里有人，快看看他们怎么样了，有人受伤了，快把人送出去，赶紧送医院。来人正是议事局的人，因为这群人突然出现，阮星没能哭出来，他愣愣地看着议事局的人送走顾叶等人，大大的眼睛里还透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星星，你没事吧？顾晨穿过人群，匆匆来到他面前。老师，阮星小嘴一瘪，扑进了顾晨怀里。没事了，星星，没事了。顾晨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他的情绪。小叶还有小明他们都受伤了，他们不会死掉吧？小姑娘又惊又怕，眼泪要掉不掉。没事的，我刚才看过了，他们受的只是轻伤，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过来，你不用太担心。顾晨擦掉他眼角的泪，温声说道。看着顾晨温柔的眉眼，阮星心底的不安渐渐得到了安抚，慌乱的心也逐渐平静。顾博士，这里没有任何发现。一位议事局探员带人在四周查看了一圈后，来到顾晨面前报告。顾晨看了眼那探员，平静道：不用找了，那狮王已经被消灭了。啊，这就被消灭了？谁干的？那人一脸懵逼，本来以为冲进来后会有一场大战，没想到这狮王居然已经被消灭。虽然有些难以置信，倒也没人会怀疑顾晨的话，毕竟顾晨的本事在场不少人都是清楚的，若不是有顾晨的支持，他们这个议事局根本不可能办得起来。刚才有几只厉鬼趁乱跑了，去把他们抓回来。顾晨淡淡吩咐。是。这位探员招呼其他人抓那几只逃跑的厉鬼去了。停车场内仅留下了几个人处理善后。阮星被顾晨带了出去，外面的天空乌云已经散去，露出漫天星光。阮星看着满天的星星，小眉头时不时的皱一皱。要去医院看看顾叶他们吗？顾晨知道他的烦什么，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问道。要去。阮星赶忙点头。1个半小时后，顾叶等人已经接受完各种身体检查，被送回到了病房内休息。他们人多，医院干脆安排了一间6人病房给他们，让他们住一起。都怨你们，要不是你们硬要带我一起去，我会这么丢脸吗？冷漠言一脸想死的悲愤表情，他穿着女装被送来医院，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他当时的样子，甚至还有护士在看着他偷笑。想到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就气到想把顾叶这群人杀了。喂，这也不能怪我们，你要怪就该怪你自己，谁叫你给星星乱出主意的？你现在被你自己的馊主意害了，能怪得了谁？苏菲里直气壮道。主意是我出的，我没有让你们给我换女装吧？你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声声质问，简直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啊！众人一时语塞，所有人眼珠开始四处游移，就是不看他。你们没事了吧？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只见阮星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
拎着一大包吃的站在门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欣喜地看着他们。众人闻声向着门口看去，发现是阮星来看他们了，顿时坐起了身。星星，你怎么来了？你没受伤吧？顾夜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今天晚上你也吓坏了吧？李明抓了抓头，对阮星说。李涛和赵鹏也在一旁点头。是啊，都快凌晨2点了，虽然明天不用上课，但还是早点休息比较好。星星，过来坐我这儿。苏菲拍了拍自己床边的凳子，阮星听话的坐了过去。你们都没事吧？阮星不安地问。小姑娘有些内疚，觉得他们都是因为自己才受伤的，要不是她要去东南大厦驱邪，这群小伙伴也不会受伤。看出季星的内疚，顾夜大大咧咧地说：没事，我们都好着呢，医生已经看过了，就一些皮肉伤，最多几天就能痊愈。他没说的是，虽然是皮肉伤，但有些伤口还是伤挺深的，还缝了针。他们之中有人还因为头部受到撞击产生了脑震荡，不过这些就没有必要和阮星说了，省得吓到他。阮星听了顾夜的话，丝毫没有怀疑，知道小伙伴们伤得不重，小脸上立马浮现松了口气的小表情。你们没事就好了，我好担心呢。他看着顾夜等人，眼底满是关心。真的没事。顾夜给其他人使了个眼色，众人立马连声附和。顾夜还以为冷漠言会出声指责阮星，或者直接拆穿他们，毕竟这家伙刚才可是一直在甩锅给他们，那眼神像是恨不得把他们刀了。没想到他居然一直不发一语，一句话也没有多说，更没有指责阮星一句。这小子怎么回事？他不是最讨厌阮星的吗？这是突然转性了，还是说让狮王给吓傻了？顾夜等人哪里知道，冷漠言是看到了一些画面，太过震惊，压根不敢招惹阮星。他看到了无尽的雷电在攻击狮王，还看到了那些汽车像有自我意识一样的朝着狮王冲去，最后就是那犹如雷海一般震撼人心的画面。而阮星一直立于雷海之中，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像是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在保护着他。再想到阮星回归阮家后，阮家发生的种种，怀疑的种子已经在冷漠言心中落下。他现在哪里还敢招惹阮星？最起码在不确定阮星的危险性之前，他是不敢再随意出手对付他了。冷漠言的这些心理活动，在场自是无人知道。见他识趣，众人也仅是暗中松了口气。星星，你人也看过了，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吧？别忘了天亮以后，你二叔一家还要来接你过去。顾晨从门外走进来，冲着其他人点了下头后，便对阮星说道：对哦，二叔他们还要来接我呢。阮星瞪大了双眼，似乎现在才想到明天自己还要搬去二叔家。那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们，你们保重哦。朝着众人挥挥小手，阮星跟着顾晨离开了医院。阮星走后，其他人也很快睡着了，毕竟折腾了一晚上，不但担惊受怕，还受了伤，身体和精神上早就已经疲惫不堪。翌日上午9点左右，吴昕准时带着司机来接阮星。阮星昨天折腾到凌晨2点多才睡，今天要不是有系统叫他起床，他压根儿起不来。吴昕来接他的时候，他才刚吃完早餐，一双眼睛里都还有着未散的困意。阮星离开的时候，顾晨没有出面，由刘管家亲自送了阮星出门。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星星的照顾，这是一点小礼物，还请刘管家帮忙转交给顾老师。吴昕礼数周到的让司机把礼物送上来，刘管家笑着接过，双方寒暄了2句，吴昕就带着阮星走了。阮振平一家住的地方离阮星现在住的地方大概有半小时车程，倒也不算太远。半小时之后，阮星就被带到了阮振平一家居住的别墅区。山水天下，山水天下可是和阮星之前住的地方同一个档次的别墅区，房价也都差不多。住在这里的也都是总字辈，身份地位都不低。阮振平一家住在山水天下的6号别墅，整栋别墅有3层楼高，前面有花园，后面有泳池，环境可说是相当不错。妈，这就是我大伯家的亲生女儿。阮思甜一知道阮星到了，立马兴冲冲地跑出来接人。她对阮星可是相当感兴趣。天知道，在她知道阮思柔不是她大伯一家的亲生女儿时，她有多开心。那个阮思柔不止一次朝她使过绊子，偏偏她哥哥多，所有人都只会护着她，在其他人面前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搞得所有人都觉得是她在无理取闹。现在好了，大伯家的亲生女儿回来了，看阮思柔那个冒牌货，还有什么资格跟她斗？这是阮星，你叫他星星就好，你俩年纪差不多，以后你带着阮星一起玩，可别欺负他，知道吗？吴昕见女儿跑过来，笑着对他说。随后他又看向了阮星，星星，这是我女儿阮思甜，你可以叫她甜甜。我们家一共有3个孩子，老大阮锦州，今年27岁，是阮氏的 CFO， 主管财务部。老二就是甜甜，这孩子和你同龄，比你就大2个月左右。老三今年14岁，叫阮景明，还在念初中，是个淘小子，整天就爱在外头疯玩。吴昕一面领着阮星进屋，一面将家里的情况和他说了一下。吴昕一家的家庭情况很简单，家里常住人口
也就阮思甜和阮景明以及阮振平夫妻。至于阮景洲，他成年后就搬了出去，自己一个人住在公司附近的大平层里，每个月也就回来几次，每次都是在家吃完饭住一晚就走。等走进阮家别墅的时候，阮欣都已经把阮振平家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了。张妈，阮欣小姐的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吴昕冲着厨房喊了一声。张妈匆匆跑出来，嘴里回道：收拾好了，收拾好了。是不是现在带阮欣小姐去房间看看？星星现在要去看看房间吗？吴昕笑着问。要。阮欣双眼亮亮的点头。行，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吴昕亲自领着阮欣一起上了2楼。阮欣的房间虽然是客房，但布置的还不错，房间里的摆设充满了少女风，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过的。吴昕爱面子，可不想阮欣回去后跟林曼说自己亏待了她。吴昕给阮欣准备的房间看着还不错，房间又大，采光又好，卧室里还有一个大阳台。阮欣觉得很满意，因为阮欣刚刚搬来，吴昕也没有打扰她，让她自己在房间收拾东西。等等，阮欣突然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吴昕。有事吗，星星？吴昕回过身，微笑着问。二婶，可不可以让人帮我收拾一下东西？我不会收拾。阮欣戳着手指头，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吴昕愣了一下，随后便让张妈帮阮欣收拾她带来的东西。既然这里有张妈在收拾，那星星，你跟二婶下楼坐会儿吧。张妈动作很快，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收拾好了。好呀。阮欣点了点小脑袋，乖乖跟着吴昕下了楼。等到了1楼客厅，吴昕喝着佣人准备的咖啡，状似随意的和阮欣聊起了天。星星，我知道你是从小被抱错的，这些年你养父母对你还好吗？吴昕语气中带着几分好奇的问。阮欣喝了一口佣人专门为他准备的果汁，幸福的眯眼。养父母对我很好，村里的大家也对我很好，他们真对你好。阮思甜有些不信，听说那些乡下地方很重男轻女，而且他有听自家父母说过，当年阮欣被抱错，只怕是故意为之，根本不是无意中抱错的。至于故意做这事儿的人是谁，除了阮欣的养父母一家，还真不做第二人想。毕竟抱错孩子对他们家最有利，自己的亲生女儿不但能在豪门长大，还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既然他们故意抱错，又怎么可能会对阮欣这个真千金好？不虐待她就不错了。真的啊？阮欣用力点头，拿起一块小点心吃了起来。星星，其实你不用替你养父母一家隐瞒，要是他们对你不好，你一定要说出来。我们阮家的孩子可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吴昕一脸恨铁不成钢的对阮欣说道，他也认为是阮欣有意的在帮养父母一家进行隐瞒。我没有呀。阮欣傻乎乎的看着二婶，不懂为什么二婶还有甜甜都在怀疑他在养父母家过得不好。你也未免太好欺负了。阮思甜有些失望，他希望回来的真千金是个狠角色，这样才能帮他对付假千金阮思柔。结果回来的真千金却是一个软包子，这让他怎么指望得上啊？阮欣歪头，大大的眼睛里是大大的问号。星星，你该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当年被抱错的真相吧？吴昕见阮欣还在维护养父母，不由得猜测。真相？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吴昕一见他这反应，就完全明白了，这下就能说通了。难怪阮欣对他那对养父母还有感情，一直在维护他们，原来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可怜的孩子，要我说大哥大嫂也未免太过分了，为了维护那个假女儿，竟这么对你。说着，还装模作样的抹了把眼角的泪。妈，咱们把真相告诉星星吧。阮思甜立马接戏，到底是什么真相？阮欣的眼神越发不解。还有什么真相？你被抱错的真相呗。我不是和你说过，你被抱错不是意外，是阮富贵的老婆周秀故意把你和阮思柔调换的吗？要说当年的真相，确实挺狗血的。照理来说，一个豪门阔太，一个农村妇女，两个人就算是在同一家医院生孩子，也绝不存在孩子被抱错的可能。毕竟豪门生孩子，肯定是去私立医院，住的也是 VIP 病房，周围又是保镖，又是佣人，还有那么多医生护士。就算有人想趁机调包，这可能性也低到近乎没有。可偏偏就是这么凑巧，还真就让周秀找到了机会。周秀当年和老公阮富贵一起在京市务工，两夫妻一个在工地搬砖，一个在工地食堂打杂。后来周秀月份大了，工地食堂也不敢让她继续在那里干活，主要还是怕出事。于是周秀便只能暂时在出租屋里养胎。说来也是巧，那天周秀出门买菜，不小心看见了车祸现场。因为亲眼看见车祸发生，周秀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引起了早产，被赶来的救护车一起送到了医院。发生车祸的2辆车中，其中1辆车里就有当时怀孕8个月的林曼。于是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妇就这么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林曼当时出来和朋友聚会，身边并没有带太多人，只带了一个司机，而司机身受重伤，作为重伤员被送去抢救。也就是说，当时的林曼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周秀因为只是受了惊吓，倒是比林曼的状态好得多。先后生产的2个人被暂时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林曼清醒后和医生说了自己的身份，并要求换去 VIP 病房。这时周秀才知道，和他住同一间病房的林曼居然是一个豪门阔太。到了这里，周秀虽然羡慕嫉妒，
但还是没有机会换孩子的。可这一切，在他见到一位妇产科医生时发生了改变。那个医生，居然是周秀当年的高中同学刘亚。见到刘亚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当年考上了大学，却被校长的女儿刘亚顶替了学籍。他当时气得快疯了，扬言要去告对方，让他一无所有。刘亚为了让周秀放过自己，答应给他一笔钱，还承诺只要周秀愿意放弃追究，任何事他都可以帮周秀办到。周秀这时突然想到了电视里调换孩子情节，凭什么老公都是姓阮的，林曼可以活得那么富贵，而她却只能跟着老公在工地搬砖？她的女儿将来也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这时，换孩子的想法在她心中萌芽，这个念头越发强烈。于是，周秀提了自己的要求，让刘亚帮她换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和林曼的孩子进行调换，并强调只要刘亚帮她这个忙，刘亚顶替她学籍的事，她便不再追究。刘亚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家庭，咬牙答应了周秀的要求。于是，阮馨和阮思柔就这么被刘亚亲手调换了人生。当初阮振兴夫妻发现阮思柔不是他们的女儿时，就已经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不过，为了保护阮思柔，他们没有为难周秀，反而把换孩子的锅扣到了刘亚一个人头上。刘亚不但因此被全行业封杀，还被迫净身出户。除此之外，还有新鲜的牢饭等着他吃。不甘心的刘亚本想找媒体曝光真相，没想到还不等他出手，就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要不是同为阮家人，阮振平早就留意到了阮振兴一家的动作，还真有可能被他们瞒过去。和外人一样，只会以为当初换孩子的是刘亚，完全不关周秀一家的事。所以啊，当年就是你的养母亲手将你们调换的，你可千万要小心阮思柔，她是你养母的亲生女儿，从小小心思就多，她一定不会甘心让你抢走阮家千金的位置。总之，你面对她的时候一定不能大意，千万不要着了她的道。阮思甜一副关心的表情对阮馨说道。阮馨恍然大悟，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啊，你要是过得不好，千万别因为你养父母养大了你，就帮他们隐瞒，你压根就不欠他们的。你把一切都说出来，就算你爸妈不帮你做主，二婶也一定站在你这头。还有你二叔，我们一家人都不会看着你被外人欺负。吴昕按住阮馨的肩膀，声音都带着几分慷慨激昂。可是，阮馨迟疑地看着吴昕母女。可是什么？吴昕母女齐声问，说话时眼睛死死地盯着阮馨，一脸期待地等着她的下文。可是我的养父母，他们真的没有对我不好呀。她一脸无辜地说道。他可是好孩子，不会骗人的。母女二人原本期待的表情顿时垮了，合着他们说了这么半天都白说了没？晚上，阮振平和阮锦州从公司回来，今天因为是阮馨第一天搬到家里暂住，所以阮振平特地带了阮馨去外面吃饭，提前一天就预约了一家还不错的星级餐厅。能来这里吃饭的人都是非富即贵。阮振平一家带着阮馨进入了提前订好的包厢。星星，今天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二叔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这张卡你拿着，需要什么自己买。阮振平直接给了阮馨一张卡。阮馨看到这张卡，笑着接过。二叔真是好人，一见面就送他银行卡。统统说卡里有100万呢，开心。接下来，阮锦州也拿出了自己准备好的礼物，因为刚刚下班，他身上还穿着一身宝蓝色西装，一身名牌西装，加上帅气的外形，使他整个人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星星，这是锦州哥哥送你的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阮锦州拿出的是一条很适合他这个年龄佩戴的项链，项链上是一颗星星形状的粉钻。这份礼物一看就是用了新的，完全是按阮馨的名字来准备的。咱俩年纪差不多，我就不给你准备礼物了。你要是想出去玩，可以找我一起，出去玩的费用算我的。阮思甜朝着阮馨俏皮地说道。然后是阮景明，这小家伙回来看到阮馨时，就对她好奇的不得了，一直在偷看她。我和我姐一样，星星姐，你要是想出去玩，也可以找我。今世我熟得很，你想去哪里我都能带你去。14岁的阮景明拍着胸脯说道。星星，你看你哪天有空，二婶带你去买2身衣服。你才刚刚回归阮家，衣服肯定要多，准备几套。晚礼服也要准备起来，以后参加宴会什么的也方便。吴昕笑着给阮馨夹菜。阮馨被阮振平一家的善意包围，整个人开心的一直笑，双眼亮亮的。童子，二叔一家都好好哦，不但带我出来吃好吃的，还主动送我礼物。当初第一天回家的时候，爸妈还有哥哥们可是什么也没有给我准备。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和阮振兴一家比起来，阮振平一家的贴心直接让阮馨的好感度蹭蹭往上涨。好感10是对你不错，可惜他们一家人的下场可不好。系统说道。你在说什么啊？童子，阮馨有心想问清楚，可就在这时，有人突然从包厢外头推门进来。阮总，我一听说你们一家人在这吃饭，立马就冲过来找你们了，连吃个饭都能遇上，你瞧瞧我们多有缘。一个胖得像猪的油腻中年男人挺着大肚子边笑边往里走。阮振平一见来人，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黄总，
好久不见。下一秒挂着营业是假笑，起身和这位黄总打招呼。阮锦州同样起身，看着这位黄总的眼神隐隐透着厌恶。阮总，不介绍一下？黄总看向了在场的3名女眷，这位就不用我多介绍了，我夫人吴昕。黄总见过，这是小女阮思甜，这是我大哥的女儿阮欣，这是我小儿子阮景明。阮振平挨个为这位黄总介绍道。黄总用黏腻的视线扫过阮欣的脸，笑容有些意味深长。这位是黄总，是我们阮家生意场上的朋友。阮振平注意到了黄总落到阮欣身上的眼神，神色不太自然地介绍了黄总的身份。阮锦州往前侧了下身，挡住了黄总的视线。黄总，我们一家人还要用餐，您看，他就差直接说送客了。黄总一脸可惜。行吧，那我们下次再聊。对了，下个星期我家老爷子80大寿，阮总可一定要赏光，到时别忘了把家人都带上。我们家老爷子就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人相处。阮振平又应酬了对方几句，总算是把人送走了。等黄总一走，阮锦州立马叫来了服务生，让他们看好大门，别让人来打扰他们一家人用餐。爸，这个黄总是谁啊？好恶心，尤其是他的眼神，被他看一眼我都觉得自己不干净了。阮思甜撅着小嘴，用厌恶的语气道：要说这黄总是什么人，他是黄家的未来继承人，黄家在金氏是不亚于阮家的存在。这位黄总全名黄天虎，今年45岁。黄家早些年涉及到的生意不太干净，害了不少人，可能是作孽太多。黄老爷子孩子生了不少，没有一个能活过2岁。为了给黄家留个后，黄老爷子才迫不得已开始转行，并且常年做慈善，给家里积福。终于在30多岁才有了黄天虎这个儿子。因为是黄家唯一继承人，黄天虎从小被千娇百宠的长大，性子被养得十分霸道，而且极为好色。再加上他做生意不择手段，在商场上风评一直不太好。哪怕如此，也没人愿意明面上得罪黄天虎，毕竟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这黄天虎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爸，您怎么会和这种人交好？阮思甜一脸不赞同地看着他爸。阮振平觉得自己简直是6月飞霜，谁和他交好了？我疯了吗？和他交好？刚才那么说，只是不好和他撕破脸罢了。他一脸晦气地说道。甜甜，爸也是身不由己，这种人能不得罪还是不要得罪的好。阮锦州无奈道。好了，我们继续吃饭，别因为不相关的人影响了心情。吴昕示意大家坐下继续吃，一听可以继续吃，阮欣不再客气了，拿起一只大虾就开始啃。喜欢吃虾就多吃点，这龙趸也不错，二婶给你加一块。说着，吴昕加了块龙趸到阮欣碗里。阮欣全程只顾着吃，连刚才系统和他说的阮振平一家下场不太好的事都给忘了。阮欣这边正吃着呢，阮锦州和阮振平却说起了下个星期黄家老爷子80大寿的事。爸，黄天虎让我们一家人都去，到时候我们难道真的全家都去？阮锦州有些不愿意。那黄天虎可是出了名的好色，家里现在有2个妙龄少女，要是带着去了，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阮振平想了想，随后说道：到时候再说吧，今天这顿是为阮欣接风的接风宴，不说那些扫兴的事。吃饭，同一时间，已经回到自己包厢的黄天虎正在想着阮欣那张漂亮的小脸，还有那纯真懵懂的眼神，一看就很干净，越想他的表情就越猥琐。黄哥，您这是看上阮振兴家的那个真千金吗？一旁的狗腿子嘿嘿笑着凑上前。现在阮家真假千金这事儿早就不是什么秘密，那个假的他们都见过，这个自然就是真的。没想到这真千金长得倒是不错，比那个假的可漂亮多了，也难怪一向喜欢美少女的黄天虎会看上人家。黄天虎并未否认，只是睨了他一眼。就你小子聪明是吧？黄哥，您要是想，小弟我有法子。那狗腿子贱兮兮的笑道。先别乱来，怎么说也是阮家的千金，不是什么没有背景的平民。黄天虎还是有分寸的，玩女人一向只玩那些没背景的，有权有势有背景的，再漂亮他也不会跑，这也是他能一直不翻车的原因。嗨，黄哥你就放心吧，阮振兴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这真千金才刚回家，和阮家人肯定没什么感情，您只要许一点好处出去，阮振兴还不巴巴的把这真千金亲手为您奉上。狗腿子自信满满道。你说的也有道理，阮振兴不是一直想要我手里西郊那块地吗？你去暗示一下，他应该明白该怎么做。反正那块地本来就是打算要卖给阮家的，把那块地拿出来谈条件，他压根儿不会有损失，还能白得一个小美人儿。好嘞，您就瞧好吧。阮振兴一准会答应。圈子里谁不知道他们兄弟2人抢这继承权都快抢疯了，有了这块地在手，阮振兴的赢面就会大很多，他怎么可能拒绝？黄天虎听了也觉得狗腿子说的在理，觉得自己肯定能靠着这块地拿捏阮振兴。阮兴还什么都不知道，吃完饭就跟着阮振平一家回家了。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之前在吃饭时系统说的话。彤彤，我刚才忘了问你了，你说二叔一家下场不好是什么意思啊？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他们一家在书里就是炮灰，阮振兴一家背靠女主，可是主角团的人，
和主角团的人作对，能有什么好下场？接下来，系统把阮振平一家的下场和阮星提了一下。阮思甜苦追的校草喜欢阮思柔，她不甘心就各种陷害对方。可惜有女主光环的阮思柔，每次都能避开她的阴谋。阮思甜的名声反而因此越来越差。校草怕她继续伤害阮思柔，假意同意了与她交往。某次，校草假借约会之名约了阮思甜去古宅探险，结果校草出来了，阮思甜却再也没能从里面出来。阮振平夫妻为了救出女儿，花了大价钱请了不少大师跟他们一起进入古宅救人，可惜最终结果全军覆没。阮振平夫妻连同那些大师都折在了里面。阮锦州一心想救出父母和妹妹，大师联系了一波又一波，可惜那些人都怕死，没人愿意跟他去那栋古宅冒险。因为一心扑在救人上，忽略了最小的弟弟，导致弟弟被人绑架。阮锦州带着钱赶到时，阮锦明已经被撕票，而且死状极惨。阮锦州大受打击，要不是还想救父母和妹妹，他人早就垮了。最后，阮锦州花了一大笔钱，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大师护送自己进入古宅救人。多天后，那位大师一身狼狈地逃了出来，而阮锦州则死在了古宅内。这就是阮振平一家的结局，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太惨了，阮星一脸不忍。二叔一家好可怜哦，是挺惨的，不过惨的又何止他们？你的那个小伙伴顾烨，他也同样活不长。要不是他死得太早，金圈太子的位置也不可能轮到冷漠言来做，毕竟顾家才是金氏第一豪门。你是说小叶也会死？阮星大惊，怎么会这样？是啊，而且就在高考前，他的死期是离得最近的。系统说，统统快告诉我，小叶是怎么死的？阮星着急地追问，统统快告诉我，小叶是怎么死的？见阮星如此担心，系统也没有卖关子，他是救人英勇死的，原文中有提到过。顾烨在高考前见到一个小孩掉湖里了，就跳下水救人，结果那个小孩没事，顾烨再也没能起来。顾烨的死也让不少原文读者唏嘘不已。这个角色虽然下线的早，但因为三观正，而且还是见义勇为死的，很是圈了一波粉，成为全书最受欢迎的男性角色之一，人气一度比肩男主。阮星听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小叶居然因为救人死了，他不想小叶死呀。统统，我想救小叶。阮星下定决心，坚定道，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天出的事，怎么救？系统也没有办法，毕竟原文里只是说了高考前，高考前的哪一天又没有详细提过，总不能整天什么事都不干，一天到晚盯着顾烨吧。没关系，我会好好盯着小叶的，不会让他出事。你真打算救他？那用力点头。可你打算怎么救？你又不会游泳，除非你找个会游泳的，一天24小时跟着他。系统倒不是想泼他冷水，而是想救下顾烨光靠阮星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虽然阮星的眼泪厉害，但他的眼泪好像只能伤害那些让他受委屈的坏人，至于救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功能。那就这么办。阮星想了想，觉得系统的主意不错。现在顾烨还在医院，你想找人跟着他，可以等出院后再进行。突然，系统想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打算找谁去跟着他？你手底下有人可用吗？阮星眼珠一转，有了主意，我有人选了。阿切，谁在想我？李明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因为一个喷嚏牵动了手上伤口，痛得他龇牙咧嘴。翌日，阮星被阮二叔家的司机送到了学校，因为顾烨等人还在医院，4人的位置到现在还是空着的。阮星一进教室就听到有同学在窃窃私语。前天晚上那场直播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男扮女装的，不会真是冷少吧？本来我也觉得不可能，可冷少到现在都没来。喂，你们差不多得了，前天晚上那个人妖怎么可能是冷少？冷少可不会穿女装，要是有人敢乱说话，等冷少来了，我一定如实告诉冷少这件事。刘波一听他们越说越离谱，凭的一声拍案而起。被刘波这么一下，7班这群高中生倒是收敛了不少，但是这种收敛在看到阮星时立马又落了原形。阮星同学，你来了。阮星同学，你能不能和我们说说，前天晚上和你一起直播的那个穿女装的，是不是冷少本人？阮星同学，求你和我们说说呗，我们都快好奇死了。一群学生把阮星包围起来，大有他不说清楚就不让走的架势。就连看不惯阮星的张茉莉也偷偷挤在人群里，想听第一手八卦。他是阮星被这么多人包围，有些不好意思，正想说前天晚上那个人就是冷漠言，没想到刚刚开口就被打断。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做什么？只见冷漠言一手提着书包，一手撑在门框上，眼神冰冷地看着面前这一大群人。天知道他为了不让人怀疑上自己，带伤上学的痛苦。居然是冷少，不是说他请假了吗？冷少居然来上课了，难道真不是他？不少同学小声议论着，倒也不敢再堵在讲台前，纷纷做了鸟兽散。阮星见包围自己的同学都走了，愣了愣，这才迈步走向了自己的座位。第一节是英语课，英语老师在上面讲课，其他同学在下面各忙各的，看漫画的，开小差的，说悄悄话的，就是没几个是在认真上课的。
毕竟这群富二代虽然都不是爱学习的那种好学生，但从小到大肯定没少出国，再加上家里有请外教，不要说英语了，很多人还至少掌握了2门外语。英语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上课一向不管他们听不听，只有阮星乖乖的做着笔记，乖乖的听着老师讲课。冷少，你都不知道，他们这帮人居然怀疑和顾烨他们一起直播的那个男扮女装的人妖是你。只有我对你的信任始终如一，你可是冷少，怎么可能穿女装直播，而且还是和顾烨他们一起？也不知道他们这帮人是怎么想的。顾烨不过叫了一声冷少你的名字，他们就真以为那人是你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根本就是顾烨他们使的诡计，就是为了给咱们添堵。刘波一脸义愤填膺的低声说道。老师还在上头讲课，他也不好说的太大声。不错，就是你猜的那样。冷漠言嘴角一抽，故作高冷的说道。我就说吧。刘波一脸得意，他可是冷少身边的第一狗腿。冷少要是真跟着顾烨去做直播，他能不知道吗？接下来的时间，刘波絮絮叨叨的骂着顾烨等人的无耻，居然想出这么损的招来恶心他们冷少。冷漠言安静的听，不时2声算作回应，实则偷偷在打量着阮星，思索着如何让阮星帮他保密。现在顾烨等人还躺在医院，出院之后应该也不会乱说。现在唯一让他不放心的，就只有阮星一个而已。看来他得找机会和他好好聊聊。很快，冷漠言就找着机会了。中午午休时间，他趁着阮星一个人的时候，把他叫到了学校后头的小树林。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阮星一脸警惕，这个坏人难道是想打他？你在怕什么？怕我打你？冷漠言无语的看他。阮星用力点头，小眼神里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冷漠言，算了，我长话短说，前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做直播的事，你不许说出去，不管谁问，你都别说。要是有人问你那天那个男人是谁，你就说也不认识，不是我们学校的，记住了吗？阮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点头摇头是什么意思？冷漠言狐疑的看着阮星，不解他想表达什么。点头的意思是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摇头是我不想答应。他眨着无辜的大眼，理直气壮的说道。你为什么不答应？他先是一惊，随后又自以为是的露出了然的笑。你难道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让我和你在一起？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喜欢的只有月月一个人，不要以为抓到了我一点把柄就能为所欲为。听着对方自以为是的话，阮星皱了皱小巧的眉头。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呢，我是说你要我帮你保密可以，得给钱，那个叫什么？对了，叫保密费。他伸出手撅着小嘴看他，这人真是奇怪，为什么总是想些奇奇怪怪的事？冷漠言，你居然只是想要钱？他不敢置信的瞪大眼，他可是冷漠言，对方抓到他的把柄，居然只是想要钱。话说他一个阮家千金，难道还会缺钱不成？冷漠言不解，并大受震撼。要钱，我缺钱。阮星说到自己缺钱，完全不像缺钱的样子，那叫一个坦然。你会缺钱？阮家没有给你钱吗？不自觉的，冷漠言被带偏了。有啊，可是不够。他为难的叹了口气。冷漠言拧眉问，不够？你要这么多钱来做什么？因为那栋大厦，自从爸爸把那栋大厦给我要操心的事情可多了。上次我们去那里做法，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虽然老师说会帮我搞定，但我还是担心钱会不够。要是房子租不出去，我还要花很多钱来维修大厦，还有员工的工资。唉，我真是太穷了。越说越委屈，明明都有一栋大厦了，他不但没当成包租婆，还要花更多的钱出去，他好可怜。那栋大厦你不用担心，肯定能租出去的，反正里面的东西估计也被你清理干净了。他可是亲眼看见阮星是如何大发神威干掉那只狮王的，连狮王都被干掉了，其他的小鬼压根儿就不是问题。阮星迷茫的指了指自己，什么时候的事他怎么不知道？算了，既然你想要钱，说吧，想要多少？冷漠言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装的，既然他不想说穿，他也只当不知道。他想要钱，那给他就是，只要别用这件事来要挟自己就行。阮星伸出5根手指头，冷漠言了然点头。500万是吧？我等下转给你，记住你说的话，不许把我的事说出去。阮星，其实他刚才想说50万来着，不过钱他肯定不会嫌多的，反正是坏人的钱，不要白不要。他果然是最聪明的。统统，我厉不厉害？厉害，超厉害。系统冲着阮星比了个大拇指，有了系统的彩虹屁，孩子更得意了。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500万已经打到了阮星的账上。看着手机收到的到账短信，阮星笑弯了眉眼。下午放了学，阮星开开心心的回到二叔家，怎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阵吵闹声。别哦，别哦！一个6、7岁左右的小男孩拿着一把水枪在屋里到处乱射。小男孩生得肥头大耳，十分富态，屋里还坐着一个和小男孩有7分相像的女人。女人看着30岁上下，眉眼间带着几分刻薄，一看就不好惹。哟，
这就是你大嫂家的那个真千金吧？这真的看着果然是比假的好看啊！女人吐掉嘴里的瓜子皮，皮笑肉不笑地说。吴昕的眉宇间满是不耐，偏偏又不好发作。星星，二婶现在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玩会儿吧。他挥手让阮星上楼。阮星虽然不解，但既然二婶这么说，他还是背着书包乖乖的想往楼上走。就在阮星往楼上走的时候，那个小胖子拿着手枪冲过来，冲着阮星开始射击。biu biu biu biu， 哈哈哈，太好玩了！小胖子拿着水枪，笑得一脸嚣张。吴家宝，你给我住手！怎么能拿着水枪朝着人乱射呢？吴昕见状，赶紧过去抢过小胖子手上的水枪。小胖子不服气的想把水枪抢回来，奈何没有吴昕高，怎么也抢不到。一见吴昕不肯把水枪还给自己，小胖子开始在地上打滚。还给我，还给我，快还给我！哇哇哇，哇哇哇！声音有如魔音穿耳，令人头脑发胀。阮星看着自己这一身湿，委屈的眨巴着大眼。这小孩真坏，讨厌他！你这样是不对的，欺负人的都是坏孩子，你要向我道歉。阮星一脸认真的看着小胖子说道。小胖子却根本不理他，还在地上不停的打滚。哎呦，我们家宝受委屈了。大姐，你怎么想的？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我们家宝呢？家宝可是老吴家的独苗苗，要是被气出什么毛病，你看爸妈不撕了你！说话时还一把夺过吴昕手上的水枪，还给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冯素，你们这样教孩子，迟早会出问题的。你看看家宝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吴昕气的眼睛都快红了。冯素是他弟弟吴刚的老婆，因为生了吴家宝，在家里一直是横行霸道，从不把他这个大姑姐放在眼里，更是经常跑到他这个大姑姐家里来打秋风，脸皮厚到赶都赶不走。要是冲他们发脾气，不一会儿他爸妈就得杀过来给这对母子撑腰，而他吴昕还得被指着鼻子骂白眼狼。现在家里的糟心事被阮星这个外人看见，吴昕只感觉自己这张老脸都快丢光了。阮星见没人理他，撅着小嘴又说了一遍，让他给我道歉。冯素只是淡淡的看了阮星一眼，眼神不屑。行了，不就是身上被喷了点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多大点事儿啊，大惊小怪。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个人了，还和小孩计较，真不像话。冯素直接叉腰倒打一耙，无视阮星已经快委屈哭了的小表情。哇，你们太欺负人了！冯素的话直接把阮星气哭了。呵呵，多大的人了，还学小孩哭？不屑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一只威风凛凛的金雕从屋外飞了进来，一双利爪狠狠地朝着冯素抓去。啊，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冯素吓得伸手去挡，可金雕的攻击哪里是他能挡住的？不过片刻功夫，他的一双手臂就被抓得血肉模糊，鲜血直流。小胖子吓得直接尿了，连滚带爬的往旁边闪。快来人啊！吴昕同样吓得脸都白了，不明白自己家怎么会突然来了这么一只猛禽。一旁的佣人哪里赶上前，他们拿的是做佣人的工资，平时也就打扫卫生做做饭，这份工资还没有高到让他们敢去玩命哈。如果需要玩命，那是另外的价钱。没人敢去救冯素，他只能一个人一边退一边躲开金雕的攻击。很快他的身上就多出了不少伤口，每一道伤口都皮开肉绽，哪怕他拼命护着脸，脸上还是被抓了好几道口子，而且每一道都极深。吴昕，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啊！我要是在你家出什么事，爸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吴刚同样不会认你这个姐姐。冯素一面惨叫，一面冲着吴昕大喊：快去救人！谁要是能把人救下来，这个月多发10万块奖金，要是受伤，医药费我全包了，工资照发。吴昕冲着一旁的佣人大声喊道。倒不是他就真被冯素威胁到了，而是想到冯素要是真在他家有个3长2短，以他爸妈的尿性肯定会借机生事，到时他们一家人都会有不小的麻烦。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了10万块奖金吊在前面，这群佣人果然胆子大了不少，有的拿着扫把，有的拿着拖把，只要是顺手的工具拿着就冲金雕身上招呼。这些攻击对金雕来说完全不痛不痒，他连理都不理，一心只扑在冯素身上，直到冯素已经全身是伤，衣服都快烂成破布了，这才大发慈悲的放过他。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还没完呢。解决了冯素，金雕又把目标放在了小胖子身上。只见他朝着小胖子就冲了过去，抓着小胖子的2个肩膀就把人提了起来。小胖子被金雕提到了空中，双脚瞬间离地。哇哇！救命！姑姑救我！哇哇！小胖子吓得一直哭。天啊！吴昕差点被吓晕了。快救孩子！佣人们冲了过去，可惜金雕的速度实在太快，根本不是几个佣人比得上的。一转眼的功夫，金雕就抓着小胖子飞向了天空。小胖子飞在天上，湿漉漉的裤子还在往下滴尿。一会儿之后，又有青屎从裤裆里落下。一个在小区遛弯的大爷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掉到了自己头上，伸手一摸，妈耶，全是屎！是谁啊？是谁高空抛屎？老大爷有些耳背，没有听到小胖子的哭声，直到抬头找凶手的时候，才
才看到天上一只大鸟，好像抓着一个胖小孩，以为自己看错了，还用力揉了下眼，再看一眼，这下确定了，不是眼花。大爷扯着嗓子就开嚎：“我的天老爷，有大鸟抓小孩了，快打电话报警啊！”另一头，吴昕已经打电话报警了。报完警后，让佣人帮忙叫救护车，把冯素送去医院。冯素身上流了不少血，要再不送医院，失血过多同样会有生命危险。而吴昕自己已经带着司机开车去追着那只大鸟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追上。阮星小声抽泣着，眼泪还没收，看着满地的鲜血，躺在地上不断惨叫的冯素，让阮星心里舒服多了。果然人就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的人都会遭报应的。这位阿姨，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做坏人了。你看，你都遭报应了，以后啊，你还是学学我，做个好人吧。阮星一脸认真地对倒在地上的冯素说道。冯素被气得直接两眼一翻，昏死了过去。佣人们，这位阮星小姐还挺记仇哈，人都这样了，还不忘讽刺两句。不过，早看这货不顺眼了，每次一来就指挥得他们团团转，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呢。也就夫人脾气好，居然忍着这个娘家弟妹这么久，要是换了他们，早就和这样的娘家人老死不相往来了。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本市今日发生了一起大型飞禽伤人事件，一位6、7岁左右的小朋友被一只金雕抓到了空中，警方正在准备全力施救。现在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只见镜头一转，镜头内一只金雕正在带着一个小胖子在天上飞，下方好几辆车跟在后头，有警车，有救护车，还有纯属看热闹的市民。毕竟在大城市里，这种大型飞禽把人抓走的事还真是头一回听说。这种热闹说一声百年难遇也不为过。我的天啊，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就不能想想办法吗？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直接朝着金雕射击吧？要是伤到孩子，谁负责？就是这高度也不能用麻醉枪，要是这金雕一晕，这孩子从这么高掉下来，人还能活吗？无数人追在金雕后面议论纷纷，有在帮着想法子的，有在埋怨警察不作为的，也有纯属看热闹发朋友圈的。总之，小胖子今天算是火了，被一只金雕带出了圈。吴昕让司机开车跟着，就怕跟丢了。金雕看到这么多两脚兽开着大铁盒子来追自己，依然淡定的一批：“这小胖子真臭。”金雕有些嫌弃，正好看到下面有一座湖，带着小胖子就飞了下去。手一松，小胖子就从5米高的高空掉落到了湖里。快看，那是什么？天啊，那只鸟想做什么啊？好可怕！快看那个孩子，原本在湖边散步的情侣，还有带孩子的宝妈，被这一幕吓得叫成一团。虽然担心那个孩子，却没人敢上前施救。开什么玩笑，这么大只鸟，谁敢上前？你敢吗？反正他们不敢啊！小胖子吓得惊声尖叫，失重感让他被吓得几乎晕死过去。小胖子掉到水里后，在水中拼命的扑腾，他的手本就被金雕抓伤了，动一下都疼，可求生的本能让他暂时忘了疼痛，拼命扑腾着，只为了活下去。看到小胖子冒出水面，金雕就在他头上踩上一脚，一冒出来就踩，直到小胖子失去意识，眼看就要沉入湖底，金雕才大发慈悲，把人从水里抓出来，带着小胖子继续朝着山上飞去。等警方的人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金雕抓着小胖子飞走的一幕。不好，金雕好像想带着那孩子进山里。一名警察眼看着金雕飞行的方向，前方正是玉带山。玉带山是京市附近最高的山，每到节假日，许多京市本地人都喜欢到玉带山登山。当然，有一些来京市旅游的外地人也会去那里。玉带山很高也很大，山上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发的区域。要是金雕把孩子带进那种还没有开发过的区域，那营救的难度肯定会变得非常大。快追，一定要找到孩子，让无人机跟紧了，千万不能跟丢。直升机呢？还没来吗？警方这边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救孩子，吴昕这头也在催促着司机把车开快一点。可现在正是晚高峰，正赶上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期，车很快就被堵在了路上。吴昕急得只能给阮振平打电话，让对方赶紧安排一架直升机过来。直升机？老婆，你要直升机做什么？还在上班的阮振平疑惑地问。老公，出事了，家宝他。吴昕着急地把家里发生的一切和阮振平说了，听得对方那是一愣神。好，老婆你先别急，我现在就安排直升机过来接你。你现在在哪儿？阮振平赶忙安抚吴昕的情绪。我在。吴昕四下看了一圈，正好看到阮氏旗下的某间商场，便说了这家商场的名字。那好，你在商场天台等着，我马上让直升机到那里接你。我知道了，老公你动作快一点，家宝要是死了，爸妈一定不会饶了我。想到胡搅蛮缠的父母，吴昕心里就是一片苦涩。这也是他最羡慕林曼的地方。同为阮家儿媳，林曼原生家庭和睦，有疼爱她的父母和哥哥，不像自己的父母恨不得敲碎她的每一滴骨血，来滋养弟弟一家。要不是怕他们会跑到外面败坏阮家的名声，连累到自己老公和儿子，她何至于一直忍受着父母还有弟弟一家的剥削？
以前给点小钱只当是破财免灾了，只怕这次不是破一点小财就能解决的事。毕竟这次的事可是牵扯上了吴家宝，吴家宝可是老吴家的宝贝疙瘩，平时一点点损伤都要不得了，这回遭了这么大的罪，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金雕抓小孩的事，因为被许多网友拍了视频传上网，这才没多久就上了各大视频网站的热搜。不少人看到网友发的视频，都在为吴家宝祈祷，希望他能平安无事。而此时的阮星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冯素一晕，他就回房换衣服去了。等下他还要去顾老师家里补习呢。换好衣服，他和佣人说了不回来吃饭，转头就钻进了隔壁的别墅。是的，顾晨又换别墅了，这回是在阮二叔家隔壁。阮星出门左转再走几步就能到。阮星小姐来了。看到阮星过来，刘管家微笑着将人迎了进去。进入顾家的别墅后，就看到顾晨正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星星，这个小胖子是不是欺负你了？顾晨轻咳一声，示意阮星看他的手机。只见顾晨的手机上正播放着金雕抓着吴家宝往山里飞的画面。老师怎么知道的？阮星看了一眼手机，眨巴着大眼不解地问。顾晨还问他怎么知道的，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的事儿吗？要不是惹到了阮星，这小胖子能这么惨？之前救护车还从阮二叔家拉走了一个女人，一身都是血，听说是被金雕攻击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干了什么。猜的，顾晨淡定说道。阮星双眼发亮，一脸敬佩。小叶说，老师你是天才，是最聪明的人，现在看来果然是真的。老师真的太聪明了，明明不在现场，却能猜得这么准。顾晨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阮星也没想让他说点什么，一个人絮絮叨叨的把小胖子和他妈妈的操作都说了出来。说到这对母子时，阮星脸上写满了不喜。好了，没事了，他们已经受到报应了。顾晨摸摸他的头发，帮他顺毛。所以说，真的不能当坏人，做坏事肯定是要遭报应的。阮星用力握着小拳头说道。顾晨点头，确实是报应，他们母子的报应不就是你吗？等阮星从顾家回来，已经是2个多小时后，马上就要到晚上9点了。一回来就看到阮思甜朝着他冲来。星星，出大事了！哦，对了，我忘了你当时也在。总之这次真的大快人心。阮思甜激动的嘴角的笑意比 AK 都难压。什么？阮星不解的歪头。那个小胖子就是我表弟吴家宝，他不是被金雕抓走了吗？半小时前终于获救了，是警察在一片未开发的山林里找到的。那只金雕把他放在了一棵几10米高的大树上，警察费了不少功夫才把人救下来。听说当时吴家宝都哭晕了，要不是被挂在树上，他肯定得摔死。那只金雕还怪好的嘞，还把人挂树上，没直接把那小胖子摔下来。说到最后，阮思甜已经是一脸遗憾的表情。这件事我知道，顾老师也有在看新闻，他看到之后就告诉我了。看不出来你那个老师还挺八卦的，一边帮你补课，还能一边在网上吃瓜。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像这种在城市里被一只鸟绑架的事，估计几百年也难遇一次。这次吴家宝还真是倒了血霉了。嘻嘻，说到最后他已经笑了出来。家里现在就你一个人吗？二叔二婶呢？阮星突然发现这个家好像少了2个人，他们在医院呢。说到这个，阮思甜嘴角的笑意总算是压了下来。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也要走了。今天晚上你可能要一个人在家了，我等下要去医院和爸妈会合。吴家宝还有我那个舅妈，现在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吴家宝虽然被救了回来，但他2个肩膀都脱臼了，而且肩膀上还有深可见骨的抓伤。我爸妈现在在医院看着他呢，今晚是回不来了。按我那外公外婆的尿性，他们肯定会把这笔账算我妈头上。我得去医院给我妈撑腰。阮思甜挥舞着小拳头说道。阮思甜和阮星说了会儿话，就匆匆去了医院，然后1个晚上没有再回来。阮振平夫妻倒是有给阮星发消息，让他自己先睡，不用等他们。夜里，阮思甜大概是在医院待无聊了，还给阮星发了消息过来。姐妹2人聊了1个多小时，后面阮星实在太困，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第2天一早，阮星正在吃着佣人准备的早餐，突然看到阮思甜一个人回来了。我回来换校服的，顺便在家吃个早饭。一进门他就说道。甜甜，你今天要去上学吗？阮星歪了歪头，他还以为甜甜今天会请假呢。哈，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当然要去啊，今天有我男神的篮球比赛。别说只是我那便宜舅妈母子住院了，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肯定会去的。不说了，我先上楼换衣服，等下来陪你吃早餐，顺便和你说说我舅妈母子的最新消息。说着他便抬脚上了楼。10分钟后，阮思甜从楼上下来，下楼时他已经换上了贵族高中的蓝色西装校服。阮思甜就读于贵族高中，和阮星一样都是高3生。贵族高中的校服上半身是蓝色西装外套加白衬衫和条纹领带，下半身是和领带同样颜色的百褶裙。阮思甜走到餐桌边，佣人已经帮他拉开了椅子，他从容落座。在帮他倒好果之后，佣人就退了下去，只留下阮星和阮思甜这对堂姐妹坐在这里享用早餐。我跟你说，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外公外婆把我舅妈和吴家宝受伤的事算在了我妈头上。昨天在医院，他们一家人大吵大闹，折腾了大半个小时，不但让我们家支付全部医药费，还想要精神损失费。你说他们是不是太不要脸了？那只雕又不是我妈叫来的，凭什么要我们家付钱？阮思甜一面吃着三明治，一面气不过的说道：昨天为了救吴家宝，我们家可是连直升机都出动了，我妈更是跟着警察翻山越岭的进了树林，辛辛苦苦的出了这么大的力气，他们是一点看不到，只会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他们为什么要让二婶付钱？他们自己没钱吗？阮欣吃着小笼包，疑惑的问。没钱才怪，这些年时不时的来我们家打秋风，家里的钱就算没有上亿，几千万肯定也是有的。他们就是抓着我妈薅羊毛，拿我们一家人当肥羊仔。真不明白我妈这种亲戚还来往做什么。除了阮思柔之外，我最讨厌的就是我舅舅和外公一家，他们家重男轻女，根本不把女孩当人。每次去他们家，他们就让我妈不要对我太好，还说什么女孩将来是要嫁出去的，就是帮别人养的，给晚饭吃就行了。我真是无语死了，末朝距今都亡了多少年了，还整重男轻女那一套。恨恨吃完一个三明治，又灌下一大口果汁，这才觉得气顺了一点。他们这么坏？阮欣惊讶的睁大眼，坏到掉渣那种。阮思甜用力点头。总之，我爸妈有的烦了，这次不让外公外婆满意，他们一定会闹个没完没了。毕竟舅妈和吴家宝都是在我家出的事，这事儿我们想摘也没法摘干净。好在我爸也不是吃素的，不会让他们一家占到我们家太大便宜。说到这里，他深深叹了口气，哎，他家怎么就摊上了这种极品亲戚，真是倒霉透了。阮欣眨了眨眼，就不能不理他们吗？又不关二婶的事，谁叫他们是我妈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呢？只要这二老还活着，我妈就别想过安生日子。对了，你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见过爷爷吧？爷爷最近去了国外，估计下个月才能回来。爷爷也是一样重男轻女，但他老人家比我外公外婆好一些，但也没好多少。除了在物质上不会短我们的，完全就是把我们女孩子当成联姻工具在养。阮思甜想到了同样重男轻女的爷爷，算了，不说了，反正等爷爷回来，你自己和他见一面就知道了。说话间，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二人差点聊过头了。阮欣匆匆赶到学校，好险踩着上课铃声进入了教室。因为顾烨和苏菲、李明三人都请了假，阮欣身边现在一个跟他要好的人都没有。原本因为顾烨的关系不敢找他麻烦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其中就包括阮思柔的同桌兼闺蜜江美美。江美美对阮欣不满已久，只是之前有顾烨护着，她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现在顾烨不在，可算让她找到机会为她的好姐妹出气了。徐江，这次能不能为月月出口气，就看你的了。江美美找上了阮思柔在学校的一位舔狗，与对方达成合作。放心吧，那个阮星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把月月害得那么惨，我会10倍把他对月月做的报复到他身上。说着，他一手捏爆了手上的易拉罐。徐江是练拳击的，力量非同小可，以前把人打残过，要不是他背靠徐家，早就关少管所了。小心点，别闹出人命，稍微教训一下就行了。江美美皱眉道：阮星怎么说也是阮家的真千金，万一把人打死了，家人未必能护住他们。放心，我有分寸，会给他留口气的，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容易。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孩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徐江就一阵心疼。那可是他连手指头都舍不得碰一下的女孩，却被一个贱人害得这么惨。虽然月月没有明说，但从他的神情，他已经看出就是阮星害了他。这个阮星还真是心狠手辣，居然一回家就开始朝家人出手，哪怕是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亲兄弟都没有手下留情，8成是想害死全家，然后继承遗产。既然看穿了他的计划，徐江就绝不会让对方如意。想继承遗产是吧？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来继承。阮家的一切只能是月月的，谁也别想夺走。放学的铃声响起，学生们开始整理书包，飞快地往学校外跑去。阮星刚把东西整理好，就有一个其他班的女生来找他。阮星同学，顾老师让你去一趟1号楼7楼的生物教室，说是有事找你。女生告诉阮星，顾老师找我什么事？阮星看着女生好奇地问，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你快去吧，顾老师还等着呢。女生丢下这句话就走了。阮星想了想，背着书包往1号楼的方向走去。看着阮星的背影，7班里的某人拿出了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出去，计划顺利，人正在过去。对面回了个 OK 手势，他上当了。徐江冷笑一声，带着自己的3个兄弟埋伏在7楼的生物教室里，一个人埋伏在门后，准备等阮星一来就立马关门，断他退路。半小时后，曹只是让他从3号楼走到1号楼，要不要花这么长时间？徐江不耐烦地踢了脚边的凳子一脚，把凳子踢翻在地。江哥，我这边没看到阮星过来。一直守在窗边的某个男生盯的眼睛都快成斗鸡眼了，也没看到阮星出现。他该不是走错路了吧？有人猜测，怎么可能？从3号楼到1号楼，距离又不是很远，这点路怎么走错？徐江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会不会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又有人猜，
那我们再等等。徐江点了点头。4个男生继续猫在生物教室里，等着阮星过来自投罗网。又20分钟后，操！马上打电话问一下7班的人，阮星到底来没来？等了50分钟，已经让徐江彻底爆发了。现在的他像极了一头愤怒的疯牛，见人就想撞2下。一名男生立马打了电话过去，很快那边将电话接起，双方交谈了几句，电话就挂断了。江哥，那边说阮星早就已经过来了，他亲眼看到阮星朝1号楼过来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那么蠢，走错楼层了？想到这种可能，徐江一脸不可思议。应该不能吧？哪有人笨成这样？要不我们去其他楼层看看，万一他真走错了呢？久等不到人，徐江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听从了小弟的建议，去其他楼层看看能不能找到人。虽然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但万一呢？那么此时的阮星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坐在阮家的小轿车上，准备和阮思甜一起前往贵族高中看篮球比赛。不过去之前，阮思甜特地带着阮星去商场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毕竟名门高中和贵族高中2个学校一向不合，2校的学生也多有摩擦。阮星作为名门高中的学生，光明正大的穿着校服出现在贵族高中的地盘，肯定会引来无数人的围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只是换身衣服而已，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星星，我这次可是特地来拉你去看我男神打篮球的。我男神真的好帅，他是我们贵族高中的校草，长得好看，学习也好，性格也温柔，我真的好喜欢他，将来我一定要和他结婚。阮思甜一脸花痴的说道。就是这个家伙，阮思甜最后就是被这个渣男坑死的。系统的声音在这时响起，阮星听了系统的话，小眉头微微皱起。阮思甜完全没有注意到阮星的异样，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男神有多么优秀。沈玉真的好帅，人还那么聪明，他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过很多竞赛，回回都拿着奖杯回来，全校不知有多少女生喜欢他。不过那些小妖精一定都不是我的对手，只有我才是最喜欢他的，谁也别想和我争。阮思甜的双眼中满是对沈玉的志在必得。他是渣男吗？阮星问。当然不是，沈玉可是一个很好的人，在学校里也一直洁身自好，从来不会和女生多说一句话的。阮思甜忙为自己男神澄清，她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的男神是渣男。阮星看着一脸笃定的阮思甜，可是统统不是这样说的呀。比起阮思甜，阮星下意识的更相信系统。阮星还想说些什么，但阮思甜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拿着手机翻看着自己偷拍的男神相片，整个人乐到一直傻笑。明明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睡，但是一看到男神的相片就精神的不行。星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阮思甜就是一个恋爱脑，他是不会听你。那现在怎么办？我不想天天死。阮星一脸苦恼地说。放心，他还没那么快死，他死那也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系统对阮星说。阮星听了系统的话，虽然稍微有被安慰，但只要一想到有一天甜甜会因为那个男人而死，心里还是十分舍不得。此刻他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救下甜甜，绝不能让甜甜因为那个渣男死掉。加油星星，你可以的。名门高中和贵族高中本来就相隔不远，2人先是开车去买衣服，换了衣服再回来也没花多长时间。因为今天有篮球比赛，哪怕已经放学了，还是有不少学生聚集在室内篮球场。沈玉，沈玉，沈玉加油！叶凡，叶凡，叶凡必胜！球场上，一红一白2支球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篮球比赛。看这样子，比赛应该刚刚开始没多久。看台上大多都是女生，只有少量男生。女生们有的支持红队，有的支持白队，纷纷大声地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打气。现场热火朝天的氛围弄得阮星有些不适应，他呆呆地被阮思甜拉到第1排的空位上坐下。你们可算是来了，再不来这位置就要保不住了。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这2个位置。一个女生一见2人过来，立马松了口气般地说道。抱歉了，因为要带星星去换衣服，所以耽搁了一点点时间。阮思甜冲着说话的女生撒娇道。这个女生名叫朱丽叶，是阮思甜在贵族高中最好的朋友。她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的父母就是看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认识的。正好朱爸爸又姓朱，女儿生下来后，为了纪念夫妻2人这段感情，便决定为女儿起名叫朱丽叶。虽然名字都是朱丽叶，但这位朱丽叶同学长得却和书中的朱丽叶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但身材有些微胖，身高也不到160，长相只能说讨喜，但和美女2字扯不上关系。阮思甜替2人做了简单的介绍，打过招呼后，朱丽叶暗中打量着阮星的脸，随后压低声音在阮思甜耳边说话。你大伯家这个真千金，长得真好看，一点都不输咱们学校的校花杨雪。那是，这可是我的亲堂妹，当然好看，毕竟我们阮家的基因可是极好的，专出俊男美女。阮思甜得意一笑，这话还真没法反驳，阮家人的基因确实极好，全家都是男俊女美。阮思甜的父母还有哥哥朱丽叶都见过，一家子就没有一个不好看的。这个新找回来的堂妹更是颜值高到能直接出道的地步。
阮思甜和朱丽叶一面聊天一面看球，看到激动处还抱在一起，又叫又跳。阮星完全不理解他们在激动什么，默默地吃着自己带来的零食。奇怪，他疑惑地眨巴了2下大眼，怎么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什么？算了，反正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另一头，徐江等人已经把整栋楼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阮星。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快2个小时，天都黑了，学生们也都走光了。那个阮星该不会看穿了我们的计划，所以跑了吧？一个男生猜测。该死的，他肯定一开始就在耍我们。另一个男生咬牙道：走，先回去，明天再找他算账。徐江用力捶打了一下墙壁，沉声道。4人气冲冲地走到楼下，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号楼的大门居然锁了。4人激动地对着大门又叫又拍，这么早锁门？好，保安在哪？快开门，这里还有人没出去。阮星看着篮球比赛，嘴里不停地塞着薯片和各种小零食，偶尔还喝上一大口汽水，倒也悠闲自在，就是与周围这些激动的学生有些格格不入。喂，阮星正吃着，不想突然有人伸手拍了拍他的肩，他疑惑回头，没想到居然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你是那个杨雪儿？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阮星也不太确定，毕竟他和杨雪儿也不熟，自从龙井别墅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是我。杨雪儿点了点头，然后又问：你不是名门高中的学生吗？怎么跑到我们学校来了？你不怕被发现身份，被人赶出去？杨雪儿刚才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没想到还真是阮星。发现阮星在这里，他不由得想的有点多。难道他是看上叶凡了，想和自己争？否则他一个名门高中的学生来他们贵族高中做什么？我是陪甜甜来看他男神比赛的，我特地没穿校服，应该不会被人发现。阮星很淡定地说道。甜甜。杨雪儿看向了就坐在阮星旁边，一心为沈玉加油的阮思甜，不由得撇了撇嘴，原来是来看沈玉的。松了口气的同时，又对阮思甜的眼光表示了鄙夷，居然看上沈玉，还真是没眼光。这个沈玉虽然名头听上去不错，但他们沈家并不是什么金氏豪门，是几年前从小地方搬过来的，家里的资产总共加一起最多也就几千万。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阮思甜那个白痴会拿他当宝。既然你是陪阮思甜来看沈玉的，那没事了，你慢慢看吧，只要不是来和自己抢叶凡的就行。正想推到位置上去，没想到他的手突然被阮星抓住。那个，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下厕所？我不知道你们学校的厕所在哪。他不好意思地对杨雪儿说。你怎么不让阮思甜带你去？杨雪儿一脸无语，明明阮思甜就坐在他旁边，不叫阮思甜一起，叫他。甜甜现在应该没空陪我。阮星看了眼兴奋的和朱丽叶又叫又跳的阮思甜，他再怎么迟钝也知道，这时候打扰人家好像不太好。现在好了，有了杨雪儿这个选择，他直接放弃了找阮思甜的想法。行吧，你跟我来，厕所在外面。阮星跟着杨雪儿从篮球馆离开，而兴奋中的阮思甜连阮星离开了座位都没有发现，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沈玉，压根儿看不到别人。你和那个阮思甜是什么关系？你俩都姓阮，不会是亲戚吧？路上，杨雪儿问了一句。我们是堂姐妹，她是我堂姐。阮星老实地说。原来如此。等等，杨雪儿突然反应了过来。如果你是阮思甜的堂妹，那岂不是说你是阮家那位神秘的真千金？杨雪儿见过阮思柔，明明长得不怎么样，却能拥有不输于她这个校花的追求者数量，这让杨雪儿挺不理解的。那种清汤寡水的长相，到底哪里吸引人了？居然能引得这么多男生喜欢她。是我呀。阮星笑眯眯的点头。难怪阮思甜会和你亲近了。杨雪儿突然明白了什么。看在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的份上，给你一个忠告，别太相信阮家人，尤其是阮思甜一家。他们家现在和你交好，8成是想利用你打击你们大房。你要是不想被利用的话，和你二叔一家相处就长点心吧，别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不是看在他们也算共患难了。杨雪儿根本懒得和阮星说这些话，毕竟阮家的人怎么对阮星根本不关他的事。你想太多了，二叔他们不会利用我的，他们对我很好，还给我准备礼物呢，比我的亲生父母一家对我都好。看着阮星真诚的眼神，杨雪儿只觉得头痛。这真千金还真是够傻白甜的。你怎么不想想，他们为什么会比你的亲生父母对你还好？这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除非另有目的。杨雪儿虽然出生在京市的某个小豪门，但家中小辈众多，父母也顾不了她多少。小时候，她也因为年少无知，被其他几房的人利用过。就是因为有过这种经历，她才会提醒阮星，省得她傻乎乎的信错了人，到头来自讨苦吃。阮星看着一脸认真的杨雪儿，眨巴了2下大眼。你人真好。阮星冲她露出一抹纯真的笑，他看得出来，杨雪儿是真的在担心他。只有好人才会担心别人。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提醒过你了，要不要听随你。说完，杨雪儿红着脸加快了脚步，阮星急忙跟上。很快2人就来到了厕所，厕所里正好没人。阮星在厕所隔间里解决生理需要，而杨雪儿则在对着镜子补妆。
你快一点啊，我得在比赛结束前回去。等比赛结束，我要第一时间过去给凡哥献花，顺便拍照发朋友圈，宣示一下主权。知道了。阮星在厕所隔间里回了一句。接下来二人便不再说话。这时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随后像是有不少人走进了厕所，还凭着一声关了门。听到动静，杨雪儿转头看向门口，只见7个女生堵在门口，厕所大门已经被关得严严实实。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手下败将。杨雪儿收起口红，不悦地看着来人。贱人！为首的女生咒骂一句，眼神怨毒。杨雪儿，你仗着是校花，抢走如烟的男朋友，居然还敢这么嚣张，真不要脸！这种人放在古代早被进猪笼了。你个可恶的小三，要是还有点廉耻，就跪下向如烟道歉。柳如烟带来的6个女生，你一言我一语的咒骂着杨雪儿，脸上的表情皆是狰狞又怨毒。别说这么难听，柳如烟，你不就是被凡哥甩了吗？干嘛把气出在我身上？又不是我让凡哥甩了你的，还不是你自己太嚣张，仗着凡哥的事到处胡作非为。你明知道凡哥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被甩那是你活该。杨雪儿丝毫不慌，还有心情拿出粉饼对着镜子给脸上补粉。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勾引了凡哥，否则他怎么会和我分手？柳如烟上前几步，一把打掉了杨雪儿手上的粉饼。见粉饼落地，杨雪儿只是冷笑一声，你心里明明很清楚，凡哥最讨厌的就是骄纵又跋扈的女生。你当初能和凡哥交往，不就是在他面前装绿茶才上位的吗？谁叫你连装都不知道装久一点，才刚刚上位就现了原形。说到这里，杨雪儿眼神逐渐变得不屑。还有，你们几个别一口一个小三儿。柳如烟只是凡哥的众多前女友之一，又不是初恋，更不是未婚妻，摆什么正宫的款？这种蠢货，杨雪儿压根儿不会拿他当对手。要装就装的久一点，这么快就被看穿，你不被甩谁被甩？此时，在厕所隔间里的阮星正焦急地皱着小眉头。彤彤，现在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打起来？不知道，这个系统也不好说。要是打起来，杨雪儿一定会受伤的。另一边好像有好几个人，阮星担心地说，光听声音就知道人很多。杨雪儿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对面一共有7个人，打不过是肯定的。要是真打起来，系统可不觉得杨雪儿会是对面7个女生的对手。别说她没练过，就算练过，想1对7，胜率同样渺茫。彤彤，我们报警吧。阮星下定了决心，已经拿出手机准备拨打报警电话。有问题，当然要找警察叔叔。杨雪儿是个好人，阮星不想她出事，可外面人太多，他又打不过，所以还是让警察叔叔来救杨雪儿吧。外面的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应该说是柳如烟等人咒骂的声音越来越大。杨雪儿始终保持着淡定，哪怕只有1个人，但气势可一点不弱。这个杨雪儿还真是勇气可嘉，1个人也敢硬刚7个人，牛批！系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看得还挺起劲儿。阮星这边刚把报警电话打出去了，外面争吵的声音太大，他打报警电话都没人注意到。行了，他既然这么刚，那就给他松松骨，我看他嘴硬还是骨头硬。柳如烟示意其他6人一起动手，不等7人靠近，突然一阵拍门声传来，里面的人快出来，不许在厕所里面欺负同学。这个声音很成熟，一听就是学校的老师。老师怎么会来？柳如烟等人瞬间慌了，我叫老师来的呀，你们7个人来围堵我，我能不怕吗？杨雪儿扬了扬手机，真当他傻。之所以和柳如烟他们争执这么久，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否则他哪会和对方浪费这么多口水。算你走运。7人恨恨地瞪了杨雪儿一眼，知道今天是拿他没办法了，只能不情不愿地开了门。你们7个在这里做什么？门外的老师看着率先走出来的7人，眼神狐疑。老师，误会，都是误会。几人七嘴八舌地向老师解释，他们没有霸凌同学，再加上他们7个也没有伤到杨雪儿。杨雪儿也表示愿意给他们一次机会，这次就既往不咎。柳如烟几人接受了一番口头教育，这才被允许离开。可就在这时，有警察匆匆赶到。我们接到报案，贵族高中1号篮球场馆的女厕内有学生被校园霸凌，请问是你们谁报的警？接到报案赶来的警察看着面前的几个女生，这几个看着都不像是被校园霸凌了，你还报警了？需要玩这么大吗？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瞪着杨雪儿，杨雪儿也是一脸懵逼，不是她报的警啊，不是我。她忙摇头，不是你还能是谁？厕所里难道还有别人在？柳如烟的一群姐妹见她敢做不敢当，纷纷对她怒目而视。别人？难道会是？不是吧？她转头看向厕所，只见一道娇小的身影探头探脑地走出来。是我报的警。阮星举着小手，小表情无辜极了。众人，不是，你哪位啊？杨雪儿，辅阿，我就知道。等几人终于解释清楚，并接受了警察叔叔长达20分钟的口头教育，篮球比赛早结束了。回去的路上，杨雪儿直呼倒霉，你干嘛要报警？你看看，我都赶不及给凡哥献花了，他还想发朋友圈炫耀来着，这下没机会了。我以为他们要打你才报警的。阮星可怜巴巴地说，看他也是为了救自己，
杨雪儿也不好继续生气，算了，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了。要是没有准备，我怎么可能这么淡定？真要有危险，我早就叫了。还有啊，你记住，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都好，千万不要轻易报警解决。杨雪儿叹了口气，对阮星说：“为什么不能报警？”阮星不解，因为会影响学校声誉。事情发生后，你没有第一时间上报学校，而是选择报警解决，这是对校方的不信任。那些老师还有学校高层，哪怕明面上不说什么，背地里肯定也是极为厌恶这种搞事的学生。之后找机会给你穿小鞋，你同样讨不到好。杨雪儿见他不懂，只能无奈解释：“要是学校不管呢？”阮星问：“要是学校不管，那你就更不能报警了。”杨雪儿又说：“不明白。”阮星疑惑地摇头：“为什么学校不管反而更不能报警？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这是什么学校？这是贵族学校，这里读书的孩子哪一个没有背景？要是对方的势力大到连学校都不敢介入，你以为报警有用吗？就算你报警了，警察把对方抓了，人家家里有大把律师可以陪你打官司，随便弄张精神病证明就什么都解决了。而你呢？你身后的家族以及家族企业肯定会遭遇对方的报复，到时候从你一个人受害变成整个家族受害，你们家很可能因此破产，你也要从富家千金沦为普通平民，这么大的代价，谁能支付得起？这就是现实。真以为报警就能解决一切？除非你有把握事后不会被对方报复，或者全家就你一个人，没有其他能够威胁到你的人或物存在。再不然，你有把握能一棒子把你的敌人全部敲死。做不到以上3条，还是省省吧。可我觉得这样不对，做了坏事的人应该受到报复。要是有人打我，我一定会报警的，绝不纵容犯罪。阮星用力握着小拳头，认真道：“我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没听进去啊？”杨雪儿无语凝噎：“星星，原来你在这儿，你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处找你。”不远处，阮思甜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他大步向着阮星走来，瞪了眼他旁边的杨雪儿：“杨雪儿，是不是你带走星星的？你想对星星做什么？”阮思甜不客气地质问。这个杨雪儿虽然是校花，但可不是什么好人，不但到处撩男生，还是校霸叶凡的女朋友，整天不是在朋友圈秀恩爱，就是炫富。还有她身边交好的几个姐妹，也都是一群不正经的女生，只会往那些家世好的男生身边凑。叶凡也不是好人，打架赛车逃课泡妹，完全比不上沈玉一点。这种人，阮思甜当然不想阮星和对方接触。我能对他做什么？还不是某人眼里只有男人，不知道自己的堂妹想上厕所，弄得他只能向我求救。我好心带她来厕所解决生理需要，这还是我的错了。杨雪儿冲着他冷哼了一声，用手撩了撩额前的碎发。你误会了甜甜，是我让杨雪儿带我去上厕所的。阮星见双方剑拔弩张，忙解释，上厕所需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比赛都结束多久了吗？这个解释完全无法让人信服，反正信不信随便你，我还有事要先走了，没时间陪你浪费。杨雪儿丢下这句话，转身便走，他还要去找叶凡呢，哪有时间浪费在阮思甜身上？算他走得快。阮思甜嘟囔一声，随后一把拉起阮星的手，快走，今晚沈玉在的队伍赢了，他们要去庆功，特地叫了我一起，要不是为了找你，我们早走了。你说说你，电话也不接，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一面抱怨，一面拉着阮星往外走。不回篮球馆了吗？阮星疑惑，比赛都结束了，还回去干嘛？其他人都在校门口等我们呢，我们得赶紧过去。他脚下的速度更快了，阮星也只能加快速度配合。终于，二人来到了学校门口，沈玉他们已经换好了衣服，一脸不耐烦地等在那里。沈玉他们这支队伍一共有7个人，有2名是替补，他们7人都是平时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不是学霸就是特长生。这次和叶凡他们一起打球，并不是什么正式的比赛，不过能赢过叶凡他们，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怎么这么晚？一见到阮思甜拉着阮星过来，立马有人出声质问。说话这人是沈玉的发小，名叫张成。不好意思，我堂妹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不小心迷路了，我找她费了一些时间。阮思甜立马道歉，既然是你迟到，那今晚这顿就由你来请吧。沈玉的另一个兄弟周文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好啊，我请就我请。阮思甜没觉得不对，大方同意。那就谢谢阮同学了，多谢了。球队众人暧昧地看了沈玉一眼，那眼神十分微妙。沈玉却一脸不耐，还吃不吃饭了？还不走？走了走了。加上阮思甜和阮星，一共9人一起出了校门。9人中，有车的就只有阮思甜、周文以及沈玉。阮思甜本想上沈玉的车，但他的兄弟动作更快，不等他反应，沈玉家的车就已经上了3个男生。他只好悻悻地和阮星回了自己家的车上，差一点就可以和沈玉坐一辆车了。他一脸遗憾，却不知道在沈玉的车内，他的那群好兄弟也在说起他。那个阮思甜还真是够舔的，为了我们玉哥，还真是让他做什么都愿意。一个男生一脸鄙夷地说道。此话一出，立马有人点头附和。可不是，我估计玉哥打他左脸，他肯定会把右脸凑上来。像他这么不自爱的人，也难怪玉哥看不上他。
不要提他了。扫兴。沈玉皱眉看向窗外，完全不想听到阮思甜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她是月月的堂姐，她需要从她这里知道月月的消息。像阮思甜这种肤浅的女生，自己根本懒得搭理。听说月月住院了，也不知道严不严重，希望她没事。沈玉满心满眼都是阮思柔，但阮思甜却不知道，还在欣喜着可以陪沈玉一起吃饭。终于，车子行驶到了某家会员制餐厅，这是一间水准颇高的餐厅，能在这里办会员的，身家最少是以亿起步。而在场除了阮思甜，沈玉和他那几个朋友平时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能来这里消费。这次要麻烦你了，如果觉得这里太贵，我们可以换一家。下车后，沈玉第一次和阮思甜说话，阮思甜忙摇头，没事，我拿了我爸的会员卡，我们进去吧，说好我请客的。他不想让喜欢的男生觉得自己小气。虽然这里的饭菜是贵了点，但他有爸爸的会员卡，还有平时攒的小金库，想来是够付账了。既然阮思甜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快进去呗！这样好的餐厅，我以前可没机会来，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快走快走！9人进入了餐厅，因为包厢要提前预约，所以他们只能坐在大堂。沈玉等人倒还有些分寸，没有因为坐不到包厢和阮思甜闹，毕竟这顿饭阮思甜才是付钱的那个。接过菜单，几个男生开始点餐，什么贵点什么，巴不得把菜单上的菜都点个遍，还开了3瓶单价10几万的红酒。先开3瓶红酒，不够我们再开。张成不客气地说道，会不会点太多了？虽然我们人多，但是这么多菜会吃不完吧？阮思甜看着他们这迪拜式点菜方式，心在淌血。这得好多钱呢，一次花掉这么多钱，爸妈一定会过问的。要是让爸妈知道他花这么多钱请客，不是你自己说要请客的吗？怎么嫌弃我们点的多，心疼啊？周文似笑非笑地问。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阮思甜不安地搓着小手，急忙否认。甜甜，如果你觉得这一顿太贵的话，还是我来请吧。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怎么好意思让你花这么多钱请我们吃饭？沈玉缓缓开口，斯文俊秀的脸上带着几分歉意。阮思甜连忙道，不用了，我来付就好。说好的我请就我请。阮心倒不在乎他们谁付账，反正有得吃就行了。这家店顾老师带他来过，菜品味道很不错的说，既然甜甜怕吃不完，那他等下多吃一点好了。菜很快就上齐了，9个人点了满满一大桌的菜，7个少年更是拿着10几万的名酒当水喝。周围的桌子还坐着不少富商名流，几人到底还有些分寸，没敢闹出太大的动静。这10几万的酒喝着就是不一样，我们这次能喝这么好的酒，还真是沾了我们玉哥的光。是啊，谢谢玉哥带哥几个来享受生活。玉哥，不愧是玉哥。6个少年对着沈玉就是一阵吹捧。至于真正请客的阮思甜，完全没能得到他们一个眼神。在这些人眼里，阮思甜就是一个舔狗而已。只要沈玉一句话，他什么都愿意做。感谢沈玉，说不定比当面谢谢他还令他开心。事实上，这几个家伙也没有看错阮思甜，看到自己能给沈玉挣到面子，他确实比自己被感谢还觉得开心。这让他感觉自己是对沈玉有用的，是能帮上他的，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以为在沈玉身边的其他女孩都不一样，是特殊的那一个。你们为什么要谢谢他？今天请客的人不是甜甜吗？阮心嘴里啃着避风塘炒排骨，小脸上带着几分不解地问。阮心的问题瞬间让几个少年噤声了。我说阮思甜同学，你如果真想我们感谢你，你直说就行了。至于故意让你妹妹提醒我们吗？还以为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看来也不过如此。这次来吃饭的7个少年，除了沈玉和之前提到过的周文、赵成之外，还有另外4人。这4人分别是吴光耀、高简、朱志文、刘庆。刚才说话那人是刘庆和吴光耀，他们2人对阮思甜的态度一直都极为不屑，好像吃了阮思甜这顿饭给了人家多大的面子一样。就是想要句谢谢直说就是，至于搞这些小手段嘛。高洁冷哼一声，附和着刘庆的话，不是甜甜让我提醒你们的。阮心不明白这些人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说是甜甜让他提醒他们？甜甜都没和他说过话。不是的，我没有。阮思甜委屈地看着沈玉，希望他能帮自己说话。甜甜，如果你真的在意的话可以直说，真的没有必要搞这些小动作。沈玉对着他叹了口气，一副失望表情。我没有，真的不是我。阮思甜委屈落泪，他真的没有搞什么小动作，为什么就是不信他呢？甜甜，看到甜甜哭了，阮心皱着小眉头想去拉她的手，却被阮思甜一把甩开。你干嘛要这么多事？他怒瞪着阮心。我多事？阮心指着自己，一脸的懵逼。他多什么事了？唉，早就告诉过你，这就是个顶级恋爱脑，你帮他也没用，他不会感激你的。系统见状，完全不意外的在阮心脑子里嘀咕，就是你多事，你替我打抱不平做什么？他们要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要说那些话，让沈玉误会我？阮思甜难过的指责阮心，在阮思甜心里，才认识没2天的堂妹，地位当然不可能比得上自己一心爱慕的男神。现在这个堂妹害得自己被男神误会，她不生气才怪。阮思甜指责阮心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她说这些话时，
沈玉和他那几个兄弟微妙的眼神。沈玉刚才故意说这些话，引导姐妹二人吵架，就是为了给心爱的女孩出气。他知道阮思甜一直和月月不对付，姐妹二人势同水火。还有这个阮星，自从他回到阮家，月月就进了好几次医院。这里面要是没他的手笔，打死沈玉都不行。既然上天给了他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能不利用起来，让这对堂姐妹狗咬狗？哎，你果然是恋爱脑。阮星叹了口气，果然像彤彤说的，甜甜就是一恋爱脑，一遇上自己喜欢的男生，就一点理智都没有，智商变成负数。你不许胡说！被阮星当众戳破心思，阮思甜脸红得像猴屁股。虽然她喜欢沈玉，但从来没有当众向沈玉表白过。现在被阮星当场挑明，她只感觉到一阵手足无措。虽然感觉又羞又窘，但她还是忍不住抬眸看向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可沈玉却一脸如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阮思甜感觉有些失望，却不敢表现出来。才不是胡说呢，甜甜，别做恋爱脑呀！恋爱脑是没有好下场的，将来这个渣男会害死你。阮星还想劝说阮思甜回头，他不想看着甜甜落到书中的结局。你闭嘴！我真后悔带你来这里吃饭，这饭你要不想吃你就回去，我的事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阮思甜也是气狠了，竟直接开口赶人。阮星见自己一片好心没落着好，心里也委屈的不行了，眼泪眼瞅着就要掉下来。沈玉等几个男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看着两姐妹因为沈玉而反目，完全把这当成一场猴戏在看。阮思甜见阮星委屈的样子，有些后悔了，她刚才是不是把话说得太重了点？可是要不是她先多事，事情也不会弄成这样啊。但星星也是在为自己打抱不平，阮思甜的心中忍不住浮现一丝悔意，但她还是没有开口向阮星道歉，更没有收回刚才的话。星星，你先别哭，我有更好的办法。系统的声音在这时响起。什么办法？阮星吸了吸鼻子，强压下了眼眶的酸涩。你看看系统商城，里面有一样东西应该可以帮你，这东西叫筑梦符，可以帮人制造一个超真实梦境，而且无需对方睡着，只要这符贴到他身上就能起作用。你想让甜甜做吗？做梦有用吗？阮星在心中疑惑地问。听我的，绝对有用。你现在先把这符兑换出来，然后一切交给我就行。阮星的神通还是先别施展了，这几个渣男要是在人家店里受了伤，还能向这家餐厅老板索要赔偿，这不是给他们讹钱的机会吗？才不要便宜了他们。阮星虽然不知道系统有什么打算，还是用了积分兑换出了一张筑梦符。筑梦符一经兑换，系统便让阮星稍等，然后就拿着符芒去了。喂，我说这位阮星同学，你还不快走？没见你堂姐都在赶你走了吗？还要脸骂你？人家主人家赶你都不走，还真是厚脸皮。快滚吧，别在这儿碍眼了。沈玉的朋友们对着阮星一阵嘲讽，阮思甜碍于沈玉的面子，竟也一声不吭。阮星被这么骂，难过的不得了。孩子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双眼越来越红，眼瞅着就要忍不住了。星星，我弄好了，你用手按住阮思甜身体的任意部位，剩下的交给我。系统忙完回来，立马对阮星说。阮星本就坐在阮思甜的旁边，一听系统的话，立马抓住阮思甜的手。你正想问阮星想做什么，突然一阵困意袭来，他的双眼竟缓缓闭上了。大概3秒钟后，他猛地睁开眼，整个人受到了某种极端的情绪支配。先是充满怨恨，看清自己所在何处之后，又是一脸震惊。这是他回到了3年前，回到了带着星星去给沈玉庆功的那一天。他重生了，没想到重生居然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阮思甜被巨大的惊喜包围，整个人又哭又笑，像疯了一般。甜甜，你没事吧？阮星见他如此奇怪，忍不住关心地问。星星，你是星星？确认了眼前之人是阮星，阮思甜心情很复杂。上一世他听了沈玉的挑拨，把星星赶出了餐厅，后来更因为沈玉不喜欢阮星，从此和阮星保持距离。他不顾阮星的好心提醒，每次见面都不给他任何好脸色。最后阮星对他失望，在大伯一家出院后搬回到了自己家中。自那以后，二人的交集越来越少，只有每年的家族聚会上才会见上一面。是他的错，明明星星都是为了他好，他却偏偏恋爱脑上头，对星星那么坏，还帮着沈玉这群人渣为难星星。他真不是人。看着面前的阮星，阮思甜既后悔又内疚。赵成喝着高级红酒，语气中带着几分颐指气使。阮思甜，你看看，你这堂妹还真是死皮赖脸，还不赶紧把她弄走，省得她继续坐在这里打扰我们吃饭。周文附和道。就是，赶紧让她走。阮思甜，你要再不让她走，我们玉哥可就要不高兴了。你也不想我们玉哥生气吧？高洁似笑非笑地看着阮思甜，似乎笃定了她不敢惹沈玉生气。阮思甜缓缓回头看向了叫嚣的几人，眼底闪过冷意。既然你们觉得星星在这里打扰了你们，那我带着他走就是。今天这饭局我不奉陪了。说完拉上阮星，起身就要走。站住！朱志文叫住正在起身的二人。要走可以，
先把单买了。他压低了声音道，毕竟大庭广众的，让一个女生买单确实有些不好说出口，让外人听了，肯定误会他们占女生便宜。这可是你自己说了要请客的，要走先把账结了。对啊，是你自己承诺了要请客，你不会忘了吧？吴光耀可不敢就这么把人放走，这一顿少说上百万，他们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阮思甜这个冤大头，绝不能就这么放走了。我有说过吗？他淡淡一笑，眼神嘲讽。你不认账？周文等人完全没想到阮思甜居然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连说好的请客都不请了。这一桌菜还有几十万的红酒，他们是见有人请客才敢这么点的。阮思甜要是不请客，那他们怎么办？你们既然说是我答应的请客，那证据呢？拿出证据来吧。我和你们就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又不是你们篮球队的一份子。你们球队的庆功宴，我来参加就已经很给你们脸了，凭什么让我一个外人请客？阮思甜这话说的沈玉几人都呆住了。怎么回事？阮思甜疯了不成？他难道就不怕沈玉生气不理他吗？阮星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刚才的委屈早就忘在脑后，在一旁吃瓜吃得很愉快。彤彤，这是怎么回事？甜甜的恋爱脑怎么突然就好了？阮星不解地问系统。这都是祝梦福的功劳，我把他们一家书中的经历都以梦的方式让他经历了一次，我还给你加了不少戏份。他梦醒以为自己重生了，经历了被渣男背叛，还有全家因他而惨死的结局，这恋爱脑肯定全好了。毕竟恋爱脑这种东西，你跟他说再多，都不如让他重重跌一跤来得有用。系统用得意的声音说道，哈哈，他的那些穿越重生文可不是白看的，这可都是网络小说给他的灵感。彤彤，你真聪明，是最聪明童子。阮星用佩服的语气对系统夸赞道，嘿嘿，好说好说，他就是最聪明的童子，连这么绝的主意都让他想到了。一主一统聊得火热，而阮思甜已经直接叫来了服务员，算一下这一桌一共多少钱。阮思甜指着自己面前这一桌的菜和酒对服务员说，您一共消费了153万8千。服务员很快将账单奉上，这张卡拿去刷，我只付我和我堂妹的这个，其他人的账单与我无关。阮思甜递给服务员一张卡，服务员第一次看到在他们餐厅 AA 制的客人，还真是活久见。心中吐槽的同时，服务员还是恭敬的接过卡拿去刷。阮思甜，你真要闹成这样？阮思甜，你说话不算数，你再这样我们真生气了，以后玉哥不理你，你别想再找我们帮忙传话。你识相的就把单一起买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现在是连脸都不顾。今天这单阮思甜要是不买，他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们几个家里条件都一般，有些甚至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是靠成绩还有某些特长进入的贵族高中，一顿饭花掉这么多钱，父母知道了还不得打折他们的腿。沈玉的脸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阮思甜这是撞邪了。甜甜，你是不是生气我们赶你堂妹走？要不这样吧，我们不赶她走就是，你也别任性了，我让他们给你堂妹道个歉。大家坐下继续吃饭。沈玉好声好气地对阮思甜说道。可惜阮思甜的恋爱脑已经彻底治好了，都死过一次了，再多打也没了。他现在对沈玉只有恨。你去死吧，跟你吃饭这辈子都不可能，以前的账我会慢慢跟你们算，你们从我这儿拿走的，我会让你们原封不动的给我还回来，等死吧你们。阮思甜冷哼一声，接过服务员刷完递过来的卡。小姐姐，你可得把这几个家伙盯好了，他们几个可能想吃霸王餐。说完拉着阮星就走，1秒钟都不带多留的。阮思甜，你给我回来，回来！沈玉等人想去追，奈何被服务员挡住了，根本无法脱身。几位客人，请问你们谁买单？服务员小姐姐挡在他们面前，笑眯眯地看着他们。沈玉等人的表情顿时变得惊慌失措。周围看戏的富商没想到来吃顿饭还能吃到免费的瓜。刚才那个是阮家二房的女儿吧？看着还挺有魄力的。是啊，就该这样。这群男生小小年纪不学好，居然要女生副长请自己吃饭，这么不要脸的事也干得出来，真想看看他们爸妈长什么样子。估计连个暴发户都不是，强逼着女生请自己吃饭，暴发户都做不出来这事。感受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沈玉这辈子从未如此丢人过，心里对阮思甜恨到极点。最后7个男生还是只能一起凑钱把这顿饭钱付了。大头当然是沈玉出的，沈玉为了凑出饭钱，这些年攒下的小金库全拿了出来，还向学校里一些对他有好感的女生借了一笔。这次他们几个算是丢人丢大了。另一头，阮思甜拉着阮星离开了餐厅后，上了车就开始哭。甜甜，你是不是不舒服呀？阮星见她哭得伤心，担心地问。我没事，我就是太开心了，开心得到了重来一次的机会，开心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一世他不要什么爱情了，他要护好家人，护好自己在意的一切，什么狗屁爱情他再也不要了。星星，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没有在沈玉他们面前维护你，真的对不起。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恋爱脑，我就是一个大傻子，未来被那个渣男坑死，是我活该，是我自作自受。
啊，后面那句好像不是我说的哦。阮星抓了抓头，他不记得自己有说过后面那句啊。看着阮星满脸问候的小表情，阮思甜破涕为笑。是我想骂自己，我是真的该骂。阮思甜苦笑一声道：“甜甜，不要难过了，你不是已经醒悟了吗？只要以后不做恋爱脑，一切都会好的。”阮星用纸巾帮他擦眼泪。你说的对，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切都会好的，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他看着阮星，坚定地说道。这个时间点，吴昕和阮振平已经回到家中，夫妻二人在医院折腾了一天，终于把吴昕的娘家人打发了。等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脸憔悴，总算是把他们打发了。唉，你爸妈真是简直了。阮振平让佣人帮自己泡了杯餐茶，应付老婆的娘家人，简直比应付公司的事还要累好几倍。老公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吴昕的眼中满是歉意，是她对不起老公，要是当初他没有娶自己，而是娶了家世更好的女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处处被大房压制。老夫老妻了，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只是这是最后一次，老婆，这些年我们做的够多的了，不能再继续养大他们的野性。阮振平拉着吴昕的手，严肃道：“好，最后一次。但是如果他们在外头乱说，我怕会影响到你们父子，这是吴昕最担心的。放心，他们影响不到我们。你呀，就是想太多了。”搂着老婆，阮振平柔声说：“可是老爷子那边，老爷子本来就看不上我娘家人，要是他们闹出点事，老爷子只怕会因此迁怒。你也知道的，老爷子那个人最看重的就是面子。放心，我有分寸，你相信你老公就好。”好，夫妻二人甜蜜相拥。这时，阮思甜奔跑着冲进了客厅，爸妈，一看到父母，他就呜咽一声扑了过去，一手抱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啊？见女儿一回来就哭成这样，阮振平心疼坏了。甜甜，你别吓妈妈，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夫妻二人抱着女儿一阵安慰，怎知越安慰她越哭。阮思甜只要一想到上辈子一家人皆因自己而死，她就哭到停不下来，是她害了全家，都是她的错。夫妻二人见宝贝女儿这副难过到崩溃的样子，一时间手足无措，最后无奈之下，夫妻二人看向了阮星，阮星却只是眨巴着大眼看着他们。他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哦，怕被追问。阮星赶紧上了楼。童子，你到底给甜甜制造了一个什么梦？她哭得好惨哦，哭成这样，阮星都担心她哭哑了嗓子。不是说了吗？就她前世经历的那些，最多加了一些你的戏份，大概是她在梦里死得太惨了，一时走不出来吧。你可以不用管她，反正她这种情况过几天就好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系统用严肃的语气说道。什么问题？阮星好奇问。我们的积分又告急了，你得做任务继续攒积分。对了，有件事我想让你帮忙。系统突然不太好意思地对阮星说。什么事啊？阮星眨了眨眼，好奇问。这次传的积分可不可以留给我？我想升级一下。好呀，阮星答应得很爽快。星星，你真好。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好，遇上了这么好的宿主。明明那么爱钱，却愿意把积分都给自己升级。彤彤他感动死了。时间匆匆，转眼又过了2天。这2天，阮星很忙，每天除了上学补课，还要做系统发布的任务，例如去医院帮阮家人送饭，或是陪他们聊天增进感情等等。闲暇之时，还要吃阮思甜和沈玉的瓜。自从重生之后，阮思甜就变了，她再也不当沈玉的舔狗，不但不当舔狗，还让阮家的律师团向沈玉一干人追回他花在他们身上的每一分钱，以及送出去的礼物。这件事在贵族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杨雪都好奇地发消息问阮星，问他阮思甜是不是被人魂穿了。突然之间，脑子里的水就全倒出来了，而且现在就盯着沈玉他们折腾，态度直接来了个2极反转，不但让阮家停了与沈家的所有合作，连沈玉那几个好兄弟的家人也失去了因阮思甜得到的高薪工作。沈玉等人的父母知道他们得罪了阮思甜，害得家里人丢了生意工作，差点没把他们的腿打断了。连着2天，这几个家伙上学的时候腿都是一瘸一拐的。沈玉几人见阮思甜玩真的，不是没有向他道过歉，想不爱他，让他继续当他们的提款机。但重生一次的阮思甜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一人赏了他们一记耳光，让他们赶快还钱，不还钱就等着吃官司。按杨雪儿所说，沈玉等人没能从阮思甜手上讨到好，灰溜溜的跑了。晚上，从顾晨家补完课回来后，阮星跑去阮思甜的房间找她聊天。甜甜，沈玉他们欠了你很多钱吗？他从杨雪儿那里听说这件事后，就一直在好奇，那几个渣男到底欠了甜甜多少钱？沈玉欠的比较多，大概欠了我几百万吧。至于他那几个兄弟，一人欠了我几十万的样子。这些钱是不算多，但我宁愿把钱扔臭水沟里，也绝不会便宜了他们。想到自己之前像个傻子一样给这些人花钱，阮思甜就恨不得抽当时的自己几个大耳瓜子。你怎么会给他们花这么多钱？阮星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别提了，是我当时恋爱脑上头，
每次出去吃饭都主动掏钱，他们向我借钱，我也从不拒绝，甚至都没让他们还。久而久之，就给出去这么多了。除了钱，他们还收了我不少贵重的礼物，不管是钱还是东西，我都会要回来，一个硬币我都不会留给他们。咬牙切齿地说完这段话，停顿了几秒，他又道：“把钱要回来还只是一个开始，等着吧，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沈玉家猪在我身上的，我会全部还给他。我要他这辈子只能烂在泥里。”阮思甜的眼中闪过一丝狠意，彤彤，甜甜的样子好可怕哦。阮星在心里偷偷和系统蛐蛐，正常啊，他这是上辈子过得太惨，直接黑化了。星星，你可千万不要学他，恋爱脑要不得。你看看，这就是前车之鉴啊。阮星用力点头，他绝对不要变恋爱脑。难怪常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给男人花钱会倒霉一辈子。看看甜甜就知道了，就是因为给男人花了太多钱，才变成了恋爱脑。他以后绝对不要给男人花钱，他的钱都是他的，他的。听着阮星又凶又萌的话，系统沉默了。系统，他家宿主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不是给男人花钱才变恋爱脑，是变成了恋爱脑才会想要给男人花钱啊。深夜 VIP 病房所在的楼层灯光突然变得忽明忽暗，一股寒意袭来，让夜里值班的小护士打了一个哆嗦。奇怪，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小护士假搓了搓手，喃喃自语道：“这灯该不会是坏了吧？”小护士移指着走廊上的灯。就在这时，灯光忽然恢复了正常。咦，又好了。阮思柔母女所在的病房内，林曼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困意，眼一闭，陷入了沉睡。阮思柔却突然瞪大了眼，警惕地望向门口。什么人？别慌，是我。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出现在了门口。奇怪的是，他的出现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连值班的护士都没有发现。你是何人？阮思柔依然警惕，此人一看就是玄门中人，突然出现在这里，究竟有何目的？我是你的大师兄薛少廷，你就是我大师兄。阮思柔猛然瞪大眼，师父不止一次提起过，大师兄是玄门百年一出的天才，只是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位大师兄，没想到大师兄竟会如此年轻，看着不过20出头的年纪，你怎么会伤成这样？看着全身包成木乃伊的阮思柔，薛少廷眉头微皱。他正想张口，薛少廷却抬手阻止。算了，你不用多言，你伤成这样也帮不上我什么，我先帮你疗伤。说着，手指在虚空中画出一道散着金光的符咒，将这道符打入了阮思柔的身体。瞬间，阮思柔感觉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身上断掉的骨头开始发痒。几分钟后，她身上的伤竟已经完全恢复，连骨头都长好了。好强！这是阮思柔头一回感受到自己与天才之间的差距，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嫉妒。多谢师兄替我疗伤。心中虽然嫉妒，但他面上却是一片感激之色。无需道谢，我治好你，自是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这段时间继续装作伤势未愈的样子，如此一来，不管之后外界发生任何事，都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头上。薛少廷淡淡道：“不知师兄有何吩咐？”阮思柔心中一紧，看着他问：“我要你帮我。”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进行中。今天是皇家老爷子的80大寿，皇家邀请了各界名流前来参加此次寿宴。因为阮家与皇家还有项目要谈，皇家不但送来了邀请函，还在宴会开始的前一天专程打了电话，说是期待阮二叔一家以及阮星小姐的大驾光临。阮振平无奈，只能把家里所有人都叫上，一同前来参加这场寿宴。星星，一会儿你千万跟紧我，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这皇家可不是什么好，你千万不要落单。阮思甜不放心的小声对阮星叮嘱，虽然这些话在离开家门前他就已经说了多次，但怕阮星记不住，他又忍不住再三交代。我知道了。阮星乖巧点头。今天姐妹二人打扮得很是亮眼。阮思甜穿着一袭浅紫色少女风小礼服，头上戴着同色的蝴蝶结配珠链的发饰，整个人看上去青春甜美又可爱。阮星身上穿着白色蕾丝小礼服，脖子上戴着蓝宝石项链，头上扎着公主头，这样的装扮让她整个人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小公主。阮振平夫妻刚来没多久就被生意场上的伙伴以及贵妇圈的贵妇叫走了，你们两个有事就过来找我，那边有朋友叫我过去，我去就回，你们自己先玩会儿。很快，连阮锦州也被叫走了。姐妹二人没什么事儿，干脆一人去餐桌前装了一大盘好吃的，坐在角落吃起来。皇家今天准备的菜品都是让5星级饭店的星级厨师准备的，每一道菜都极为美味。阮星吃的那叫一个欢快，整个人无忧无虑的，压根儿不知道这场宴会中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黑暗。2楼，黄天虎正拿着一张照片观赏，照片中的女孩穿着校服，生得十分甜美，天生茶褐色的眼珠像琉璃一样纯净。黄哥，苏维盛那边已经同意把他们家大小姐献给黄哥，那个女生现在就在楼下，等会儿他的夫人会亲自把人送上来，到时黄哥你只管好好享用就是。狗腿子见黄天虎一直盯着这张照片，在一旁用暧昧的语气说道：
事情办得不错，这苏维盛还真是够狠的。果然有后妈就有后爹，前妻留下的女儿说舍弃就舍弃。黄天虎不屑地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那苏维盛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和原配一起创建了公司，公司刚刚上市，原配就病死了。原配刚死了不到2个月，就迎娶了养在外面的情妇进门。那个情妇的一双儿女，也就比原配的女儿苏莹小了不到半岁，老婆还怀着孕呢，就和外面的女人搞出孩子来，这能是什么好人？狗腿子虽然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不妨碍他鄙视别人。他要是个好人，又怎么会肯把亲生女儿送到我的床上？黄天虎撇了撇嘴，不以为意道：可惜啊，这个苏莹虽然不错，但比起阮家那个还是要差一截。也不知道阮振兴怎么想的，居然敢拒绝我。本以为10拿9稳的事，居然被拒绝，这让黄天虎十分不爽。没想到阮振兴倒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爱他那个女儿，还以为只要我们给一点暗示，阮振兴就会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毕竟自从那个女儿回到阮家后，阮家人就3天2头的住院。以阮振兴的脾气，照理来说应该极为厌恶这个女儿才是。狗腿子也是一脸不解。几天前，他们给阮振兴打电话的时候，在电话里暗示了一番，以为事情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对方想也不想的就拒绝了，还说让他们别去打阮兴的主意，否则会倒大霉。黄哥，你说那阮兴不会当真有些邪门吧？按我们调查到的消息，自从他回家后，阮家人几次出事，就阮兴一点事儿没有。他难道真是天煞孤星？狗腿子狐疑地说，就算是天煞孤星，克的也是他的家人，又克不到我们，你怕什么？就是可惜了，这么一个美人却不能上手。想到阮兴漂亮的脸蛋、雪白的肌肤，黄天虎一脸遗憾。黄天虎还算是有几分原则的，知道什么人能动，什么人不能动。阮家不比普通人家，他们不同意的是，他要是来硬的，只怕会遭遇阮家的报复。为了一个女人，还没必要与阮家交恶。阮振兴，呵呵，你想太多了。黄家别墅1楼宴会厅，苏莹的手上被递上了一杯果汁。姐，我给你拿了果汁，你不是渴了吗？快喝吧。说话的是苏莹继母的女儿苏珍珠。谢谢。接过果汁，但她并没有喝。这个继母的女儿平时和她的关系可不好，这时候递果汁过来，谁知道有没有下毒？她才不会喝呢。我看到朋友了，先过去打个招呼，一会儿再来找你。说完，苏莹放下果汁，朝着前方走去。见苏莹没喝自己给她的果汁，苏珍珠完全不生气。她早就知道苏莹对自己有戒心，8成不会喝她递过去的饮料。既然早就猜到了，又怎么可能不准备后手呢？苏莹，你以为你逃得掉吗？老老实实的为了我们苏家的前途献计吧，就跟你那个黄脸婆妈妈一样，成为我们一家人的踏脚石。苏莹对苏珍珠的这些心理活动一概不知。她一路走到自己朋友面前，面前的女孩是她最好的朋友，名叫曾依依。曾家和苏家一样，都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像这样的突然兴起又突然败落的家族，京市里面多的是，压根儿没人在意。苏莹和曾依依因为家世相仿，也因为都是在继母手上讨生活，关系一直都很好。依依，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刚才不在，我一个人和苏珍珠待在一起，都快无聊死了。他走过去挽起了曾依依的手，还不是我继母。临出门前，我发现自己的礼服被人动了手脚，要不是我聪明，提前准备了一件备用礼服，今天就要出丑了。曾依依撅着小嘴说道：他居然在你的礼服上动手脚，你要是在宴会上丢脸，丢的也是整个曾家的脸。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么不知轻重？苏莹一脸不可思议，哪怕是他那个白莲花继母万化，也干不出这么没脑子的事。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曾依依切了一声，没好气道。此时坐在不远处的阮兴和阮思甜正在盯着他俩。那边的2个，一个叫苏莹，一个叫曾依依，他们俩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在继母手下讨生活。听说这2家内里乱得很。你再看那边那个女的叫苏珍珠，是苏莹继母的女儿。阮思甜闲得无聊，指着今天来参加宴会的这些年轻人，一一为阮兴介绍。阮兴一面吃着小点心，一面听着，让系统帮他把人记下来。毕竟人太多，阮兴还真不可能一下记住这么多人。醒醒，那边有人在下药。那个叫苏莹的女生危险了。系统突然对阮兴说：谁在下药？阮兴顺着系统所说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叫曾依依的女生正端起一杯果汁递给苏莹。苏莹笑着接过，喝了一口。见她喝了，曾依依的笑容越发灿烂了。是曾依依下的药？阮兴皱了皱小眉头。就是她。甜甜，我看到有人下药了。他拉过阮思甜的胳膊，低声对她说：下药。阮思甜一惊，随后同样压低了声音问她是怎么回事。阮兴忙把系统看到的都和阮思甜说了。阮思甜听后却皱了皱眉。曾依依对苏莹下药，他们俩不是圈内有名的好姐妹吗？为什么曾依依要害她？阮思甜虽然一脸不解，倒也没有怀疑阮兴的话。2人知道曾依依对苏莹下药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盯着那边2人。果然没过3分钟，苏莹突然感觉有些头晕。曾依依扶着她往苏珍珠和万化的方向过去。母女2人接过全身无力的苏莹，朝着曾依依使了个眼色。
曾依依点了点头，转身离开。姐姐，到头来你还是落到了我们手上。苏珍珠笑得一脸得意。苏莹想呼救，可惜现场的声音太嘈杂，她现在身上使不出力气，连大声呼救都不能，只能任由母女二人架着自己去往别墅2楼。有旁人看到问起，万话就说苏莹不小心喝多了，要上楼休息一会儿。本来像这种宴会，主人家都会准备一些客房给临出事状况的客人休息。母女二人这么说，倒也没人怀疑什么。见母女二人把苏莹带上了楼，阮欣也想跟上去看看，可阮思甜却拉住了她，有些不赞同道：“你还真想去啊？要是有危险怎么办？就是危险才要去啊！那个小姐姐被下药了，我们得去救她。”阮欣握紧小拳头，正义感十足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上去看看吧。”阮思甜似是下定了决心，姐妹二人手拉着手，穿过人群跟上了楼。此时，苏珍珠母女一左一右地扶着苏莹，正在把她送向某个房间。你也别怪我们，我们也是不得已。现在家里的生意大不如前了，急需黄总的这单生意。你一向孝顺，这回你要能为家里分忧，你爸爸也会记得你的好。万话对苏莹笑眯眯地说道：“爸爸要是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苏莹的眼中满是不甘与怨恨，她想逃，可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光是说话就费尽了力气。苏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好的朋友竟会背叛自己。她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彼此加油打气，一起痛骂对方的继母，给彼此帮助鼓励。明明是这么要好的关系，为什么他要背叛自己？你不会真以为这些年我们对你做的事，爸爸不知道吧？爸只是不想管你而已，就连送你来黄总这里，也是爸爸同意的。你以为没有爸爸的同意，我们敢动你？苏珍珠差点笑出了声，她这个傻姐姐，居然到现在还以为爸爸会管她，真是和她那个黄脸婆妈妈一样，可笑极了。居然是爸爸同意的。苏莹先是不信，后来却不得不接受这个真相。如果当真没有爸爸的同意，这对母女确实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把她当成礼物送给别人。想知道你的朋友为什么会背叛你吗？大概是想看苏莹更加崩溃绝望的样子。苏珍珠完全没有隐瞒的意思，因为我们给她钱了呀。她的那个继母也是个狠的，家里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为了搞到投资，打算把她送给一个变态老男人当情妇。我们承诺给她一笔钱，并送她出国逃离继母的魔掌，她完全没有犹豫就把你出卖了。现在她应该已经拿着钱准备出国了吧？苏珍珠的话让苏莹面如死灰，哈哈，她的人生还真是可笑。爸爸不在乎她的死活，连最好的朋友也选择出卖她。今天要是她能逃出去，这些背叛她的人，她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在极度的不甘中，苏莹的意识逐渐开始变得模糊，迷迷糊糊中被母女二人送进了最角落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一看就是特别布置过，不但在床上撒了玫瑰花瓣，屋内还点着香薰。快把人放到床，我们快走。万华看了那香薰一眼，没敢在这屋里多留，把人往床上一放，就拉着女儿走了。等母女二人匆匆下楼，阮欣和阮思甜这才从隔壁的房间出来，偷偷进入了苏莹所在的房间。二人在门口偷感十足的左顾右顾，见没人在，这才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薰味，不好，这香薰有问题！星星，快灭火！进入房间的瞬间，系统的示警声传来。阮欣一听，忙第一时间跑到香薰前，吹灭了面前的香薰。开窗，先透气。系统再次提醒。阮欣又跑去把窗户打开，让窗外新鲜的空气流进来。怎么办？他不知道被下了什么药，身上好烫啊！阮思甜已经先阮欣一步来到了苏莹面前，查看了她的身体情况。别的他是看不出来，但却能摸出苏莹的体温高到不正常，而且她现在明显有些意识不清。先带她去看医生吧，她看起来很难受。阮欣小跑着过去，想帮忙一起把人带走。就在这时，苏莹也恢复了一点意识。救我！救我！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想伸手向二人求救，奈何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手都抬不起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你的。阮欣郑重向她保证。就在这时，突然门口中传来一阵动静，有人站在门口说话。门外，黄天虎和他的狗腿子正站在门口，二人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正是万华。合着他刚刚带着女儿走了，是去叫人去了。黄总，苏莹就在里面，人我们按照约定送来了，不知您答应的项目。万华搓着手，在黄天虎面前态度那叫一个谄媚。放心，黄哥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叫你老公来公司签约。狗腿子得了黄天虎的示意，对万华说道：好，那我就不打扰黄总了，祝黄总有一个难忘的夜晚。说完暧昧一笑，就兴冲冲地走了。楼下，黄老爷子的助理突然凑到老爷子跟前说了什么。今天正好80岁的黄老爷子眉头深深蹙起，不争气的东西连一天也闲不住。黄老爷子的体型和黄天虎一样，身材都很圆润，不但胖，一张脸还长得凶，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慈善人。虽然黄老爷子经常都在做慈善，但从来没有人真敢把黄老爷子当成是大善人。毕竟这位老人年轻的时候什么生意没做过，
手上甚至还沾染过人命。老爷，是否需要安排人去带少爷下来？黄老爷子的助理低声问。不用了，让他去吧。既然是主动送上门的，随他好了。虽然骂，但那到底是唯一的儿子。黄老爷子对这个儿子一向纵容，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也不忍心扫儿子的心。助理对这个回答一点不意外，只是恭敬地退到一边。2楼房间外，闲杂人等已经都走了。黄天虎搓着手开了房门，昏暗的灯光下，身着蓝色小礼服的身影正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胸口微微的起伏，看得黄天虎直吞口水。小美人，你黄哥哥来了。黄天虎一面脱衣服，一面向着床边走去。走到一半，突然发现屋里的香薰居然灭了，窗户也被打开了。难道是万化母女干的？真是没有眼力劲儿。转了个弯，他掉头去把香薰重新给点上了，连窗户也关了起来。这香薰可是他特地叫人调制的，不但能助兴，还能让他的男性雄风更吃劲。嘿嘿，他摩拳擦掌的来到苏莹面前，伸手想去脱她身上的礼服。就在这时，身后的柜子里悄悄走出来一个人，这人用旁边的台灯重重敲向黄天虎的头，砰一声响，黄天虎的头上挨了一击，整个人应声倒下。出手的人是阮星，阮星看到黄天虎想对苏莹乱来，这才偷偷从衣柜里跑出来，朝他下了手。星星，你胆子也太大了！躲在床底下的阮思甜急忙从床爬出来，万一把他打死了，整个黄家都得疯。阮思甜查看了一下黄天虎的情况，见他只是昏迷，这才松了口气。我们快带他走吧。阮星已经先一步伸手去拉苏莹了，阮思甜也忙过去帮忙。两个女生合力之下，虽然把苏莹拉了起来，但靠他们两个想要带苏莹离开，好像有点难。苏莹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整个人软绵绵的，根本无法借力。不行，光靠我们两个想把她带走太难了，得叫我哥上来帮忙才行。我哥是男人，力气比较大，让我哥来直接把人抱走。阮思甜放弃了靠他们两个把人带走的想法。以苏莹现在的情况，不请外援是不行了。那我们快叫锦州哥上来。阮星已经开始拿手机了，我来打电话，你盯着黄天虎，千万别让他醒了。说着，阮思甜就拿着手机走到一边，开始给他哥打电话。阮思甜那边刚刚联系上了阮锦州，屋内就响起了一阵低低的呻吟声，不仔细听，还真有可能听不到。系统第一时间发现并提醒了阮星，阮星忙走过去查看，黄天虎居然快醒了，快点星星，快去给他补一下。阮星立马开始在屋内乱转，想找趁手的工具，最后找到了一个花瓶，趁着黄天虎还没有完全清醒，一个花瓶下去又把人砸晕了。砸完了人，他又一次去把香薰给灭了，打开窗户透气。而另一头，阮思甜已经和阮锦州通完了电话，我哥说他马上上来，让我们小心一点。虽说有哥哥答应过来帮忙，但他并没有放松多少，毕竟他们现在可还在黄家，只要没有离开黄家就不算安全。阮锦州接到妹妹的电话，吓得魂都快飞了。为了给妹妹收拾烂摊子，他本想悄悄上楼去帮忙把人带走，但没想到1楼到2楼的楼梯已经被黄老爷子派去的人层层把守。我喝多了点酒，想上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不让我上去？阮锦州和守在楼梯口的保镖争执道。抱歉，这位先生，2楼现在禁止使用，如果您想休息的话，我们有专人可以带您从另一边的楼梯直接上3楼。保镖用公事公办态度对他说。阮锦州见上不去2楼，只能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不一会儿，阮思甜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阮思甜看了，顿时一个头2个大。完了，星星，我们被困在2楼了，通往2楼的楼梯居然被人把守着。这个消息对阮思甜和阮星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下我们要怎么离开？阮思甜急得团团转，阮星也想不到办法。姐妹2人一起苦着小脸在房间内来回踱步，实在不行，我们只能从窗户下去了。阮思甜定了定神，咬牙道：他能从窗户下去吗？阮星走到阳台上，从上往下看，从2楼阳台到1楼，距离大概在3米左右。这个高度跳下去还是有点危险的。最重要的是，苏莹现在人都昏了，怎么可能自己跳下去？找绳子绑着她，我们先合力把她送下去。阮思甜说话间，已经在屋子里寻找适合的绳子，实在找不到，她把主意打到了床单上。好在他们运气好，在某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剪刀，用剪刀把床单和被套拆了，稍微再裁剪一下，这长度就够到1楼了。我叫我哥在下面接应我们，你先用绳子把它绑上。阮思甜已经在给阮锦州发消息，阮星也没有闲着，把裁剪好的床单被套绑在一起，又把其中一头绑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另一头绑在了苏莹身上。等阮锦州收到消息，悄悄绕到后院，来到对应的阳台下方，就看到楼上的阮星和阮思甜在冲着他挥手。阮锦州简直都要吓死了，这2个丫头简直不要太大，居然敢在黄天虎的眼皮子底下救人。倒不是他没有同情心，而是黄家人实在不好惹，非亲非故的，要是换了他，还真不见得会上赶着趟这浑水。你们动作快一点。不敢大声说话，阮锦州只能用手机发消息给阮思甜。阮思甜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和阮星合力把苏莹慢慢往1楼送。苏莹的身高大概在167左右，体重有90来斤，
说重不重，说轻也不算轻。姐妹二人把自己折腾得一身是汗，才终于把人成功送了下去。阮锦州看着他们用绳子把人慢慢往下放，心里紧张不已。好在一切顺利，苏莹被他放下来，暂时安置在地上。解开绑在苏莹身上的绳子后，阮锦州示意二人赶紧下楼。阮思甜让阮星先下去，他断后。阮星乖乖顺着绳子往下滑。等轮到阮思甜的时候，他刚想翻过阳台，顺着绳子滑下去，不想却突然被人从身后抓住。臭娘们，贱人，打老子是吧？给老子去死去死！竟是黄天虎不知什么时候醒来，悄悄来到阮思甜身后，趁他不备，从身后抓住他的胳膊。你放开我，放开！阮思甜吓坏了，拼命挣扎，可他的力气如何能大得过黄天虎？黄天虎这一身横肉可不是白长的，他的力气可比阮思甜大多了。站在一楼的阮星和阮锦州看到这一幕，顿时惊慌不已。黄总，有话好说，快放下我妹妹！阮锦州仰着脖子望着二楼阳台，冲着黄天虎喊道：“想让老子放了这贱人？你休想！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既然你妹妹非要带走苏莹，那就拿她自己赔给老子。”说着，不管阮思甜的抵抗，就开始往她身上扑。哥，救我！阮思甜慌乱的大喊，手脚并用的抵抗着对方的蛮力，却没有丝毫作用，脸上甚至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她忍不住哭喊出声：“救命！救救我！甜甜！”阮锦州见状，想要顺着绳子爬上二楼。阮星看着被扇了耳光的阮思甜，吓得眼眶一红，直接哭了。甜甜，呜呜，坏人，你放开甜甜！阮星哭得伤心极了，要不是他带甜甜一起去救人，甜甜也不会落到黄天虎手上。呜，都是他的错，是他害了甜甜。阮星越想越自责，哭得越发大声，哇哇！随着阮星的哭声越来越大，天空开始电闪雷鸣，传来一阵阵轰鸣声。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惊雷划破天际。同一时间，一道闪电从天而降，直接落到了黄天虎的头上。而被黄天虎死死抓在手上的阮思甜却毫发无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阮思甜惊得一时没能反应过来。随着黄天虎遭雷劈后倒下，阮思甜终于惊醒，赶紧退后几步，来不及看黄天虎是死是活，他飞快地翻过阳台，顺着绳子往下滑，和正在上来的阮锦州撞个正着。阮锦州直接成了亲妹妹的垫背。哎呦啊！兄妹二人先后发出一声惊呼：“我还没去救你呢，你怎么就突然下来了？”阮锦州赶忙把妹妹扶起来，仔细检查她身上的伤势，除了脸被打肿了，其他的倒是还好。阮星见阮思甜脱困，眼泪也收起来了，不再放声哭泣。快，我们快走！黄天虎刚才被雷劈了，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反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阮思甜着急忙慌地说：“要是黄天虎真出什么事，他们这几个最后见到黄天虎的人一定逃不了干系。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你来给爸妈打电话，我抱着他，趁着黄家人还没有发现，我们赶紧走。”阮锦州也怕黄天虎有个三长两短，一面说话一面抱起地上的苏莹。阮思甜正想打电话，却突然发现不对，糟了，我的手机还在上面，一定是刚才和黄天虎缠斗的时候掉的。完了，他刚才下来的时候怎么就忘了拿手机呢？阮思甜懊恼不已，不行，我得上去把手机拿回来。说着，他就要顺着绳子再爬上去。别管手机了，先离开这里。星星，你来打电话通知我爸妈，让他们赶快去别墅门口和我们会合。阮锦州拉住阮思甜，咬咬牙做出决定。现在情况危急，别管什么手机不手机了，就算没有掉落这只手机，黄家要查到他们身上也不过只是时间问题。既然如此，又何必让甜甜回去冒险？可是阮思甜还想说什么，阮锦州却冲他摇头。听话。阮思甜无奈，只能放弃拿回手机的想法。宴会厅，正在和商场上的朋友商业互吹的阮振平突然接到了阮星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阮星让他们赶紧出来，在门口与其他人会合，搞得阮振平一头雾水。还是阮思甜拿过阮星的手机，把情况简略说了下。夫妻二人这才知道自家孩子竟趁着自己不注意，闹出这么大的事。二人正想离开，不想这时楼上却传来一阵尖叫：“老爷不好了，少爷出事了！”夫妻二人完了，被发现了！不好了，不好了，少爷出事了！大喊着从二楼下来的是家里的保镖。保镖上楼查看的时候发现了不对，踹开房门后，看见了倒在阳台上的黄天虎。黄天虎被雷劈了，身上的皮肤被劈得皮开肉绽，一片焦黑，整个人看上去仅剩下了一口气。这保镖知道黄天虎是黄家的命根子，不敢耽搁，立马跑下楼向黄老爷子通报这件事。黄老爷子一听说自己的宝贝儿子出事，满堂的宾客也不管了，不顾宾客们的哗然，着急忙慌地往二楼赶去，只留下满室的宾客议论纷纷。到底怎么回事？黄天虎出事了？在自己家能出什么事？看刚才那保镖的样子，好像很急，难道黄天虎？宾客们猜测连连。而此时在二楼，看着已然奄奄一息的黄天虎，黄老爷子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救护车已经在来的路上，因为黄天虎伤得太重，没人敢搬动他。
只能等医护人员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黄老爷子崩溃的跪倒在地，老泪纵横。老爷，这里捡到一部手机。保镖在黄天虎旁边捡到了属于阮思田的手机，并将其交给了黄老爷子。手机屏幕亮起，屏保就是阮思田笑容灿烂的自拍照。这不是阮家二房的女儿吗？老爷子的助理轻咦一声，认出了阮思田的身份。阮家二房？阮家二房的人在哪？把人给我带过来！不管阮家二房和他儿子受伤这事有没有关系，但凡有可疑，他都不会放过。天虎可是他们老黄家的命根，谁要是动了他们老黄家的根，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会让对方付出代价。一脸凶相的黄老爷子眸光狠厉道：老爷，找到小松了。管家压着那个一直跟在黄天虎身边的狗腿子进了屋，名叫小松的家伙战战兢兢的上前。黄老爷子被一旁的保镖搀扶起来，转身狠狠给了小松2记耳光，啪啪，接连2记耳光，把小松的脸都打肿了。别看黄老爷子年纪大，但这手劲儿可是一点不小。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完了人，老爷子用冰冷到近乎无情的声音问道。我说。小松不敢隐瞒，马上把黄天虎和苏家的交易说了出来。是苏莹，一定是苏莹，肯定是他害了黄哥。不管是不是苏莹，反正这口锅只能扣在苏莹头上，否则死的就会是他。苏莹人呢？老爷子看向一旁的保镖，没有看到苏莹。刚才我在阳台上发现了用床单和被套拼接成的绳子，而且我还在屋内发现不止一个人的痕迹，应该是有人救走了苏莹。来救他至少有2个人，而且是2个女人。说话的是保镖队长杰克，他也是所有保镖中实力最强的。在加入皇家之前，这位保镖队长还在中东地区当过雇佣兵，其实力之强，整个皇家无人能出其右。当然，他的薪水也是整个皇家保镖团队中最高的。老爷，2楼的监控已经调出来了。此时，阮星等人还不知道，黄天虎出事的消息已经走漏。3人带着昏迷的苏莹，一路来到了门口。门口的保镖还没有收到消息，倒也没有拦他们，因为皇家出事，已经有客人陆陆续续的打算离开。司机已经提前收到消息，把车开到了门口等着。至于阮振平夫妻，2人已经到了门口，来不及多问，阮家人正想上车离开，不想却被一个人拦住。拦住他们的人正是苏珍珠母女。母女2人本想离开，没想到上车前却看到苏莹被人带出来。越想越不对的母女2人这才冲上来拦住阮星等人。你们想带我女儿去哪儿？赶紧把我女儿放下！万化虽然不知道苏莹是怎么逃出来的，看样子还被人给救了，但他已经和黄天虎说好了，让他逃了公司的生意怎么办？说什么今天他都要把人重新送回去。你想都别想，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急着想离开，阮思田一把拍掉了苏珍珠挡在几人面前的手。阮总，原来是您啊，抱歉刚才没看到您，我这个当妈的也是关心则乱，您应该不会介意吧？认出阮振平的身份，万化倒是态度好不少，毕竟阮家他们苏家同样惹不起。爸，别听他的，就是他们母女2人给苏莹下的药，想把苏莹送上黄天虎的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他。阮思田压低了声音对阮二叔说。阮振平皱了皱眉，不管苏莹是被谁下的药，他总归是苏家人，人家当妈的来接孩子，他们还真不好扣着人不交给人家，不能交给他们，他们是坏人。阮星见状也忙在一旁道：你个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就是坏人了？万化一脸委屈地说：你们就是。哼！阮星傲娇地冲着他们母女2人哼了一声。我看这小姑娘像是被人下了药，我们正打算送她去医院，既然这是你们的女儿，那就一起办。吴昕开口道：去医院？当然不行，还是不用了吧，我们家有家庭医生，你们把这孩子交给我们就行了。万化忙说：交给你们？我们怎么能确定你们一定是他的亲人？还是送医院保险一点，到了医院我们会帮忙报警，至于这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人，警方自会调查清楚。阮锦州意味深长地说。这母女2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眼神中都带着同样不安。要是让警方查出什么啊，走吧，先把人送去医院。阮家人打开车门想上车，苏家母女反应过来还想拦，没想到这时身后黄家的大门却突然涌出一堆保镖。阮总，您这是要去哪儿啊？管家似笑非笑地看着阮振平一家。阮振平一家，糟了！一旁的苏家母女见状想趁机溜走，却被保镖拦住。2位也一起吧。管家只是淡淡瞟了2人一眼，几人被带到了皇家的后花园，这里没有其他客人在。至于那些还在宴会厅的客人，此时正在被安排离开，而黄天虎也在刚才被人从后门送上了救护车。皇家后花园内，黄老爷子坐在椅子上，用冰冷的视线注视着被围在中间的阮家众人。至于苏家母女，则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就怕被皇家的人注意到。母女2人已经发现皇家的气氛有些不对，黄老爷子的态度更是引人深思，不想触眉头。母女2人只能缩着脖子，尽量减少存在感。阮小姐，你的手机忘带走了。
现在物归原主。管家拿出属于阮思田的粉红色手机，将手机交到了阮思田手中，而黄老爷子并未阻止。阮思田接过自己的手机，有些闹不明白黄家到底想做什么。同样看不明白的还有阮振平母子三人。至于阮星，他眨巴着大眼看着周围这群人，压根儿没想那么多。黄老爷子，您大费周章的把我们叫回来，不知有何要事？阮振平深吸口气，一脸严肃的看着黄老爷子，沉声问：振平啊，我和你父亲也算有几分交情，本来我是极不愿意动你们一家的，但谁让你女儿害了我儿子呢？黄老爷子面无表情的看了眼阮思田，阮思田吓得一个哆嗦。黄老爷子的眼神太吓人了，他感觉自己就像被一只猛兽盯上，这只猛兽正一瞬不瞬的盯着他的颈部动脉，准备随时扑过来，一口咬断他的脖子。你儿子不是我害的，不关我的事。虽然害怕，他还是提高了声音替自己辩解。对啊，不关甜甜的事，那个坏人明明是被雷劈了，他肯定是作孽太多，遭报应了。阮星也跟着大声声援阮思田，作孽太多，报应。哈哈哈！黄老爷子听了阮星的话，发出一连串的狂笑。阮振平见状，吓得赶忙将阮星拉到自己身后，示意老婆把人看好了，千万别让他再继续开口。这黄老爷子明显是被阮星的话气到了，本来现在的情况就够危险了，他还乱说话，他后悔啊！早知道阮星是这么一个刺头，他说什么也不会同意把人接到自己家。他们一家会落到如此境地，也是因为阮星。难怪当初林曼笑得那么古怪，原来他早就猜到了。可惜他现在再后悔也没用，他们已经被黄家团团围住，今天能不能平安走出这里，都是一个问题。报应，这个世界要真有报应，我这个老东西怎么可能活到现在？相信报应的人都是没本事的弱者，有本事的人不需要上天给自己的仇人任何报应，自己就能把一切看不顺眼的人通通解决了。只有无能之人才会寄希望于所谓的报应。笑容渐收，黄老爷子用苍老的声音、凶恶的语气沉声喊出这段话，他的声音很重，带着煞气，不愧是手上沾染过人命的人，光凭声音就能带给别人这么大的压力。黄总，您究竟想要如何？直接话下道来吧。阮振平作为一家之主，这时候努力在保持着冷静，他希望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哪怕要他割下一块肉来，他也要带着家人平安离开。至于其他的，等离开之后再做打算。说吧，你女儿和侄女把我儿子害成这样，这笔账你们打算怎么算？黄老爷子死死地盯着吓得瑟瑟发抖的阮思田，以及看着懵懵懂懂搞不清状况的阮星。阮思田鼓起勇气说明了当时的状况，真的不是我们害的他，他是被雷劈的。阮思田说道，我儿子会被雷劈，难道不是因为你们？黄老爷子冷笑一声，转而又道，走廊上的监控我已经看过了，如果不是你们多管闲事，跑上2楼想要救苏家大女儿，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阳台上挂着的床单，你们当时是在逃跑吧？把我儿子砸晕了，没想到他会中途醒过来，他醒来之后想阻止你们，跑到了阳台上，这才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我儿子弄成这样，你们阮家一个也逃不掉，尤其是你们2个小贱人，害了我儿子的罪魁祸首，你们2个将会为你们的行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黄老爷子这个人本就不什么善男信女，他要是下定决心想对阮家做什么，阮振平完全不会怀疑对方的实力。黄老爷子，求您高抬贵手，放过这2个小姑娘吧，她们还小，还不懂事，我以后一定好好教她们。有什么条件您提，只要能做到的，我阮家绝不含糊。为了保住2个小姑娘的命，阮振平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向对方求情道：爸。阮思田见爸爸因为自己不得不向黄老爷子低头，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有些后悔多事了，都是因为他的冲动，害了爸爸。二叔，不要求他，他坏。阮星在旁边看了半天，也不是什么都没看懂。当他看到阮振平低声下气的求着这个坏老头时，勇敢的站出来，并用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以及自认为最凶恶的眼神用力的瞪着黄老爷子。他才不要二叔求这个坏人呢！小姑奶奶，我求你消停一点吧。吴昕一把拉住阮星，一脸焦急的对他说。就在这时，黄老爷子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手机，对面不知说了什么，手机屏的一声掉落，黄老爷子整个人摇晃了一下，差点从椅子上滑落在地。老爷子，老爷，您没事吧？周围的保镖还有管家全都担心的围在黄老爷子身边。黄老爷子双目赤红，死死的瞪着阮家人。天虎死了，我的天虎死了！黄老爷子的声音近乎崩溃。你们阮家人害了我儿子，你们都该死！他冲着阮家人咆哮，都说不是我们了，那个坏人明明是被雷劈死的。阮星双手叉腰，撅着小嘴不满地纠正对方。吴昕想拦没拦住，激动的差点晕过去。黄天虎一死，黄老爷子铁定的疯。都这时候了，阮星居然还敢惹对方生气，去把天虎养的那些小宝贝牵过来，让他们亲自为自己的主人报仇。也不知道是不是悲伤过了头，黄老爷子的精神状态看着有些不正常，眼神中的杀意已经近乎疯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今天阮家这些人只怕是不能活着出去了。
很快，有保镖牵着几条庞然大物走了过来。看到他们牵过来的是何物时，阮家人齐刷刷的变了脸色。面前的居然是几只硕大的老虎，老虎一共有3只，每一只都生得十分健壮。3只老虎的脖子上都带着像项圈一样的东西，一个遥控器被递到了黄老爷子手上。看到前面的3只老虎，阮振平一家的心瞬间变得哇凉哇凉的，一双腿抖得像得了帕金森。不，老太爷，不关我们的事，我和我女儿是无辜的，求您放我们走吧。一直站在一旁装死的万化母女，这下也装不下去了。这可是大老虎，要是他们冲过来，哪还管在场的谁是谁？他们母女2人肯定也会成为老虎的口粮。不行，他们不想死在这里，绝对不要死在这里。黄老太爷压根没有理会这对母女，随着他的一个眼神示意，原本牵着老虎的铁链被解开，3只老虎一得到自由，立马冲着面前的阮家人扑了过去。跑啊！阮家人转身便跑，苏家母女也是一样。星星，你小心，这些老虎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他们吃过人，身上的野性极重。系统焦急的声音在阮星脑海中响起。哈哈哈！看着阮星等人狼狈的到处跑，黄老爷子笑得前仰后合，眼中满是疯狂之色。就是这样，扑上去，咬碎他们！他们害了我儿子，死！都给我死！在知道儿子死讯的那一刻，黄老爷子就已经疯了，他只想杀了所有和黄天虎的死有关的人，一个都不放过。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苏家人。3只老虎速度很快，阮家人还有苏家母女，不管怎么跑都逃不过老虎的捕食。很快就有人被老虎扑倒了，第一个被扑倒的居然是苏夫人万化。原来就在刚才，苏珍珠为了自己活命，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推了出去，万化一下子就被推到了老虎面前。紧接着，抱着苏莹的阮锦州第2个遭殃，被老虎逼到了墙角。这老虎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逗着他玩，竟没有第一时间扑上去，反而用兴奋又贪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他和他手里抱着的苏莹。阮锦州紧张的一身都是汗，手脚发软，几乎抱不住怀里的女孩。阮家其他人也吓得够呛，却不敢靠近老虎去救阮锦州。这可是老虎，他们手上连个武器都没有，谁能不怕？还有最后一只老虎，他盯上了阮振平。阮振平被他逼到了一棵树下，父子2人同样身陷绝境。不要过来，快爬到树上去，快！看着蠢蠢欲动的妻子，阮振平冲着吴昕低吼一声。虽然知道哪怕上树也不见得能躲过老虎的追杀，但总比在地上安全。希望他的牺牲能为妻女争取一些时间。吴昕闻言咬了咬牙，最后还是拉着女儿到一棵大树下。母女2人红着眼睛，强忍着悲伤，打算听老公、父亲的话，到树上躲着。星星，快上树啊！阮思甜顾不得伤心，回头喊了还愣愣站在原地的阮星。另一头，最先被老虎压倒在地的万化发出一阵惨叫，惨叫声极为凄厉。众人回头一看，只见扑倒万化的老虎居然咬掉了他一条腿。此刻整个花园已经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还有万化的惨叫声。啊！女儿救我！救我！他无助地向女儿苏珍珠所在的方向伸出手。苏珍珠见到母亲的惨状，直接吓尿了，哪里敢去救人？他逃都来不及，他要活下去，他一定要活下去。这么想着，他找了一棵树，毫不犹豫地开始往上爬。为了方便爬树，还主动把鞋给脱了。平时所在意的淑女形象，现在完全抛到了脑后。苏珍珠是不会爬树的，但在求生的本能下，哪怕以前没学过爬树，还真就让他爬上去了一段距离。现场的血腥味刺激了另外2只老虎，2只老虎已经蓄势待发，一个飞跃扑向了自己看中的猎物。阮家父子绝望闭眼，无命休矣！哇！此时一阵哭声传来，这哭声可不是万化的。万化因为失血过多，还有极度惊吓，人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意识。这道哭声是阮星发出的，他被万化断腿的血腥场面吓哭了。在阮星哭声响起的瞬间，3只老虎竟停下了动作，并且同时回头看向了黄家人。天空之中，原本散去的乌云重新凝聚，雷鸣声越来越近，一场暴风雨似乎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停下了？有人不解地看着3只老虎，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黄老爷子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儿，他开始操纵手中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是用来控制几只老虎脖子上的项圈的。这几个项圈可不是普通的项圈，而是黄家的公司特别为了这3只老虎制作的。它可以释放出强大的电流，让老虎变得乖乖听话，不得违抗主人的命令。停下做什么？给我继续，继续！黄老爷子疯狂叫嚣着，控制手中的遥控器，想用电流惩罚这几只不听话的老虎。老虎确实被电了，3只虎发出痛苦的哀嚎。轰隆！一声巨响，3道闪电同时劈向老虎，老虎脖子上的项圈竟应声落。阮星的哭声越来越大，天上开始刮风下雨，雨下的极大，狂风更是吹得所有人几乎站不稳。老爷，这不对劲儿啊！老爷，不好了，项圈坏了！周围人的惊呼声接连传来。先进屋。黄老爷子虽然想为儿子报仇，但也不是不惜命的人。
现在的情形明显不对，不走留着给老虎加餐吗？黄老爷子一声令下，身边的保镖和佣人开始带着他飞快撤离。不想这时3只老虎同时动了，他们冲着黄老爷子等人扑了过去，动作之快和刚才攻击阮星等人时那种猫捉老鼠的玩弄态度完全不同，这是奔着要命去的，没有逗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面前这些人死。啊！走在最后的几个保镖直接被老虎从身后扑倒，一下子就咬断了颈部动脉。黄家其他人见状逃得更快了，黄老爷子甚至都不用人扶，自己就能迈着一双老腿跑得飞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阮家人看懵了。阮思田保持着爬树的动作从树上掉了下来，阮锦州因为突然逃过一劫，脚一软，连同被他抱在怀里的苏莹一起摔到了地上。而阮振平也好不到哪去，整个人不停地抹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像是下一秒一口气就要提不上来一样。苏珍珠也被面前的一幕惊呆了，她吓得抱着树不敢动，也不敢下树去看万化的伤势如何，躲在树上又哭又笑。老虎不咬我了，我有救了，我不用死了。说话的神情看着像极了精神病院里的疯子。啊！救命啊！快逃！为了活命，有人就地取材找来了武器，打算对付这3只老虎。可惜没用，这3只老虎皮糙肉厚，哪里是那么好对付的。黄老爷子被保护在中间，看着暂时还是安全的。在众人的护送下，他马上就能逃进别墅。就在黄老爷子的脚踏入别墅的前一秒，一道闪电忽然落到了他头上，黄老爷子连同他身边护送的人通通遭了殃，人瞬间倒了一片。地上这些人有的晕了，有的死了，哪怕不死的也都身受重伤。这又是暴雨又是闪电，水能导电，在大雨之中挨了这么一击，能活下来的那都是运气好的。黄老爷子还没有死，还留了一口气，他挣扎着想爬起来躲进屋里。可就在这时，3只老虎已经围了上来，他们无视掉周围的其他人，同时对着黄老爷子开始撕咬。黄老爷子的惨叫声只持续了几秒便没了动静，整个人已经死得不能再死。谁也不会想到黄老爷子的80大寿竟会同时成为他们父子2人的祭品。阮星还在哭，闪电不时落到黄家的院子里，还活着的人见连黄老爷子都死了，都在朝外奔逃。3只老虎撕咬完黄老爷子，又开始扑上去咬他们，整个黄家已经血流成河，到处都是倒地的尸体。我在哪儿？当苏莹迷迷糊糊醒来时，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万化母女给她下的药剂量有点大，哪怕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打了吊瓶，还是睡了3个多小时才醒。刚问完这个问题，她就发现自己应该是在医院。她最后的记忆是看到2个女生来到了那个房间内，难道是那2个女生救了她？她挣扎着想起来，却发现头还是有点晕，身上的力气并没有完全恢复。莹莹，莹莹，你醒了！一个身穿女士西装的干练身影飞快地出现在了床头。小姨，看到熟悉的人，苏莹这才安心了一点。莹莹，你先别动，医生说你的身体因为被下药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伤，得好好调养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康复。苏莹的小姨名叫齐明玉，经营着一家服装公司。当年她姐姐死后，苏维盛不到2个月就另娶他人，那时他就想带走苏莹，让苏莹跟在他身边。可惜那时的苏莹还对父亲苏维盛有期待，并没有跟齐明玉走。虽然没能带走苏莹，但齐明玉经常都会去看她。这些年来，若不有齐明玉看顾，苏莹在苏家的日子只怕会更不好过。小姨，我怎么会在医院？是谁救了我？我有没有背？他想到了什么，惊慌的低头，见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换成了病号服，眼底闪过惊慌。放心，你没事，黄天虎没有碰你，你也是运气好，被阮家人给救了。要不是有阮家人救你，你这回只怕当真是在劫难逃。齐明玉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庆幸，听到自己没有被怎么样，苏莹松了口气，随后开始向齐明玉打听自己昏迷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事儿说来可就话长了。齐明玉把自己听说的情况和苏莹说了一下。我只知道是阮家人发现你被下药，他们家的2位小姐偷偷上楼救了你，救下你后被黄天虎发现，缠斗中黄天虎运气不好被雷劈死了，然后黄老爷子为了给黄天虎报仇，居然放老虎咬阮家人和你继母继妹，然后你继母被咬断了一条腿，黄老爷子被雷劈还被老虎咬，也跟着死了。在之后那些老虎又咬死了很多人。苏莹听得一愣一愣的，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懵逼。小姨，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还是说你喝酒了？其实你现在是醉酒的状态，要不怎么一直在说胡话呢？什么被雷劈被老虎咬的，还能再离奇点吗？见这丫头不信自己，齐明玉也没有多说什么，这要换他也不信，没有多余的解释。他拿出手机点开了一条新闻，让他自己看。新闻视频被点开，只见青春靓丽的女主持人出现在了视频中。本台消息，本市知名富商黄某在家中别墅内非法饲养了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东北虎因不明原因受到刺激失控，在黄某家中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现3只东北虎已被警方成功捕捉，目前已送往兽医处。
当本台记者赶到现场时，黄某家中的惨状已经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大型野生动物千万不可私人进行饲养，否则将会……接下来就是打了马赛克的一些血腥画面，居然是真的哦！现在明白了吧？你小姨我可没有骗你，你就安心在医院养着吧。你爸应该顾不上你，他现在正在忙着照顾万化母女呢。这对母女这回可是遭了不小的罪，万化断了一条腿。苏珍珠听说心理崩溃，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母女二人算是遭到报应了。齐明玉对那对装模作样的母女可是完全没有一点同情，现在他倒是觉得苏莹当时晕了挺好，连苏珍珠都得去看心理医生。当时的画面只怕血腥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小姨，那救了我的阮家人了，我想当面向他们道谢。对救了自己的恩人，苏莹自是万分感激的。要不是有他们在，自己现在只怕已经被毁了。他们回家去了，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人家也累坏了，录完口供就回家休息了。你要想谢他们，等你身体好了，小姨陪你一块儿去。齐明玉已经开始思索，等苏莹身体康复后，该带些什么礼物上门去道谢。时间匆匆，3天时间很快过去。因为黄家父子的死亡，整个黄家可以说是大厦倾倒，不少势力都想瓜分黄家这块馅饼。没想到还不等这些人出手，国家爸爸出手了。黄家人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被人全都给扒了出来，没有了黄家父子在上头用自己的势力掩盖真相，父子二人做的那些破事儿很快在全网发酵，网上顿时叫好声一片。所有人都在为这对丧尽天良的父子的死感到大快人心。因为这对父子，我又相信报应了。我也是。早就听说这对父子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但没想到他们这么不是东西。父子二人都不是好人，老子是人渣，儿子也一样。国家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居然让这对父子活了这么久？听说黄家父子身后的靠山精人有靠山做保护伞，他们当然不会有事。现在父子俩死了，那位靠山8成是不想再护着这2个死人，所以他们父子的罪行才大白于天下，希望把这黄家父子身后的那人也一起抓了，这种人一样该死。赞同。网上的这些议论声，阮星通通不知道。自从那天虎口脱险后，阮振平一家在家连着喝了3天的定金茶，要不是现在公司没人管，非得请假在家休息2天不可。他们父子俩请不了假，阮思甜却请假了，她实在被吓坏了，只想在家好好休息。出于对女儿的心疼，吴昕为阮思甜请了3天假，阮星倒是没有请假，毕竟她的情绪一向来得快去的也快。当时吓了一跳，哭过之后把情绪一释放，立马就是活泼开朗的小少女一枚。作为整个阮家最开朗的那个，阮星每天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心理阴影那是什么？不存在了。看着像没事人一样的阮星，阮二叔一家一致对他强大的心脏表示了敬佩。经过几天的休养，顾烨等人都已经出院回家，只等周一的时候便回归学校恢复正常上课。而李明不等回归学校就已经开始在阮星身边候着了。真的就是这里吗？看着眼前老旧的房子，阮星皱了皱眉。阮星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条十分偏僻的小巷子，这条巷子附近都是一些房龄在20年以上的老房子。因为这附近环境比较脏乱，交通也不算便利，所以附近的房租相对便宜，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租房。这也导致了住在附近的人品流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这里没错，王大志的老婆好几年前就已经带着儿子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母子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王大志失踪后，那些亲戚朋友都不管他们，以前欠王大志的钱，因为找不到欠条，没有一个人认账。当时王大志的儿子王俊也才12岁，还是个孩子。为了拉拔王俊长大，王大志的老婆刘红梅干过保洁，送过外卖，也自己摆过小摊卖小吃。这么多年了，他老婆也没有改嫁，就一心拉拔儿子长大。按他找人调查到的信息来看，这个刘红梅不但是一个好老婆，更是一个好妈妈，就是可惜命不太好。看着周围的环境，李明深深叹了口气。既然地方没找错，那我们走吧，早点把鬼大叔的话带给他们母子，他们母子有了欠条，就能把钱要回来了。阮星看着面前这栋老旧的楼房，已经率先走了进去。王俊家在顶楼，李明追在后面对阮星说。阮星嗯了一声，脚下动作不停。这栋楼房是一栋私人建的自建房，看着有些年头了。房子有5层，每一层有2个房间，上下楼的楼梯十分窄小，甚至都无法容纳2个成年人并排行走。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了5楼。今天是周末，照理来说家里应该有人，但李明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人在家，毕竟刘红梅为了养家，每天都过得很忙碌。站在王俊家门口，李明主动上前敲门，敲了没几下，屋内就传来了开门声，咔嚓一声，门开了。门后全是一个坐着轮椅的年轻男人，男人最多20出头，身上穿的十分普通，长得也不出彩，但却有几分像王大志。面前之人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请问你们找谁？王俊看着面前的2个陌生人，有些疑惑的开口。请问你是王俊吗？你妈妈在不在家？我们是受人之托，来跟他说一件很重要的事的。
李明对着王俊说道。王俊眼神狐疑，并没有请他们进屋。我妈妈不在，她出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看得出来，王俊对他们两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很是警惕，但是这种警惕之中似乎还夹杂着别的情绪。李明竟一时有些看不懂。可以进去说吗？我们要说的是很重要，是和你爸爸有关的。听到爸爸二字，王俊的表情变得越发古怪，眼神中甚至透出了几分厌恶。李明心中不由暗自嘀咕，看来这对父子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啊。这下意识的反应可骗不了人。你不用怕，我们是好人，不会害你的。阮星认真的对他说。看了眼阮星，又看了眼李明，王俊到底还是让他们进了屋。王俊母子租住的房子并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客厅和卧室各摆了一张床，厨房就在进门左拐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到。厨房旁边就是卫生间，地方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看母子二人就是爱干净的人。进屋后，王俊示意二人坐，二人坐到了那张唯一的木质沙发上。你们有什么事就说吧。王俊移动轮椅，拿了2瓶饮料给他们。王俊妈妈现在在外面卖盒饭，这些饮料是买盒饭附送的，家里堆了不少。阮星接过饮料，立刻插上吸管喝了一口，味道一般，但阮星不挑食，几口就干掉了大半瓶。一路找到这个地方，又爬了5层楼梯上来，他还真有些渴。李明没喝，直接说起了正事。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我是李明，他是阮星，我们两个是受你父亲所托来找你和你妈妈的。李明的话刚一出口，王俊就一脸怒意。你们什么意思？我爸人都已经死了，你们怎么受他所托，跑到我们家来耍我们，很好玩吗？王俊心中怒欲翻涌。这些年因为父亲的失踪，亲戚朋友的变脸，他和妈妈过得十分艰难。他们母子不是没有被人捉弄嘲笑过，但在明知道王大治死后，还以王大治之名找上门来的，这还是唯二的2个，简直太过分了！你们给我滚出去！王俊移动着轮椅到门口，一把将门拉开，想赶阮星和李明离开。你先不要生气，真的是你爸爸叫我们来的。你爸爸是死了，但人死不是可以变成鬼吗？李明忙解释，你们不会是想说我爸变成了鬼，还专程找来了你们2个，让你们带话给我们家吧？王俊嗤笑一声，表情是说不出的嘲弄。他们家是穷，但不是傻，这种鬼话要是信了，这是在侮辱他的智慧。出什么事了？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女人穿着一身很朴素的旧衣服，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刘红梅今年也不过40来岁，但看上去却已经年近60，可见这些年的生活究竟过得有多苦。好好的一个人，竟被搓磨成了这般模样。妈，家里来了2个骗子，快赶他们走！王俊对站在门口的刘红梅说道。我们真不是骗子。李明一脸冤枉的解释。阮星在一旁猛点头。不错不错，我们不是骗子，我们是来给你们带话的。刘红梅看了看李明，又看了看阮星，倒也没有马上赶他们走，而是进了屋，还顺手关上了门。阮星和李明看着比他儿子还小，他倒也不担心这2个孩子有什么坏心思。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刘红梅推着儿子的轮椅，把人推到沙发对面。我们就是来帮你老公王大治带话的，他让我们告诉你，在老房子墙角的第2块砖头下面有一个铁盒子，他当年借出去的钱欠条都藏在里面，让你拿着欠条去把钱要回来，然后带着儿子好好过日子。李明一口气说完要说的话，拉上阮星就想走。他们已经完成了与王大治的约定，没有必要再留下去。反正话他们是带到了，至于人家母子俩信不信，这可就不关他们的事了。等等，见2人要走，刘红梅叫住了他们。你们在哪里见到他的？刘红梅没有质疑他们，而是眼神复杂的问道。之前是在东南大厦遇到的，现在他应该不在那儿了。阮星眨巴着大眼对刘红梅说，毕竟顾老师可是说了，现在东南大厦里已经没有了那些东西，自从狮王被灭后，那些东西没了限制，能跑的都跑了，没有一只继续留在东南大厦。原来如此，谢谢你们辛苦跑这一趟。刘红梅态度诚恳地向2人道谢。李明对刘红梅的态度感到讶异，居然这么简单就信了。同样不解的还有王俊，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信这2个人的话。既然话带到了，那我们就走了，你们记得去老房子取东西。说完拉上阮星，2人便径直离开了王俊家。目送2人下楼，刘红梅抹了把不知何时流下的泪，开始进屋收拾东西。妈，您这是？王俊看着他妈，表情不解。回老家一趟，一面回答儿子的问题，一面继续收拾。他拿了一个旅行背包，随意的装了几件衣服换洗，带上了手机和银行卡。妈，你真信他们？王俊不懂，为什么母亲就这么信了？难道就不担心是有人耍着他们母子玩吗？他们能说出咱们家老房子的事，说的话不像是假的。妈回去看看，也不会损失什么。要是真能找到欠条，你的腿，妈也有钱帮你治了。看着儿子的腿，刘红梅眼中满是哀伤。妈，王俊心疼地看着他妈，想到自己的腿因何受伤，心中就涌上无限心酸与不甘，都是因为她是他连累的妈妈。另一头，阮星和李明自认为已经把话带到后，出去大吃了一顿，就各自回家了。晚上，
阮星刚刚洗漱好，准备睡觉，不想一阵阴风竟从窗外吹来，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了阮星的房间。鬼大叔！看到王大治出现，阮星有些意外。大叔，你还没去投胎吗？他还以为他去投胎了呢。小姑娘，谢谢你信守承诺。王大治是特地来感谢阮星的。其实自从那天他趁乱逃离东南大厦后，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妻儿，但这么多年过去，妻儿早已经搬离了他们家原来住的地方。他一只鬼想找人还是有点困难的，无奈之下，他只能守着阮星和李明，等着这2个人完成与他的约定，帮他找到家人。本来好几天过去，他看阮星一直没有动作，还以为他想毁约，若不是他身边有一个恐怖的男人时不时出现，王大治早就找阮星讨说法了。好在阮星最后还是帮他找到了老婆和儿子，还把花带给了他们。我都答应你了，答应别人的事肯定会做到，不用谢了。阮星看到鬼大叔并不害怕，很大方地对对方说，小姑娘，真的谢谢你帮了我这个忙，现在我得陪着我老婆回老家一趟，不能在这里久留。这个给你，你拿着它，要是遇到危险就把这东西拿出来，并对着它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立刻赶来帮你的。王大治递给阮星的是一颗极为普通的纽扣，阮星接过纽扣，送别了王大治。等王大治一走，他立马拉开被子，打着哈欠躺在了床上。彤彤晚安，星星晚安，一主一统互道晚安。夜越来越深，某医院儿童病房内，一个小女孩正躺在床上睡得香甜。突然，似是察觉到了什么，小女孩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在睁眼的瞬间看到了一道黑影。小女孩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想叫出声，还来不及叫出声，一阵风吹过她的脸，下一秒便彻底失去了意识。半小时后，一声叫尖划破了夜空，值夜的小护士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差点晕过去。只见躺在床上的小女孩瞪大眼睛，死不瞑目地躺在床上，心口被人挖了一个洞，而孩子的心脏不翼而飞。连日来，本市已发生3起挖心案，此案的受害者年龄分布从10岁到30岁不等，且受害者着为女性。目前，警方还未找到3名受害者除性别之外的其他共同点，不确定是否为无差别杀人。大街上，大荧幕正在播放着这则新闻，都已经发生第3起挖心案了，警方怎么还没有破案？可不是嘛，从第1起案子发生到现在都已经过了半个月了，这么久还不破案，警察干什么吃的？我现在每天下班都怕得不行，根本就不敢留在公司加班。谁不是呢？我女儿现在正在读中学，每天晚上晚自习我都亲自去接，不敢让她一个人回来，就怕遇到那个杀人犯。街上的行人看着大荧幕，议论纷纷，所有人都对那个还没有落网的挖心恶魔感到害怕又恐惧，尤其是女性，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挖心案的受害者。京市公安局陈队，我们已经调查了3名受害者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一点重合的地方，能查的都查了。这3人除了都是女的，完全没有共同点，而且3个被害人遇害的地点都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区。会议室里所有人愁眉不展，上头不断施压，他们也一直在查，可就是没有线索，逼他们也没用了。3名受害者，有的是在医院遇害，有的是在自己家，有的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凶手作案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简直就像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这让他们怎么查？陈峰坐在主位上看着案件的卷宗，这件案子实在是太过棘手，可是不能因为棘手就不查。那个凶手只要一日没有抓到，后面还不知道会出现多少受害者。陈峰眼神坚定，这个凶手他一定会亲手将其逮捕，绝不能任其逍遥法外。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公安局花局长正陪着2名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会议室门口。陈队，这半个月你们查挖心案辛苦了，之后这件案子你们可以不用查了，案件将由其他部门接手。花局一进来便对陈峰等人说道。陈峰皱眉，这时候把案子移交给其他部门，这案子就是一个烫手山芋，绝不可能有其他部门愿意接手，除非……看着这2个西装男，陈峰心中已经有了猜测。可这案子我们已经查了半个月了，这时候交给别人。副队长尹正站起身说道，声音中带着几分不满，这是上头的命令，你们服从就好，把案子的资料整理好，然后交接一下，之后你们可以去查别的案子，这件案子自有专人进行跟进。花局一脸严肃地看着尹副队，转而又看向了其他人。行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都累成什么样了，赶紧把案子交接一下，然后回去好好睡一觉。我做主，给你们放1天假，明天再回来工作。说完，花局也不管其他人的反应，领着那2个西装男走了。至于那2个西装男，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有多说。陈队，这算什么事儿啊？明明这案子是我们这队的。就是啊，我们都查半个月了，现在不让我们查。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很不满花局的决定。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家还不止大了他们一级，他们能怎么办？我看交给别人也好，这案子这么棘手，交到哪一队手上都是麻烦。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样说倒也是哦。陈峰没有理会队员们在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收拾东西离开。
等到花菊送走那2个西装男回到自己办公室时，看到的就是等在这里的陈峰。你小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花菊看到陈峰并不意外，顺手关上办公室的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随后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他一早泡上的西洋参茶。花菊，这案子是不是被议事局接管了？陈峰没有废话，直接问道。你小子倒是直接，你猜的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花菊也没有隐瞒。陈峰有些惊讶，还以为花菊会和他来一句少打听。你既然来了，正好有个事儿也要问问你的意见。花菊放下保温杯，接着道。什么事？陈峰挑眉。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议事局？深夜，阮星睡眼惺忪的醒来，刚一睁眼，就看到一个人影坐在自己床尾。定睛一看，原来是严家。严家看到救命恩鬼，阮星很开心。阮星，一段时间不见，你还好吗？严家的魂体已经完全稳定，看来这段时间他恢复的十分不错。我很好，你呢？他坐起身，笑盈盈地问。我也很好，我这次来找你是来和你道别的，我马上要去投胎了，所以想最后来见你一面。严家对人间本就没什么留恋，再加上他没有害过人，只要他想投胎，随时都可以去地府排队。恭喜你！阮星很为严家开心。谢谢。严家对着他笑。二人聊了一会儿各自的近况，聊着聊着，话题到了王大治身上。对了，你最近是不是见过王大治？你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吗？严家问。见过呀，他不是陪他老婆回老家了吗？半个月前他还来谢过我呢。阮星抱膝坐在床上，点头说道。听说王大治来见过阮星，严家并不意外，他确实陪老婆回老家了，他老婆也找到了那些欠条，就是那些欠钱的人老是找借口不还钱，王大治便入他们的梦，催促他们还。现在钱已经都收回来了，那些人还主动给了利息。王大治现在可是有别的事要忙，他在为他儿子报仇呢。这事儿说来可就话长了。王大治的儿子王俊本来也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眼瞅着就要毕业了，谁知道突然被一个富二代针对，一切只因为富二代看上的女神帮王俊介绍过兼职，这个兼职还是帮女神的堂弟补习。那个富二代占有欲极强，任何和他女神有过接触的异性都会被他视为敌人。王俊虽然长得一般，但谁让他是个男人呢？一样引来了富二代的恶意。王俊的腿就是被那个富二代派人打断的，因为做的隐秘，没有证据能抓到他，王俊也只能自认倒霉，吞下这份委屈。王大治知道这事儿后，便打算去给儿子报仇，要让那个富二代付出代价。严家知道王大治是个好人，死后也是好鬼，但鬼一旦杀了人，就会沾染上煞气，以后想投胎可就难了。阮星没想到王大治陪老婆回老家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听严家说完后，不免有些担心，心里默默想着，希望鬼大叔没事。说完了王大治的事，临走之前，严家又说起了另一件事。最近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挖心案，你听说了吧？阮星点头。你最近出门小心一点，我怀疑这案子不是普通人干的，那几个死者的魂魄都不见了，这明显是玄门中人的手段，只怕今世混进了邪修，那些邪修都不是好东西，你要特别小心，最近千万不要一个人落单。严家一脸认真的叮嘱。邪修为什么要杀人挖心？阮星不解地问。不知道，严家也才死没多久，对邪修的了解并不多。阮星的问题让他回答他也答不上来，一人一鬼聊了大概1个多小时，严家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见了，你保重呀。向着阮星做了最后的道别，严家消失在了阮星的房间内。